诸神降临，全球进入了一场荒诞的信仰游戏，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种命运，并信仰其中一个神明。所有人都被分配到一个密闭空间，而苏城被分配到了楼顶，并且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空气墙，一切资源都只能通过祈愿试炼获得。只要你敢许愿，诸神就会走向试炼场，并为你匹配队伍。你想要的奖励越离谱，对应的试炼则越高。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城，诚实的诚。我有2个原则：一，从不骗人；二，从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包括我自己。既然您从不骗人，为何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呢？哦，抱歉，我没把自己当人。医生，我感觉我要生了，你究竟是不是医生？快呀，他要出来了。好，就来了，别急，我正在准备接生工具。医生，你这是在干什么？这位夫人，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准备接生工具啊，你看，准备好了。不，在骗我，这不是接生工具。夫人，请您看仔细些，这就是接生工具啊！只需要用这把工具将您的肚子剖开，您的孩子就可以完好无损地降生在分娩椅上，从源头上避免了孩子顺产有大概率掉在地上的悲剧。最重要的是，此方案目前零差评哦，请你放心，我是全诊所资历最深的接生大夫，一定会保证您孩子的安全。孩子安全，快给我接生！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你在做什么？你想杀死我的孩子？夫人，你这么说真是太让人伤心了。我这可是在救你和你的孩子啊！你看，孩子安全的降生了，快看，你的孩子多么健康，双目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眼睛大的好孩子。孩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恭喜夫人，是个带把儿的男孩。什么？为什么是男孩？他明明应该是个女孩。是你，肯定是你的接生技术，你这个庸医。夫人，你应该知道，孩子的性别取决于父母，而不是医生。或许你应该去问问孩子的父亲。那个男人居然想要当孩子的母亲，我吃了他，只有我才能当母亲。我们诊所可以为夫人提供询问死灵的特殊服务，你仍有机会去问问他，为什么你的孩子会是一个男孩。但是这个服务可能有点贵，不过我觉得为了孩子，一切都值得。我的孩子必须有个说法，我要怎么做？快，医生，我要去问他。请您闭上眼，脖子再抬高一些。好，不要急，会很快。我刚才说了，这个服务有点贵，你妈妈还没付钱，但她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了，不如你替她付一下。钱货两讫，谢谢惠顾。单人试炼残羹淡玉，挑战成功。玩家苏城，表现评分 S 级，获得食物放手指面包5个，获得食物罐装粘液饮料5瓶。灯神之路加0，觐见之梯加0。单人试炼不增加得分。当前灯神之路得分2104，全球排名488866。当前觐见之梯得分156，命途排名74。试炼结束，即将退出。嘿，哥们儿，今天收获如何？谢阳住在苏城隔壁楼顶，人有点小神经，但不坏。诸神降临之前，正愁怎么找工作，所以他是个为数不多的降临派，认为诸神拯救了世界，最起码也是拯救了世界的就业率。一汽水，你要来1瓶吗？我操，我这辈子没服过谁，就服你，这东西你怎么喝下去的？一入口就咬不断，咕嘟咕嘟自己就下去了。哥们儿不至于啊，我看你每次出来都挺轻松的，排行分不低吧？干嘛天天刷单人副本啊？这不是委屈自己吗？对了，咱当邻居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你追随的是哪位神明？说说呗，说不准下次匹配遇上了，还能提前打个配合。你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信仰的是秩序神明啊，文明火起，秩序长存，不像吗？苏晨并不会相信谢阳说的话，因为他能感觉到对方在撒谎，这并不是观察对方表情或动作猜出来的。这是苏晨的特殊能力，是他信奉的那位神明赐予他的信仰天赋。只要有人说谎，他就可以察觉出来。虽然并不确定对方说的是哪一句，可即使他知道对面说谎，苏城也没戳破。毕竟邻居这种东西，没必要把关系弄得太僵硬。
我说你藏着掖着多没劲啊，说出来又没啥影响。难道你懂我还是竞争关系？你的进谏之梯多少分 ？ID 叫什么？我看看你排在哪。难道你也是知系信徒？不，我是混乱的信徒。谢阳听了这话，整个人都傻了。在信仰游戏中，各自都有敌对命途以及敌对的神明，比如文明和混沌就是对立命途。虽然对立，但不至于刀锋相见。但如果是命途下的某位神明对立，那可是要出人命的。也就是说，谢阳的秩序之神和苏城的混乱之神是敌对神明，但双方到底有没有在说谎，那就另当别论了。你真没骗我？我从不骗人。谢阳皱着眉头猜了一晚上，而另一边的苏城则是睡得很香。特殊试炼战争血与火之歌已开启，正在为您匹配队友。信仰游戏不会任由玩家苟且偷生，它每7天就会为玩家们自动匹配一场特殊的神明试炼。这场试炼难度极高，如果玩家们没有成功通关，即便是侥幸活着7天之内将禁止祈愿。拜托，这次给我多匹配几个战士啊！混子有我一个就够了，拜托拜托。既然人都到齐了，就不要浪费时间。我先来。神冲、文明、战士、天体1647。凤亚文、生命、刺客、天梯1636。你这把剑我好像在别的秩序战士见过，你应该是秩序旗吧？秩序之神是游戏最受欢迎的战士，几乎没有之一。他们遵行秩序的意志，尊重规则，约束自我，在战争试炼里更是能成为替灵的存在。夏晚、生命、猎人、天梯1519。南宫、沉沦、牧师、天梯1396。苏城、生命、牧师、天梯1501。曹三岁，现在我是天梯1906。这个分数一出来，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回忆笔者还是时间行者？时间。曹哥牛逼呀，这下稳了呀！但南宫心里此时非常不好受，因为目前有3位生命信徒与他对立，他现在只能祈祷这3位信仰的神明跟自己并非敌对。神明如果也对立，在试炼中敌对神明会降下额外敌对任务。苏城心里却暗自摇头，因为命途分歧而平白损失一个战力是最不理智的选择。双牧师体系非常适合战争试炼，我的直觉告诉我，南宫并不是我们的敌人。重新介绍一下，苏城，淡玉的牧师。卧槽，你一男的居然是求子观音！此时所有人都傻眼了。淡玉的牧师又称为子嗣牧，因为淡玉的牧师在祝福或者治疗同伴时，有概率会使同伴怀孕，但治疗的效果却比普通牧师更强。兄弟，求你别奶我宁愿接受一个敌对信仰的牧师，也不能容忍你奶大我的肚子。这要是被奶一口，我还怎么出去见人？夏晚站在一旁看到了南宫的纠结，也正是因为这份纠结，让他意识到南宫并不是淡玉之神的死敌。他突然如释重负。我是创生猎人，信仰淡玉之神的猎人。众人都惊讶，夏晚这么冰冷的一个人，居然选择追随了淡玉之神。但只有宋亚文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同样看出来，南宫并不是淡玉之敌，可生命和沉沦的命途各自只有3个神明，那就意味着对方有50%的概率是自己的敌人。命途分歧不是我们造成的，也不需我们承受过大的压力。既然2个牧师都是对立的，那么分开负责治疗工作就好了。南宫负责我跟法师，至于生命的信徒们，你们自己解决。你们2个既然都是淡玉信徒，小兰也不会排斥。夏晚瞥了一眼这位长得还行的苏城，面色看不出尴尬，反倒是苏城的脸色变得很微妙。还有一个更微妙的是宋亚文，他本想拒绝，既然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安排，自己再拒绝就有些不识趣了。他现在只想着自己尽量少受伤，接受一个送子南观音的治疗，他做不到。废话不多说了，本次试炼要求存活24个小时就算通关，准备时间不多了，大家尽快完成自己的预行仪式。所谓的预行是指玩家们向各自信仰的神明祈求祝福的仪式，比如淡玉的预行是拥抱繁衍，创造新生，说人话就是交配，想变强先交配。可试炼是随机匹配，大家都是陌生人，也不会有人主动克服尴尬和羞耻去帮忙交配，于是就有许多形似而神和的操作，比如自毒。这个伟大的发明拯救了无数自闭的淡玉信徒，只要脑子里想的是他，那么这便不算亵渎，而是敬献。可是今天的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场有2位淡玉的信徒，还是一男一女。
苏成虽然面带微笑，可脸色几乎僵硬。他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冰冰冷冷的猎人小姐居然是黛玉信徒。要是早知道这样，他不如把自己真实的信仰给说出来。身份暴露是小事，万一真发生关系，那岂不是成了骗那啥了吗？一起还是各自？还是分开吧，我比较喜欢男人。夏婉惊疑的目光看了一眼苏成，然后转身离开了。好看吗？抱歉，职业习惯，兄弟，我喜欢女人，真的，咱俩不合适，强扭的瓜不甜，我先走了，再见。宋亚文连滚带爬的逃了，一想到苏成这个送子男观音喜欢男人，他的脚步跑得更快了。死亡之神的信徒，这可有意思了。苏成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无人后，在他手中多出了一枚藤子。恍如昨日，嗤笑今朝。昨日我欺骗了黛玉的信徒，所以今日我就是黛玉的信徒。恍如昨日，嗤笑今朝。昨日我欺骗了黛玉的信徒，所以今日我就是黛玉的信徒。我找到了今日的秩序锚点，有间酒吧被埋葬在了废墟之下，我在里面找到了一条酒吧的规矩：今日只饮果酒，每人小饮一口，秩序的光辉便会护佑你们。秩序的运行是寻找秩序，只有遵循某种条律规则的人才能得到赐福。大家依次接过酒瓶，轻抿一口。然而苏成拿过来酒瓶之后，咕嘟咕嘟干了大半瓶。陈冲眼皮一跳，突然觉得这个牧师有点不太靠谱。我锚定了时间，画表会在准点前5分钟、3分钟和1分钟的时候报时。我只能决定时间战场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能决定你们在时间战场内的状态如何。我不想废话，但我不得不再提醒一下各位，时间的运行是精准和守时。当我布下时间战场后，我们必须在整点开启它，并将战局和争夺结束于另一个整点。如果做不到，我们将陷于永恒的时间循环中，直到做到为止。但每一次循环都会消解我们对时间的概念，过度循环会让我们迷失在时间的长河中。至于结果，你们不会想知道。所以，如果可以一次性解决难题，就不要开启它。废墟东边仍有一些没有被彻底摧毁的建筑，安全起见，我们先去那里被动营地如何？我没意见。我在周围的废墟之下发现了博美德人的尸体，这里大概是希望之州。不错，我们法师频道曾有人研究过这段历史，我们的位置应该在密林郡附近。如果我们面临的真的是希望之州反击战，让我们此时将要面对的大概是骸骨大军的右翼。正当他们一行人在讨论对策之时，天空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墨色，铺天盖地的黑色翅膀扇动着，遮天蔽日，犹如风暴般逼近。恐魔是一种背生肉翼的地狱恶魔，专以恐惧为食。他们是巫舵的信徒，也是黛玉的死敌。这恐怖的数量，如果真的交上手，他们6个人怕是给大军塞牙缝都。佛哥，一名1900分的侍卫，难道都是这个数量吗？后撤，赶快！宋亚文一抢先，整个人化为一阵青烟，瞬间消失于众人眼前。夏婉的速度不让作为一个猎人，敏捷是他们的本领。我至少需要控制时间战场，在这期间。少说废话，先在96给我们加速。陶3岁其实并不想过早的消耗太多精神力，但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时间引领加速，开！他们一行人快速的向废墟，希望可以准备入侵。然而战局的变化远比预想的要快，还没等他们进入废墟，已经朝着废墟的方向拖行。文明混起，秩序创造。空魔数量太多了，圣光长城只能支持5分钟，就算烧木石加持下，也最多延长到15分钟。快想办法，不然别说坚持24小时，15分钟后咱们都得交代在这。南宫在一旁给曹3岁恢复着精神力，他的治疗术很有效。曹3岁之前消耗的精神力得到了些许恢复。自私木奶量最大，只要控制好身上的新生儿，我们应该可以多撑一段时间。
他没想到这次试炼的敌人来得如此之快，敌人的动作如此之凶猛。这里的人最高分就是他自己，但也不过才1900分，最低的甚至还有不到1400分的。自己何德何能，能引来这么大规模的恐魔军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2100分的局。南宫脸色有些苍白，一发治疗。反观另一位牧师，呆呆地坐在地上，四处张望，宛如一个混子。苏成也有点头疼，这种场面他不是没见过。但确实没跟这么低分的队友一起见过。以往在高分局，所有玩家的战力都很强劲，遇到危机时，整出来的花活一个比一个多，这也是为什么天梯分数显得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每个月分数排行还会进行一次结算，玩家将会获得不同的奖励，这些奖励包罗万象，从物资到装备，从天赋到技能，无所不有。我的会死吗？此时没有人回应他。就连陈冲也只是卯足了精神，维持着圣光长城，为大家多争取一点时间。然而这几分钟更像是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恐惧。宋亚文，你还活着吗？宋亚文没出声，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不敢。他此时正潜伏在一处断墙之下，墙上挤满了恐魔，应该还没死。苏成知道他是死亡刺客，他专属技能是死亡送葬，在死亡领域内召唤一把巨大的死亡镰刀，对领域内的所有敌人进行一次必中的死亡打击，但条件非常苛刻，必须向死亡之神进献大量亡者的气息。所以说这个技能非常鸡肋，需要一直潜伏在阴影中，持续不断的制造杀戮，收集足够的死亡气息才能释放出来。还剩2分钟，再想不出办法，我们只能向外突围。牧师，准备给我恢复精神力；法师，准备加速；刺客，准备归队。我会在正前方砸出一条通路。你有过载治疗吗？我需要让时间行者再放一次区域加速，超大范围的那种。你有办法吗？我不需要过载治疗，只需要奶满我的精神力。我有过载施法技能。可能不够，我需要更大的范围。南宫，能吗？现在就要吗？现在。此时南宫脱下了外套，在他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口。每一个腐朽的信徒自身腐朽越快，其获得的神力就越多。搭配牧师职业，可以通过自残的方式来换取队伍的生命。他是腐朽之神的信徒，也是沉沦的高潮，宇宙的终幕。众生因福，万物将朽。曹三岁一把扶住虚弱的南宫，郑重地对苏成说道：“我可以过载施法，但之后的12个小时会成为一个废人。我们能撑到12个小时后吗？”我不想死，也不会死。你们装逼的事能往后稍稍吗？巫师，你有什么法子就这么赶紧说。时间节点很重要，我需要你们仔细听。在圣光长城结束后，我需要1秒钟的时间施法，下晚能争取到吗？我可以吞下创生草籽，获取它的注释，在繁衍之力疯长的时候，我可以做到5箭同发，但也最多只能迟滞他们1秒。你他妈一个牧师，你是什么法？别急，宋亚文，我知道你应该能听到，听我说，盾破后的第一时间，我需要你回到我的身边，并准备死亡送葬。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没想到宋亚文竟然是死亡编织者。南宫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因为死亡和腐朽并不是敌对神。宋亚文，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死亡气息的收集你不需要操心，你只需要在能收割的时候尽情收割就好了。你这一下关乎我们的生死，我不是在开玩笑。还有，我需要你在我施法之后的第一时间，对整个废墟内的所有恐魔释放加速领域。你他妈疯了吗？给敌人上加速，你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你确定这可是自杀行为？我确定。作为计划中的一环，我们必须知道你准备如何带领我们活下去。我打算给他们一个孩子。所有人听到苏成这句话都愣住了。一个男性人类说要给一群无性的恐魔一个孩子，这句话无论放在哪里都是无比炸裂的存在。你打算治疗恐魔？没错，我会释放一发笼罩整个废墟的治疗术，所有恐魔都会受到我主的注视，拥抱繁衍。不可能，不可能有牧师的治疗范围能有这么大。在这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夏完此时心里开始认定苏成彻底的疯了。可惜这小哥心好人也帅，就是疯得太快。没有什么不可能，当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那是因为你的奶量还不够。你，圣光长城还有多久？还够你装10的笔。10、9、8、7、6、5、4、3、2、现在。
让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奶量。四方环宇，奥姆神恩。我有幸不替入所。但玉在这一刻注视了他们，让所有的治疗光芒配合时间加速，我的急速膨胀。孩子们，该吃饭了。触手怪开始吐出母亲的血液，随着时间加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分解。此时，新生的触手怪们早已吃完了母亲，疯狂地向着6人涌动而来。灵魂安眠，生命终焉。我靠，牛逼呀！苏成这也太牛了，我仿佛看到了死亡真神与我同在。就这一下，我这辈子值了。我们战力受损严重，错3岁南宫和夏婉都失去了战力，需要赶紧治疗。我们先找个地方整顿一下。咱们不是还有苏成吗？我一个1500分的奶妈能干啥？你要是1500分，我把头给你当球踢。陈冲脸色一黑，他背起曹3岁，拉着南宫就走了，丝毫不带犹豫。陈冲觉得苏成确实有实力，但就是太爱装逼，让人不爽。更不爽的是，每次都让他装到了。他们一步步在这片血肉地狱中前进，碎块、粘液，这一幕已经无法再继续描述了。每一秒都在挑战着他们敏感的胃神经。夏婉，你要忍住啊！你妈妈肯定很心疼你。我妈死了，她将自己敬献给了乌多。啊，这比起我妈，你不如先关心关心我的女儿，她或许就要降世了。陈冲，准备，夏婉要生了。创生桃子催化出的精力会产生接产医生，在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在夏婉身上就炸出了一个半直半肉的弹弹怪兽。陈冲准备接球。此时夏婉虽然没问题了，反倒是南宫快坚持不住了，小腹的伤口依然带着腐朽的味道继续腐烂。这样下去，南宫会死。南宫的身体估计承受不住淡玉的治疗，要不你先来法师，然后让法师用时间戏法留住他的命。你都说我是法师了，我又不是牧师，也不是歌者，没有那么多辅助戏法好哎。现在试炼才进行到一半，无论如何，队伍里的人都不希望在这里减员。此时，苏成从自己的小金库里取出了一个小红瓶，这是？难道是 A 级药水王者的鄙夷？听说死亡之神认为有的人不配享受死亡，所以将这份鄙夷抽取出来，用来处罚犯了重罪的弃世者，让他们不能再接近死亡，无法聆听他的教诲。成哥，你居然有这东西，能不能给我一滴研究研究？这玩意少一滴都没有效果，要不你问问南宫同不同意？我没见过。南宫，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这有用吗？有用，而且还很贵。等缓过劲儿来，记得陪我。好的。此时的夏婉刚生完孩子，身上到处都是血。不过她是淡玉信徒，对繁衍的抵抗力很强，诚实没用力。运气很好，没有怀上。苏成，你究竟多少分？我1500，出了1500分，是1501。你当我傻了？之前那种范围的治疗链，至少是莱斯级天赋才能搞出来的效果。还有你拿出的埃及药水，你绝不可能低于2000分。啊，对，你们是想在这里继续猜分，还是跟我走？众人纷纷快步跟了上去。大佬不愿意说实话能怎么办？当然是权益他了。成哥，你到底多少分啊？成哥，你那笔小洪水还有没有？我用别的跟你换点行不行？成哥，你们刺客不应该都是沉默寡言的吗？我这叫反差，现在流行这个。他们一行人在无处可藏的平原上走了半天，终于看到了一片浓密的树林。这是一片被木精灵遗弃的家园。木精灵是繁荣的信徒，是永恒中立的所区。他们崇尚自然，从不与其他种族混居。既然能被他们选择居所，那这里一定相对安全。这里安全，为什么还会被遗弃？我说了是相对安全。在海口大军对希望之州发动战争之后，希望之州便不存在安全的地方。
我一直听别人说骸骨大军对希望州发动了战争，可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法师频道里的人猜测是信仰之战，也有人猜测是地底生物在强迫什么东西。时间注视的是当下，我手里的信息很少，或许记忆的信徒通过回溯过往，会知道的多一些。苏成本来听得有滋有味，但听到记忆的神明后，笑容明显凝固了一下。我看了时间，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试炼还有18个小时才会结束，但是我至少还需10个小时才能恢复。曹3岁的意思很明显，现在大家都很虚弱，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遇到什么。血与火之歌的试炼，血已经见过了，还有火呢，而且自己这队人刚好在树林里，这要是一把火烧过来，火烧连营800里，应该不会这么巧吧？大家先在这里捕捉一下状态吧。此时，苏成从小金库里掏出了一瓶可乐，咕嘟咕嘟的灌了起来。成哥，随身空间寸土寸金，你就放这个。陈初还放酒呢，我放几瓶可乐咋了？人如果失去了可乐，还有什么可乐的？陈冲没说话，但狂点的头，他深感认同。成哥，可乐还有吗？管够。成哥，你随身空间里不会全是可乐吧？宋亚文很开心，总归不是浪费他自己的随身空间。他快速挑了一瓶，还不忘将剩下的分给其他人。树林的目标还是太大，我们再休息3个小时，然后向更远处转移。我去外面值守。你们是什么都敢喝啊？看来毒打还是挨得少啊。你表现得很好，现在你已成为了我的神选之人，你有资格接受我的赐福。我不是在做梦吗？我成了神选之人，这就是时间真神吗？伟大的时间真神，我是您忠实的信徒，愿您的赐福如明灯般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曹哥，你没事吧？你快醒醒啊！曹哥，你们都恢复了，我能感受到周围时间的流逝，明明才过去2个小时才对，为什么我们恢复的这么快？难道可乐有问题？苏成和陈冲呢？他们在外面。曹3岁眉头一紧，如果在他们睡着的时候，苏成有坏心思，现在他们已经死了。还好他没动手，或者说还好他并不是对立信仰的人。更幸运的是，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并没有敌人到来。你这么疯了，让5个人同时入眠，哪怕你有恢复大家的药剂，也应该一个一个来。啊，你可别瞎说，我也是刚醒，是6个人一起睡的。苏成，你这是在拿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但凡中间发生意外，我们可能就全军覆没了。确实，风险太大了，不可取。你知道你还敢赌？可我赌赢了，我们恢复到了战力巅峰，不是吗？你就说收益大不大吧。下次还有这种情况，麻烦先告诉我一声，我不想还没觐见过时间就被你吓死。你们不会同意的，或者说大家不会愿意赌。但事实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让所有人轮流恢复，能争取1秒是1秒。没有吓死了苏成，我特么讨厌不确定性，你根本不像是淡玉的信徒，更像是个命运的信徒。要试试吗？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体验下当妈的感觉。你给我们喝的是什么？我称之为安眠疗愈，这可是结合了记忆神力和繁荣神力的顶级疗伤药。我一共也就存了6瓶，可全都被你们喝了。等试炼结束，我会用等价的药剂赔给你。这多不好意思啊！既然大家都醒了，状态也好，按计划出发，我去喊他们。而就在此时，天空突然一股热浪袭来，所有人神色一惊，一齐抬头望向天。S 级进驻，陨石火雨。好，赶快，时间正好。这不是地底世界能修行的法术，这是希望之州的元素法官所能掌握的禁术。我们到底扮演了什么身份？与两方都是敌人。你们有什么招数都被他们砸掉了，现在什么情况？
来不及了，可是快！时间回溯。好，赶快！我们已经失败一次了，11点钟方向，无人生还。操，那就换3点钟方向，快！他们一行人朝着3点钟方向飞奔而去，呼啸而至的陨石便依次炸开在他们周围，甚至都不需要砸中他们，飞溅的岩浆流火已经让他们寸步难行。不行，这条路走不通，法师。时间回溯。好，赶快！陈冲不对，这次是5点钟方向，我们已经失败了2次。这边也不行，烟雾太浓了。刺客说话，快指引方向。好，宋亚文死了。法师，回溯。时间回溯。好，赶快！陈冲，这次是7点钟方向，反向，我们已经失败了3次。夏完，小心！时间回溯。好，赶快！陈冲，等一下，这次换9点钟方向，我们已经失败了3次，不对，是4次。牧师，快奶我！牧师，我靠，又死了。时间回溯。好，赶快！陈冲，我们又重来了。那现在怎么办？往哪个方向走？我记得很多片段，记得每个人死亡的瞬间，却唯独忘记了次数，忘记了我们应该往哪里去。笨做起来，辨认路径，跟你脑中的记忆相互印证，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好，我来回忆，应该是第5次。这是第6次，11点钟方向，快！陈冲转向。你一个黛玉的信徒，如何在时间迷局保持清醒？这是命运的指示。靠，苏城，听你的。苏城，你确定是这个方向？不确定。曹三岁刚开口想要问什么，一颗火焰飞溅的巨大陨石便砸了下来。时间回溯。好，赶快！陈冲，出不去的，有个方向我试过了，没有活路。我们失败了6次，但命运给我的指引确实是1点钟方向。也就是说，1点钟方向是对的。但我总感觉命运就是个子。信命运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反向，7点钟方向。苏城，没有的，7点钟方向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了，有一颗超大陨石会落在右前方，我们所有人都会化为焦炭。5、4、3、2、1。在时间的最后一刻，曹三岁记忆中的大陨石并没有到来，天空降下一道圣光，将他们笼罩。而在他们身后，怎么可能？为什么？这完全不合理。苏城，你别跟我说这都是你干的。此时的苏城也懵了，就因为他骂了命运是子，这已经是他第2次了。难道我真的有什么隐藏天赋？而且开启的口号是“命运是个子”。这是我的试炼，你们坏了规矩。哦，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和秩序交换了权柄？你来干什么？我听到了亵渎的狂言，感受到被戏弄的命运，我将行使我的权柄，放逐无知的罪人。这是我的试炼，你们坏了规矩。有趣，太有趣了！一个笃信自己的白痴，和一个在战争之外就不会聊天的傻子，哈哈哈，太有趣了。好笑吗？不好笑吗？你为什么来？你又为何而来？他信仰我，又亵渎我，我自然可以取消他的资格。难道你想要违背公约庇佑他？可他已经被我抢到手了，自然算是我的信徒。难道你想违背公约放逐他？这是我的试炼，你们坏了规矩。这是我的试炼，你们坏了规矩。虚无，湮灭。这是我的试炼，你在干什么？我当然是来救我可爱的追随者了。坏了规矩。然后呢？身为战争的主宰，却连跟我打一架都不敢。公约，我的威力。哼，无趣，
太有趣了。试验破题后，一般来说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就往东南方向走吧。大理石暴雪山脉一带，远离战争漩涡，应该能避开一切争端，让我们熬到试炼结束。还是小心为上，谁知道血与火之歌到了最后，会不会还有个歌没出来？这又不是7下的试炼，不至于吧？不过，陈哥，真的很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可能已经没了。苏成略微有些不好意思，要说孔罗娜，他确实出了力，但是之后的火雨到底是谁替他们挡下了陨石？苏成到现在都还想不明白。就在这里扎营吧，周围视野好，可以提前预警，就这棺材营。众人挖得很快，太阳的暮色刚消失，一群人便已经转移到了地下空间内，掏出各种食物开始补充能量。每个人掏出了自己喜欢的食物，突出一个色香味俱全。只有诚实当着众人的面默默地掏出了一截手指面包，外加一瓶触手粘液饮料。当粘液咕嘟嘟，所有人都沉默了。都说2000分以上的大佬都有一些奇怪的癖好，陈哥，难道你喜欢吃这些玩意？谁告诉你2000分？我1501分。你最近没下食物本吗？为什么不喝可乐？下了呀，这手指面包就是昨天刚刷的，挺新鲜的，要来一口吗？此时的南宫实在看不下去了，把自己手里的牛肉饼掰了一半，递给了苏成。苏成看着半块饼，毫不犹豫地接过。这可多不好意思啊！还没等苏成吃上，一股剧烈的空间波动炸开在每个人的身上，这种感觉他们太熟悉了，这是试炼结束的信号。怎么可能？这才23个小时，试炼结束提前了1个小时。但大家并没有因为提早结束试炼而兴奋，反而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变化意味着风险，谁都不能断定提前结束试炼是好是坏。我的牛肉饼啊，好歹让我吃一口啊！我靠，王者的鄙夷和往日的繁荣，他们还没赔给我呢。特殊试炼战争血与火之歌挑战成功，玩家苏成，表现评分 S 级，获得道具吐槽假面、疑惑假面、报恩假面、满足假面、欲望假面、灯神之路+12，境界之梯+2。当前灯神之路得分2116，全球排名476712。当前境界之梯得分158，命途排名69。干，又是一堆破面具，敢不敢来点别的？自从苏成拿到那个天赋技能后，特殊试炼就再不给其他奖励道具。苏成看着自己箱子里一大堆的面具，陷入了沉思。这些面具苏成也不是没有戴过，但并没有什么作用，甚至连大小都不合适。此时，苏成打开了自己的玩家面板。苏成，男，22岁，命途虚无，信仰欺诈，职业牧师，天赋恍如昨日，双 S 级。欺诈信仰天赋主动，你的信仰将会暂时替换为最近一个被你所欺骗信徒的信仰。欺骗大师 S 级。欺诈信仰天赋被动，你的谎言更容易被他人相信，除非被欺骗的目标出现认知矛盾，否则无法发现你的欺骗手段，并且你可以察觉除你之外的所有欺骗手段。前往虚无的祭品 S 级。欺诈信仰天赋主动，当你编造的物品并不存在，却被他人广泛承认存在时，物品存在。众生相 S 级。欺诈信仰天赋被动，特殊试炼奖励将替换为特殊道具众生假面，且此天赋不可被其他天赋替换。共沐神恩 S 级。牧师职业天赋主动，治疗同属物种时会产生治疗传递效果，每多一个目标，治疗效果和治疗范围扩大1分。道具命运之头既定 S 级。你永远无法改变这颗头子的命运。鱼系之唇融合 S 级。他喜欢说谎，无论你喜不喜欢，他喜欢骗人，也包括你自己。众生假面 S ABC 千人一面，千面一人，数量47。往日的繁荣 A 级治愈药剂，于记忆中遍寻，追溯并恢复到过往最鼎盛的状态，数量93。技能基础治疗术、治疗链、治愈之光、镇定术、催眠术、诅咒解除、抗性护盾、圣光等。又活了1天，真他妈操蛋的时间，赶紧毁灭吧！卧槽，我加了3分，境界之梯居然能加3分，兄弟们，我境界之梯加了3分，我特么一把加了3分，就问你们牛不牛？宋亚文，你有病吗？境界之梯最多加2分，你做梦呢？加3分，你知道个屁！奖励面板我还能看错？有大佬带我飞，开大直接觐见真神，老子现在已经跟你们不是一个档次了。真有大佬，叫什么职业信仰的？我跟你说的屁！
大佬的名字也是你们知道的。在未知省市某独栋别墅中出现了一个雪白的身影，如果视线集中的话，可以隐约看到一只手正迟疑地伸向了那双修长的美腿，而他口中正喃喃自语地念着苏城的名字。也就在这一刻，黛玉彻底绽放了。又活下来了，真好。你本可以活得更轻松一点，加速他人的腐朽对他来说亦是一种境界。我不能害人。愚不可及。算了，开始今日的献祭吧。我不是已经献祭过了吗？在试炼中的献祭都是进献给他的，现在是我的那份。此时，南宫翻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每一个都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随后，他将苏城的名字也写了上去。你还想报答他？可笑，诸神不会让你们再次相遇的。此时，曹三岁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试炼提前1小时结束，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他无法知晓。他一直笃信时间不会骗人，毕竟在试炼中，他开启过时间战场。时间确实不会骗人，但有人骗过了时间。哟，老哥可以啊，又活过了7天。谢姓小伙儿只是点了点头，脸上还残留血渍，看起来他的试炼并不轻松。话说自己的试炼似乎也不轻松。苏城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看了一眼全球存活人数。让苏城没想到的是，这次特殊试炼一下少了10亿人。一丝恐惧和无力感从苏城心中升起。什么狗屁玩家，呵，只是玩物罢了。苏城就在木柳路高层，他突然想到了对面邻居满身是血的样子，遥遥喊了一句：“哥们儿，求要的是你吗？”你怎么知道是我？猜的，我手里有 A 级的往日繁荣，怎么样？往日的繁荣？难道你2000分？没有啊，某次试炼里碰巧捡到的。我没到2000分，大概烧不到你想要的武器，最多只能 A 级。我看你伤的不重，真有这么急？是徐璐，他不行吗？就是你楼下的那位，难道你们2个好上了？他答应了和我在一起的，我不能放着他不管。爱情使人盲目啊，哥们！要是伤势重到需要 A 级药剂救命，这耽误的功夫人早就嘎了。算了，不需要瞒你。其实他是预言家，他预见了自己下一个试炼的危险，于是想要未雨绸缪。预言家啊，命运的信徒，怪不得表里表气的。苏城眼见劝不住，还是将药扔了过去。谢谢，我先送药，然后再来商量武器事情。对了，我叫谢阳。谢阳拿到药后，急冲冲地来到楼边，将药绑在绳子上，开始往下放线。等等，他同意跟你在一起，没跟你开启合并空间试炼。陆是的内心敏感的人，还不敢向我敞开所有。不过没事，我可以等。这都能信？命运啊，可真是个……在这7天中，不知那位预言家小姐灌了什么迷魂汤，谢阳满脸开心的帮程石去下了个 A 级武器的本。幸运的是，下本的谢阳没死，但受伤很重。最后武器倒是到手了，可药水又赔进去1瓶。祝你早日得到爱情。谢谢。谢阳打心眼里感激，苏城打心眼里嫌弃。要不是看在他能陪着聊聊天的份上，苏城可不管什么狗屁爱情。不过这样也挺好，起码有乐子看。7天时间一晃而过，此时新的试炼已经跃入眼前。特殊试炼，记忆永夜迷途已开启，正在为你匹配队友。试炼目标，交错的记忆中总能找到一条出路，但前提是夜没散去。限时12小时。靠，居然是敌对的试炼，这不是往人家裤裆里钻吗？恍如昨日，嗤笑今朝。上次我欺骗了时间的信徒，所以这次我就是时间的信徒。先生，你要的酱油还要续上吗？你看人都喝成这样了，泡澡用吗？哎呀，我的衣服！这里难道是酒馆？雪泥拉洋酱油，闻名纪元中期暴雪山脉的产物。自我介绍一下，方诗琴，文明歌者，天梯2047分，
各位早上好。2000分的大佬啊！我叫阿明，铭记的铭，文明刺客，天梯1771分。现在的刺客都流行反差萌吗？他慌张的样子可并不像是一个刺客，而且他竟然说谎了。不知道他隐瞒了自己的命途，还是编造了自己的分数，但至少不是隐瞒的职业。职业不好伪装，也没有伪装的必要。黄暴混沌得者1998。怎么，今天是歌唱比赛吗？我叫百灵，你们也可以叫我娘娘。沉沦，别忍，天梯分太低就不说了。各位好哥哥、好姐姐说什么，我听什么就是了。我最擅长的就是听话了。小哥哥，怎么称呼啊？苏城存在，牧师，天梯1501分。就在刚刚，百灵对苏城释放感官追猎天赋的那一刻，却发现对面的情绪里没有一点欲望，干净的像张白纸，连标记都没法标记。此时，徐璐听到苏城这个名字后，先是一惊，然后想起了谢阳跟他说过的那些有关苏城的话。隔壁楼顶有个叫苏城的法师，长得很一般，有点胖，一看就是死肥宅。他求了我好长时间，让我帮他下 A 级武器库。我看他可怜，就随便帮他爬渡武器。不过他还知道感恩，给了我一瓶 A 级疗伤药，这药肯定是他试炼里捡来的，没有我给他的武器价值高。5分高，手段也多，这药对我来说很一般，就留着给你保命吧，不用谢我。显然，现在这个苏城跟谢阳口里的苏城差的有点多，至少对面这个苏城不丑，甚至还有点小帅，而且他是一位牧师，跟法师也对不上。现在徐璐只希望这个苏城不是时间的信徒，不然就和自己对立。1500分，居然又差500分，上个星期的试炼也差500分，很棘手，很要命。大家好，我叫徐璐，虚无歌者，天梯1643分。徐璐，这不是巧了吗？这夹子音一听就是谢阳遣的那位预言家，不会错了。不好意思，我这场的身份可是狼啊。我没找到对立信仰，为提高效率，我就摊牌了。我是真理的信徒，博文诗人。阿明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又转头看了那位混沌的大叔，脸色一紧，小声的对方诗晴说道：“你就这么确定他不是赤离的信徒？”方诗晴笑着没说话，转头对大家说道：“我们现在处在某一个人的记忆当中，我们需要找到每一层记忆的主人。局势或许有些复杂，但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合作意识。人越多，效率越高，不是吗？”姐姐说的真好，想来我也不必自我介绍了，你们脑海中想的那个样子就是我本人了。快开始吧，趁着我的欲望没那么强烈，还能给各位打打下手。我有线索。什么线索？难道你是预言家？是的，我一共预言了2次，我看到了今日会有人死去，而且投出的点数是9点。你是10面骰子，对吧？没错。每一位信仰命运的信徒都有一枚骰子，而分数越高的信徒，骰子的面数也就越多，并且预言家投出的点数越高，也就代表这个预言发生的几率就会越大。能确定死者的性别吗？我没看清，命运的招式并不清晰，我只看到有人躺倒在血泊之中。第2个预言，我看到了一只戴戒指的女人，手举起了茶杯，掷出的点数是4。众人的脸色因为这个预言明显沉了下去，尤其是阿明。时间紧迫，大家不要乱猜了。本次试炼以调查为主，各自先进行预行，然后开始调查，1个小时后集合。现在开始校准时间，应该都有表吧？如果大家不介意，还是用我的怀表比较好。我已经锚定了时间，并校准了所有的怀表，怀表会在准点前5分钟、3分钟和……苏城，你就没有自己的台词吗？信仰都偷了，多偷一个发言，不过分吧？遗忘医生可不是个好答案，希望你少对 NPC 动手，过度加速他们会导致记忆塌陷，我们可能会被困在记忆中，无法脱身。其他人都陆续接过了怀表，唯独徐璐，他万万没想到苏城在知道自己是预言家的情况下，还敢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无疑是贴脸开大。而苏城却一脸无所谓的表情，转身离开了，他要去没人的地方预行了。此时苏城不知都从哪里偷了一套酒保的服装，他刚出门就看到方诗晴带着夹子姑娘偷摸的往这里走了过来。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大佬的夸奖就是我进步的动力。
真理的运行你应该知道，只要你分享给我一个新的知识，真理的光辉将照耀你前行。真理的运行是求知，想要得到真理的庇护，就必须为他分享一些未知的规律或者知识。有这种好事送上门，苏成自然不会拒绝，快速分享了一个小知识：手指深入肛门旋转按摩30秒，可有效抑制打嗝。夹子姑娘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嫌弃，她慢慢挪了2步，靠近了方诗晴，而方诗晴却感受到真理的光辉在向苏成涌动，这意味着苏成没乱说，这确实是真的。你是怎么发现的？啊，我是个医生，实践出真知。你现实里也是医生吗？不像吗？受教了，谢谢。方诗晴拉着夹子姑娘，头也不回地离开。此时，苏成顺走了桌子上的酱油，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送油工作。在记忆的试炼中，每一个场景都是别人的记忆，而试炼的目标则是不断寻找各幕记忆中的记忆本体，也就是这份记忆的真正主人。以当前场景来说，记忆主人一定是酒馆中的某一个人，并在这里待了很久，所以这些客人的样貌才会如此清晰，不然就会记忆模糊出现 bug。而破题方法就是找到这错误和记忆特征，并推算出记忆的主人是什么样的身份、性别、年龄、特征等等，从而找出记忆的主人到底是谁。打扰一下各位，今天老板做活动，这瓶酱油是送给大家了。如果大家喝得开心，可以分享一个八卦，就当是这瓶油的费用。看到店家有油送，客人们很开心，快速分享了自己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毕竟他们本来也是在吹牛，多吹一次换瓶油这么划算的事情，简直不要太爽。于是苏成就成了八卦吸尘器，走到哪里吸到哪里。不一会儿，他就把这个酒馆的各种八卦听了个遍。给我大哥搞点雪花，雪花呀！搞瓶牛奶噻。给我大哥无所干劲，伏特加，小曲搞点伏特加。给我拿瓶王老吉。哼，切个饭酒都不喝，那切个么子嘞？我大哥敢做海盗船，海盗船呐！我玩过山车，我大哥敢蹦极，我敢跳伞，我大哥敢跳楼，我跳18楼，18楼啊！你要跳？我敢骑粑粑。给我搞一盘，要新鲜的啊！没说到你给你搞新鲜的个呢，那就是没得的，先坐着嘞。1个小时过去了，苏成听得忘乎所以，要不是还有怀表报时，他都还想继续听下去。太有意思了，这比试炼可有意思多了。不过话说回来，记忆的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居然对每一位顾客的样貌以及言谈举止都记得这么清楚，完全没有任何漏洞。看来只有一个可能，记忆的主人就是我自己。当6位玩家再次齐聚在桌前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就连一直抓头皮的大叔这次都没动静了，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大家怎么愁眉苦脸的？发现哪里有问题了吗？根据往日的经验来说，在记忆场景中应该有些不那么明显却容易发现的错误，但是这次我跟徐璐几乎旁听了2楼所有的酒桌，都没发现有 NPC 有过于生硬的逻辑补全，他们似乎都很正常，正常的不像是记忆中的人。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我没什么发现，不过八卦倒是听了一堆。我那边区域也是一样，我甚至用天赋感受了他们的内心，很平静，很有序，不像是记忆中的人。你会读心？没有，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具体我不太方便说。看来这个刺客和大伯老师都有类似的技能。大叔，头疼，没有，也不该有。你们没有觉得这里的男人都凶神恶煞的吗？而且还很强壮，强壮的有些过分了。这里所有的 NPC 相互之间好像并不认识，陌生人之间的记忆怎么可能做到记忆如此清晰？这只有一个可能，记忆的主人认识这里所有的人。难道有人在酒馆里筹谋什么？正在众人埋头沉思之际，苏成百无聊赖地按起了服务铃。酒馆的酒保呢？酱油都没了，怎么还不来续油？他们不是应该时刻盯着每一桌顾客主动服务吗？话刚说完，对面的徐璐便向他投来了鄙夷的目光。倒是一旁的百灵很是同意，对着他抛了个媚眼，又在心里给诚实贴了个新标签：作乐的混子。是酒保，
苏成说的没错，只有酒保才会每时每刻注意所有桌子客人的动向，也只有他们才熟悉这些客人，所以每个角落的记忆都是清晰的，因为他们本就了解这里的一切。小看你了，大佬。我说了什么吗？苏成此时表现得很懵逼，百灵心里给苏成又贴了个新标签：打鱼的高手。方诗晴头也不回的就往楼上跑去，其他人也跟了上去。大腿们，你们慢点，这里的顾客这么强壮，脾气又不好，这火急火燎的，可别把他们惹急了，到时候打起来，我们可就危险了。方诗晴听到这话，不但没有生气，突然想到了什么。人的记忆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复现，往往带有主观偏向性。如果这个记忆场景中的酒客普遍都强壮，那就说明记忆本体很有可能在接触这些酒客时，主观上就觉得他们很强壮。如此反推回去，这个人大概率很瘦弱，而且比普通人要瘦弱。阿明，我记得你说过楼上的休息室内有一个在睡觉的酒保。哦，好像是，他很瘦，腿还有点残疾。没错，就是他了。职业天赋，手指钥匙。虽然这个天赋一般，但是一个非常难刷的 A 级天赋。看来这个阿明确实是刺客，应该隐瞒了分数。如此一来，他到底是信仰的秩序还是战争呢？是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可以去找阿多，我已经下班了。我们是来找你的。找我？你们想干嘛？别害怕，我们并不是来找你麻烦的。说着，苏成一发镇定术打在了酒保的身上，顺便还来了一发催眠术。镇静下来，仔细想想，你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你的回忆，这里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的你不应该沉湎于记忆之中，对吗？对，是的，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回忆。赶紧走吧，我们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欧爷，大佬真厉害啊，我们通关了。苏成，我知道你在装傻。啊？当苏成再次睁开眼，发现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个大厅，耳边充斥着欢呼声和哄笑声。舞台之上有一个夸张的巨人正在表演杂技。好臭啊！这是马戏团？哟，好大呀！昆氏马戏，有位大佬分享过有关昆氏马戏的信息，他曾说过让他感触最深的便是巨人杂技这一项，因为这些巨人根本不是巨人，而是由许多个矮人熟练拼接成的假货。方诗晴再次展现了真理信徒的博学，一身见识，非常配得上博文2字。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们没闻到一股怪味吗？我们要不先换个地方再讨论？矮人嘛，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大家还沉浸在破解了第一层记忆的喜悦中，丝毫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有苏成和方诗晴的脸色沉了下来，因为这马戏团太大了，如此多的目标，想要找到错误，调查工作是个大工程。苏成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怀表，9点56分，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各位，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先说坏的，提前准备。坏消息是整点已过，医生忘记记录你们的状态了，之后生病了，只能用加速代谢来治疗。遗忘医生的技能赐福有2个，一个是回溯状态，和曹操的回溯类似，但不一样的是，遗忘医生可以让队友在当前时间回溯至上一个时间节点的身体状态，还有一个是加速代谢，这个技能以时间治愈伤势或者身体负面状态，本质上并不像是治愈手段，更像是加速遗忘。说简单点，就是透支未来的生命，因为时间能治愈一切。那好消息呢？好消息是昆氏马戏刚开始，我们能看完全程。既然你这么喜欢看马戏，那整个马戏团剧组的调查工作就交给你了。大腿，您可真抬举我啊！接着，方诗晴给所有人安排了调查区域，各自就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工作。只剩下百灵依旧待在原地。果然还是你有眼光啊！一起看完吗？比起看马戏，我更愿意来一场骑马戏。怎么样？想来吗？乌多的信徒按捺不住他的天性了，也不知道哪个幸运儿会跟他一起投入乌多的怀抱中。你最好说的是马戏。由于团队中仍有1人没有进入第2幕记忆，所以记忆之门并没有消失。奇怪，黄大叔还待在第1幕干什么呢？苏成其实早已猜出了黄波是混乱的信徒，混乱是无序的癫狂，也是秩序的死敌。信仰他的玩家精神状态多少带点不正常，混乱信徒的思维不能以常理揣度。按照逻辑，这里应该是那个酒保所待的地方，是引导酒保回忆起酒馆的经历的位置。也就是说，酒保是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某个人或者某件东西，才让他想起了酒馆的回忆。他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呢？苏成一边思考一边走，没过多久，
就来到了舞台的幕后。此时有几个矮人正在后面换衣服，5个人叠在一起，然后将一张兽人皮套在了外面。苏成试图看出一些破绽，但很遗憾，他们组装的非常完美，肢体间丝毫没有卡顿和不协调。几个矮人伪装的兽娘发现了苏成，迎面走了过来。是新客人，怎么这么着急呀？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回到座位上去，我会去你那里服务的。服务？什么服务啊？这可不太像是正经服务啊！这算什么？兽人马戏？看来还真让百灵说对了，这里真有骑马戏。苏成面色一紧，转头就走。回到大厅后，苏成随即找了几个观众，跟他们胡扯了一会儿，没多久就了解了这里的大概情况。这个小镇归布鲁克公爵掌管，而这些矮人是从加斯麦涌过来的难民，公爵很发愁，但贵族老爷们很喜欢他们，其中还包括公爵的夫人迪拉尔。据说他非常爱看矮人马戏，尤其是近期以来出入剧团的频次非常高。他的旁边坐着的是他的贴身侍卫，后面是小镇的中产和工厂老板。苏成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此时公爵夫人旁边的侍卫正偷偷将手伸向公爵夫人。大佬，有什么发现吗？我刚刚发现了一个你的同行。那他有我技术好吗？你那边有什么发现？你觉得我会有发现？说实话，你不太会骗人。大佬就是大佬，观察力真棒。我发现了一个在酒馆里碰到的男人，或许他会有线索。如此茫茫人海，你是怎么找到的？大佬就别装了，我的天赋可以具化男人对我的占有欲。我也没装，毕竟爱大之心，人皆有之嘛。那你就可怜可怜我呗。啊，或许我喜欢男人。百灵扑哧笑出了声，一把挽住了他的胳膊。那成姐姐，我们走吧。苏成一脸便秘的被拉着走了一段，实在是被一团肉磨的受不了了，才苦笑挣扎道：“我只是说着玩的。”放心，妹妹我嘴严的很。没过多久，苏成和百灵就来到了之前在酒馆碰到的那个男人。苏成没犹豫，直接一发催眠术打在了他的身上，然后开始引导。可结果是，这个人并不是答案。这个人确实也在酒保的视野范围中，既然不是的话，难道逝者是看到了什么物品才回想起上一幕的？大家有什么发现吗？观众席里似乎有些特殊的服务人员在与观众进行龌龊的交易。这种事情碰见的太多了，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再找找看，记忆本体一定在观众席上，舞台上的表演始终没有发现模糊或者错误的现象，说明他一定在观看演出。注意聚精会神看表演的观众，我们分头行动，1个小时后再碰头。大腿的话倒是提醒我了，如果台上的巨人记忆如此清晰，说明记忆的主人一定是观众。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曾见过兽娘的真实面目，那我刚刚就不可能看到矮人穿衣服的过程。所以记忆的主人不但是观众，还和兽娘有关，而且还在酒保的视线范围内，并且还在酒馆出现过，甚至还知道兽娘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找到了，原来就是你。很快，苏成就来到了目标附近。当苏成看到他与兽娘的这一幕，心中的疑惑更大了。为什么他在明知道兽娘是5个扣脚大汉的情况下，还玩得不亦乐乎？难道他真的好这一口？这人不对劲，还是先通知其他人吧。大佬，终于愿意宠幸我了。别闹，我需要你帮个忙。好的，要我干什么？答应这么快，你就不怕被我坑？大佬需要我，说明小女子身上还有值得被大佬看上眼的地方，不是吗？那边那个男的，帮我去试试他。想怎么试？文士还是武士？这也有说法。文士吗？自然是。好，文士就文士，快节省时间。没过多久，百灵就黑着脸走了回来。怎么？难道吃瘪了？那个兽人娘既然是我同行，这我知道啊。怎么？有什么问题吗？等等，你是说他是你的同行？没错，而且那个男人已经被迷了心智，变成了欲望的傀儡。我记得这个天赋需要持续施法，这也就意味着他回忆起这个场景的原因并不是触景生情，而是被人控制，甚至极有可能现在正在被人控制。先找大家商量一下。怎么说？大佬不藏了？藏什么？你烈焰找到的答案，关我什么事？烈焰，拜托，你管这叫烈焰？众人再次集合，苏成没开口，百灵自然是明白他是在装，无奈的给大家讲了烈焰的经过。如何确认一定是他？说不定是女人的第6感。百灵又翻了个白眼。方诗晴见苏成说话了，也就默认了。
他信的不是百灵，而是苏成。我的书页里还有一张来自战争信徒的迷雾戏法，可以第一时间展开领域，将下一幕的出生地点铺满迷雾，阻碍施法者的视线。但由于我并没有足够的防御戏法，所以牧师要在我之后第二个进入，并快速支援治疗。刺客第三个跟上，但要记住，在不清楚对方是否为记忆本体的时候，不能下死手。当众人靠近目标，苏成毫不犹豫地释放了镇定术和催眠术。方诗晴抓住机会，直接开始引导。方诗晴毫不犹豫，果断闪身进入，苏成紧跟其后。当苏成再次睁开眼时，眼前已经布满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我靠，这么浓，这我哪知道大腿在哪里啊？苏成刚想低声喊方诗晴，一只冰凉的手掌便捂住了他的嘴，裹挟着他朝着远处离去。苏成，你到底是不是隐藏了实力？快回答我！你是不是隐瞒了天梯分数？你快回答我！所谓的战争迷雾，原来是为了绑架我。夹子姑娘跟得紧，我只有这种方法摆脱她一段时间。啊，你也叫她夹子姑娘？闲话少说，我们时间不多，我找你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加入你们？难道你是理智协会的人？方诗晴是真理的信徒，苏成第一时间想到了理智协会，他们是玩家成立的组织，追寻宇宙真理和神明本质，但为了获取神力和成为神明，变得非常的不理智。类似的组织还有很多，如秩序联盟、自然教派、历史学派等。理智协会早已经抛弃了理智，他们为了成神不择手段，他们更像是赤鱼和巫堕的信徒。我们和那群疯子可不一样。苏成，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我一样，可以在一场又一场的试炼中获胜。很多人踏错一步就会落入深渊，但他们有错，他们只是无辜的人，逆境求存，到头来死了都还要被安上一顶神器者的帽子。他们有你的家人，也有我的家人，有爱你的人，也有爱我的人。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们低头接受他们的祝福，也抬头挑战他们的权威。这就是我们。现在，我郑重地邀请你加入我们，你愿意吗？说了这么多，请问这位传火者女士，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束成者还是铸成者了吗？这不可能，没有被传火者接触过的人，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行踪。你从哪里知道的？是啊，我从哪儿知道的？大概是从一个傻子口里知道的吧。你说，怎么会有人为了一个陌生人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呢？为什么没有？传火者为了保护一切美好，不惜代价，何况自我。陌生人也算是你们所说的美好？但至少在他眼中，你是美好的。所以这次你的选择是？比起这个，我更想问问你为什么看中了我？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好人，如今这个世道，好人这个称呼太沉重了。我只是希望我们的伙伴不是一个坏人。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坏人？我可以听到每个人心声所奏响的乐章。你并不是那一种。你不好意思，你听错了。芳姐，成哥，你们在哪里呀？我们在这。真哥，哎，芳姐，这是怎么了？没事，小问题。他们人呢？可能在后面。我一过来就发现了几个狂暴的矮人，他们一出手就是死手，我反应不及，没有空间后撤，只能拼死反击。还好他们不是记忆本体，不过这么一会儿人就解决了。阿明同志，你可真厉害啊！毕竟我也是个刺客，迷雾环境对我有利。那你能判断方向吗？我们现在是在哪里？这个我太浓了，我也看不太清楚。那好吧，我们找个地方等等他们吧。战争迷雾应该持续不了多长时间。阿明同志，说吧，为什么在马戏团的时候那么晚才过来？你说这个黄大叔怎么还没跟上来呢？也不缺他一个，没来不是挺好吗？你也知道他是混乱的信徒？哦，我懂了，原来你是行刑官。行了，对立就对立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记得曾经有位古人说过，领土分歧不是我们造成的，也不需我们承受过大的压力。苏成无所谓的笑了笑，说着说着，手却伸向了怀里的方诗晴，不知道在倒腾什么。阿明看在眼里，但他只是尴尬的笑了笑，并没有吭声。没多久，迷雾中传来了队友的呼喊声：“方姐姐，她这是怎么了？”徐璐看着晕倒的方姐，又看了看苏成，眼中满是惊恐和害怕。大佬，救命呀！这里好黑，我好怕怕。这两个队友的到来，让苏成和阿明之间的尴尬气氛瞬间搅碎。怀里的方诗晴不知何时早已睁开了眼。方姐，你好了？没事，多亏了苏成及时救了我。传火者的事情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说，任何细微的火光都有可能照亮他们的行迹，让一切努力付诸东流。那是不是还欠我一句谢谢呢？迷雾渐渐散开，众人相聚而走，走到一半就看到了惨无人道的一幕，血流了一地，汇聚在地上，模模糊糊的画出了一个铡刀的图案。苏成认出了这是大审判庭的行刑官们惯用的恶趣味，只不过地上的画的歪歪扭扭，显然不太熟练。
方诗晴若有所思地看了阿明一眼，没有说话。我们这是在哪？像是在仓库。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先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大家没有意见，跟着大腿走出了房间。你听说了吗？公爵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听说公爵宴请了所有的贵族，并准备在宴会上宣布新的难民法案，所有来自加西麦的矮人都会被驱逐出去。这下职务和工作也不会再紧张了。看来这里的人并不欢迎矮人的到来。那为什么矮人还会出现在公爵的庄园上？公爵想要驱逐难民，难民自然不想被驱赶，所以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显而易见吗？是吧，大腿？方诗晴现在完全不想理他。要知道，动人心弦这个天赋，甚至能感受到对方的意愿。他明显感觉到苏成倾向于接受，可他竟然拒绝了。他实在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可以和心中的本能相违背？个人领域不同于公众场合，乱来可能会引起骚乱，导致记忆崩溃。还有，远离之前的那个仓库里面的尸体，我们并未处理，很有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接下来大家分头行动，祝我们好运。众人纷纷散去，唯独苏成没有动身。他确定众人消失于眼前之后，又回到了那个被方诗晴所叮嘱的仓库。苏成之前就注意到被砍死的矮人身上伤口有些特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是被同一个人所杀。自相残杀，这可有意思了。这可一点也不像是秩序信徒的手段啊！局势可真是混乱啊。不过倒也不是没有收获。此时苏成刚出门就碰上了正在等他的百灵。大佬，抱个大腿，不介意吧？抱可以，但你可别乱摸啊！大佬放心，妹妹我听话的很，你说摸哪我就摸哪。苏成和百灵来到了庄园的中心大堂，在众多贵族之中，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对应的身影。大家都在分头调查线索。苏成粗略地看了众人一眼，果断选择带着百灵离开了这里。我们走，答案不在这里。好的。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吗？我只要听话就够了，不用知道为什么。如果大佬需要有人捧场，我也可以装得很像。此时苏成心里开始怀念宋亚文了，至少人家能让自己有点成就感。但有些话憋在心里不说，非常难受。我在之前矮人身上发现一枚很精致的戒指。然后呢？这些贵族不会去在意一个矮人的戒指。哦，所以目标不在这里。原来是这样，大佬好棒棒。大佬，我们现在去哪？问得好！如果说戒指在目标的记忆中如此清晰，说明记忆本体肯定和这些矮人有关系。我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从这些矮人难民下手。但我突然觉得，既然矮人到这来跟公爵有关，或许去会会这位公爵是个不错的选择。大佬好像有守卫，那就发挥你的优势。哦，公爵需要我，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我说了，公爵需要我。可是公爵并没有通知。你的意思是，公爵在有需要的时候必须通知你？你可以进去，但他不行。愚蠢！你们难道不知道避嫌吗？放我一个人上去，公爵的名声怎么办？都特么把你给放上去了，公爵还有名声吗？你好，我们想要见公爵大人。公爵大人闻的可真话呀，要不要放他们上去？蠢货，再放他们上去，公爵大人的名誉可真就不保了。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去？刚才那两个怎么上去了？你们这是区别对待。禁止喧哗，没有任何人能上楼去打扰公爵。刚才也没有人上去，请离开。我们走吧，上面有他们两个就够了。可那个苏成就是个混子啊！方诗晴直接被徐璐这话点燃沉默。他是怎么有脸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的？他能有你混？苏成一行人来到了2楼公爵大人的房间中，可他们推开房门后，看到房间内的场景时，他们的脸色直接沉了下来。偌大的房间里，一位中年男士满胸是血的仰倒在床上，早已没了呼吸。公爵大人死了！有人来了，快躲起来！苏成快速拉起百灵，拖着他藏进了衣柜里。衣柜空间不大，但苏成没得选，可让人站立的空间有限。苏成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后，百灵不得不蹲在他下面。这下可真成了抱大腿了。大姐，你轻点。放心，我不会乱摸的。我只是让你弄晕他，不是让你杀了他。这么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亲爱的，你要相信我，我真没有杀他。你看这血液还是新鲜的，他才刚死，而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怎么有时间？但是他死在了你安排的房间里，是你导致了这一切。好，就算是我杀了他，这不好吗？他死了，我们之间便再也没有阻碍了。他可以死，但不是现在，是你破坏了一切。什么一切？迪拉尔，你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不能就这么死去，法案的事情还没有结尾，领地公民还会抗议。迪拉尔，这是公爵操心的事情，你只是公爵夫人。你不懂，我可以继承财产，却继承不了他的头衔。什么？难道你还想当女公爵？不是，我只是为了那些镇上的公民。迪拉尔，你真的变了，你去管那些矮腿子干嘛？
你不懂，听着，你在这里守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我去想办法。本来还想感谢你们替我杀了公爵，既然你们这么着急，那我就给你们一个痛快。你戒指从哪里来的？你是说这个吗？前客不是说雇佣了一批矮人吗？难道换人了？小子，你妈妈没教育过你吗？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可不好。抱歉，我是个孤儿。此地禁止反抗，刑期已到，他们将在此接受审判。在秩序的注视下，放于挥刀吧。堂哥，是你在里面吗？阿明刚一进门就感受到了浓郁的秩序之力，他看着倒地的两位队友，嘴里疯狂地默念着什么。突然，神色癫狂地杀向了一脸惊骇的人，还没等护卫反应过来，呼吸之间，匕首已经插进了他的胸口。怎么可能？这里是秩序的领域，你怎么可能？紧接着，方诗晴带着徐璐也冲了进来。阿明看向他们，两眼犹有泪光。怎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芳姐，对不起，我没赶上。苏城他们已经……徐璐看到如此惨烈的现场，脸色白了3分。看到苏城的身影跟预言中模糊的画面一模一样，他一直担心苏城这个对立信仰的人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一直跟在方诗晴后面。但现在苏城死了。芳姐，我们现在怎么办？你们先出去，想办法守住门口。身为同伴，总要送他们一程。歌者擅长为人唱响葬曲，吟诵悼词。徐璐觉得这种仪式或许有些浪费时间，但还是和阿明一起走出了房间。方诗晴来到了苏城的身边，拿出了一张小字条，这是之前在浓雾中从苏城的怀里醒来时，他胸口发现的。尊敬的传火者女士，见字如晤，这是一条求助信息，来自未来的我。如果我死了，恰巧被您碰到，麻烦请你救我一命。任何治疗术都可以将我从地狱里捞回来。烦请您看在我曾经某一瞬间是传火者预备役的情面上，施以援手，小弟不胜感激。另外，3人行，必要小心。这个混蛋怎么就料到了自己的死亡？你怎么敢这么信任我？你就笃定我能来救你？你都拒绝了我，就不怕我也拒绝你？方诗晴数落了苏城好一顿，但空间被静音，无人能听到，好似一场沉默的审判。但最后，他却无奈的认命，从书中扯下一页，打在了苏城身上。原本已经毫无气息的苏城，在生命之光的滋养下，瞬间睁开了眼。大腿果然靠得住啊！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麻烦大腿再治疗一下百灵呗。
浪费输液，你是牧师，你自己救。苏成无奈地打了个响指，随着响指落下，百灵断掉的手臂重新接了回来。回溯治疗，来自时间的馈赠。苏成并没有忘记记录他们的状态。百灵一醒来就凑到了苏成身上，他没想到苏成给他的药居然是真的。方诗晴眉头一皱，似乎想在他们之间看出些端倪，但苏成隐藏得很好。反倒是百灵，他的眼神如拉丝般离不开苏成，因为就在不久前，苏成早就料到会有危险，在衣柜的时候就给了百灵一瓶药水，王者的笔翼。感谢远在天边却依然为王者的笔翼贡献认可度的上一届队友们。信仰天赋，献往虚无的祭品。当物品不存在，却被他人广泛认为存在时，则物品存在，需要5个人的认可即可满足条件。虽然这是一场豪赌，赌他的队友们并没有发现这瓶药的端倪，他笃定百灵会相信这瓶药是真的。方诗晴见两人安然无恙，脸色严肃地看向苏成，似乎想要个解释。如你看到一样，侍卫杀了我们，然后你们冲进来又干掉了侍卫。不过我们之间似乎出现了外人。外人？难道阿明有问题？阿明或许没有问题，但阿明到底还是不是阿明，可就不一定了。方诗晴和百灵都是面色巨变，一脸的不敢置信。我之前探过他的心弦之声，并没有变化，你确定吗？虽说方诗晴不太肯定，但他还是相信苏成的判断。既然是人有问题，肯定是先保证内部的稳定。无论阿明是不是阿明，想要不动声色地抓住他很难。苏成像抱大腿般的凑向方诗晴，方诗晴无奈地从书上撕下一页金色的书页 ，S 级天赋，永恒牢狱。博闻诗人可以将别人的技能记录在自己的书页，供自己使用，不过只能用一次。方诗晴肉痛般的对苏成说道：“记得赔偿我。”大腿想要我怎么赔？方姐，祷告完了。毫无防备的一股时间之力猛地爆开，阿明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时间的枷锁禁锢在了原地。方姐姐，怎么回事？徐璐被吓了一跳，神色惶恐地看向自己的大腿，还没等到方诗晴的答案，刚刚还在房间里死去的苏成和百灵居然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徐璐彻底惊呆了，一时间他的脑子里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轮番上演，他甚至开始觉得这个曾经可靠的大腿可能答应了苏成什么要求，准备与这个时间的信徒来杀自己了。成哥你没死，还有娘娘你们没死，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好意思，在下没死，大概让阁下很失望吧。成哥，你什么意思啊？我自然不希望队友出事，但你的意思似乎是我杀了你，我可是帮你报了仇，杀了那个护卫啊。哦，你帮我报了仇，确实，你要是来早一点，或许我们还能抢救一下。对啊，肯定是有什么误会。方姐，你先放开我，我们时间不多了。黄大叔，你就别再装了。当苏成说出对方竟然是黄波时，所有人神色一惊。方诗晴不敢置信，然后立刻发动天赋去试探阿明的身份，但结果并没有意外，他就是阿明。苏成，你确定他是黄波？成哥，你在说什么？黄波还在后面没赶过来，记忆之门还在，我怎么会是黄波？没错，到现在为止，记忆之门确实也还开着，有人落在了后面，但落在后面的并不是黄波，而是阿明。真正的黄波就在我们面前。苏成，你有什么打算？不妨明说，我3番2次救你，你为什么要怀疑我，说我是黄波？拿出证据来。其实证据很多，比如一个刺客自言在迷雾中无法辨别方向，还有仓库里死掉的矮人并不是死于一人之手，而是自相残杀，这更像是混乱的手笔。有人杀害了公爵，但那个人既不是偷情的护卫，也不是我和百灵，却一直不见凶手。又比如，有人明明有更快开门的天赋手指钥匙，却非要选择耗时更长的踹门。但这些都已经无所谓了，我手里这瓶药剂叫做认罪的真言，无论是谁，只要一滴，就会无所不达。说着，苏成就拿起药瓶往阿明走来，还没等用药，阿明便癫狂地大笑起来。很好，苏成，你很聪明。苏成微笑着将手里的药水收好，心里松了一口气。认罪的真言自然是假的，在场的除了苏成外，只有4个人，献往虚无的祭品必然发动不了。真的是你，黄波？那真正的阿明呢？我猜你是用了什么延时死亡的手段，或者吊命的道具，把阿明控在了酒馆里吧？不错，我出自于我其天赋，狂暴突起。苏成，你很厉害，但你拿我没有办法。如果我活着，那个小刺客就可以一起活；可如果我死了，他同样会死。就算你发现了我又怎样？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思维不好使。苏成，你疯了，这样阿明也会死的。他死不死关我屁事，让老子挨了一刀，我也让你尝尝被捅的滋味。
尘归尘，土归土，这样还能复活，算你牛逼。苏成一套熟练的操作，让3个女同志都看呆了，脑中一片混乱。方诗晴最先缓过劲儿来，她眼神复杂的看着苏成。这样看着我干嘛？我早就跟你说了，我不是一个好人。少了2个人，接下来我们的调查工作会变得非常困难。方姐姐，等等，以黄波的实力，想要杀掉一个牧师和一个不是那么强力的猎人，完全不需要这么麻烦。为什么还要假借侍卫之手？苏成听了也是一愣，他没想到最先反应过来的居然是醉魂的徐璐。混乱之神或许给了黄波指示，让他除掉我们，但却不会给他指明试炼的答案。所以他不是不想动手，而是在等待时机。他需要依靠别人来找到答案。大腿真聪明，或许他早就在门外听到了护卫跟我的交谈，也或许他早就看到了那枚戒指，只不过在等我去解谜。如果我是黄波，并且知道了那个护卫就是答案，就不会真的杀死那个护卫。所以下一步计划是将他带到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自己离开这里。随后众人立刻冲入房中，开始检查那个护卫的生命体征。果不其然，还有救。苏成一发治疗术打在他身上，在他刚要苏醒的时候，又一发催眠术砸了上去。方诗晴还没来得及开口，反而徐璐直接焦急地喊道：“喂，你是不是回忆？你快说啊！”如此粗糙的引导让所有人脸色一黑，但好在他迷茫地点了点头，然后化作一道金色的最终之门，这代表着试炼即将结束。结束了。徐璐没犹豫，他只想立马离开这里。苏成，一个随意杀掉别人的人，却又和自己对立的人，在出口门前会不会对自己动手？他不敢想象。可就在他即将跳入最终之门的时候，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将他拉了回来。啊！救命！苏成要杀了我！方姐、白灵姐，快救救我！苏成，够了，快放手！百灵也懵了，虽然他不知道苏成为什么不放徐璐，但他依然相信苏成，抽出了弓箭，选择站在苏成这边。不对劲，如果说这里通往下一层，或许没有问题，但若这是最终之门，答案未免太过简单了。家子的第2个预言还没有实现，一直戴戒指的女人手举起了茶杯。戒指有了，可女人呢？并且这枚戒指是侍卫给前客的信物，而前客雇佣了一批矮人来除掉公爵，所以将信物交给了他们。虽然戒指是侍卫的，这样看来他是记忆的主人并没有问题。但是侍卫看到这枚戒指的时候，并不是很确定我们是不是被雇佣来的杀手，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矮人长什么样子。可是之前被黄波干掉的那些矮人，明显没有任何逻辑错误。还有那个预言中的茶杯呢？我记得徐璐的第2个预言，投注的点数是4，这个预言可能是假的，或许不是那么准确。而且我们从外墙翻入了2楼，到了公爵夫人的房间里，确实有一个茶杯，但和徐璐描述的并不一样。预言家所看到的并不一定是当前时间线的场景，公爵夫人可能确实用过那个杯子。是新客人，怎么这么着急呀？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回到座位上去，我会去你那里服务的。我有一个猜测，但也只是一个猜测而已。我们的时间还很充足，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就跟我来。百灵井边上，方诗晴犹豫了一下，也拉着徐璐跟了上去。徐璐非常不愿意跟着去，但方诗晴攥得很紧，他挣脱不开。显然，他不想让徐璐去送死，但徐璐明显不这么想。曾经的大腿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时间的信徒在鼓励人心。他们快步来到了最开始的那个仓口，看到了正要匆忙离开的公爵夫人。我就说嘛，无论什么人，以什么原因雇佣了这些矮人，当发现他们未能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地点时，肯定会来一探究竟。你们是谁？想干什么？在公爵的庄园上，你们难道想袭击公爵的夫人？你们疯了吗？你真的认为自己是公爵夫人？众人听到这话也是懵了，眼前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公爵夫人吗？你们将会为你们的愚蠢付出代价。抱歉，夫人，占用您一些时间，我想给您讲一个故事，讲完之后您就可以离开了。你来这里就为了给我讲故事？是的，尊敬的夫人，可以开始了吗？那你讲吧。我要讲的是一群被弟弟信仰污染的矮人，企图通过模仿扮演的手段窃取小镇行政权的故事。话音刚落，迪拉尔毫不犹豫地向后跑去，可苏成根本不给他机会，一把抓住了他。可就在这时，公爵夫人像皮球泄气一般，从里面窜出了2个矮人。可苏成早有预料，一下就抓住了他们。不要让我们，这都是波斯的主意。我对杀你们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们谁是记忆的主人。说着，苏成给他们来了一发催眠术，就开始引导。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情发生了。第2道最终之门，这是试验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演出谢幕，请各位观众有序离场。明明是用来调节气氛的小插曲，可现场没有一个人动身。苏成尴尬地笑了笑，准备抬脚走人。可这时百灵动身了，他依旧坚定地相信着苏成。
不对，这一切都是假的，方姐姐，她在骗人，这一切都是她的骗局，不要相信她。百灵姐已经被她给害死了。你怎么断定这是假的？你也看到了苏城推理的整个过程，有什么疑问可以说出来，不需要这样。我主在之前给予了我新的旨意，他说不要让时间的信徒欺骗你。啊，命运给下旨意，不要相信我，可我根本就不是时间的信徒啊。徐璐，你确定？方姐姐，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觉得我傻，觉得我软弱又累赘，但我知道你有保护我，所以我告诉你这些。他就是个大骗子，他想杀死所有人，他杀掉了阿明和黄波，又杀死了百灵，现在到你了，方姐姐，跟我走好不好？不要相信他。嘿嘿，大腿，现在该你选择了。苏城，时间给你的旨意又是什么？我确实也有旨意，他让我杀死那个命运的信徒。果然是你，方姐姐，我没说错吧？他就是想杀死我，不只是我，他想杀死所有人，他已经在做了，现在就剩下我们2个了。跟我走好不好？我是在救你。方世清，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吗？亏你还是真理的信徒，傻逼，都给我去死吧！眼见方诗晴选择了苏城，徐璐彻底崩溃了，他咬牙切齿的转头就跑。大腿怎么不选小跟班啊？借徐璐之前的一句话，你若想杀他，不需要这么麻烦。那你就不打算去救救他？传火者传的是延续之火，我又不是圣母，这种人还是尊重他人命运吧。我的补偿呢？难道你忘记了？啊，没有。苏城尴尬的从自己的随身空间里掏出了一张面具。召唤给予面具的个体，这不就是召唤苏城吗？他给我这个干嘛？看来在大腿面前拿这些破玩意也不好糊弄啊！我再给你拓印一个治疗术吧。方诗晴笑着拿出自己的书，开始复制苏城的技能共沐神恩。等到一切处理完毕，他合上书本，干净利落的踏入了最终之门。苏城，我们下次再见。啊！看着消失的方诗晴，他愣了一下。诸神不会让他们再次相遇的，哪还有再见的时候？突然，苏城的目光再次犀利起来，他看向徐璐离开的方向。徐璐没跑多远就晕倒在路上。苏城早就料到这个家子还会整出些幺蛾子，在之前拉他的时候就下了迷咒。我要你现在杀了他！苏城听到欺诈之神突然下达的旨意，非常的震惊。啊，命运不是和他是同一个命途的神吗？这是什么情况？啊！放开我，苏城，别杀我，求求你，我错了，别杀我！你要是死了，我还怎么看乐子？说着，苏城直接将徐璐扔进了最终之门。比起杀掉命运的信徒，拨乱他们的命运，可有意思多了。靠，真没意思。嘿嘿，我的小程程又给我来运行了。卧槽，我这是在哪里？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觐见了真神？苏城，是的，赞美欺诈，赞美恩主，得您召见，荣幸之至。没有人能在诸神面前保持淡定，于是他就舔狗似的就这么来了一句：活命吗？不寒碜。哼，弱小的人类连自己的恩主都不认得，还敢妄言赞美。苏城听到这话，立马就反应过来，什么？难道不是欺诈之神？该不会是时间吧？妄语神明，判你有罪。话音刚落，苏城在虚无之中崩碎为散沙，被星际的风吹向无垠的深渊。哎呀，来的不算太晚。从鬼门关走了一趟的苏城，此时满头大汗，从嘴里挤出了一个字。按照我对你们人类语言的理解，这个字似乎是在表达你想要跟我共享丹玉的权柄，又或者是说你想拉我进入巫斗的欲海，对我做一些见不得人，哦不对，应该是见不得神的勾当。此时苏城懵逼的听完了这些话，将口中含妈量极高的招呼艰难的咽了回去，眼睁睁的看着信徒被其他神明杀死。作为恩主，我想请问庇佑何在？我并没有看到他杀死你，我是闭着眼过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不要脸的性子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很无语，但也确定了一件事，对方承认了他就是欺诈的恩主。刚才什么状况？刚刚那位又是谁？
你对所有人都这么自来熟吗？我社恐，不太会跟人打交道，所以你才如此肆无忌惮？不是，因为你不是人。你是第二个让我感到满意的作品，还有一个叫真心的小姑娘。用你们的称呼来说，她是我的神选。诸神居然知道神选，可神明当着自己的面跟谈论货物一样谈论玩家的时候，苏成心里还是有些怪怪的。你似乎对你玩家的身份产生了愤怒的情绪。抱歉，难道不允许吗？一切愤怒都不过是在欺骗自己。脆弱的生命越是极力掩饰自己的无能，便会越愤怒。你是不是想报复刚刚杀你的那位？谁？刚才那位？你难道没猜到他是谁？看来你猜到了。猜到又怎样？凭我一个人类，难道还能报复神明不成？嘿嘿，你不需要试探，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任何生命体都可以报复神明，只不过这种报复在你们看来，或许并不是你们想要的形式。比如你从始至终都在报复他。啊，大哥，你可别乱说，我什么时候报复过命运了？从你在命途的起点取下代表我的假面那一刻，你对命运的亵渎就已经开始了。苏成听得目瞪口呆，他脑中闪过无数画面，思绪也回到了当时诸神降临的那一天。苏成在命途的起点看着眼前一张白色的假面和一枚骰子，苏成很纠结，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代表什么。什么鬼？这是要选择吗？我该怎么选？选择命运之头。苏成不知道命运之头代表着什么，但他知道假面说的一定是那个骰子。苏成是个听劝的人，所以他拿起了骰子。听人劝，吃饱饭。不过我全都要。苏成的贪婪造就了异变，骰子开始变沉，假面开始燃烧。然而即使这样，他始终没有放弃，突出一个死也要看，直到面具烧的只剩一个嘴唇，而那个沉重的骰子洞穿了他的手掌，才停了下来。就这样，他成了欺诈的信徒，脸上多出一个感觉不到的鱼戏之唇，手里还有一个永远只会投出一点的命运之头，以至于后来别的欺诈信徒都是对假面祈祷欲行，而他没办法，只能向骰子欲行。记起来了吗？你违背了自己的命运，从那时开始，你的每次欲行都是对他的亵渎。你说，如果一直有一个渺小的虫子在挑衅你、亵渎你，你会怎么做？如果我是那个神，那肯定是踩死那个肮脏的虫子。可如果我是虫子，靠，命运可真是个你看，你又亵渎了他一次。所以您召见我，就是为了看他的笑话？不然呢？您虔诚又卑微的信徒刚刚遭受了一场谋杀，心灵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疲惫至极，实在是没有精神倾听您的调侃。说点正事吧，恩主大人。为什么违背我的旨意，放了那个命运的信徒？我个人觉得，让他认清自己那稀烂的命运，质疑曾经庇佑自己的恩主，或许比杀了他更令人难受。死亡才是最简单的折磨。有趣，或许死亡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无妨。他说了不算，你就肯定这么做不会惹怒我？因为我是您的信徒，您的光辉始终指引着我。苏成这句话全是马屁，非常的响，不过他爱听。你又亵渎了他一次，不过我很满意，我可以给你点小奖励。你可以问我2个问题，但我也会问你2个问题。考虑到欺诈的权柄，2个答案至少有一个不能说谎。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了解神明，了解信仰游戏，了解自己的机会。苏成酝酿了片刻，十分郑重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诸神为何降临？或者说，信仰游戏的意义是什么？为了成神。成神？谁为了成神？你们不已经是神了吗？为什么还要成神？嘿嘿，该我问了，你想成神吗？不想。在这场信仰游戏里，人类或者说玩家可以成神吗？可以。又到我了，你为什么不想成神？因为没有意义。你没有说谎，你果然是虚无的倦儿。看来你没有加入那个组织。我或许不会加入他们，但我也绝不会鄙弃他们。如果有能顺手帮一把的时候，我同样不会视而不见，又或袖手旁观。你们诸神既然知道传火者的反抗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你们眼中是不是就是一个笑话？你是在关心他们？不过你可以放心，诸神并不知晓他们的存在，当然除了我。什么？诸神不知道他们？看来神也不是万能的。诸神存在于存在，虚无于虚无，不是万能的，岂不是很正常？所以诸神降下信仰游戏是为了成为万能的神，对吗？你猜？不用猜了，您根本没有说谎。你可太有意思了，你用我赐予你的天赋来倾听一位神明的心声，你觉得能成功吗？既然神不是万能的，自然也会受到欺骗，也会被看破心声，所以持有欺诈之神无上眷顾的我，为何不能成功？嘿嘿，你小子就别再拍马屁了。我确实可以赐予你欺骗神明的天赋，不过你既然不想成神，
为何需要一个神明才能拥有的威能？我只是不想成神，可我没说不想骗神。原来如此，我越来越喜欢你了。今天的会面很愉快，去吧。等你成为我的神选，我会将这个威能赐予你。等等，要是命运再来找我怎么办？忍着，直到你能骗过他。我忍你。现实，未知省市某公寓中，百灵躺在浴缸里低头沉思着，为什么选择他？苏成的问题不断的在他脑海中盘旋。回到诸神降临那一天，他看着面前唯一的选择，肉体、权力、金钱、自私、贪婪、懒惰，一切都将是巫堕可以追求的欲望。从那天起，一位追求肉体沉沦的感官追猎者诞生了。他从未伤害过别人，只会为别人带去欢愉。此时他不断的在身上搓洗，哪怕斑红的肌肤上并不能搓下什么，可他依旧还在用力的在搓，直到整个人精疲力竭的歪倒在浴缸之内，这场折磨才算结束。现实，未知省市某教室中，方诗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熟练地画了一个符号，瞬间突然扭曲出一扇空间之门，他毫无犹豫，目光坚定地走入了门中。你一定要这么浮夸吗？晴晴，这可是我应得的待遇。我为帮你们互通消息，开辟了这条连诸神都看不到的通路。你不应该每次见面都赞美我吗？好，好，好，赞美伟大的希望之火，但是请不要再叫我晴晴了，腻歪的让人发麻。他来了吗？就在前面。话说，你怎么不叫他欣欣呢？我怕他揍我。有什么喜事？这么开心？你受伤了？小伤无否，碰到了无多的神学，叫了2次手。方诗晴知道，在他那个分段的试炼难度几乎超出普通玩家的想象，他并没有多问。说吧，时间宝贵。我发出了2份新的邀请，一位是遗忘医生，一位是感官追猎者。什么？无多的信徒？是的，医生拒绝了，追猎者大概不会拒绝。他的心弦奏曲跟你我一样，涂满了悲悯之音，跳跃着希望之符。你确定是一个无多的信徒？我确定。你是群星人，你说了算。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准备欢迎仪式来欢迎我们的新伙伴了？在苏城杀掉黄渤之前，真正的阿明被敌人禁锢在墙上，遭受了非人的刑罚，感受着生命一点点流逝。他甚至一度绝望到放弃。可没想到，就在他觉得自己生命就要消散的时候，来自虚无深处的一声响指，却又将他的意识拉回了现实。来自遗忘医生的时间戏法，状态回溯，可以将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肉体，甚至生命完整的恢复至之前被记录的状态。苏城并没有忘记记录他们，因为他在马戏团的时候看到迟到的阿明，就已经产生了怀疑。我叫阿明，躺赢的明。为什么自己被苏城拖进了错误的最终之门，却还是活了下来？难道命运的旨意是让我去死？凭什么？我没有一天不崇敬您，没有一天不赞美您，没有一天敢违背您，可最后你居然指引我去死。徐璐眼中恐惧与愤怒交织，不甘与仇恨滋长，疯狂地拍打着桌子。露露，你还好吗？发生什么了？谢哥哥，我没事，只是不小心撞到桌子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没在试验里受伤吧？多亏了哥哥的药剂，我没事，就是药剂用完了。哦，没事，我再找苏城要一瓶，他可能手里还有。那不会麻烦哥哥吧？这都是小意思。哥们，那个往日繁荣还有吗？我想再给露露换2瓶。喂！苏城这次1瓶没给，因为这事儿夜里还微微听到隔壁似乎还吵了一架。此时苏城打开了进剑之梯排行榜，和天梯分数不同的是，进剑之梯的排行榜只有同信仰的玩家和敌对玩家，能排上排行榜的人几乎都是2400分以上的怪物，而苏城2100分出头就来到了64名。嘿嘿，我还真不赖呀。不过我记得这个叫真心真意的 ID 不是排到第1名的神选吗？就是欺诈说的叫真心的小姑娘，没想到这才几天就掉成188分了。苏城百思不得其解后，又想起了欺诈答应他的话。神选啊，会不会太难了点？恍如昨日，失效今朝。上次我欺骗了混乱的信徒，所以这次我就是混乱的信徒。床铺、落地门窗、阳台，温暖的风跨过窗框跃进房中，暖洋洋的让人心醉。苏城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柔软的床铺上。这是旅店客房。他惊奇的起身，四处张望。房间不小，但内里无人，就他一个。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试炼中睁眼没看到人。还是那句话，任何变化都意味着新的风险。突然，隔壁传来了一声敲响。苏城虽是一惊，但也没怕。既然对面放出了一点动静，那就意味着这不是一次窃听，而是一次试探。莫非这次每人一个房间？苏城大概率猜出对方也是玩家，而且是个心里弯弯绕绕多的玩家。对付这种人，直球最好用。打篮球需要练习多久？
此时刀刃距离苏成的喉结只有0.1厘米，显然对面没有起杀心。你似乎能准确地感知到我的方位。对方沉默了一会，并没有回应。出来吧，就差你们2个了。苏成走出了房间，旅店的走廊上站着3个气质拔群的男人，他们就像是从战火魔力中走出来的强者。苏成只在几个人身上扫了一眼，就知道自己这把当混子绝对稳了。隔壁的姑娘也走出了门，看起来应该是个刺客。新鲜的挑战，但还是死板的信仰，不是吗？自我介绍一下，方觉，律者2437。登神之路分数每达到1200、1600、2000、2400后会多出一个天赋位置。苏成心中一喜，觉得这把摸鱼稳了，因为他上局就见识过律者的厉害。更重要的是，这位哥2437分。我喜欢一切形式的辅助，尤其是律者。杜西光，回忆旅者2502分。听到这个分数，苏成心里瞬间紧张了起来，又一个2400加，甚至到了2500分。好消息，大佬很多；坏消息，大佬太多了。靠，自己是多少分来着？记忆忠实记录发生的一切，也是欺诈的死敌。有这么一个对手在前，苏成心里全无忐忑，肯定是假的。但要说有多害怕，也不一定。闫妮，寂灭使徒2491分。湮灭是沉沦的尾声，宇宙难逃毁灭，一切都将逝去，最终归于寂灭。桂冠，吃鱼的猎人，2450分。吃鱼的猎人，吃鱼其实并不吃鱼，反而他自认为比真理更加接近真理。由于过度接近真理，所以他认为世间的一切其他存在都是吃鱼的。他的信徒总是喜欢拿鼻孔看人，仿佛在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此时，一位面无表情、光头壮汉正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走廊旁边。切，一个苦血走，并不值得浪费时间。沉默的战士，他们跟随、观察、聆听、思考，唯独不与人交流。苏成，理智使者2401分。这么快就迷上我了？节奏会不会太快了点？你很有条理，也不狂躁，不像是混乱的信徒。你手下留情，也不伤人，更不像是湮灭的信徒。众人见到苏成释放治疗术后，其他几人的神色显然感兴趣起来。有一位奶大的牧师，谁都开心，但他却是理智使者，他的治疗会逐渐消融伤者的理智，拥抱混乱，彻底疯狂。是个分蛋，他的信徒我几乎都认识，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你是谁？恍如昨日，欺诈的人。苏成没想到，他们甚至还知道恍如昨日。也对，毕竟2400分已经可以刷出 SS 级天赋。苏成可以选择被他欺骗的所有人，但他还是选择了混乱。他信徒的名声都不太好，很少有人会喜欢他们。也正因为如此，苏成才选择他。这样在提高可信度的同时，还能转移自己谎报分数的注意力。如果苏成说出自己的真实分数，他的下场只有一个，他会被眼前的这位猎鱼人毫不犹豫地猎杀掉。因为弱者在吃鱼的眼中也是一种愚昧。此时他四面环敌，不管真实身份或虚假身份，以及他的分数，这3个男人对他来说都是定时炸弹。而还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姐，苏成完全不敢大意。谁告诉你每个玩家都会出现在天梯上？为了自保，随意编造的谎言。可没想到云妮听到这话后挑了挑眉，直接放下了匕首。显然他非常认可这句话。靠，2400分到底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还真有没上天梯的高手。方觉虽然与苏成的虚假身份对立，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敌意，可能是猜出了苏成的真实身份，但更多的是有底气。因为在2400分以上的局，开局都是直接表明自己的信仰，因为大家都有足够的底气与自信。正所谓一切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他的试炼很简单，找对祭品就可以了。这次试炼的时间过于漫长，我觉得目标不会出现在第一天，大家各自去打探消息吧。我们之后在旅店的一层集合。还有一点，不要随意杀人，尤其是第一天。众人纷纷散开。此时方觉来到了苏成面前。你是唯一的牧师，我是唯一的歌者，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滚！方觉丝毫不觉得被冒犯。如果一位混乱玩家变得不再混乱，他才觉得是怪事。这里是被繁荣注视的小镇，是自然联盟的地盘，每个人都信仰繁荣。小镇位于希望之州的西南，但受大审判厅的管辖和制约。苏成来到了小镇的广场，有一朵巨大到匪夷所思的花朵，正完美的绽放着，向周围散发出柔和且富有生机的光芒。这是一件圣物，以玩家术语去称呼它，也可以叫做 SSS， 从神级道具，也就是半神器。它的力量仅次于各命途的从神，只是没有独立的意识。被它所笼罩的地方，将一直繁荣下去，直到寿命的尽头。说简单点，在这个小镇，你无法死亡。怪不得这次的试炼是何路走向死亡，因为这里或许根本不存在死亡。靠，我可怜的心脏啊！跟了我，你真是遭老罪了。苏成并没有去管一旁的杀人凶手，而是一刻不停地检视自我。这种状态很奇妙，一股精粹的繁荣之力正在与体内的死亡气息拉扯，且很快就将所有的死亡气息磨灭，他的命保住了。看来我们还是需要牧师的。不会白插你一刀，现在该你插我了。真来？赶紧的。苏成很意外，这缓冲物好像比看到的要厚。你喜欢这个？我喜欢的东西你不喜欢，所以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会喜欢。不要把我当成你的实验对象，不然还有更多的不喜欢在等着你。
什么？婚纱哪里好玩？你不要命了？婚纱还敢出门？你不怕？算了算了，我可不敢提他的名字。你是新来的吗？这都不知道，有些教徒在挑衅繁荣的意志，正积极联盟的政府官员们正在为其头疼啊。据说直律局已经企鹅大审判庭的援助，也不知道这些审判官们是不是身上长满了眼，不然他们怎么能看清谁是罪人？万物滋生，一繁一荣，看得出来你是一位刚刚寻到归宿的游子。永战镇永远欢迎你们。老板，看大家都人心惶惶的，发生什么事了？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位酒客突然死了，就在外面不远处。现在直律局的人正在外面调查，据说那个人身上没有任何伤口，像是被吓死的。因为此事太过诡异，甚至惊动了大审判庭的人。苏城眉头一紧，在不会死亡的小镇，居然有人意外死亡，很有可能会是本次任务的线索。苏城离开了旅店，来到了案发地点。此时正有一群直律局的人正在调查。此时苏城很想上前调查死者的状况，但现场被围了起来。面对陌生的执法机构，他并不想贸然打扰，而是装作路人，竖起耳朵，不断倾听周围直律官们的谈话。原来在这之前，已经接二连三的打了很多人，都是相同的状况，没有伤口，像是被吓死的。沉思片刻后，首先想到了和繁荣对立的腐朽信徒，但很快就排除了，因为腐朽动手会留下腐朽的证明，这样才能为恩主扬威。看来凶手大概会是巫舵或者死亡本身，一个是抓住巫舵的凶手，或许凶手就是祭品，还有一个是帮助死亡本身猎杀掉他感兴趣的祭品。这两个选择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一旦选错，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万劫不复之地。正当他思考的时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位玩家也在低头沉思。卫官显然也知道破题的线索在这里，所以他比苏城还早来一步。不过很快，他冷哼一声，不屑地离开了。说说情报吧，我先把今天的所见所思总结出来，各位察觉不漏。律者不愧是最有条理的职业，其内容之详细，像是一个大型团队做了1个月的背调总结出来的报告。这方觉的能力是不是有点太强了？要是某些瓜的审核能有这水平，也不至于那么惨，只拿钱不干活的倒戈东西啊！等方觉讲解完毕，其他人纷纷点头，只有卫官冷哼一声，嫌弃道：“你们的见解简直有逾之极。那不如请你发表下你的高见。就这么渴望不劳而获、从不思考的大脑，只会欲驾蠢的，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先证明你的价值。”哈哈，不好意思，没忍住。头一回见有人把白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他这一席话明显是在激将卫官，可卫官并没有反应。不过其他人看向苏城的目光友善许多。此时杜西光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跟苏城想法一样，无非是巫舵和死亡2选1。苏城不断的点头附和，两个人互看一眼，立马觉得惺惺相惜。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能和记忆的信徒站到一起。我潜入了直律局，4位死者的尸体就放在档案室中。我检查了他们全身上下，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伤痕。难道是弟弟的诅咒？大概是巫舵在扩散恐惧吧，制造恐惧，汲取战力，也是欲望沉沦的一种。云妮的猜测很果断，但这种过于带有主观色彩的猜测很难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接下来轮到苏城，他把所有其他人没有提及的部分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和杜西光的想法一样。方觉若有所思地看着苏城，打趣地说道：“苏城，你确实不像他的信徒。难道你不觉得靠近秩序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混乱吗？”方觉听了这话，眼神明显凝重了起来，让一位混乱信徒变得不再混乱，其本质更是一种混乱，而且是最深刻的混乱。此时方觉心中竟升起了一丝丝杀意。好了，愚蠢的玩家贡献出了他们的点子，接下来该聪明的玩家点评了。切，你们的思考一文不值，不配知道答案。卫官冷笑一声，转头就走。卫官离开这里，意味着你将放弃与我们的合作。你们对我而言还谈不上合作二字，我的时间有限，并不是来扶贫的。尊贵的客人，哪怕您与伙伴发生了争吵，我也想提醒您，现在的夜晚并不安全。直律局已经宣布了宵禁的建议。我已经知晓了答案，自然不会害怕什么所谓的杀人犯，更何况他的手段在我眼里妙愚不可及。大门被甩上的那一刻，所有玩家心中都暗骂了一句傻逼。骂归骂，但在座的都不是傻子，他们已经想到了卫官在干什么，他在用自己当诱饵，向凶手发出邀约。今晚或许没得睡了，大家收拾收拾，各自跟上吧。苏城也跟了上去，快速朝着卫官消失的方向追去，但细微的脚印在旅店不远处直接消失了，周围再无一丝能够指引方向的线索。靠，做的真绝啊！卫官是要当独狼吗？他不会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凶手吧？如果他先发现真凶，并提前为我们做出了选择，谁来承担这个后果？吃鱼的人永远都这么让人恶心。卫官的手段很利落，又是个猎人，清理痕迹的手法高超卓绝，找了1个小时都没有结果，直到苦行僧突然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中。发现什么了吗？苦行僧一言不发，掉头就走，众人立马跟上，在苦行僧的带领下，来到了一条宽敞的街道上。玩家们蓦然发现了一位死者，而死者就是他们要找的卫官。众人大惊失色，因为无法想象一个2400的玩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在了试炼中，甚至周围都没有任何反抗的痕迹，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凶手要么实力碾压卫官太多，直接秒杀，要么凶手有遮掩声音的手段。此地禁止撒谎，公正官在上，审讯的时间已到，所有谎言都会被戳破，一切答案终将被揭晓。
苏成眉头一皱，立马觉得不对劲。他这是在怀疑我们之中有人暗中下了黑手？毕竟刚才大家分头的寻找，足足有1个小时，确实有足够的时间出来杀人。那为什么要杀自己人？苏成一愣，心中突然警醒了一下，在场的信鸟只有混乱信徒的嫌疑最大。靠，冲我来的！可还没等方觉发问，一旁的云霓倒是开了口：“你是欺诈的信徒，对不对？”还能这么玩？搭顺风车是吧？苏成狠狠看向云霓，企图强烈的对抗着认罪的状态，可只是支撑了1秒，他的嘴巴就被攻破了。不是。云霓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意外，可苏成哪里是这么好欺负的，立刻就反问道：“为什么你想杀卫官？”不喜欢，所以想杀。说完，他的脸色就变了，而苏成却像个狐狸一样笑了起来。他这才反应过来，苏成在偷换概念，想杀可以杀，不是一个意思。杀没杀，看看不就知道了。杀没杀，看看不就知道了。S 级天赋回忆流光，可以读取一个人的记忆。只见一位身材姣好的女刺客撩起了自己的背心，露出了背心底下那2坨让人目瞪口呆的东西。好不容易整了个借口，你就给大家看这个？这也太不把兄弟们当外人了。好看吗？好。云霓发泄完后，又面无表情地看向苏成：“你之前不是说喜欢吗？好看吗？”不好看。苏成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的时候，整个人飞快地往后退了2步，但云霓好像并没有动手。晚上来我的房间，还有更好看的。陷阱，绝对是陷阱。方觉是个干正事的人，他发誓自己的眼睛只是朝画面偷瞄了一眼。他突然想起自己是来审人的，他的目标不是他，而是站在一旁的苦行僧。这位沉默的信徒一早就消失不见，再见时就成了发现尸体的引路人。沉默正如名字一样，可以沉默万物，包括声音，所以卫官有没有可能被他杀死，是方觉第一个要确认的事情。不是我。还没等方觉发问，苦行僧率先开口了，沉默被打破了，每个人的心都沉了下去。局面之恶劣，已经让一位沉默的信徒主动打破沉默来寻求合作，这意味着杀人犯非常的棘手。玩家自以为是的保命手段，似乎在这位凶手眼里根本不值一提。自负的卫官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不是有办法读取人的记忆吗？有，但死人不行，而且我是法师，不是猎人。苏成皱了皱眉头，来到了卫官的尸体旁边，开始认真检查尸体的瞳孔。别看了，那个凶手处理了一切的痕迹，是个完美的杀手。卫官刚死不久，尸体还有余温，可为什么一个生命可以死得这么悄无声息呢？难道2400的卫官都不能在凶手面前挣扎一下吗？还是说某种诅咒远程终结了卫官？苏成在卫官身上不断摸索起来，当他摸到卫官的胸口时，突然一震。不对劲，卫官虽然死了有一会儿了，但身体上有余温，而血液最集中的胸口却已经凉了。你难道是医生？我不是说了吗？我是牧师啊！医生和牧师可不是一个东西，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并不是医生，但我以前在一个捡破烂的老头那里学过一些。各位，我需要一根针。戳哪里？这里，直戳心脏。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手指变成了一条细线，正好戳进了卫官的心脏。匕首或许只是他的伪装，真要杀人的时候，没有什么武器比全身上下都是武器来的方法。但尸体毫无反应，哪怕心脏停止搏动，也一定是会有少许暗红色的血液溢出来。难道心脏有问题？苏成从随身空间里掏出了手术刀，熟练地开始了解剖工作。众人围了上去，发现他的胸腔内唯独缺了一件东西，心脏消失了。现在你们也看到了，他的心被偷走了。偷？这个不像是偷，能让一个人的身体部位直接消失，难道不像是湮灭的手段吗？借比试之术，让我来翻翻看。我记得似乎有件神物跟这个很像。找到了，恐惧之刃 SSS 级同神级匕首，来自地底的迦楼罗国，是一件沾染了巫堕和死亡双神性的半神器。靠，凶手都有半神器了，这还怎么玩？这柄匕首虽然是半神器，但它仍有个前提，需要事先选中一位幸运儿。卫官作为猎人的警觉性，不至于外出之后发现不了暗中尾随他的人，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在出旅店之前他就被标记了。这么相似的死法，你居然一直没想起来，亏你还是记忆的信徒。正因为我是他的信徒，所以我不需要记忆。杜西光居然说谎了，他应该不是不需要记忆，或许他已经失去了享有自我记忆的权利。不知道他牺牲自己的记忆跟那位神明换到的是什么天赋？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东西能让卫官这样的人心生恐惧？恐惧之刃在锁定目标后，只要目标感受到恐惧，就会被夺走心脏。可问题是，能让卫官感受到恐惧究竟是何物？自己有把握在这种恐惧面前不恐惧吗？苏成心里没底，不仅是他，所有人都没底。既然凶手在旅店，那今晚要不要回到旅店？回去可以调查凶手，不回去可以避免今晚再次出现意外。在一场持续7天的试炼里，连第1天都没过完，就死了一位队友，这绝对算得上是天崩开局。众人都沉默了，只有云霓轻哼一声，转头就走。他选择的方向是旅店。这就是2400的局啊！哪怕危险就在面前，还是有人能坦然面对，迎头直上。要是放在以往的低分局，今晚这群人就得散伙。
卫官的死不如上报直律局。不行，现在不是合作的时候。如果凶手就是本次事件的答案，一旦他落入直律局手中，可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加难度了。你们先走，我来处理掉卫官的尸体。无论如何，我们总归是队友。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不妨先跟我交流一下。我不想在第一天痛失2个队友。苏成的话很直白，他看出了云霓今晚会有动作。苏成不想他和卫官一样做一头独狼，然后死得不明不白。云霓没说话，敲了3下杯子，然后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苏成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因为云霓给了他3点钟的邀约。快，3点已到，旅店的客人早已熟睡。苏成推开门走出了房间，刚出门就看到杜西光和方觉也同时走了出来。更离谱的是，还有光头壮汉。这几个人什么情况？他们怎么知道刺客3点钟会动手？看来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傻子。于是4个男人就跟在他的身后。云霓进入旅客的房间后，里面溢出一丝湮灭的味道，显然云霓动手了。几个人愕然失色。靠，简直就是个疯子！云霓利用湮灭的手段，将房间内的旅客送到了其他位面去了。他的办法简单粗暴，他想对每个旅客进行逐一排查，而他们4个人的任务就是在云霓动手后，对旅客的房间进行摸排工作。大审判庭的人正在路上，此时把旅店搞得鸡飞狗跳，就不怕把自己陷在里面吗？就这样，云霓在前面跑，他们4个在后面给他擦屁股。翻过10几个房间之后，大家彻底失望了，屁都没找到，全都是旅客的生活用品。苏成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一个女士的房间发现了几款 QQ 内衣。你别说，这位女士的品味还真不错。就在众人等待云霓将下一位旅客送走时，意外发生了。此地禁止逃犯，禁止反抗，禁止狡辩。你是否认罪？可是云霓无喜无悲，仿佛早就意识到了这群人的身份，他们就是大审判庭的人，他们居然早就赶到了旅店。云霓似乎放弃了申辩，哪怕他也觉得自己本就无罪，但还是在秩序的力量下认了。紧接着，罪人化为了灰罡。审判官感到很意外，被自己雷刑击中的罪人应该化为焦尸，而不是直接崩散于无形。大人，这无妨，应该来自地底湮灭的特殊手段。罪人已诛。那外面的那几个呢？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们惹了不该惹的人，是大审判庭的人。我刚刚感受到了秩序的力量。如果我猜的没错，刚刚的波动是 SSS 级半神器星星雷杖。什么？又一件半神器？不是说大审判庭的人后天才到吗？审判官们并不傻，显然他们也知道了凶手也在旅店，通告只是个幌子，估计现在旅店已经被包围了。苏成感受到来自命运的玩笑，脸色难看至极。长达7天的试炼，这才刚开始就损失了2个。有自知之明的众人果断放弃接下来的行动。刚刚大审判庭的人为什么没有追出来？或许我们无罪，可现场明明有一位混乱的信徒，而且如今的局面越来越混乱，很难不让人把这一切跟混乱的信徒联系在一起。或许只是巧合吧。苏成并没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是去了云霓的房间，他想找出些线索。这房间怎么比我钱包都干净？这是把房间的东西都拿来预刑了吗？打篮球需要练习多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刺客小姐有探查或者感知类天赋，所以当时可以精准地感知到我的位置。既然如此，为何她在进入审判官房间之前没能发现里面的情况？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她在发现审判官的第一时间没选择逃跑，而是发出信号警告队友里面有危险？真有这么好心？苏成想了很久，得到的答案是他被人控制了，而控制的人应该就是凶手，因为爬到这个分段的人，没有人会为了队友而牺牲自己。难道还有人在浑水摸鱼？苏成想不明白，也没有去想。第2天，苏成被一阵敲门声吵醒。旅店已被大审判庭接管，里面的人迅速到1楼接受调查。怎么回事？为什么封锁旅店？我要抗议！你脑子坏了，这可是大审判庭的命令。你知道什么是大审判庭吗？如果没有证据，怎么可能封锁旅店？我的天，居然是审判官是莫丘斯！英年早逝的秩序之子，我曾在大审判庭的史书中看到过他的名字。难道现在是文明纪元中期？不，还要更早，应该是前期的末尾。这个时候，内战才刚刚打响，战争也只是刚开始注视这片土地，并未降临。至于混乱，更是连神明都不曾传过。你是说这个时期混乱之神还没有诞生？难怪昨天他们没有追出来。大审判庭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混乱的存在。你们之中或许有人知道，又或许从未听闻过，但这都不重要。一级审判官莫丘斯今日一定会找出真凶，还葛维阿宁。恐惧曾经是你的敌人，却也将是你的牧歌。我已经找到了凶手，他就是。是他，快抓住他！就在凶手暴露的第一时间，几位玩家就做出了反应。方觉化作秩序之光追向凶手，他的想法是帮助大审判庭追击凶手，可以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多一些方便。杜西光直接闪身来到了凶手旁边，他的想法很简单，读取凶手的记忆。而苏成则是跑向了2楼，他的目标是凶手的房间。当一个杀人犯确认自己被锁定后，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撇清自己的嫌疑，而作案工具很有可能会藏在房间里。苏成早就偷偷记下了每个旅客所在的房间，所以很快就找到了。但当他进入房间后，里面却早已有人。
只见一个光头大汉用尽全身力气，手上握着一把散发着妖异红光的匕首，正在他的颈部下挣扎。苏成看出了端倪，感受到他的状态下滑，于是赶忙一发精神治疗术打在了他的身上。可他根本不领情，治疗术在沉默领域中被沉默了。靠，又是一个吃独食的。大审判庭的人可能随时会来，你把领域撤了，我帮你。别装哑巴，你不说话我就喊人了。你找到了失恋的关键线索是吗？你状态太差了，再不放手会有生命危险。好，这么毒是吧？大审判庭的人可能随时都会追上来，能查线索的时候查线索，要保命的时候先保命。苏成电波雷霆打击将苦行僧炸飞了出去，但他竟然没死。苏成很惊讶，觉得这个苦行僧的战士肯定有强化体魄的特殊天赋，而那柄恐惧之刃却掉在了苏成脚边。很好，你是第一个在我的雷刑下活下来的罪人。南方的战线之际，正是用人的时候，放弃抵抗，我给你一个充当战球的机会。审判官来得如此之快，苏成本能的感觉楼下出了意外。他看向方觉，方觉一脸警惕，在这种时间居然还在考虑信仰对立的问题。倒是杜西光摇了摇头，说明凶手出现了问题。苏成躲在一边，宛如一个透明人，心里却在猜想这位苦行僧该如何脱身的时候，他懂什么？他没有选择逃跑，而是毅然决然地扑向了苏成。不对，是苏成脚下的匕首。大哥，就非得这么刚吗？你是真的头铁啊！行僧死了，但苏成在他旁边看得很清楚，那恐惧的眼神和卫官一样。他在被第二道行为击中之前就已经死了，死于恐惧之刃。也就是说，凶手还在杀人，甚至就在大审判庭的眼皮之下。靠！如果楼下的凶手已经被解决，那苦行僧是何时被他锁定的？难道凶手就在这人群之中？苏成背生冷汗，不敢言语。他努力地扮演着一位受伤的旅客，企图蒙混过关。莫丘斯也早就看穿了他不是好人，也知道他想浑水摸鱼，但他无犯罪行为，否则就是违背了秩序。莫丘斯捡起了地上的匕首，之前还在苦行僧手上极力反抗的匕首似乎出奇的安静。苏成和方觉等人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失恋难躲，还在升级。恐惧之刃一旦落入大审判庭之手，几乎是断了最后的线索。莫丘斯拿到匕首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收起来，而是在围观群众面前炫耀了起来。他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他在钓鱼。可惜他的目的或许太过明显了，并没有人敢于冒犯大审判庭的威严，在此刻动手。一件沾染了巫朵和死亡神性的从神仪器，但诸位大可不必再恐慌，因为他再也没有了亵渎繁荣的资本。从现在起，旅店解封，但因战阵依然不允许进出。希望各位能够在镇上多待一段时间，来见证罪人的伏法。这条解封令更像是一把沉重的枷锁，将玩家们锁在了旅店中。对于凶手来说，这个被莫丘斯过度关注的旅店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藏身之地。他或许迫切的想要换个地方藏身，而这也正是莫丘斯的算盘，以退为进，由明转暗。交换一下信息，我们来之前房间发生了什么？不如你们先说说楼下凶手的情况。尽管现在秩序的信徒并不想继续跟混乱的信徒合作，但感受到了试炼的紧迫性，还是说出了凶手的情况。那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具傀儡，一具由血肉炼制、毫无思想意识的傀儡。没错，因为是一具傀儡，所以什么记忆都没能读取到。话音刚落，苏成眉头皱了起来，因为杜西光说谎了。而苏成还发现方觉似乎对杜西光的话没什么怀疑，显然他也被蒙在鼓里。这句话很短，能撒谎的点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读取到了傀儡的记忆。靠，局势已经恶劣到如此地步，杜西光却不愿意分享唯一的线索。为什么这些大佬都喜欢当独狼啊？难道他接到了记忆的旨意，识破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我们上来之前，房间里发生了什么？苦行僧比我先来一步，拿到了恐惧之刃，但他似乎没有能力掌握这把半神器。我打算帮助他，但他拒绝了我。之后的事情你们也都看到了。方觉盯着苏成的眼睛看了半天，并没有发现端倪。苏成无所谓的笑笑，就此离去。现在大概是没有办法找到线索了，那么回忆旅者先生，亮出你的底牌吧。恐惧之刃在秩序信徒的手里，你同样身为秩序信徒，要有底牌。不应该是你先亮出来吗？我确实有底牌，而且比你们所有人的底牌都大，但我不能告诉你，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作弊的机会。我哪怕失去所有线索，我都可以毫发无损的走出试炼。这不是一场交易，我这是在帮你。你为什么要帮我？方觉看出了他的疑惑，随手一挥，一股细微的光芒在杜西光身上迸发出来。S 级信仰天赋，秩序的微光，在一定范围内，当目标与你遵守相同的秩序时，目标可以与你保持相同的身体状态，此状态可对目标隐藏。看到了吗？你能共享我的微光，说明你并不是一位扭曲的玩家，你也在践行之前的秩序。谢谢你，也谢谢我自己。还好我是个好人。所以你的答案是今晚3点就在这里，让我们来一场记忆的旅行。你说阿混是个傀儡？别开玩笑了，他肯定是被人换掉了。再说之前锦科的饭钱可都是他一个人掏的。据说他连地底世界都去过，他不会是巫舵的信徒吧？放屁，他就是个信仰乞丐，每个神都信。他能一口气说出7、8个神明的祝祷词，你能吗？任何傀儡都不可能离开主人太远，这凶手还在旅店之中，没有露出任何马脚，甚至用傀儡戏耍了大审判庭的人，这可完全不像是落入下风的样子啊！
所以有没有可能，他把半神器放在房间里是故意的？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莫秋思。苏成对自己的想法无比震惊，回想起之前的种种细节，也完全对得上。凶手先在旅店制造恐慌，然后用恐惧之刃选择几名幸运儿，引起大审判庭的关注，把莫秋思引入他的局。难道这次试炼的祭品是莫秋思？怎么可能？1级审判官手上还有半神器，这种存在岂能是我们玩家们能解决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或许凶手也是本次试炼的祭品，但这位凶手似乎比大审判官更棘手啊！怎么下班这么晚还出来做兼职？抱歉打扰到您，老板说您受伤了，所以让我给你拿些药过来。哦，那我还要谢谢你们老板了。好像只是旅店的老板派人来送药，他很警觉也很精明，精明的不像是个混乱信徒。早就跟你说过，混乱的气味骗不了人。这位理智使者的神性很高，正如他所说，靠近秩序，在混乱看来更是一种混乱。呵呵，照这么说，你岂不是比他更加混乱？前提是他信仰混乱，而我信仰秩序。好了，闲话少说，还有15分钟，我很期待今晚的旅程。我也很期待，但会记得把经营屏障撤掉，不要让隔壁产生怀疑。苏成自然知道方觉和杜西光今晚会有动作，但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在那位服务员送来的药瓶底下发现了一个字条，是凶手的邀约。嘿嘿，你们不带我玩是吧？这次我也要当一回独狼，我倒要看看这位把我们耍得团团转的凶手到底长什么样。之所以猜到邀请他的人是凶手，是因为在他拿药接触对方的那一瞬间，他感受到对方是一具血肉傀儡。作为一个摸了很多人且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很懂肉体。这句话有点别扭，但我们都懂。你的入场券呢？都这时候了，你还搞这一套？没有办法。这是唯一能带你进入回忆的方法，旅行并不是免费的。往日重现 SS 级天赋，每个记忆信徒都渴望得到的终极赐福。难道你用记忆交换到了这等天赋？我只是碰巧找到了一张他的时光笔记，可以使用3次，而这已经是第2次。方觉心中一松，因为这个天赋过于强势，是无数高端玩家求而不得的天赋。但转念又替杜西光感到可惜，命运并不偏袒好人。快进去吧，我们的时间很紧张。所以现在是要做什么？宣迟律局行动令，大审判庭已经接管了。时间紧迫，赶快找吧。半神器在这里，恐惧之刃就在枕头底下。凶手似乎根本没打算藏起它，可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是为了什么？方觉心里升起了跟苏成一样的疑惑。方觉拿起匕首，他感受到这件半神器的挣扎并不剧烈，但为了保险，还是颁布了律令。给我安静！出乎意料，这件半神器在方觉的律令下安静了下来。不好，是那个和尚来了。你能不能小声点？是我们。苦行僧没有理会方觉的暴怒，看向方觉手中的匕首，冲了过来。这个和尚疯了，他的目标是恐惧之刃，你先把他给我。方觉没有多想，把恐惧之刃丢给了西光。给我收手，子弟禁止内讧。繁荣之花的庇佑下，你是第一个在我的雷行下活下来的。南方的战信知己正是因为你血，放弃抵抗，我给你一个充当战球的机会。方觉一脸惊愕地看向莫秋思，这次上来的时间比记忆中早了足有6分钟。他抬眼望去，发现莫秋思身后的人群里不曾有他自己和杜西光，反倒是本应在门口挨雷的苏成站在了之前他们所在的位置。杜西光握着恐惧之刃，不知道在想什么。突然，在第2发雷刑击中之前，杜西光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随后他的下场和之前的苦行僧一样。由于杜西光的死亡同日公碎，方觉再次回到了第一时间线。好了，无聊的把戏该结束了，记起了什么赶紧交代吧，这样对你我都好。苏成进入了传送通道，来到了地底世界。这里乌漆麻黑的，什么也看不到。突然，一个黑色的身影走了出来。果然是你！
哦，你是怎么怀疑到我身上的？说实话，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也很难想到，恐惧之刃需要制造恐慌，在一个不会死亡的小镇却出现了死亡。作为旅店的老板，将恐惧散播出去会非常的容易。既然你能猜到是我，不妨再想想我为什么而来。我虽然不大了解大审判庭的历史，但还是知道一些的。我记得理智之塔的真理信徒们发现了太多的宇宙规律，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们鄙夷秩序的陈旧不变，再加上地底信仰的撺掇，没过多久，为了追求唯一的真理，战争爆发了，战火蔓延到了大审判庭的南边境线。而你既然已经来到了大审判庭的腹地，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上，你想除掉莫丘斯，搅乱大审判庭的后方，把审判官们也拉入到战争的漩涡中去。这样一来，你作为地底巫舵的信徒，便有机会趁乱蚕食更多的地表势力，这非常符合你们的利益。厉害，非常厉害，几乎说中了一大半。你的思维很敏锐，敏锐到我很难相信你不是我们的人。我们？难道你不是一个人？没错，之前被抓的阿坤，还有给你送药的阿钱，他们都是我们的人。他们不都是你操控的傀儡吗？他们确实是个傀儡，但却不是我的，而是他自己的。我没有操控他们，他们的导师是理智之塔造物炼金学派的领头人扎尔，他在造物和傀儡学上有着非常深的造诣。其他学派出于各种各样的顾虑暗杀了他，于是失去了导师的阿钱和阿坤流浪到了地底，遇到了我们，并加入了我们。怎么这么熟悉？大哥，你不会来一句我愿不愿意加入你们吧？在我们的支持下，他研究出了傀儡自我的能力，把伤重垂危的自己改造成了一具血肉丰满的人体傀儡。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完美的意识，以最大程度上支持我们的行动。啊，把自己搞成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傀儡，这不就是瞎吗？这有什么意义？用自己创造自己，这不正是追求真理的意义吗？你说的好有道理，但我妈告诉我不能跟傻子说话，所以作为巫舵的你们，把恐惧之刃送到莫丘斯的手上，接下来要准备怎么做？不，我不信仰任何神明，或者说，我所信仰的存在还未降临。那你的巫舵之力是怎么来的？他手臂一挥，一股金色的力量缠绕在了他的身上，竟然是秩序之力。不可思议是，我曾就任于大审判庭，而莫丘斯正是我的学弟。什么？你是曾经那个大审判官切肉丝？那你身上的巫舵之力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可以拥有双神性？难道你是弃世者？所谓弃世者，就是投靠其他神明，但会留下一个来自原来恩主的永久 debuff。弃世者？不，我并没有背弃对秩序的虔诚，我只是在这份虔诚里加入了对其他神明的虔诚。啊，还能这样玩？好家伙，脚踏两只船啊！问题是被你扎的神明们，他们能忍吗？在我们成功之前，谁都没意识到原来信仰可以这样乱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神明的降临亦有先后顺序，而且基本就是命途中的顺序。而玩家进入的试炼，也正是希望之舟曾经诸神降临的那段历史。现在的时间线是战争之神降临的那段时期。难道你们推崇的是那位还未降临的战争之神？不，我们追随的神明是宇宙的本质，是万物的本源，伟大的混乱之神。您的仆人找到了第一个觉醒了混乱意志的生命，他将与我们一起见证您的降临。巨大的精神冲击让苏成呆愣了好一会儿，在这个战争才开始注视混乱都未曾听闻的时代，自己居然碰到了第一批混乱的信徒。现在你还会拒绝吗？好好想想吧，在接下来的纪元里，你的名字将被无数信徒传唱，成为混乱的神卷。对了，你的名字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奥特曼。比起这个，不如先说说你们的计划。接近莫丘斯，然后杀掉他。大审判庭失去了秩序之子，他们的怒火将不可避免地洒向理智之塔。你怎么确定他们会打起来？阿坤和阿钱是理智之塔的学者，只要大审判庭寄出那件东西，他们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一切。那你呢？你的身份一样藏不住的。你们不是想要找到幕后真凶吗？我可以是那个凶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你们在追求什么，但没有关系，杀掉我，满足你。你做这一切就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信仰？你不怕死吗？人固有一死，我更怕我主不再注视我们。说实话，之前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直到遇到了你们，我才明白，这是他给我们的指引。杀了莫丘斯，让我主见到我们的虔诚。说着，切肉丝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居然是恐惧之刃。怎么可能？恐惧之刃不是被莫丘斯带走了吗？
我们5个人从地底出发来到这里，阿坤死了，我和阿钱活着，你猜剩下的2个去了哪里？炼金和造物双神性的2个人，什么？难道还能制造从神仪器？你真的很聪明。阿青和阿乌是死亡和巫堕的信徒，他们被阿多斯炼成了恐惧之刃的复制品，然后从这件从神仪器上窃取了一丝权柄。为了接近莫丘斯，那把复制品会向秩序的力量屈服。然后呢？用那把复制品杀掉莫丘斯？当然不是，那把复制品是为了让放松警惕，只待真正的恐惧降临。怎么样？接受我的邀请，不但可以杀掉凶手，还可以拿走阿多斯的炼金笔记。想想吧，你会怎么选？呵呵，我没得选，我要是拒绝，恐怕死的就是我了。你不怀疑我的身份，你可能都不知道我来这是为了什么。这不重要，比起他的降临，这些都不重要。你们可是杀了我们2个同伴，却只还1条命。什么？我们只杀了1个人啊！我看得出来，那位猎人与你们并不合拍。他居然没有说谎。那苦行僧是谁杀的？就算我接受了你们的邀请，面对一位1级审判官，我该如何让他产生恐惧？审判官也是人，是人就有恐惧。你不妨问问他，还记得我吗？这一切真的值得吗？如果他降临在你们死后，你们会因为没能见他一面而后悔吗？后悔？你只是意识到了他的存在，却还没有领悟混乱的真谛。还有什么遗言吗？我的朋友，我记得你叫什么来着？奥特曼，我叫奥特曼。那么奥特曼大人，动手吧，让我加入这场光荣的献祭。靠，答案不是他，难道真的是莫丘斯？当苏成回到旅店，找了很久，发现方觉和杜西光居然不见了。谁能想到凶手居然是秩序的信徒？难得让大审判庭来帮忙，却发现了人家的家丑。不是还没有审出结果来吗？那还有假，用傀儡吸引审判人的注意，然后准备携凶器逃跑，被抓个正着，这怎么变？话说，死掉的那个穿着奇装异服的眼镜男，也是秩序的信徒吗？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肯定也是，不然大审判庭会……什么？谁是凶手？谁又死了？难道他们说的是方觉和杜西光？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吗？昨天是不是吓跑了？莫修斯大人抓住了凶手，一个白毛的秩序信徒，还有一个穿棕色大衣的眼镜男当场处死。居然真的是他们2个！我记得当时不是苦行僧吗？怎么回事？那你们在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个光头和尚？光头和尚没有见过，你怕不是被吓傻了吧？难道是那位记忆的手段？但究竟是历史被扭曲了，还是自己的记忆被篡改了？看来还真得见见这个莫丘斯了。可该怎么接近他呢？苏成思来想去，想到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借口，自己没有犯罪，却被审判官的雷刑击中，导致自己面部受伤，怎么说都得讨个说法才行。不过记忆发生了错乱，莫丘斯记不记得我还是个问题，看来只能让他来见我了。各位，我这里有几瓶名为醉生梦死的药剂，服用之后就可以立即进入梦死的状态，在梦境里你们想要的都有，而且你的五官能真实的感受到周围一切。真的吗？多少钱？免费。几人听到还有这等好事，毫不犹豫地抢到了手里，一人一口就吞了下去。献往虚无的祭品可以一定时间内停止心跳，仿佛真正死去，任何外在刺激都不会打破这种状态。这和恐惧之刃的手法一模一样。苏成就是想制造死亡，把莫丘斯给引来。来吧，莫丘斯，看看你能多快找到我。苏成回到房间后，开始回想所发生的一切。卫官死在街上，被阿坤用恐惧之刃所杀；云妮死在房里，被大审判庭用雷杖所杀；苦行僧死于自己记忆当中，但在别人的记忆中却没有存在过一样。杜西光也死在大审判庭的手中，但这只是别人回忆，不能保证其准确性。而方觉被抓了，大概还没死。每一个玩家的死法都很不合理，处处透着诡异。难道献祭自己，接近死亡才是失恋的答案？苏成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答案，但是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以现在来看，唯一的线索就在莫丘斯的身上，而莫丘斯竟然来得远比预料的要快。故作拙劣的手法并不能掩盖犯罪的事实。我见过你在昨晚捉拿凶手的时候，你装作看热闹的过客，或许你们是一起的，你应该感到开心。那位秩序企图并没招出你。如果我有罪，为何不直接逮捕我，而是跟我在这里废话？你是第二个在我雷刑活下来的罪人，你们果然是一伙的。第一个是光头大汉，对吗？无需胡言乱语扰我心神。你知道我说的是你那位戴眼镜的朋友，他的死亡便是你的前路。杜西光，他那身板也能扛住雷刑，哈哈，果然，原来这就是答案。没有人能承住第二下雷刑，罪人，留下你的遗言吧。是吗？你来啊，我还怕你不成？什么？怎么可能？不可思议是吗？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切肉丝大人教给我们的。
莫秋斯听到切肉丝这个名字后，千年不变的严肃面孔第一次出现了震惊的表情。苏成抓住机会，继续说道：“您忘记了，但切肉丝大人可没忘，他始终忘不掉大审判庭对他的不公，忘不掉您对他的背弃，忘不掉秩序注视下的肮脏不堪。今天大人的意志又回来了，就在这里，就在你身后。”莫秋斯脸上写满惊骇，一股明如实质的死亡气息炸开于他的胸口。莫秋斯死了，死于恐惧之刃。君以半神器待我，我自以半神器报之。大审判庭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龌龊行为？真是好奇呀！这把行雷之杖就让我替你保管吧，方爵啊方爵，我好像已经找到了答案，不知道你是否已知晓？看来明天该去看看我那位唯一存活的队友了。不对，应该是唯一和我留下来的队友。第二天，苏成来到直律局的监牢时，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敢阻止他，因为他手上拿的是一枚莫秋斯所佩戴的审判官胸针。几个工作人员还以为这位看起来陌生的探访人员是来自大审判庭的暗探。哦，见到我出现在这里，你似乎并不意外，难道你也猜到了答案？果然是你，苏成，你很厉害。作为他的信徒，你是我见过城府和心机最深的一位，能在短短3天内将所有人算计致死。不得不说，我还是小看了你。啊，我来找你对答案，你开口就认我是狼，大哥。咱俩还在一个频道上吗？苏成并没有否认，也没有辩解，只是不动声色的抿嘴笑笑。可正是因为苏成笑的神秘，方觉更加笃定了他就是幕后黑手。混乱之神向你许诺了什么？又或者你为了得到什么？苏成皱了皱眉，如果站在方觉的角度来看，在没有找到答案的情况下，众人纷纷死去，自己确实有点像幕后黑手在推动。毕竟混乱永远代表着无序。苏成没有回答他，也没法回答他，因为方觉的视角本来就是错的。你好像并不担心自己的处境，但你似乎并没有找到答案，所以你的底细是什么呢？比起你的精魔细算，不过是粗浅的保命手段罢了。昨晚你和杜西光是不是回到了过去，改变了记忆，对吗？方觉神色复杂的纠结了片刻，还是点了点头。苏成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心中最后一个疑惑终于解开，他笑得愈发灿烂。我也有最后一个问题，莫秋斯作为秩序之子，肯定不会听你摆布，所以你如何算计了他，能让他一步一步走入你设计的局中，替你出手杀死了杜西光他？不如你猜猜看。你或许熟知大审判庭的历史，更知晓莫秋斯这个人，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他会来，你利用信息差，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去做挑战莫秋斯权威的事情，然后站在人群之中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你每一步都精心设计，很难想象你是混乱的信徒，你比秩序更加的秩序。没错，我就是秩序。你，行雷之杖怎么在你手中？你怎么可能是？苏成用行雷之杖和恐惧之刃双管齐下，居然都没能杀死方觉，这也再次肯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想。为什么不可能？然而侥幸没死的方觉根本不会再听他说什么解释，在从墙上掉下来的瞬间，咬牙用出了自己的后手，是秩序的气息，他来此接走了他的信徒。我靠，秩序不是最守规矩的神吗？怎么还能给信徒开后门呢？这合理吗？这合法吗？老子要投诉！哎，算了，让明面上的好人多活一次也挺好的，反正自己也不是来落井下石的。苏成回到了自己的旅店房间，开始琢磨自己该如何结束这一切。如果我猜的没错，献祭自己就是试炼的最终答案，而且玩家只能被半神器杀死，并且每种死亡方式只能用一次，而最先走出试炼的就是吃鱼的卫官，他在最开始就早已知晓了答案，他故意勾引阿坤，死在了恐惧之刃的他杀，他并不想和我们分享答案，所以抹除了一切痕迹。卫官啊，卫官，在那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断定最终答案的呢？云妮是第2个离开试炼的人，他死在了行雷之杖的他杀。他早就探查到那个房间里面是大审判庭的人，显然他也不太愿意跟我们分享答案，所以他假装其实里面有危险，不让我们进去。但他忽视了一个问题，每个死亡的方式只有一种，就算我们当时进去了，雷杖杀不死我们。第3个发现答案的是苦行僧，他在发现凶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那把恐惧之刃。由于那把复制品被施加了禁制，所以他控制起来很费劲。他在大审判庭的第2发雷击之前锁定了自己，并完成了恐惧之刃的自杀。第4个是杜西光，他在发现答案后留给他的就只剩下行雷之杖的自杀这一种方式，但想从1级审判官手上拿走雷杖几乎不可能，所以他回到过去，代替苦行僧完成了恐惧之刃的自杀，改变了历史，还顺便坑了方觉一手。而和尚在第一时间线早已离开了试炼，所以他在大家的记忆当中消失了，而方觉到最后也没能知道最终答案，利用了他的作弊手段离开了试炼，还给我扣了一顶恶人的帽子，而我就是那个被骗到最后的可怜虫。这高分段就没有一个是好人。这把真正的恐惧之刃和那把复制的恐惧之刃享用的是同一个权柄，这在方觉身上已经得到了验证，所以现在留给我的就只剩下行雷之杖的自杀了。听说审判官莫秋斯昨晚一个人出去，拍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我听他们说好像是失踪了，不会是出事了吧？啊！你身后
当5个被搬回档案室的尸体莫名其妙的苏醒，惊吓过度的直立员们对着他们一顿拷打，大家才知道原来5个人的死是一场恶作剧，最后被无罪释放了出来。靠，那个黄衣服的小子害我们挨了一顿毒打。但你别说，那个醉生梦死的药真他妈的爽，在梦境里那触感简直太真实了。走，我们再去找那小子整几瓶。在5个人多番打听下，终于找到了药师的房间。不是我干的，我一进去他就那样了，真的不是我干的。此时床上躺着一具焦尸，但已经无法分辨是谁了。可身上没完全烧焦的衣服碎片显示，他似乎就是那天卖给他们醉生梦死的药师。床边全是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似乎是在炼金反应中出现了事故。这是什么情况？我本来要进来打扫卫生，突然发现了他的尸体，我也被吓坏了。真的死了呀？要上报直律局吗？报？为什么不报？这可是大新闻啊！就是你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阿钱。大人，这事跟我没关系吧？看你这个胆小的样子，如果跟你有关系，你大概早就逃跑了。放心，只是简单的做个记录。据我们调查，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天夜里。有听到什么响动吗？确实听到了响声，但声音不大，所以就没管。您知道的，客人的隐私比较重要。做得对，但凡去看一眼，房间里可能就不止一具尸体了。他真是个疯子啊！此人使用了过量来源未知且不可控的死亡神性，在死亡的意志裹挟下，他未能受到繁荣的庇佑，自食恶果。那大人还有其他事情吗？没了，你回去吧。这位服务员走出了直律局，此时已是深夜，他嘴上勾起一个玩味的笑容，消失在夜色中。河路走向死亡，挑战成功。玩家苏成，表现评分 C 级，获得道具：无聊假面、戏弄假面、冷漠假面、模糊假面、惊疑假面。灯神之路+0，觐见之梯+3。当前灯神之路得分2125，全球排名458621。当前觐见之梯得分164，地图排名62。当苏成没有死亡，却被他人广泛认为死亡时的苏成死了。他行使了记忆的权柄，死在了所有人的记忆当中。他并没有使用行为智障自杀。苏成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哪怕是1/1000。而那个在床上分不清面容的焦尸，则是审判官莫丘斯。他欺骗了所有人，也欺骗了死亡之神，所以得了0分。但欺诈之神很开心，给了他3分。现实，未知省市某大型实验室，卫官毫不意外地睁开了眼。请勿让他打戏。实验代号3774。正在启动中。你好，魏博士，今天过得如何？很普通的一天，您的试炼还顺利吗？顺利，大概吧。但太过顺利的试炼不利于人的成长，所以我给我的队友们略微增加了一点难度。您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与慷慨啊！启动完毕，用时12.964秒。加载时间怎么又慢了0.065秒？抱歉，马上分析原因。分析完毕，原因为神性存储容器破裂施压，神性逸散率32.189%，为防止神性逸散到生存区域，花费额外的时间关闭了实验区大门。看来又要去不多事情了，给我分析实验神性癖好配比，告诉我就要参加哪些试炼。正在分析实验配比，请稍等。好人，多么高尚的词汇啊！但愿我的这位好人朋友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你说对吗，杜西光同学？别不开心了，等我尽献了这段记忆，我们就又是一个好人了，不是吗？7月14号，很好，看来试炼结束了。很遗憾，我并没有死去，看来这次你还要在里面多待一段时间了。方姐，你在找什么？试炼里遇上难题了吗？月季姐，你来的正好，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那位大审判庭的莫丘斯吗？帮我翻翻他的资料。英年早逝的秩序之子，要找什么？不如先问问我，说不定我知道哦。我想知道他死亡的地点，还有他是否有丢失过大审判庭的办审器，质一柄权杖，叫为什么？你说的是行雷之杖？对，就是他，你知道吗？大审判庭几千年来唯一失落在外的审判权杖，至今在哪都是个谜，很多法师都在寻找他，也包括我。难道这次试炼你见到了？在一个理智使者的手里，我起初怀疑他冒充了莫丘斯，后来才回过神来，他应该是撞见了莫丘斯的死亡，并盗走了法杖。你的试炼似乎很精彩，详细说说呗。你被他们给骗了。死亡的祭品正是你们自己，你的思路出现了偏差，但说不上来是谁误导了你。而那位叫做苏成的混乱信徒，他也是用你在验证这个答案。不过你做的也不错，以那时的局势，除了你的底牌，自杀的方法几乎都用光了。你的意思是，这一切不是他布置的？非亲眼所见，我无法确定。就算不是他布的局，他也很厉害。看来我要提醒一下秩序的朋友们，小心这个叫做苏成的理智使者了。我顺便在频道小小的悬赏一下行雷之杖如何？我们不提这个。
也不全是坏消息。我带回了一具治愈信徒的尸体，你的2600分大概有希望。哎，这可是2400的局啊，没加1点分，这波简直亏瞎了呀！说实话，这场试炼的难度并不难，难的是敢不敢极限自己。他们的勇气和自信确实令人敬佩。至于最后仍被蒙在鼓里的方某人，哎，每场试炼总得有个混子吧。自己最后用这种离奇的方式离开了试炼，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嘿嘿，我这算不算骗过了神？话音刚落，一股来自幽邃深渊的波动笼罩在苏成身上。我靠，又来！这次是谁？乐子神还是子神？不能想，万一真的是他，可就完了。恩主说了，在骗过他之前，我得忍。我忍你，这又是要搞什么啊？上去，快上去！主人在等你，他在上面等你。苏成被这闻所未闻的场面吓傻了，眼前的这一切太过匪夷所思，已经超出人类的认知。也不知道是虚空里的风太大，还是脱了衣服凤凰魔，他觉得全身上下凉飕飕。他下意识地捂住了胯下。哎，好像不用挡啊，该挡的东西也没了。我去，这不成裸奔了吗？苏成的心情莫名其妙地兴奋了起来，他潇洒地踏步往上走去。是的。很好，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啊，跟我做交易？就您这牌面，我配吗？如果您看中了什么，是我的荣幸。苏成思来想去，自己身上能得到重视的，估计就只有那件恐惧之刃，但人家也没问，自然是不愿意透露。你跟他说的不太一样。谁特么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他意识一动，苏成随身空间里的所有东西就倾倒在了他的脚边。看着这一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苏成尴尬不已。你知道这是什么？恐惧之刃，沾有您和另一位神明气息的双神性从神仪器。恐惧，这难听的名字呀！人类亿万年来在取名上还是毫无进步。它的名字叫做迦楼罗之笔。啥？什么迦罗罗逼？什么逼？迦楼罗是生命的同神，也是无罪信任的定神，但他犯了错，歪上了一个婊子。哎，什么东西？这个词，诸神也在用吗？这一刻，苏成突然沸腾了，能听到神明之间的八卦，简直不要太劲爆。她叫乐乐，本是繁荣之母的女儿，可她没有忍住诱惑，堕落了，投入了欲望之渊，变成了令人恶心的恐惧母术，孕育出无尽的恐魔。哎，恐魔这个东西我认识啊，我还跟他们打了一架，难怪那时候宋亚文说见到了死亡之神，原来是你老人家亲自出手的。迦楼罗为了挽回他，拔出了自己的内功，分出了1/4的神性，他当作礼物送去遇害。然而那个婊子拒绝了他，还污染了迦楼罗，这是他该死。所以这两位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您能展开讲讲吗？算了，陈年旧事，你带回了他很好，所以你想要什么奖励？尊敬伟大的真神，给您带回这件迦罗罗之璧，不过是我渺小又卑微的敬献。如果您能给予迷茫的我一些小小的指引，这将比任何从神仪器都有用。也只有他们两个喜欢给予你指引，我没有指引给你。不过你对死亡的理解很新鲜，遗忘似乎并不是真正的死亡，但比死亡更加接近死亡。你给了我新的启发，我很满意。你满意还给我打0分？你违背了试炼的规则，没有给你扣分已经够仁慈了。什么？我违规？我还想问，那个姓方的可是直接逃出了试炼，这又算什么？他不归我管。看来这个秩序的面子比你大呀。不过我可以赐予你一点东西。说完，地上那柄显眼的行雷之杖漂浮了起来，一股精粹的死亡之力将它包裹，最后变成了一枚戒指，上面还有雷霆在跳动。在第一次神战结束的时候，秩序杀死了明媚之神，用他一半的神性制作了这柄明媚之杖。雷神是我认识的那个雷神吗？这个秩序可真脏啊！干掉别人就算了，还要骂别人智障。其实他的另一半明雷神性在我这里，但如今你太弱，不够资格。我将明雷之杖重重，而且还掩盖了明雷的气息。你说好套，等你走得更远之时，我会将另一半赐给你。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靠，又是一个画大饼的。好家伙，你这是啥也没给，还拿走我一件匕首，这能叫交易吗？这不白嫖吗？那个，既然您讨厌恐惧母术，那迦罗罗之璧里的那半神性，您看能不能赐给我？我这是纯属建议哈，我就是觉得这种肮脏的神性放在您手里，无非就是丢垃圾堆里。与其浪费了这半拉神性，不如让乐乐尔的神性帮我打工。您看，我给您打工，不对，我给我主打工，给您兼职打工，他给我打工，4舍5入，他给您当牛马，是这么个礼不？这不比放着不用解气吗？看来有戏啊！
要不咱们把他的神性跟这个智障，这个鸣雷智障的神性结合一下，咱整个3/4神性的戒指出来。您不但收回了伽楼罗的神性，而且这恐惧母术这个子每天都得给您打工。哥，你倒是说句话啊！他说的不错，你确实很贪。话音刚落，又一股精粹的死亡之力裹挟着一股巫堕之力注入了戒指中。恐惧母术的神性在戒指上镌刻下了5张恐怖的嘴。嘿嘿，居然成功了！这是我的意思是，请伟大的您给这枚从神仪器命名，就叫它古普勒勒尔之戒吧。麻了，您是怎么有勇气说出人类取名不行这句话的？旷古烁今的命名，从这一刻起，他的名字将永世传唱。当然，勒勒尔这个子也将永世给您打工。死亡之神应了一声，然后毫无预兆的散在白骨王座上。紧接着，当他再次苏醒，苏成抬起手来，看向自己食指上那枚缭绕着妖艳红光的，还伴随着雷电的戒指。古普勒勒尔之戒 SSS.S 从神仪器，一枚由死亡亲自锻造的戒指，蕴含了1/2鸣雷神性和1/4带有恐惧情绪的巫堕神性。特殊效果：恐惧养料，你可以吸收周围的恐惧情绪，为它充能。每充满1份，戒指将亮起一张奸笑之嘴。特殊效果：鸣雷裁决，消耗1份恐惧养料，照下雷刑，诛灭敌人。若目标曾为戒指提供过恐惧养料，则雷刑必中。特殊效果：王座下的骨扑，你可以将一具尸体炼制成死亡骨扑，它可以将你的赞美带回给王座之上那位尊贵的大人。苏成死死地盯着手里的戒指，口水流了一地。3.5 S 级的从神仪器，从降临之日到现在为止，可从来没听说过，简直屌爆了！看人家这牌面，这逼格，这大气，和某些老板相比，我也不是点名道姓。你要是再不努力，你的员工就要在别人的公司转正了。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风浪越大，鱼越贵。苏成自我陶醉地欣赏了半天，他注意到戒指上的奸笑之嘴正好5个，而每场试炼也刚好5个队友，看来表达的意义已经非常明确。我只是个奶妈，只会救队友，怎么可能杀队友呢？而且还是喷大 Q， 大哥，你也太看得起我了。这是干嘛呢？锻炼身体？这能锻炼啥身体？这次试炼不算太危险，我在试炼里正好捡到一些历史书，想着你是法师，肯定喜欢研究历史，就顺便给你带回来。谁跟你说我喜欢研究历史的？我一看到书就想打瞌睡。不过经过这次试炼，我也挺好奇当时诸神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来，接着。谢阳明显不是热恋，而是刻意与苏成交好，或许是上次没给他药的原因。和楼下的徐璐吵得很厉害，苏成也不是不愿意帮忙，就是单纯的不想便宜徐璐。兄弟啊，我帮你就是害你啊！绿茶那是谁都能喝的吗？肠胃不好的要闹肚子的。最后苏成还是无奈的掏出一瓶药扔给了他。卧槽，谢谢大哥，您就是我亲哥。哥们儿，缺点啥 ？S 级以下都好说。哥现在是有3.5 S 级的人了，还能看得上 S 以下的？正好我找你打听点消息，文明纪元中期的大审判庭是怎么与理智之塔打起来的？不好意思，哥们儿，我上回是骗你的，我不是窒息的人。我知道啊，但你不是战争的人吗？对这种希望之舟大型战事的开端应该不陌生吧？哈？谁跟你说我是战争的信徒？误会了，肯定是误会了。这样啊，我看你天天忙着下本，还以为你不找人打架难受呢。等下次我想起需要什么的时候再通知你吧。露露，我跟你说，这次试炼可太危险了。我在试炼里找到一瓶往日的繁荣，想着你喜欢这种药剂，就给你带回来。喂，露露，你在家吗？喂。苏成坐在椅子上，饶有兴致地翻阅着谢阳带回来的书。希望之舟的文字跟现实文字一点不沾边，很少有人能看懂，但苏成可以，因为他有一张读出这些文字的嘴。与其说是看书，不如说是在读书。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辅助技能，但自从吃过这张嘴的亏后，他就再也不敢完全相信这张嘴了。罗兽母猪的接生步骤：1. 洗净剃刀；2. 剖开母兽的腹部；3. 将香料塞进去。啊？谢阳给的书有很多，从那个美丽的小镇女郎到杀死那个贱民这种悬疑小说，再到朱罗兽的一生应有尽有，但唯独没有个正儿八经的历史书籍。但至少认识了一位信仰淡玉的朱罗兽配种师，一位信仰繁荣的养殖场老板，以及一位信仰死亡的屠夫。这打破了苏成对信仰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不得不感慨一句：他们的意志无处不在。苏成的储备食物还充足，不出意外，他又摆烂了7天。不过这几天乐坏了，因为隔壁那位绿茶似乎消失了，整整7天都没给谢阳，以至于让小伙心灰意冷，觉得自己心爱的姑娘死在试炼里了。不过谢阳接下来的举动把苏成给惊呆了。谢阳把原本写给徐璐的情书绑在吊线上，垂到了徐璐楼下一位叫范婷婷的小姑娘家的窗口上。好家伙，我以为你是羊，没想到你才是狼啊！你可比我有乐子多了，我这后半辈子可都指望看你的连续剧了。常年雷打不动的神选集体掉坑这件事，苏成本能的觉得有些不对，他的分数没到那个层级，自然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苏成又打开了自己的进阶之梯排行，那个叫真心真意的 ID， 此时居然已经掉到了47位。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位记忆的神选李景明也开始连。大浪当头，有人在弄潮，有人被淹死，唉，难评。特殊试炼，消失的那个世界已开启，正在为你匹配队友。试炼目标：解开束缚，抛弃枷锁，拥抱毁灭，获得救赎。限时3天。
恍如昨日，吃效今朝。上次我欺骗了死亡之神，所以这次我就是死亡的信徒。哇，兄弟，这是干嘛？赞美谁呢？没什么。湿度太大，气压很低，道友要来了。我不想打扰各位商誉的雅兴，但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告诉大家，我们的随身空间被封锁了。湮灭的试炼绝大部分都是求生，甚至是生死大逃亡，所以玩家们都会有目的的准备一些求生工具。可这次的试炼居然把随身空间给封了，这可是从未听闻过的事情。别说求生了，今天的晚饭都是个问题。我靠，这还怎么玩？难道是陶怡？谁？陶怡？大家好呀，我叫陶怡。试炼还能碰到大明星，染了个粉毛，差点没看出来。可惜现在这个世道，大明星也不好使喽。是那位唱了7、8。不好意思各位，我知道时间紧迫，但老爷子还是想问一问，你们有谁遇到过一个叫崔秋实的大学生吗？他长得比我高一点，皮肤比较黑，比较像我，但是眼角有颗痣。停！我说老爷子，你搁这儿干嘛呢？找你孙子？不，他是我儿子，我找了他好久，但还没找到。什么？你都一把年纪了，儿子还是个大学生？是，秋实成绩好。考上了南疆科。得，别说了，谁在乎他考上哪个大学啊？现在也没有大学了。我跟你说，肯定没人见过。你想想，全球120亿人呢，每局就匹配6个，这几率几乎不可能。再说，他说不定已经……抱歉，耽误大家时间了。我叫崔顶天，信仰的是腐朽，天梯1677分。这老头居然直接把信仰说出来。苏成目光一扫，发现陶怡的表情有一丝不自然。嘿嘿，又有乐子看了。老头，你怎么就说出来了？行将朽木有什么好瞒的？老爷子还是有把子力气的，能帮上些忙。拖了后腿也莫要管我。苏成、生命、牧师1501，各位大腿，幸会。其他人听到苏成是牧师的时候，神情也舒缓了许多。在这个绝境求生的试炼里，能有一个牧师可太好了。虽然分数低，但总比运气。看来最初的灾难跟雨有关，很有可能是洪水或者山体塌方。时间紧迫，没有什么避讳的话，就原地进行预警了。我去那边看看，能不能找些吃的。有意思，居然遇到同行了。在场的6个人中，根本就没有和他对立的人，他应该无需避讳。就算是个人隐私，放在时间紧迫的当下，这些都没必要。所以他根本不是存在的人，而是我的同行鬼术大师。没有恍如昨日的欺诈，如何伪装是个难题，大部分都会伪装成命运，凭借一张3寸不烂之舌，胡言乱语。像魔界大将用话痨掩饰自己的真意，这招确实很妙，但消耗的脑力与精神力，一般人都把控不住，一旦说错，全盘皆崩。不是一言之后，抱歉，需要各位配合下，谁能跟我打一架？战争的预行是纷争，一般随便找个 NPC 揍一顿就完了。可偏偏这局在野外，更惨的是，这局是老弱妇外衣下，早已腐朽不堪，宛如一具被时间埋葬的木乃伊。正好顶住我一波攻击，你的预警也就完成了。腐朽的预行是加速腐朽，任何伤痛都算在内，所以这场架是双赢。注意，我的右拳力道很足。你们需要帮忙吗？我是博士学者，主修机械工造线，并不需要你们分享知识。相反，我可以传授给你们一个知识。真理的法师这个职业的变种非常的多，像元素师还有炼金师等等都是变种之一。而机械师就和名字一样，主修机械造物，他们推崇的真理是血肉坠履，机械恒存。聪明的孩子没把吃饭的工具放在随身空间里，还好自己也没把戒指放进去。我要分享的知识是，曾经的理智之塔大学者格洛进行了一个虚空与现实的实验，他向虚空中投放了100枚乌元星标，并试图通过虚空练习在加斯麦拉城回收它们。然而快到达目的时，星标失联了，这个结果让格洛失去了竞选资格，并在郁郁寡欢中去世。然而就在他的葬礼上，这些星标竟然从虚空练习中出现了，但星标都变得残缺不堪。当学者们将这些缺失的部分拼凑起来时，惊讶地发现它们拼成了一张面具。
笑容中充满了讥讽，似乎在嘲笑人类对虚空的探索。这个发现让他们开始怀疑，在与现实处处对应的虚空中，可能存在着一位喜欢戏弄人类的神明。这特么算什么？高宇同志，你见证的是哪段历史啊？学派内有保密级别，还没解封，我不能说。好，是我不配了。怎么说，精灵小姐，你的肥料该如何解决呢？繁荣的运行是堆积养料，以征繁茂。对于人体来说，食物就是养料，但随身空间被封了，这位可怜的粉毛精灵小姐似乎失去了她的食物来源。陶艺，快看，我在这片土地的过去中找到了这些蘑菇，怎么样，够吃吗？陶艺，快看，我在这片土地的过去中找到了这些蘑菇，怎么样，够吃吗？哎，你是记忆的信徒，谢谢，简直太及时了。他开心地将张一达手里的蘑菇接了过来。然而这一幕在苏成眼中却诡异至极，因为他根本就看不到那所谓的蘑菇，但陶怡却吃得很香。精彩啊精彩，真是无可挑剔的表演。 S 级欺诈天赋，虚实夹缝中的纯净。当别人相信他所描述的一切，则受骗者就能看到所描述的一切。但他遇到了苏成，此时苏成虽然看破了他的手段，但却偏偏不能拆穿他。这个无中生有的天赋，在求生的试炼里非常的神秘。洛乃伊不愧是防御专家，真厉害。各位，雨越来越大了，而我们脚下的土质比较疏松，很有可能引发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那边的山峰看上去十指坚硬一些，在那里，无论是等待大雨结束，还是更大的暴雨，都有更好的转换空间。大家觉得如何？我没意见。那就赶紧走吧。喂，对呀，要是不参加试炼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多无聊啊！如果我能学点炼金造物的技术，自己炼一个傀儡出来，那岂不是你懂的？血肉不过是短暂的陪伴，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些容易消逝的东西？那执着于什么？永恒的机械造物，造个娘化机甲出来陪伴自己？啊，你不会已经做出来了吧？虽然机甲是男人的浪漫，可也不是这么个浪漫法。你还没满18岁吧？我建议把机甲给我，我来带你承受这份罪恶。要说他们学习最天才的人物，大概是文明纪元前期因炼金实验意外死去的扎尔，还有文明后期把老婆炼制成全新生命体的巴克。我要的是炼制老婆傀儡啊，不是把老婆炼制成傀儡。而且我也没老婆，能跟我说说这个扎尔吗？他的天赋很好，当时在学派中崭露头角，可惜好景不长。他在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私自开启了违禁实验，后来实验室爆炸倒塌，几乎整个派系的学生都为他陪葬了。这可不对啊！我记得切肉丝说过，扎尔是被人给暗杀的，而且他的学员也没有死光，其中阿多斯和阿坤等人就逃到了地底世界，投靠了切肉丝他们，而自己手上还有阿多斯的炼金笔记呢。你知道他做的到底是什么实验吗？史料没有记载，不过据小道消息的并不是你所说的什么阿多斯，而是一位来自地底的神秘人。我们翻阅了海量的资料，找到了蛛丝马迹。当时混乱的信徒们在举行追思仪式，仪式中曾提到了一个人名，这个人叫奥特曼。惊讶吧？我也没想到七王之州的人居然会取这个名字，太搞笑了！这个让人出戏的名字，你严肃的历史简直格格不入。确实，不过这个人是干嘛的？历史学派对这个人的身份还没有定性，但很多人认为他是混沌的先驱，是混乱的令使。在战争刚刚注视希望之州，混乱都尚未听闻的时代，那位奥特曼令使，他夜行于星空，为他的恩主找到了这片乐土，并将他的意志提前撒播在地底世界中。他极有可能是混乱降临的开端。怎么样，有没有史诗感？我花了很多积分才从学派内部兑换来的，可算便宜你了。喂，苏成，你咋了？是不是很震惊？对，非常震撼，震撼的天灵盖都要飞了。好家伙，我不仅是欺诈的信徒，命运的弃世者，死亡的实习工，现在又特么成为混乱的令使了。我有这么多身份，我怎么不知道？我不会还在做梦吧？你这兴奋的方式还挺别致的哈。难道是激动的手，还是说自己真的改变了历史？所以我到底是谁？是希望之州的奥特曼，还是现在的苏成？陶小姐，就拜托你了。粉毛少女，小孩做工具，女人做苦力，那我堂堂顶天立地的老爷们，岂不成废人了？需要帮忙吗？需要，方便吗？方便啊，我有他们。说完，他一挥手，将峭壁上的藤蔓摇下来，穿起椅子贴在了自己的身边。苏成感动至极，一个冲刺就坐了上去。高宇一脸无语地跟在了后面，他的腿上似乎有什么助力装置，让他走在峭壁之上如履薄冰。大明星真厉害，大佬牛逼，感谢大佬，我将抱住大佬的腿，愿上天将见证我的真诚。
这里的石质确实坚硬，而且上下方便，是个好地方。不要盲目的管，我们尚不知道这次试炼的主题是否是雨水，只是走一步看一步罢了。也不用悲观，年轻人嘛，积极一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对，说的对。水涨起来，最多1个小时就会淹没到这，大家快做准备吧。这水才刚没过山脚，能有这么快？也要考虑雨势还在不断增大。郝小姐，高宇，快来帮忙！陶仪不断提供防乱，而高宇用他那把神秘的锤子，通过共沐神恩和对元素无心的效果分享给队友。不仅如此，除了元素观，牧师是对水元素有着最高亲和力的职业，只要操作精细，完全能够在水下领航。事实上，苏成已经在这么做了。拥有水下疗愈的苏成，就从混子牧师变成了话语权极高的孙策船长。赵钱第一个清醒过来，他很欣慰，水下疗愈并没有让他莫名其妙的怀孕，其他人也陆续醒了过来。咕噜咕噜，苏成，我们不跳上去吗？咕噜咕噜，上面无法确定风浪，我们这小破筏子可抗不住第2下冲击，水下会更安全。咕噜咕噜，是吗？这样你的精神力承受得住吗？我对水的亲和力还行。咕噜咕噜，不行就换我开一会儿。那怎么可以？我才刚玩上瘾，这种等级的精神力消耗，我可以在水下畅游1整天。你说话为什么一定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不觉得这样很像鱼吗？我们现在是水底人了。虚空与现实的边缘地带的虚实边界，为虚无吞噬存在而存在，被他们吞入腹中的存在会逐渐消失殆尽，变为新的虚空。让我下了，不然我们会被侵蚀殆尽。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正在被湮灭。虚无正在以他们所能看到的方式将他们融进新的虚无，他们的身体也逐渐出现退化。虚空的马车还在加剧，所有人向外突围。赵钱全身变得通红而炙热，艰难的往上爬去。虽顶天有力可分身，但他的速度显然没有转起来，因为他的身后拖着一个拖油瓶，拖油瓶下面还有一个拖油瓶。陶仪和高宇也在努力，但他们仍没能改变被吸力拖入深处的局面。此时众人的状况已经非常差了，不说早已消失不见的衣物，就连头发和皮肤都已经开始干裂。救命！拉我一把！陶仪就在他的身边，面目全非的他咬了咬牙，一只手拉住了他。高宇掏出了一块金属材料，在水中疯狂敲打。快，我撑不住！然而，无论是拳头还是钻头，都并不能对巨兽的内壁造成多少损伤。可这种剧烈的消耗，却让他们的状态下降得更快。来吗？快！赵钱焦急地喊道，希望苏成能再给力，起码在他们凿开巨兽内壁之前保住大家的命。然而，苏成并没有响应他，反而用双腿代替自己的手夹住了陶仪，解放了右手出来。不是，快奶我！奶奶个腿，没空。不勒勒尔之剑，他已经搜集了队友马格的恐惧能量，刚刚已经消耗了一把。众人被这一声惊雷吓了一跳，见巨兽内壁的缺口，他们喜出望外。苏成先是给了所有人一发水下治疗来稳住局势，然后又一发精神恢复，全部打在了崔顶天的身上。苏成觉得这个老爷子很靠谱，而且他发现虚空侵蚀在老爷子身上似乎不起作用。崔顶天猛地感受到自己的状态急速上升，立刻明白了苏。还好，看来我还有机会过18岁生日。苏成，你怎么了？我只是在想，有些明星在电视上看起来身材还挺好的，但其实现实里一言难尽。你说这算不算是店大欺客？你喜欢哪一个明星？没关注，不了解，谈不上喜不喜欢。那就是哦，既然有人不是受众，那你管那么多干嘛？我只是为广大受到蒙蔽的粉丝们吹个哨。书里说的果然没错，灾难就是爱情的催化剂。你一个小屁孩懂个毛！苏成，快救人！崔老爷子好像要不行了。心跳越跳越缓，好像真的快变成木乃伊了。这天赋的代价未免太过严重了吧？情况怎么样？普通的治疗术根本没用 ，A 级特效药或许有用，不过我们的空间都被封了。高宇，我需要一个药炉、带研磨轮混撒装置和增压器，且耐高温。高宇的背包在巨兽的肚子里时就已经被湮灭殆尽，不过他先是把重要的工具都吞进肚子，他用一根尖锐的木枝划出了肚皮，而后掏出工具。迅速敲打起来。难道你还会利药？崔顶天的腐朽之力似乎被其他力量限制住了，放任下去，最多今晚他就会真的变成一具木乃伊。往日的繁荣，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结合了记忆和繁荣神力的 A 级药剂，我曾经炼制出一种效果非常相似的药剂，我将其命名为幽乎回光，它会立刻恢复身体的巅峰状态，但5天之后又会重新陷入病痛。苏成二话不说，割下一片血肉放了进去。这一操作把所有人都看得一惊。我的血肉中蕴含着治愈的力量，虽然这种药剂不需要神性，但它好吧，我要怎么做？持续的炙烤，直到药炉爆炸。啊！药炉都炸了，你还炼什么药？你不懂，炼金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我之前的实验从未成功过，直到有一次炸炉，我才发现原来幽乎回光需要在泄压的瞬间接触到足够的空气才会最终成型。我们需要在炸炉的瞬间兜住足够多的药渣，搓成药丸。
唉，都已经说到这种地步了，张益达应该不会有疑问了吧？大家做好准备，药炉要炸了！大家做好准备，药炉要炸了！所有人都绷紧了精神，而苏成手里不知道从哪里搓了一坨黑色的药丸，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药炉瞬间爆炸，将炉内的灰渣喷射的到处都是。苏成在漫天的灰烬中快速移动，然后使劲揉搓着什么，跑到崔顶天身前，一把塞进了他的嘴里。我靠，这么快！丫有这反应，爬山还需要让人背吗？小程，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这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这只是暂时回光返照而已，5天之后你就要玩完。你这是什么药剂？居然能影响气势诅咒？什么？你是气势者？完了，又摊上事了。老爷子原本是繁荣，但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改投了腐朽。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寻找儿子，可气势繁荣的代价是永不腐朽。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但一位崇尚腐朽的战士却有一个永远无法腐朽的身体，何其荒诞！是什么药剂能够治愈这种诅咒？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跟你交换。所有人都惊讶的静，以玩家的角度去论，一个 S 级信仰天赋衡量为一份神性 ，SS 级信仰天赋则是10份神性。至于 SSS 级半神器，就应该以半块拼图来计算了，而每份神性就是这块拼图的碎片。张益达显然是个懂行的，他突然瞪大了眼睛，震撼无比。你身体里的神性是拼图还是碎片？是散落的拼图。那你是怎么得来的？之前的试炼中遇到了一个理智之塔的疯子，他把我们5个人当做了实验对象。你们5个人还反抗不了他一个？他太强了，他本就是繁荣的信徒，在繁荣的主场里，我们根本无法反抗。好像叫什么秃头用飘柔呀，这个人我认识。我是说我在境界之梯见过，是繁荣的神选，但前几天掉下去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要用无数的谎言去弥补。唉，骗人真难啊！好了，就聊到这吧，大家赶紧恢复休息吧，还有3个小时，第1天就结束了。小程，如果能将你体内繁荣神性弄出来的话，可不可以跟你交换一点？如果能搞出来的话，我可以都给你。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其实虚无至极。不，我已经欠你1条命了，那些都是你的东西，我不敢奢求太多了，我就换一点，看看能不能吊住老汉这条命。我只希望还能有机会见到我儿子。苏成没法回答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繁荣神性，只能点头应了应。小程，谢谢你。也休息的差不多了吧？大家一起找点食物，补充点能量吧。不行，效率太低了，我们分头找吧。如果大家都聚在一起，朗马峰还高。为什么不吃我带回来的东西？是不喜欢吗？是不喜欢吗？不喜欢吗？你个狗，你怎么跟狗一样？跟陶姨说话舔得要命，跟我说话就在这阴阳怪气是吧？为了抑制体内的繁荣神性，我不能满足他的口腹之欲。张益达觉得这个理由似乎也合理，更加认定了苏成体内的神性，眼神变得火热起来。我有点好奇，你之前在水下来一下累积是怎么做到的？哎，终究是逃不过这位同行的眼睛。你说那个是那位神选对我们做完实验后的酬劳，一种瞬时引爆的雷霆道具。原来如此。张益达也没细问，因为他在意的根本就不是这些，而是他体内的繁荣神性。能跟我分享一下那位繁荣神选的实验吗？他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巧的是俩人都是太极高手，聊了快1个钟，愣是没聊出点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苏成为张益达的话多而头疼，张益达为苏成的油盐不进而烦躁。这个牧师远比自己想象的心思要深沉，他的身体里绝对藏着大秘密。说是，大家快看，水居然在最晚。不对，这水似乎泄得有点快了，小心。如此巨量的海水能以这种速度下降，海底一定是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是巨大的裂隙。多大的裂缝？难不成能吞噬整个海洋？海平面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们都有了一种隐隐坠落的感觉。苏成暗自觉得不对劲，深深的皱起了眉头。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小孩哥，你能敲出飞行类道具吗？我不确定，我剩的材料不多了。你说的飞行道具是指哪一种？比如说直升飞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憋屈的气息，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没想到啊，人生第一次做热气球，居然是在试炼里。有没有可能，自从诸神降临之后，你的每种第一次都只能发生在试炼中？下面到底是什么？是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是月限即死的规则？想是没用的，实践出真知。说着，陶姨就往下扔了一个木头，赵钱再次射了一发火箭，高宇扔了一个鞋子，张益达扔了手里的食物。至于苏成，则是吐了一口口水。
要不是扯裤裆的时候被陶怡瞪了一眼，他绝对能提供更多的测试用水。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越过分界线的瞬间消失不见，这下他们笑不出来了。快想办法，我的精神力不多了。别怕，还有我呢。本来这话挺有鼓励性的，可苏成的笑容仿佛在说：牛马偷懒了没关系，抽两鞭子就动了。但这依然不是办法，一旦精神力耗光，他们就会再次坠落，然后消失于分界线之下。作为湮灭的试炼，大家有没有想过，虚空之下或许就是答案？苏成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怎么去验证？谁去验证？老弱妇幼一个不缺。赵钱虽然看起来倒像敢打敢拼的人，可他此时一言不发。至于张益达，更没有可能。就让老爷子来吧，我老了，也没多少天可活了。你们还年轻，还有希望。我能走到这，也算够活了。崔老，你难道不准备继续找秋实了吗？不找了，秋实是个好孩子，也能独立。我从小教育他，做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或许他现在已经比我过得好了。我是个战士，总要冲在前面的嘛。崔老，苏成脑中思绪很乱，他突然想到职业频道有湮灭的信徒吐槽过，他们的恩主热衷于研究虚空，并企图融入虚无。每次给他们的任务不是干掉对家，而是去研究那所谓的虚空。陶怡，快，老爷子掉进去会死的。做湮灭的试炼，那条分界线下面很有可能就是虚空，但是任何接近裂隙交界处的生命都会化为乌有。听说能抵挡虚空侵蚀的，只有那些大佬或者特殊的半神器。大佬没有，不过大的东西倒是有。苏成心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这又将是一场豪赌，一场天马行空的豪赌。哎，大将，你裤子怎么湿了？你不会是被吓得尿出来了吧？去你妹的，你才被吓尿了！水，是水，消失的水从天上掉下来了，大家小心！
恍如昨日，嗤笑今朝。上次我欺骗了死亡之神，所以这次就是死亡的信徒。消失的水从天上掉下来了，大家小心！众人见状，猛地抬头看向高空，之前消失的海。何以秋色，危险于火。这样没用的，我们的速度比不过水流下落的速度。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说风凉话？虚虚吞吞，想越过那条线，我们需要找一具虚虚吞吞的尸体。就在众人还没想明白的时候，司一达猛然惊起，指着侧上方的高处放声疾呼：“那里，在那里！浩一、赵显，那边有一头虚虚吞吞的尸体。”逃离开路，崔老爷子带着我们冲过去。我们需要进入巨兽体内，我来打开它。众人一愣，之前好不容易从里面出来，现在又要进去。不过大家也不傻，自然明白苏成肯定是想到了办法。堆积养料，以征繁茂。老爷子，看准机会。如此大的目标，苏成这一拳居然打歪了，但好在明雷牌局太短了，还是在侧面开了一个洞。快，大家快进去！苏成没有一马当先，而是直接抱住了最近的高处。老爷子一发力，带着冲了。苏成的想法很简单，虚虚吞吞游走于虚实边界，那肯定能抵挡边界的侵蚀，带着众人穿入其中。很显然，他赌对了。厉害啊！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小丑。这不是句骂人的话，因为苏成真的是小丑，欺诈的牧师，以谎言治愈他人的牧师。哎，你怎么是反过来的？为什么不认为你自己是反着的？虚空本就如此，既存在又虚无，这里没有既定的现实，也没有公认的规则，一切都有可能，也一切可能都没有。要不是你主动暴露自己，我是真没想到和自己侃侃而谈的黛玉牧师，居然是个同行。在苏成说出张益达被吓尿的时候，他主动激发欺诈之力，提示张益达。而就在那时候，他们天马行空的配合就开始了。在苏成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水和巨兽，所以才会打偏，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能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被人骗的滋味感觉如何？体内的繁荣神性也是假的吧？我体内的繁荣神性确实是真的，我只是对我的身份撒了谎。醒醒吧，大将！出于我们刚刚默契的配合，我真不希望你堕入那群理智之塔的疯子。接受你的好意，我确实加入了理智协会，我获取到了一份散落的神性，加入他们是因为我想研究如何封存它。既然你能做到，那就说明我也可以。张益达居然说谎了，可这句话很长，无法辨别撒谎的点。苏成笑了笑，示意他继续说。没想到你居然有欺骗大师这个天赋，我反倒成为一个小丑了。你怎么看出来的？没看出来，不过现在看出来了，我就随口炸了一下，没想到让我猜中了。毕竟骗子最了解骗子，不是吗？靠，跟一个知根知底的骗子聊天，真他妈的不爽。不过，如果我说的都带上谎言的标签，你又能分辨出哪句是真话吗？算你扳回一局，重新介绍一下，苏成，小丑2401。真巧啊，我张益达，鬼术大师，也是8401分。苏成的脸色瞬间变得精彩至极。他说的没错，如果张益达的每一句话都带上谎言的标签，那欺骗大师这个天赋就没有任何意义。大将啊，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我这可都是实话啊。行了，别浪费时间互相试探了，试炼还没结束，风平浪静也是短暂的，我们还是想想如何从这里出去吧。张益达转身准备探索虚空深处，苏成看着他毫不设防的背影，起了坏心思，抠了一颗鼻屎，弹了出去。就在鼻屎即将命中的时候，张益达瞬间转身捏住了暗器。无聊的把戏，我劝你还是把心思花在试炼上。算你牛逼，提高效率，我们各自探索吧。是你了你妈傻子吧！最终，两个骗子还是走到了一起。无他，怕死。
除了觐见恩主，很少有人接触到虚空。不过2个人一起行动是更危险还是更安全，这个还没有定论。好消息是虚空的空间是往外扩散的，只要他们不乱动，生存空间不会受到挤压。坏消息是通往外界的路似乎只有那些裂隙。更坏的消息是，除了他们2人，其他队友都不见了。校长，快想办法！别催了，正在想呢。很显然，虚空裂隙是唯一的出路。要不你试着骗过我，我们再把那头巨兽骗出来试试。到底你是混子还是我是混子？这就放弃了？你不会想着等他们来找我们吧？警醒吧，只有虚无的信徒才能行走于虚空，他们早就死了，你明知道这一点，不是吗？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强者才配活着。强者？你强在哪？最强王者？我强在渴望，强在执着，强在不服输。只有变强，才能愈发靠近他们，才能研究他们，才能变成他们。你想想吧，斗神之路，多么明显的暗示！理智协会果然都是疯子。不，疯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我们不过是诸神的玩物，你甘心当个玩物吗？苏成，我很看好你，与其苟活在诸神的游戏里，不如加入我们吧。或许在未来，你也将与我一样，坐上那些神座，俯瞰众生。服了，怎么什么组织都想邀请我？你想知道我体内的神性是如何被封藏的吗？答案就在那虚空裂隙之中。你想骗我去试探裂缝的危险性？哼！你觉得可能吗？信不信由你。那个繁荣的神血，他手里有一件非常像半神器的东西，他用那东西划开了虚空，然后将我们和神性一起丢了进去。在虚空裂隙的角膜下，神性被挤入了我们的身体。你不如变得再假一点，哪怕我没有欺骗大师，都能听出你话里的破绽。虚空容纳一切，为何神性不会直接溢散到虚空之中，而是挤入了你的体内？哼！说出来你自己信吗？我只是陈述事实，至于你信不信，又不关我事。他喜欢在虚空中游走，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为了接近存在，还是为了他自己的恶趣味，总之，他关注着虚空里的一切。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现在正在看着我们？苏成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只要张益达敢于走进虚空裂隙，就能跟苏成一样，也可以在体内封藏起一份神性。张益达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这不是一场骗局，而是一场阳谋，针对自己这个想要登上神座的玩家的阳谋。思虑再三之下，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因为神性的诱惑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接着，张益达起身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虚空裂隙。1700分的博士学者，又若仇富不深，对信仰游戏并不抵触，甚至有些热爱的王一超，少一脑壳也不影响大局。自己一招的工具已经丢了，如今最靠谱的方法也只有赵钱的火攻可以一试了。自己心脏上面还有几块特殊材料也可以一试，不过现在没有母尸，很难再取出来后保证生命，还是先跟他商量一下吧。那个赵钱，你对不起，告宇，为了人类希望与未来，我必须活着。如果火焰能够在裂隙中张开一个圆圈，抵挡住虚空的侵蚀，或许可以趁机钻过去试试，但这仍需要一个人去验证，而这个人就是高宇。就在刚刚，崔顶天收到了腐朽的谕令，让繁荣的信徒拥抱腐朽，而奖励是帮他抑制住繁荣的诅咒。正如苏成所说，5天之后，如果找不到抑制诅咒的办法，他就要玩完。如果有人一定要腐朽，就让老爷子来吧。做人要顶天立地，这是我爹教我的，也是我教给秋实的。都到这个年纪，可不能给崔家丢人。我还不能走，我要是过去了，小姑娘怎么办？你醒了，别慌，我刚刚试过了，我的皮肤似乎可以抵挡侵蚀，我把你包住，就能一起出去。谢谢。豪姨的话发自内心的真诚，因为他刚刚只是装睡，同时他也收到了繁荣的谕令，杀死那个弃世者。豪姨杀过人，还杀过不少，最终他将决定权留给了老头。显然，他果然是个好人，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苏成，好久不见。苏成，好久不见。只是一转身的时间，怎么就好久不见了？你还是这么谨慎，不应该说你从这时就已经这么谨慎了，真是让人感慨啊！怎么害怕我看出你那枚超越半神器的戒指？啊，你在说什么？好了，不用演了，我很了解你，至少比现在的你要了解你，而且我的时间也有限，让我们赶紧结束这一切，然后再也不见吧。S 级天赋永恒牢狱，苏成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张益达会有时间点。我从未想过他们口中的那个人真的是你，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让你走到了那样的高度？难道是这枚有死亡刻印的戒指？看来你已经收集了足够的恐惧能量，可为什么不用呢？是下不去手吗？心中那可怜又可悲的伪善还在劝告你做个好人。哦，对了，
你好像没把自己当人。真是有趣，因你而死的，为你而死的，被你杀死的人不计其数。难道所有死去的人都是你眼中的坏人？事到至此，为什么还要分好坏？哦，我记起来了，你似乎也不把他们当人。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下手呢？荒谬的说辞，不过是你无聊的借口罢了。我居然杀死了苏城，可谁又会相信呢？不好意思，我好像不记得你了，能自我介绍一下吗？赵钱没有回答，他只觉得眼前的张益达是如此的陌生与诡异。高宇没死，张益达你不必如此。高宇，这个孩子没有印象，我问的是你，你是谁？你不是张益达，你到底是谁？我当然是张益达，主想包换的张益达。难道你一直在隐藏实力？不对，你不是现在的张益达，怎么可能？记忆的力量不溯及过去的试炼，这是公式，也是规则。没什么不可能，只是一中过我这个天赋，如今还没有被放进学资里而已。这可是为数不多的从神级天赋。好了，愉悦的分享时光就此结束了。既然你猜到了我的身份，就麻烦你帮我保守秘密吧，我也会替你们的身份保密的。如果你来自未来，可不可以告诉我，未来的世界还有希望吗？希望？超神的希望，还是让世界回到诸神降临之前的希望？有意义吗？原来你是位助神者，不用隐瞒了，我知晓你们的存在。借位余神，奋助新国。谁能想到喊出这热血口号背后的人，又是一群冷峻的疯子呢？你们的造神计划差点就流产了，可惜你已经参与不了这伟大的壮举了。我需要一具尸体，所以还请助生者先生能够自杀一下。借位余神，奋助新国，为了人类的延续，为了新的国度，再讲这个世界。此时苏城头痛欲裂，即使再痛，他都没有敢动一下。他不知道张益达是否还在身边，不确定周围是否安全。但玉只是他的伪装，他这次是死亡的信徒，守墓人，他的技能是替死，虽然复活了，但是还欠死亡一个祭品，也就是一命换一命。这也导致守墓人是杀人最多的职业。醒了就赶快起来吧，我们暂时安全了。你可真行，你知道这12个小时没有牧师的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吗？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和崔老进入虚空后，发现没有出去，而是遇见了躺在地上的你和高宇，而赵钱已经死了，只剩一滩灰烬。之后又施了其他虚空裂隙，最终脱离了虚空，掉入这片冰原之上。这期间又遇到了张益达。张益达？是不是他杀死了赵钱？我不知道，他的状况也不好，浑身上下都被冻僵了，差点就死在冰原上。高宇已经醒了，但你一直在昏迷，最后还是张益达偷偷拿出了一颗药，才把你救了回来。他救了我？哪来的药？当初你印制的那一路幽乎回光，还记得吗？他在抢药的时候特意收集一些，存在了身上。什么？他杀了我，又救了我，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崔老爷子的皮？是的，帐篷很小，容纳不了很多人，他们在外面。该你们值守了，快把这粒要死不死的搬出去。哟，原来我们队里还有位牧师啊，真是幸运啊！此时张益达眼里没有一丝杀过苏城的惭愧与不安，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醒城，你醒了。哎，可惜了，5天之后你就和老爷子一样。哎，你还这么年轻，怎么救？老爷子别担心，其实我体内的繁荣神性可以保我。繁荣神性是假，真正保住他的是守墓人的被动，让他复活了。幽乎回光不过只是恢复了他的精神力量而已。5天之后他并不大碍。那真是太好了。别磨蹭了，赶紧给我们治疗，我要冻僵了。哎呀，不行了，消耗太大，我要晕了。
我知道你很虚弱，但每个人都很虚弱，所以这套没用。想要活下去，我们就要温溜至少。漫天的寒风肆意的吹着，温度还在持续下降。帐篷的空间有限，留下陶怡和苏成在外面值守。苏成，你到底是谁的信徒？黛玉呀，我之前不是说过吗？你体内根本就没有繁荣之力，我看得出来，不能怀孕也只是借口，对吧？你说的没错，其实我是死亡的信徒，守墓人。我可以相信你吗？50%，在我没有骗你的情况下，你可以相信我。你应该也知道张益达是鬼术大师对吧？所以那时候你没有治他的食物。虽然我不知道你和赵钱发生了什么，但肯定和张益达有关，对吧？我可以相信你吗？可以，50%。我想让你等会听到声响的时候，带着老爷子出来，我有东西要给他。喂，大将，到时间了，你是准备在里面安家了吗？大将，未来的我到底走到了什么高度？能跟我继续说说吗？苏成，你被冻傻了吗？什么未来的你？你在说些什么？反正你也不准备回去了，既然如此，不如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我认为自己表演得很完美，你到底什么时候发现的？以前的大将对体内神性非常的狂热，但之前接触的时候，他居然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但他不会把怀疑的理由说出来，他要出口气。没看出来，不过现在看出来了，我就随口炸了一下，没想到被我猜对了。果然，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你觉得我杀了你一次，就不敢杀你第二次？你不敢，你费尽心思从未来回溯到现在，消耗很大吧？大到没有第二次机会，可你花费这么高的代价，不会就是为了捉弄我一番吧？你背后应该有人指使你不得不这样做，对吧？以你施展的时间和记忆之力来看，难道是记忆之神，还是时间？可你该如何交差呢？哦，对了，消失的赵钱，你觉得你能骗过神？哦，我知道了，指使你的不是存在的神明，而是玩家，对吗？从你对神性的痴迷，不难看出，未来的你们已经能够掌握神性了。我在未来到底是惹了谁，要让你大老远的回来除掉我？可未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并不是在同一平行时间上，干掉现在的我，对未来的我没有任何影响，存在的已然存在，不过是抽掉记忆中万千平行时间中的一个我，这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这样做能让你背后的那群人消消气？但是赵钱的体型和我并不符合，所以我能想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根本不在乎他们会不会识破，因为无论识破与否，你都是安全的，你根本没打算回去。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居然把现在的自己骗去送死。很遗憾，你猜错了，我已告诉他一切，是他自己要去的。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难道你喜欢我？你就是一坨屎，最好不要让我第二次遇到你。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你接受了那群人的委托，回溯至今却没有杀我，此为一诈。你将现在的自己骗去未来，并用赵钱的尸体替代我，此为第二诈。你企图骗过这场试炼中的玩家，以未来的张一达代替现在的张一达活下去，此为第三诈。你想将这一场精彩的表演敬献给我们的恩主，你想得到他的召见与宠幸，对吧？精彩啊精彩！以前的张一达也并不傻。虽然赵钱的体型并不和我相符，但恩主在看到你这场精彩的表演后，一定会出手帮他骗过那群人。你甚至敢藐视这枚由死亡亲手馈赠的戒指，也不敢杀掉欺诈的信徒，不是因为我足够重要，而是因为你怕这场今天的骗局出现了瑕疵，让恩主对你失去了兴趣。你远比我厉害，苏成，他说的没错，你确实很讨厌。不过你猜到了又如何？我对恩主的这场表演已经尽献完成，我已经得到了他的庇佑。他已经承认了你的身份？快了，在试炼结束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我。我终于可以摆脱那群人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选赵钱？只能说他运气不好，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便自杀了。张益达没撒谎，赵钱确实是自杀的，他也没继续问。他知道在张益达嘴里讨不到好处，不过倒是能从张益达的身上讨到些好处。自己从鬼门关走一趟的账，必须得讨回来。我需要些东西，赔给我。今天我可以不杀你。少王，我把你刚刚那句话还给你，你不敢。苏成确实不敢。如果恩主很欣赏张益达的这场表演，现在杀了他，毫无疑问会败坏他的兴致。有些杀己之仇不是那么容易报，不然也不会有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句话。可苏成不是君子。除了神，他忍不了别人。你觉得我拿你没办法？继续，我听着。苏成再也忍不了，他准备一把撕开了自己的嘴，
鱼戏之唇，这张骗人的嘴，他每次想扯下的时候，换来的都是惊天动地的记忆。至于今，既然自己要死，自然也就不怕什么。你疯了，你自己也会死的！住手，苏成，你他妈住手！你到底给不给？你他妈就是个疯子！给我给，你要什么？我给你就是了。疯子，你还是疯子？说，快说，你要什么？只要不是我的命，都给你。繁荣神性，我体内的繁荣神性，取出来给老头。就为了一个要死的老头，你差点杀了我！你连你自己的命都不要，就他妈为了一个要死的老头！苏成，我没骂。你为什么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老头？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等了多久？我筹谋了这么久，赚进了这么多，差点没你因为一个该死的老头全车给毁了。你他妈到底是为了什么？张一达崩溃了，他觉得这个世界疯了。一个在未来走向灯神之路的苏成，居然为了一个一面之缘的老头，差点放弃了自己的命。苏成无力地躺在地上，突然想起了自己家里那个和崔顶天一样的老头，眼中溢出怀念的泪水。因为我从不骗人。苏成丢弃了老头教他的一切高尚品德，扮演着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在这个非人非鬼的世道里孤独的苟活。但他仍敬佩那些秉行着人类道德底线、默默无闻行走在试炼之中的人。这种人很少见到，崔顶天一定算是其中一个。自己之前答应过要给老爷子繁荣神性。你是不是有病？你体内根本就没有封藏神性，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吗？我上哪里去给你找繁荣的神性？如果是以前的张一达，我不会要，但是未来的你肯定有办法。说着，他再次动手，摸到了自己的脸边，这一下把张一达整个人吓了一大跳。他真的怕了，跟一个疯子根本没法讲道理。你他妈就是个疯子，不，你他妈就是个傻逼，不知所谓的傻逼。张一达将手伸向了自己的胸口，掏出了一捧翠绿光芒的繁荣神性。苏成笑了。未来的玩家已经能够掌握神性，以张一达的性格，一定收集了非常多的神性。这是一场必胜的博弈。此时，陶一带着老爷子一行人冲了过来。苏成怕张一达反悔，更怕他狗急跳墙。好在张一达看到老头之后，将繁荣神性注入了他的体内。如果张一达在他精疲力尽的时候反悔，除了给自己一发守墓人的被动，已经没有任何后手。他真的不敢笃定张一达会不会不顾自己这个瑕疵，杀掉自己。苏成再也没有力气支撑下去，眼皮一松，整个人昏了过去。你终于醒了。感觉如何？苏成没有吭声，偷偷看了看戒指，还在。崔老呢？我怎么没看到老爷子？快回答我，老爷子呢？他走了，已经离开试炼了。他本可以拿了这些神性走人，但他最后还是把这些神性重新塞回了你的体内。崔老的手法很粗暴，我又重新帮你整理了一下。张一达眼神阴沉不定，谁会拼死为别人赚好处呢？可如果是为自己的话，就合理多了。如此算计人心的城府，让他感到微微后怕。苏成自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只是觉得崔老爷子崔顶天无愧于顶天之名。这是什么？从苏成体内取出的繁荣神性，他说要给你，我帮他取了出来。老爷子没想到苏成之前答应他的话，竟然真的做到了。可他明明只是想换取一丝，但苏成竟然全都给他了。你能掌握神性？我可没那个本事，这完全是因为他体内的神性非常的稳定。我之前有这方面的研究，想着就试一下，没想到成功了。如此珍贵的繁荣神性，老爷子不能要，他还年轻，比我这个糟老头子还有更远的路要走。老爷子将体内的繁荣神性逼了出来，强行塞入了苏成的体内。因为之前听苏成说过，繁荣神性5天之后也能保住苏成的命，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他干不出来。疯子，都是这一群疯子！老爷子，你不打算给自己留一丝吗？5天之后，你的气势诅咒怎么办？要是因为少了这一丝神性，没能挽救他，我崔顶天岂不是成了罪人了？我们崔家世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这句话我践行了一辈子，不能给崔家丢人，也不能给秋实丢人。秋实啊，做人啊，一定……陈儿，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守信，在外面可不能骗人，知道了吗？知道了，你都说了好多遍了。那个，我很好奇，刚刚外面发生了什么？可以给我讲讲吗？啊，妹妹，你真以为我是个舔狗呢？趁我没洗刷信，赶紧滚蛋吧！真他妈的晦气！还没等张一达反应过来，一柄巨大带有死亡气息的兵刃
从天而降，并锁定了他。被锁定的张益达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得无法动弹。他企图用时间之力控制住杀气，似乎真的聚焦。正当他高兴之余，一股浓郁的死亡气息猛然炸开。消失的世界挑战成功，玩家苏成表现评分 S 级，获得道具无愧假面、惊恐假面、见证假面、抉择假面、灯神之路加16，觐见之题加0。当前灯神之路得分2141，全球排名451988。当前觐见之梯得分164，命途排名60。现实，未知省市某民房内，一个老头正在擦拭一个玩具。房间不大，但生活气息很浓。崔老爷子其实很早就有开启寻人祈愿的想法，但寻人祈愿难度非常高，一般都是凶多吉少，所以他一直没开启。但这次不一样，因为他再没有时间去等待，他的生命只剩下一。祈愿试炼已开启，任务目标寻找失散的儿子秋实。如果要问他因为没有留一丝繁荣神性而后悔吗？他的答案是后悔。可如果有再选一次的机会，老爷子还是选择后悔。他爹给他取名叫崔顶天，就是要他堂堂正正的活着，顶天立地的做人。你故意不接我电话是吧，小易？你变心了？没有呀，我正好在施肥，没来得及。是吗？我对你的狡辩表示怀疑，不过看在我心情好的份上，饶过你这一次。哦，发生了什么让你这么开心？今天撞上了那个疯子，你还真别说，人家虽然疯，但是真大方啊。我们4个瓜分了一点点神性碎片，算是小有所得。真巧，我今天也找到了一些神性，而且我用你说的方法把这些神性当肥料撒下去了。哦，有溜吗？暂时看起来还没有。我只是偶然翻了翻你制之塔的生物实验记录，靠不靠谱也没准。话说，你送我的那件东西我用掉了，但奇怪的是，我在使用的时候突然爆发出了本不属于利刃的强大死亡气息。哦，有意思，看来那人应该是冒犯了他，以至于他亲自出手。不是留给你保密用的吗？是遇到困难了吗？你猜我得到的神性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个有很意思的人，而且还是未来的大人物，也算顺手帮他除了一个后患。更有意思的是，他说他见过你，一个叫苏成的人。哦，没听说过，你确定？不确定，毕竟他是一个小丑。他的话只能信50%。小雨啊，今天怎么放学这么早？我这就抽了一根，真的正好让你碰见了。爸，你就少抽2根吧。我一般都不抽，还不是因为你妈。我咋又咋？我又干啥了？惹得你老高心烦意乱，只能抽烟。妈，今天晚上吃什么？气都气饱了，还吃个屁！你小声点，小林在屋里休息，别把他吵醒了。你试炼结束了吗？让我来帮你吧。小姑娘非常熟练的从心脏旁边取出了一颗纽扣。这次就是谁的故事？这次不是故事，而是未来的预言。这不是玩笑，看来你不太相信我。好了，既然如此，我给你一个去死的理由好吗？知道我是如何知晓了你们传火者的吗？在第一次觐见大会上，有位驯兽师为了讨得男主的欢心，将自己拒绝了传火者的故事分享了出来，然后这位可怜的驯兽师就被苏成给杀掉了。不用惊讶，你没听错，就是躺在你眼前的这位苏成，他没有死，我不想杀他，也杀不了他。他当时杀掉那位驯兽师非常果决，就好像他本人同样是传火者一样，可惜他不是传火者。他告诉我们，传火者不被诸神知晓，是因为庵主在帮忙隐瞒。当时的我也很震惊，但从那时以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叮嘱自己一定要忘记自己听到的一切，因为暴露你们会让他变得不悦。他看中了你们，不，或许应该说，他看中一场即将开幕的演出。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今天不带一具尸体回去，苏成会被派我回溯回来的那群人继续追杀。可如果他真的死了，你们传火者的结局显而易见。怎么样？这个理由足够吗？小姑娘一成不变的眼神里并没有震惊，但她的肢体反应还是暴露了她几乎被震撼宕机的事实。历史之所以会被后人知晓，是因为它总会有虔诚的记录者。看来是个坏消息。哼。可惜了，我就知道他死不了，而且还特么带回来一个传火者。靠，就不该接这些烂摊子，这还怎么玩？一个被猎的猎人，一个撒谎的骗子，一个老成的小孩，一个赤诚的老人，外加一个看上去简单又单纯的明星。试炼目标是存活3天，从一滴水到坠落，最后凝固成冰。湮灭不仅仅只是湮灭，它无时无刻都在发生。苏成之所以想要帮崔老爷子，是因为他在老爷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家那个老头的身影。
最让他在意的还是来自未来的张益达，他似乎被未来的一群玩家回溯至今来追杀自己，但那群人失算了，他们没想到张益达有自己的逃跑计划。他如此想摆脱那群人，苏成不得不猜测是理智协会的那群疯子。在苏成看来，张益达这次精心筹谋的精彩表演似乎成功了，他得到了恩主的庇佑，骗过了那群人，也骗过了这次试炼中的人，在恩主的庇佑下，成为了现在的张益达。但苏成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张益达身上的时间之力是怎么来的？如果说记忆之力是从他背后指示的那群人借来的，那时间呢？难道也是借来的？还是说能完全掌握神性？很显然不是。张益达对时间之力的运用非常熟练，仿佛自己就是一个时间的信徒。但他现在也没有心思去想，因为现在最要命的是，自己这场试炼的进阶之梯居然得了0分。老板啊，我就是顺带要了点东西，虽然最后落在了自己身上，但天地良心，这真是给别人要的。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也得到了验证，他本想保留戒指的充能，看能不能带出试炼，很显然不行。一共收集了5发，就用了2发，4舍5入，简直倒亏1个亿。早知道就应该把张益达那狗日的给劈死！靠，又来，我又没动手，想想都不行。视野陷入黑暗，等他再次睁开眼，依旧是那片熟悉的星空。完了，被老板约谈了。苏成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必须先发制人，不对，是先发制神。赞美伟大的欺诈之神，非常荣幸再次得您召见，您最卑微、最虔诚的信徒向您问安。靠，不会真生气了吧？我可没惹他呀！哈，不会真生气了，我可没惹他呀。苏成没想到自己的心声就这么被广播了出来，他赶紧开始在心里默念赞美词，可虚空中回响的并不是他表层的赞美，而是更深层的意识。你特么玩阴的是吧？不带这么玩的，你特么玩阴的。恩主大人，您听我狡辩啊，是听我解释。在我们的文明里，妈妈就是母亲，而母亲代表着和蔼温柔、伟大宽容。所以我的意思是，您庇佑着我们，正如母亲照顾幼子一般，让人感念这无上的恩德。有用吗？他不会生气了吧？有用吗？他不会生气了吧？别播了，别逼我，求你！你再播，我要告你侵权了！你再播，我要告你侵权！您倒是说句话，我这汗流的快脱水了。喂，您在听吗？哦，你这是在害怕吗？有趣，为什么？怕死！请容我实话实说，您这样的行为很不欺诈。你这是在质疑我？这怎么能说质疑呢？这是发自您最虔诚的信徒心中的最诚挚的建议。是我就是在质疑你，我就是在质疑你，我特么的，赶紧毁灭吧！看来你又一次把我当成了你的母亲。我错了，您罚吧，随您怎么罚。在感受到他从我这里偷走了一丝权柄之后，我确实很生气，但我不会因此而惩罚于你。啊？什么？卧槽！发生了什么？谁窃取了欺诈的权柄？死亡？什么时候？没有指引给你。不过你对死亡的理解很新鲜，遗忘似乎并不是真正的死亡，但比死亡更加接近死亡。你给了我新的启发，我很满意。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的二五仔了？帮兼职老板爆破自己老板的小金库，这篓子是不是捅得太大了点？这么大的锅我能背得住吗？不用那么紧张，我说了不会惩罚你。是，您大人有大量，我只是想要在那位大人面前宣扬您的盛名，谁能想到他居然敢……哥，怎么不继续说了？你连我都敢骂？那可是死亡啊！我骂您，您能当乐子看；我骂他，我怕自己被他坐到屁股底下去。其实我去，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相反，你做得很不错，因为你的撬动，他们终于生出了一些别的心思。啥心思？我撬动啥了？虽然我失去了一些权柄，但是记忆失去的更多。什么？记忆也被偷了，而且更惨。他很生气，所以你应该也感受到了，对吧？原来记忆将张益达送回来，就是为了发泄权柄丢失的愤怒。靠，原来是这样。可自己明明毫无反抗之力，他怎么不直接动手？哦，对了，有恩主大人，感谢您的庇佑，您真正如母亲一样爱护着您虔诚的信徒。一想到你的这番话是谎言，我既欣慰又遗憾。说起来，我并没有阻止他的行动，是光约制止了他。这个东西似乎不能让你知道哈。算了，你就当没听见吧。再次感谢恩主大人的庇佑。我说过，我并未阻止他。那一定是恩主大人有自己的考量。作为您的信徒，在您的指引下，我已经平安度过了这一劫。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嘴贫了？是吗？大概是被传染了。如果记忆已经在未来借给了他的信徒一些力量，那是不是意味着玩家们的未来已经确定和存在了？
不过你说的不错，他能出手，我自然也会。再次感谢恩主大人的庇护。我有个问题，在我们虚无的眼里，过去和未来代表着什么？在我看来，过去才是未来，而未来才是过去。在他看来，过去或许从来都没有未来，而当命运写下句点的时候，未来已经成了过去。啊，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完全听不懂。那个，我想问一下，张益达现在怎么样了？哦，张益达是谁？不认识。张益达如此精心的设计，欺骗了过去和未来两条线的玩家，只为进线给他一场盛大的欺诈表演，祈求他的注视。而他甚至连张益达是谁都不知道。或许他知道那是他的信徒，但他从未注视过这么一个人。这么看来，自己确实是被偏爱的那个。可即使如此，仍带着一丝说不上来的悲哀。这让苏成又悟了一个道理：人类自以为是的虔诚，在神明的眼中或许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请问恩主大人，那你知道张益达他成功了吗？好像2个都死了。啊？他的表演勉强算得上精彩，但未经彩排的演出里总会出现一些多余的设计。他不该基于死亡的赐予，哪怕他后面发现了这一点，便将戒指还给了你。但是那个老骨头很小气，于是我那位可怜的信徒受到了惩戒，不过也算作替你还清了祭品。我早该看你们一眼，没想到这件事里除了死亡之外，居然还有他的影子。啊，又牵扯到哪个神明了？咋？难道要打麻将吗？我能知道是哪位吗？你见远了，不过今天心情不错，他也就是你口里的那个子。不说了，我要去嘲笑他了。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说出来让我开导你一下。好不容易跟婷婷确定了关系，连空间都打通了，结果他根本就不爱我，他是为了把我骗过去杀掉。他爱的是他的信仰，他是个骗子，大骗子，他亵渎了纯洁的爱情。啊，不是，你等等，你们才认识3天吧，这就住到一块去了？徐璐舔了3个月都没舔下来，这个范婷婷3天就舔到一块去了，所以你杀了他？我没有杀他，我只是净化了我的爱情。啊，对对对，爱情不容亵渎，污点必须清除。那我冒昧问下，他的尸体还在吗？你想干嘛？我最近热爱研究死灵术法，能不能借用一下？难道你是死灵法师？对呀，作为补偿，就算是还一瓶药。成交，但我给你换一具其他人的尸体。范婷婷，我需要留下来祭奠我们的爱情。苏成准备联系一下王座之上的那位尊贵的大人，兼职公司的老板，也是老板，总要汇报一下工作。说话，快说话！我要回去了，他在等我。尊敬的大人，我又完成了一次特殊试炼，得益于您伟大的创造，我侥幸活了下来。我由衷的赞美您，乐乐尔也成功的为您当了一次牛马。您虔诚的员工苏成。苏成打死也不敢用信徒2字，于是想来想去，憋了个员工出来。老骨头，你的凳子还是这么硌得慌啊！你来干什么？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你偷了我的东西，我自然要来找你算账。哦，对不起，你没有脸。抢夺的是他的权柄，你的权柄是自己送来的。哎呀，别说出来嘛，我不要面子的吗？拿着你的权柄离开。那不行，要是让季乙知道我一点东西都没损失，他不得恨死我。与我无关。你少跟我装，你这坑蒙拐骗的老骨头，想拐走我的辛苦，你还从他身上受到了启发，吸取了记忆的权柄。如今我可爱的信徒被他为难了，你就不准备补偿一下？你想要什么？就等你这句话，我看他不爽好久了。不如我们俩联手把他杀了，如何？切，真没意思。又到了每月灯神之路的月末结算的时间了。以苏成2100分的阶段，刷出 S 级天赋及道具的概率很小，越是靠近2400，概率才越高。苏成看着眼前这些鸡肋的奖励，陷入了沉思。奖励只能选一个，于是他随手选了一个脚趾，虽然奇怪，但至少能吃。至于为什么不选天赋，是因为他现在技能栏已经满了，在没有刷到 SS 级天赋之前，他没有替换的打算。送到了，送到了，我要回去了，他在等我，再见，再见了。怎么说呢？就很想跳槽，有没有在不被老板发现的情况下，跳槽到其他福利更好的公司去，且合法合规的方法，在线等，挺急的。特殊试炼，命运，谁应得到救赎已开启，正在为你匹配队友，
试炼目标，一切有关神明的预言，都是弱小生命企图对他的攀附。限时3天。你们大人骂家骂不过，来欺负我一个小孩子是吧？恍如昨日，吃效今朝。上次我欺骗了腐朽的信徒，所以这次我就是腐朽的信徒。怎么又是旅店？不会又回到永战镇了吧？多么美妙的开局呀！戒指被自己吓到充能，这下好了，起码自杀能100%成功了。客人你好，您休息好了吗？你是？客人你好，欢迎来到远木镇，我是您的个人观光助理，我叫沙曼。你昨晚休息的还好吗？还行。其他人呢？其他人？您是说您的带队导游吗？您别担心，接下来的几天都将由我来为您服务，等到日期临近的时候，会再有人来接您回去。带队导游？这个镇子还是旅游景点？苏成来到大厅，发现其他人也走了出来，众人对视一眼，纷纷意识到彼此就是这局试炼的队友，而他们的身后也跟着如同沙曼一样的贴身助理，有男有女。一位身穿西装的中年女性颇有气势的挥了挥手，示意身后跟着的帅哥不要跟进。男助理就会意回到了房间，众人见状有学有样，纷纷劝退了身后的人。那位助理实未见识，小镇对我们这些外来的旅人未免太过热情。我从房间内那位小帅哥的口里套出了话，这里的人们不信仰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位他们信仰的是一位叫做永恒之日的真神。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并未找到这位真神的神明，而他也不是任何一个命途的从神。自我介绍下，李伯拉，存在，猎人，2216。哟，对家呀，幸会。既然虚无的战士2076分。坏了，又遇到同行了。这种混子摆烂的气息，苏成再熟悉不过。因为欺诈都是喜欢伪装成别家的信徒，尤其是命运，导致这个命途似乎从来都只有一个神明。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只要有人说自己是虚无，甭管他是不是命运，直接当他是就好了。开局就2个混子，这还怎么玩？你是今日勇士，既然也没否认，命运代表着随机，而今日勇士能不能成为勇士，全看头子的点数。当点数为1，将失去全部神力，毫无用处；但当点数为满点时，那时的他们将成为带飞队友的大佬，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队友崇拜的目光。已经投过了吧？今日有否？既然2076分，命运之头应该是14面，如果投到了12，就可以当大腿；投到14，让自己叫声带爹也不是不能接受。可没想到，居然真的应声了。13点。苏成目光一凝，发现他竟然没有说谎。靠，兄弟，你今天不会接到什么奇怪的谕令吧？不错啊，跟我打一架，我正好缺个对手。秦朝歌，风暴之嗓2190。解码儿，你这肱二头肌这么壮，居然是个辅助吗？自己给自己上强化 buff 开团是吧？我可以给你当沙包，但我不会动手，而且前提是队里得有个牧师。这不巧了吗？能让命运的信徒挨一顿毒打，我还是很乐意的。苏成。沉沦牧师2401分。当苏成用恍如昨日替换自己信仰时，除了腐朽、像繁荣、真理、战争，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失败了。这说明在上一次试炼里，除了老头被骗了，其他人都知道他是小丑。既然显然没想到苏成能是个牧师，既然无辜的眨了眨眼，然后就认命了。来吧，速战速决，但是说好了，别打脸，也不能打老二。你确定你是歌者？怎么，帅哥，要不要也给你来点带劲的？你要是想唱歌，我可以听一段；可你要是单纯的想干架，就免了吧。最后一位女士一直安静站在一旁看着大家，十分优雅的开口道：“胡旋，生命贤者2433。哟，原来不是浴海里泡过澡的人啊！啧，很少见你们待遇这么放得开。哼。”原来是自然教派。自然教派开始以生命的玩家为主的守正派系，可随着其他命途的加入，自然教派的理念也在慢慢偏移，发生变化。其性质慢慢与理智协会一样，都是为了成神。感孕生命，演育自然，作为他的信徒，回归自然本质是唯一且正确的道路，不是吗？所以你管这个叫做自然？来，我来带你感受自然。你觉得我会怕你不成？秦朝歌冷笑一声，一把握住了面前柔软的小手。愿愤怒消融，愿分歧弥合，愿你我同心，放轻松。他在注视你。卧槽，你做了什么？看，这是我们的孩子。不是，这就当上爹了？这么刺激的吗？这算不算是育刑结束了？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自然。
算了算了，你这都怀了一个了，我就不给你添累赘了。所有人都在看乐子，只有秦朝哥脸色阴沉，跟吃了屎一样难受。这位生命贤者明显比其他人要更强，至少苏城还从没听说过碰下手就能怀孕的。好了，介绍也介绍了，爱情结晶也见证了，我们该干点正事了。所以，请问风暴之嫂小姐，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说最后一位队友在哪儿了吗？他已经死了，就在我房间的隔壁。死了？什么情况？不错，在我醒来之前他就死了。不是，一个队友死在了你隔壁，你还能搁这跟我们热情似火？姐们儿，你心是真大，不过也是，心要是不大，也不能跟刚见面的美女生孩子。猎人大姐也是有点猛啊，怎么看出来的？就是他，沉默的信徒。大姐，你是真的心大，我没记错的话，沉默和战争是敌对吧？你就不怕大家怀疑你吗？不是我杀的，我醒来之后听到隔壁没有动静，于是我从窗外翻了进来想确认一下，然后就看到了他的尸体。门外的助理听到动静推门进来查看，我怕惊动别人，就把他杀了。男性，40、50岁之间，手有弓箭，肩有弦痕，是个老猎，伤口在前胸。按照痕迹来看，应该是自己用右手反握匕首戳进了心脏，下手很果断，没有任何犹豫，位置也很精准，符合沉默者的一贯风格。但是他不是自杀。李伯拉话音刚落，屋中所有人都看向秦朝哥，气氛一时紧张起来。他提前认罪，或许就是为了跟所有人打一个反心态。秦朝哥听了这话，脸色阴沉，死死盯着李伯拉。理由：凶手伪造现场太过匆忙，以至于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位沉默信徒的左手弓箭显然要比右手厚，左臂也比右臂稍粗，这都说明他是一位左撇子。我想不出一位左撇子猎人为何要用右手指导自己。他的胸襟地板都是喷射状血液，唯独右手内侧没有。他的右手有按压血印，尸骨亦有断裂，显然是死后被强行掰折的。所以这是一场极其失败的伪造。那现在怎么办？你们不觉得这个小镇很怪吗？只是几个普通的旅人，居然每个人都安排一位观光助理，什么样的景色需要如此贴身的照顾？我在这些观光助理的身上感受到了他的力量。你说的是淡玉之力？对，淡玉。难道永恒之日是他的令使？我并不知晓他的名，但我们可以去寻找，感知他，了解他，认识他，这才是自然之道。所以我建议就此离开，去镇上转转。呵，尸体呢？就这么放着？有何不可？他们都是自杀，不是吗？愿苦痛逝去，愿迷惘不在，愿你我重逢。放轻松，他在注视你。就在其他人目瞪口呆，不知他在干嘛的时候，肚子明显又大了一圈。看，生命的延续。一个混子，一个莽夫，一个疯子，这可有的玩了。苏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沙曼很乖巧，他本分地站在房间门口，甚至连凳子都没坐，静静地等待着苏城回来。你回来了。苏城见他这般老实模样，心里突然有了算计。沙曼小姐，在我的故乡，新认识的朋友之间往往会玩一场游戏来加速友谊的升温。虽然我们才刚刚认识，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不说话的话，我就当美丽的小姐接受了我的游戏邀请喽。这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每个人轮流问一个问题，如果被提问者选择真心话，那么他就不能撒谎；如果被提问者选择大冒险，那他就必须听从提问人的要求做一件事。注意哦，是任何事哦。鉴于美丽的小姐是第一次玩，那么提问的优先权就由你来吧。客人，你来自哪里？坎里瓦尔，遥远的北方，一个被风雪覆盖的地方。啊，我从未听说过那里。是吗？世界很大，也很有趣，不是吗？苏城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沙曼小臂上细嫩的肌肤。沙曼只觉得自己的小臂酥酥麻麻的，如同被微弱的电流折了一下。苏城也不是在故意占便宜，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刻意让这个害羞的小羊羔感受到色狼的侵略性。如此一来，或许他就会有所忌惮，不去选择可能有危险的大冒险。苏城的目的是想从他口中打探消息。你来我身边的目的是什么？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沙曼本就羞红的脸色更红。我想选大冒险。好，这么玩是吧？满足你。我的要求是，请如实回答刚才的问题。你来我身边的目的是什么？别晃了，眼花。客人，你无需这么提防我。沙曼只是一位观光助理，并不会伤害你。那么我更好奇了，远木镇有什么样的景色，需要每位旅人都要配一位观光助理呢？导游没跟你说过吗？导游？收了我的钱，把我带到这里，然后就跑了，所以我一无所知。
他们太贪财了。不过客人您放心，远木镇并不是什么危险的地方，这里永远欢迎旅人，尤其是您这种来自地表的绅士。所以，能请美丽的沙曼小姐为我介绍下这座充满了异域风光的小镇吗？抱歉，客人，远木镇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小镇，这里并没有什么迷人的风光，但是这里，有迷人的人。大咪，原来客人不喜欢沙曼。您如果不喜欢沙曼，可以去镇上的旅人事务所申请换一位观光助理，我就不打扰您了。好听吗？呵，真没劲，你不会喜欢男人吧？来。靠，还好只是2楼。你有病？有病的不应该是你吗？找我干嘛？命运的信徒在睡大觉，存在的信徒跑没影。淡玉，算了，我看就你一个靠谱的，我们组队一起去找线索。你打了我一拳，还想跟我组队？你就不怕我找机会报复你？要不是因为你是个牧师，我都不一定看得上你。合着我还得谢谢你呗。我们去哪？旅人事务局，我打听过了，在那里可以换一个观光助理。你的助理呢？他想对我动手动脚的，被我杀了。大量的旅客来此的确不是为了观景，而是为了消遣。在这个小镇上，你可以享受到如同皇帝一般的服务。远木镇衷心的欢迎每一位旅人，甚至为每一个旅人都配上了一位貌美的观光助理，帮助其更好的享受旅途。但这些享受不是没有代价的，在离开远木镇的那一天，必须为小镇留下一个孩子。是的，他们要一个孩子，孩子从怀孕到诞生都在与旅人毫无关系，他会成为镇上的居民，直到再次成为未来某位旅客的观光助理。秦朝哥更是想到了自己的那个孩子一脸便秘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啊？永恒之日赐予了小镇居民强壮美丽的容貌和不分性别生育的能力，但陆血之月却剥夺了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生育的能力。为了让小镇延续下去，便想出了这种办法，通过招揽游客不断的扩充人口。怪不得能匹配到胡璇这种人。想开点，这也不算是坏事，就当提前演练了。你早晚都要留个孩子在这的。那你怎么不演练？我倒是想啊，人家没看上我。话音刚落，胡璇的身影出现在了长街的尽头。秦朝哥的心情突然变好了，他一把提着苏晨，飞快地朝着胡璇走去。他窃取了淡玉的权柄，他为什么能窃取淡玉的权柄？我能不能窃取呢？你这个疯女人！哦，这个女人分明不疯，她几乎领悟到了苏城不久前才悟出来的神明本质，那就是神明之剑，窃取权柄。秦朝哥，我警告你，不要以为你拳头大就能对我动手动脚，如果有下次，我就……不要生气嘛，人家知道错了。啊！你能正常点吗？我有点害怕。哎，不是你说的吗？我有病。苏城一行人来到了旅人事务局，刚走进来便碰到了沙曼迎面走出来。秦朝哥看热闹不嫌事大，闪身一把就拉住了沙曼的手。沙曼惊诧抬头，发现苏城就站在旁边，原本泪痕快干的小脸上瞬间又多了2行清泪。啧，这哭的真可怜。来，别怕，姐姐疼你。苏城本能的觉得这个沙曼有些古怪，虽说不上来哪里古怪，可是沙曼却突然挣开了秦朝哥的怀抱，来到了苏城面前，楚楚可怜的看向了他。很显然，他不想苏城抛弃他。然而苏城无情的绕开了他，径直走向事务局办事处。沙曼脸色再次变得煞白，他痛哭出声，暴毙而逃。那凄惨的模样让秦朝哥都看得心碎。喂，这么漂亮的妞，你真不要啊？有看出了什么问题吗？她的力量很大，能挣开我怀抱的女人可不多。难道是永什么日的赐福？或许吧，时间太短了，没摸透。摸透？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见谁都碰一下真的是多动症吗？苏城恍然大悟，歌者的天赋，曲调里的肖像画。之所以秦朝歌见谁都是一拳，是因为这个天赋可以读取人体内各种生理曲调的变化，为目标画像，甚至能看透人的性格，猜出他们的抉择和行动。那我的画像如何？你有病，给你画像干嘛？我不会直接看吗？居然没有说谎，这个队友有点意思，或许会是个不错的搭子。你好，我想要换一个观光助理。呵，又来一个，抓住他！啊，什么情况？苏城就这样水灵灵的被抓了，罪名是故意伤害观光助理，判处驳回更换助理的请求，并监禁3天。硕大的监禁房里，被关起来的女人数不胜数，热闹的简直像是菜市场。怎么这么多人？大祭司太过善待你们这些旅人了，伤害居民本应按毒审罪，直接判刑，关你们几天，真是便宜了你们这群家鸡。苏城听着周围嘈杂的声音，感觉自己歪打误撞之下，也算来到了一个打探情报的好地方。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饭呢？我饿了，给我饭，不然别想让我赐予你们孩子。
新来的被喊了，只有每天晚上才有一顿吃的。那岂不是要饿死？妈的，这群刁民！老哥，你进来多久了？犯了什么事啊？我判了1个月，罪名是恶意赐予。听我一句劝，这个鬼赐予仪式不要滥用。什么意思？他们不是要我们赐予吗？怎么还成了恶意赐予了？一听这话就知道你还没有给过他们孩子。在无特殊证明时，每一位旅人只有1次赐予权利，而赐予对象也只能是观光助理。有位属跟我很熟的大姐求了我几天，我这该死的同情心啊，心一软就给了。老哥，说说这个赐予仪式呗。赐予仪式其实没啥意思，2个人握着手念一段拗口的祷词，便能在他们那个什么神的注视下赐予他们一个孩子。不过这些美人儿为了表达感谢，事成之后会准许1次真正的赐予仪式。这个仪式怎么听着这么像胡旋的那套东西？老哥，经历丰富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加斯曼。哦，理智之塔，看你博闻多识，是个游历学者。我怎么可能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我是干嘛的来着？兄弟，我看你很有气质呀，你不会是个律者吧？开玩笑了哥，我要是律者，全家都要笑醒了。我记得我好像是什么来着？这么好玩的事儿，你吃独食不叫我？哟，你怎么进来的？调戏工作人员并企图跟他生个猴子，那就进来了。罪名是恶意骚扰，判了5天。那个赐予仪式，你听说了吗？我跟你说认真的，那个赐予仪式听说了吗？听说了。哟，这么巧，你这也是早丫被抓了？我没有那么饥渴，我是自己先来的。旋风游侠，时间掌握了速度，而速度又衍生了风，可以跟随自己的心意化作一阵微风，当然也有可能是肃杀的寒风。如此看来，他的确跟既然是敌对信仰。旅人事务局接待着整个小镇所有的游客，从这里查起，事半功倍，不是吗？我发现这里的游客似乎已经不记得以前是干什么的了，而且他们应该都是给那个所谓的导游交了一笔钱来此消遣。可这些流浪汉真的愿意交一大笔钱，就为了生一个孩子吗？远木镇可不会允许他们带走这些孩子。现在猜测这些没有意义，我可以给你们说点我刚刚找到的大料。说着，李伯拉突然在手上展开了一幅画，上面画着一间大大的房子，房顶落满了黑色的鸟，天空中还挂着一轮血月。房门是开着的，有一个小人躺在门口的地板上，手握匕首，自劲儿跑。他身下的鲜血沿着房前楼梯顺流而下，在院中积作一滩，恰好倒映出血月的影子，诡异又瘆人。这是自杀？不错，自杀，与我们那位倒霉的队友一模一样的自杀。按照小镇民众的说法，镇上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入夜时分回到室内，且在整个夜晚不得外出，不然就会被血液污染，变成只想自我了结的怪物，在日出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躲在室内也不是完全安全的，当血月的光辉炽盛时，一样会有人发狂，自尽于家中，而大家都称呼其为孤身者。大家认为这些人亵渎了永恒之日，所以他不再在血月之夜庇佑他。那这又能说明什么？杀戮欲，巫堕的杀戮欲，受到感染的人将无尽杀戮的意愿强加在了自己的身上。怎么又和巫堕扯上关系了？难道永恒之日是黛玉，入血之月是巫堕不成？除此之外，我还打听到了一首韵律奇特的歌谣：当光明离我们远去，邓爷呀唱下哀歌，血月将再临大地，惩罚毒神的罪恶。这是所谓的预言？还记得吗？一切有关神明的预言都是弱小生命企图对他的攀附，现在预言显现啊！你的意思是，弱小生命指的是远木镇的居民，而他们企图攀附天上的那个神明？对，攀附。为什么将居民忠诚的信仰说成是攀附？这点很可疑。难道永恒之日并不觉得远木镇的民众是他的信徒？说实话，我觉得像，因为我从未听说过哪位神明惩罚亵渎自己的信徒时，会借由另一位神明的手。哈，你是说永恒之日觉得他们不是自己的信徒，却用来攀附自己，认为他们是在亵渎自己，所以安排入血之月将他们杀掉？真是荒诞啊！上次听到这种荒诞的事情，还是在欺诈信徒举办的交心大会上。你说话就说话，欺诈信徒怎么你了？吃你家大米了？我们就不能跟别人交心了？我天天跟别人交心，我从不骗人。夜幕降临，李伯拉见月光透过顶窗照射下来，然后当着2个人的面化作一阵清风，消失不见。哟，不睡了？怎么想让我继续睡，好方便你动手动脚？我刚撒了泡尿，建议你去照一下。照过了，我很美，尿很骚，你该喝水了。说吧，现在怎么办？这话不应该我问你。少废话，我看你脑子怕是比我好使点。你说我做，节省时间。那就跟住那位猎人，我有一种直觉，他对我们隐瞒了什么东西，跟住他就能找出原因。确定你是歌者？
混子旅店睡觉，法师不见踪影，游侠四处调查，如今又支开了歌者，是时候该回去调查那名死去的队友了。之前旅店的2具尸体被带去了一个叫做永恒寺庙的地方，等待着大师的净化和下一步安葬，所以现在的目标是永恒寺庙。你确定他会来？当然，尽管他表现得非常自然，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那具尸体有着强烈的渴望。你怎么感觉出来的呀？我可以清楚地察觉到所有人的视线看向哪里。他伪装得很自然，他的视线也控制得非常精准巧妙。但是再巧妙的伪装也会有痕迹，而猎人最擅长追踪痕迹。大姐，你能不能说简单点？他关注尸体的次数太少，刚死的尸体会逸散腐朽之力，腐朽的墓室他没有理由不去汲取。起初我还在猜他隐瞒了什么，直到你追来之后，我就确定了他想验尸。验尸就验尸，为什么要支开我？每个人都有些小秘密，不是吗？也是，不过大姐，你的秘密可不小啊，就这么告诉我，不怕我坑你？就算我不说，你也应该画出来了吧？所以可以把你的手拿开了吗？抱歉，太大了，没忍住。你喜欢女人？也许吧。哦，我可以告诉你胡旋在哪儿。不，我喜欢男人，我十分确定。我们明明是队友，为什么要搞成这样？直接一起不好吗？对字，一人一耳，不听清楚是什么人，怎么判断是不是队友？而且路是你自己走的，如今走到这了，却反问起我来了。不要试探了，歌者，我知道你不傻。我是真傻。去，别说话，他来了。要不要跟下去？不用，我的天赋可以听到。那好吧。可是我听到的东西，凭什么跟你分享？不过我有更大的秘密，跟你换。好，一言为定。秦朝哥说谎了，还说了2次。在最开始队友死去的房间里，他就说了谎，死掉的观光助理不是他杀的。之后在旅店之外时，他又说了谎，他自己的观光助理也没死。如此看来，这位战争的歌者似乎偏向手续，可这也是苏城疑惑的原因。一位手续的歌者为什么要认领一个本不该是自己承担的凶名？他也在找凶手，或许吧。但不管怎么说，苏城很快就要知道他。说出你对杀害你的那位凶手的所有印象。问完之后，他便屏气凝神的准备墨迹尸体的回答。然而尸体一声不吭，苏城一脸懵逼。哥，你不会给我整了个半成品吧？完了，自己成小丑了。喂，你不是自杀对吗？你叫什么名字 ？Hello, are you okay？ 你是怎么死的？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从背后捅了我，妈的好疼！这不是没问题吗？你叫什么？妈的，又尿鞋上了，这鞋不行。靠！原来您这个如实回答是这个意思。嘴臭的人死了还得带着口痞，沉默的信徒死了依旧践行沉默是吧？我的哥，您这理解是不是有点过于伟大了？不能生气，要保持微笑。他这是干嘛呢？李伯拉早知道这位战争的信徒并不是杀害观光助理的凶手。至于为何李伯拉会知道秦朝哥并没有杀害观光助理，那自然是因为人是他杀的。而此刻他发现秦朝哥在找凶手的感觉并非作伪，也排除了他杀害队友的嫌疑。再细想下，支开秦朝哥独自前来验尸的苏城自然也不像是凶手。如此一来，凶手的身份就被框定在了2人之中。今日勇士，又或者生命贤者。秦朝哥此时见李伯拉看向自己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信任，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被他排除了嫌疑。他怎么知道观光助理不是我杀的？难道观光助理是他杀的不成？猎人擅长伪装且冷静，怪不得自己那时候没有炸出凶手是谁。你这个大皮燕子！苏城站在死去的观光助理身前，不情不愿地掏出了血针。其实他大概已经猜到了杀死观光助理的凶手，或许跟杀死队友的凶手没有关系。杀你的人是一位穿西装的女士，对吗？是我。苏城见到这2人走到了一起，哪怕没有当事人承认，苏城也瞬间猜到了前因后果。你这个大皮燕子！你刚说什么？说说吧，游侠，你到底隐瞒了什么？观光助理是我杀的，我的房间只跟他隔了一间，在我睁眼的那一刹，他的房间便已经全然静默，毫无声音溢出。可等我进入房间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门口的助理推门进来，发现了我，我为了不沾惹麻烦，于是杀了他。一模一样的话术，但他也没说谎，他确实只是杀了观光助理。这2人能出现在自己面前，显然已经互相排除掉了，那就只剩下那2位了。而胡旋根本不像是凶手，他无需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我闻到了死亡的味道，这件道具难道可以帮你复活尸体，分辨谎言？
你是杀害队友的凶手吗？是我。你似乎十分吝啬自己的信任。嘿嘿，是吗？能告诉我另外2个队友在哪吗？哦，你怎么看出来的？你似乎不怕凶手就在周围，这不像是洞悉环境之后的笃定，而像是掌握了他俩的踪迹。不错，既然现在还在旅店的房间里，至于胡璇，他大概也在调查。他在小镇的南方，移动速度很快，应该是在狂奔。你甚至能感知到从未去过的地方。风会告诉我答案。你有什么想法？2名嫌疑人不在，趁着没有危险，不如先去查查这血月底下到底藏着什么龌龊。或许我们应该去街上转转。一起还是各自？一起吧，难得我们3个人在此时达成了短暂的信任。恍如昨日，吃效今朝。上次我欺骗了腐朽的信徒，所以这次我就是腐朽的信徒。你这个唱法，有鬼都被吓走了。我们是出来调查的，不是出来吓人的。收收声吧，大姐。你怕啦？我怕，我。你看，我一唱歌，液压就出来了。怎么着？我们追上去看看。我说大姐，你要是脑子一直转这么快，咱们的效率不就上去了吗？我这叫大智若愚。呵呵，我只希望你不是弱智。这又是以其伪装的自杀，但手段却比之前旅店内队友死亡那次高明了许多。你有什么想说的？赞美永恒之日，愿光明与我们同在。呵，惩罚毒神的罪恶，他明明死前还在他面前虔诚的祈祷。如果这样都算毒神的话，那他到底毒的是什么神？看到人了吗？没有，但有一点能确定的是，他跟我们一样在追寻液压的脚步。在这周围所有液压落下的房子里，人都死了。我粗略的数了一下，一共7家，13条人命尽皆自杀。液压唱响的不是哀歌，而是催命曲。有人刻意模仿了这个小镇的预言，而凶手就是玩家，也只能是玩家，因为凶手一开始忽略的一个问题：毒神者的惩罚只会在晚上出现，而我们那名沉默的队友是白天被自杀的。虽然凶手后来打听清楚一切后，及时修正了这一点。3人调查了一晚，都未受到血月的污染，这说明所谓的毒神者的惩罚根本就是假象。这个骇人听闻的凶手似乎在有意的制造恐慌，竭力的维护着那首歌谣的准确性。这些液压似乎飞到了镇外，还要继续追吗？不行，我们现在只有3个人，还是不要打草惊蛇的好。这些漆黑的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凶手要追着液压的踪迹去杀人？你别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卖匕首肯定很赚钱啊，根本不缺客户。好了，天也要亮了，今晚应该是没有其他波折了，可以暂时休息下。下班收工怎么说？回旅店。这位女士，你别忘了，我们还是囚犯，要回也是回地牢。老娘凭本事越的狱，凭什么让我回去？检查了这么多死者，我总感觉哪里有点奇怪的，可具体是哪里怪，又说不出。有人在夜里演绎预言，这还不够怪吗？可预言是假的，总会被人发现，就像是谎言，也总有被戳破的那天。完了，我今天用胸针这么多次，已经欠他10几个祭品了吧？如果延迟几天还的话，那位慷慨的大人不会跟我算利息吧？各位，胡璇联系我了，他想请我帮个忙。帮忙？他让我帮忙找到你，苏成。找我？难道这位生命贤者非要把所有人的孩子都怀一遍才算罢休吗？嗨嘿，机会来了，怎么着？演练演练。呵呵，被人怀了孩子的弱智没资格说话。他要我帮什么忙？他要生了，找你去帮忙接生啊！嘿嘿，接生，这我熟啊。就跟你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比我更懂接生。看来有人要当爹了。你真会接生？略懂。
略懂，正好去看看这位生命贤者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凶手。如果能排除他，答案不就显而易见了吗？随后，李伯拉无声说了些什么，似乎是跟胡璇完成了交流。而后他看向苏成的眼神颇有些耐人寻味。到了那边，我们还会是队友吗？我们不一直是队友吗？你是胡璇？感谢你能来，苏成。我能感觉到他要降生了，但有股力量阻止了他的降生，所以我需要帮助。我该怎么帮你？苏成突然怕了，说话的语气跟之前完全不同。原来身上那份自信且熟稔的底气，不知为何漏了气。伯拉说你会接生，既然你会，为何还要问我？不要质疑你自己，拿出你的工具，剖开我的肚子，它就能出来。咱就是说，我的手术刀可能没有这么长啊。你等等，现在不是工具的问题，让我冷静一下。姐姐，你这是怀了多少个孩子啊？我这一刀下去，不会出来一个连的兵力群殴我吧？你可是生命贤者啊，都没有贤者时间的吗？就算你跟人摸手，从早上一直摸到晚上，都不能把自己的肚子搞成这么大吧？无需担心我，只需一点点治愈的力量，我便能抗住痛苦，迎接他的降生。我出去待会儿。事先声明，我确实没接生过这么大个的，如果出了差错，跟医生无关。与你无关。现在没时间给你定制一个新工具了，这个工具是个二手货，你不会介意吧？我不介意。好，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我来接生？可以，但是时间够吗？等到永恒之日升起的时候，它就无法降生了。完全够。这算是你的诊金？不，只能算定金。在众人离开了旅店，纷纷开始收集情报的时候，胡璇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跟长得不错的帅哥助理举行了赐予仪式，成功让他的助理怀上了他的孩子。而后他又用自己的方法怀上了助理的孩子。当两个人的肚子都鼓起的时候，胡璇默默感受着房间中绽放的生命气息，开始对比永恒之日和淡玉的不同。最后，他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那就是这两位的权柄似乎没有任何不同，或者说永恒之日就是淡玉，只不过他是一位不那么完整的淡玉。这个发现让胡璇兴奋起来。之后又遇到了时间的游侠，两个人交换了信息，达成了协议，而后又各自分开。他开始漫游小镇，每遇到一个小镇的居民，就会跟他交换一个孩子。入夜之后，胡璇发现有人盯上了他，可那时的他一身的精神力都被已经很大的肚子牵扯住，根本没有力量对抗来人。于是他选择了逃跑，虽然行动不便，但别忘了球是可以滚的。于是游侠的御风之力告诉游侠，生命贤者在狂奔，举止虽不体面，但犹在有效。在无人发现的角落里，他不断感受着自己肚子里的淡玉气息，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于是他开始解析远木镇赐予仪式的意义，并拿自己的身体尝试实验。他不断的对自己举行赐予仪式，赐予人是他，被赐予人也是他。每次赐予一次，永恒之日的气息便会厚重一分，而淡玉的神力也会被其引动，变得活跃。随着实验的深入，他身体内两股淡玉的气息开始渐渐交融，愈加凝实的气息甚至让他在某个瞬间感受到了不舒。而这时，胡璇也意识到肚子里的他要降生了。所以你在他的仪式里找到了窃取那位永恒之日权柄的漏洞，并把他的权柄与自身淡玉神力相融，然后企图用淡玉的方式将这些权柄遗传给你肚子里的新生儿。妻弱子嗣 SS 级淡玉天赋，可以同时怀孕多个孩子，在多胞的孕育中总会出现一个天赋最高的孩子，他将吞噬其他孩子作为养料，并且继承母亲的所有的能力，以及对父亲能力天赋的感悟。而胡璇做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实验，他让永恒之日和自己体内的淡玉之力进行了融合，这样一来，或许在孩子诞下的时候就能窃取到一部分父亲的能力，也就是窃取永恒之日的权柄。没错，就是窃取，不是继承，因为权柄无法继承。我为何不能在他升起的时候诞下他？因为那时他对自我权柄的拉扯会让我肚中的他死去，而在夜里，这轮血月反而可以为我变相的抵挡了他。所以怒血之月就是巫堕是吗？如同永恒之日一样，一个并不完整的巫堕。没错，当外界的巫堕之力刺激他时，他会奋力反抗，而这也能加速他的降生。你觉得它会有用？虽然我只能感受到一丝丝巫堕的气味，但只要是带着他的意志，就会有用。我懂了，在日月交替时，他们的力量最薄弱的时候，找一个外界刺激来迎接新生儿的降生。感育生命，演育自然，动手吧，苏成，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诞生。感育生命，演育自然。
一股充满生机的淡玉之力轰然爆开，苏成只呼吸了一口，便抑制不住体内繁衍的本能，有想扑上去繁衍的冲动。这太迷人了！看着那具完美的躯体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眼前，眼中恢复了一丝清明。够了，胡璇，你不要太过分了。不用抑制身体的本能，如果你想，那就来。我把你当患者，你居然想搞我！医患关系就是被你们这种人搞臭的。胡璇自己淡玉出了自己。他窃取到了一丝残缺淡玉的权柄，现在的他大概相当于半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从神仪器了。虽然不能媲美 SSS 级，但已经接近一小半了。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突破了人类的界限，走向了真正的登神之路。苏成，现在的我是全新的我，没有一丝瑕疵。我可以改造你的躯体，洗涤你的灵魂。你不该拒绝我，也没有理由拒绝我。来。苏成听得出来，胡璇是真心的想帮他，但他无意。无论如何，自己是虚无的行者，没必要过多的去感受生命，更何况是如此疯狂的方式。算了吧，我可没这福气。不是我没有福气。胡璇转身来到废墟旁边，之前的胡璇他已经死了，在新生诞生的那一刻，过去就已经消亡。让苏成不解的是，现在的胡璇还是胡璇吗？愿前路通顺，愿美梦成真，愿你我登神，放轻松。我在看着你。真是个疯女人。今晚我便能带你们去寻找答案，相信我，我已经找到了他的位置。我很好奇，你们两个到底达成了什么合作？他给予了我孩子，让我感悟到了他的时间天赋，而我给予了他知识。原来如此，第一手实验数据，这可是张益达和理智之塔那群疯子求而不得的无价之宝。没想到你们自然教派还挺大方的。合作便是有与有得，我们也可以合作。来，长得漂亮就能耍流氓？嘿，不要脸！我看你就是馋我身子。如果后悔了，可以随时回来哦。你们也是。你还是你吗？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我始终是我，不曾变过。看来我的悟性还是差了点，我们晚上再见。愿一落尽返，愿贼赃可还，愿你我团圆，放轻松。我来找你了。远木镇经常死人吗？我看你好像习以为常的样子。总有不信仰他的人想要挑战他的权威。这位旅人在血月高升的夜里，记住一定不要出门。很好的建议，我们会遵守的。另外，我想问一下，小镇对越狱的囚犯会进行怎样的处罚呢？你是说昨晚那些罪人吗？今天一早，大祭司已经颁布了特政令，赦免了所有旅人的罪过。只要他们不再违法乱纪，便能继续享受在这里的旅程。啊，这事有点奇怪，我先去查查看。苏成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胡璇他们身上，所以该调查的时候还是要调查。他带着秦朝哥一路直走，来到了小镇最热闹的酒吧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场吗？走吧，你请我喝酒。谢谢啊，难得你这么大方。等等，你是说让我请你喝酒？好家伙，你泡妹的时候连酒钱都不出。不好意思，我只泡茶不泡妹。泡茶？你不会是喜欢绿茶吧？不行吗？苏成没管喝得烂醉的秦朝哥，不多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个在地牢里分享见闻的资深狱友。他果然没死。这位狱友在被赦免之后，事务局为他重新安排了一位观光助理，而且两人已经举行了仪式。他又给远木镇留下了一个孩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急着生孩子？难道是因为死去的毒神者过多，小镇再有规划的补充人口？但这个方法是不是太粗暴了？就不怕民怨沸腾吗？是你？你怎么找到我的？苏成，求求你别赶我走！大祭司颁布了特政令，所有观光助理都必须在今天孕育一个孩子。我知道您不喜欢沙曼，但是能不能请求你？哈？你知道我想换掉你，居然还敢来找我？我……你家在哪？哈？不是要生孩子吗？这里不方便，走吧，带路。这是你的房子？不好意思，南九师兄，
这还是母亲留给我的房子，但它依然不属于我，只有怀孕的观光助理才会配有新建的住房，沙曼还没有资格。那你母亲呢？她犯了毒神之罪，已经死了。据我所知，毒神者的家人一般也是毒神者，惩罚到来时全家都会遇难，为什么你还活着？沙曼不是毒神者，别走，求你了。母亲有一天出门跟好友夜聚，然后就遇到了神法，那时沙曼还小，一个人在家里等了一夜，随后卫队的人告诉我母亲因为毒神被惩罚了。松手吧，我不会走的。你这是养了鸟？不，沙曼没有，这是给太阳丹罗去准备的，它们是忍物镇最常见的鸟，经常会落在人家里，在这里放些食物，把它们引过来，可以热闹一些，这样沙曼一个人就不会孤单了。说吧，我该怎么做？那就我看来你也没什么经验，那就让我来吧。苏成粗暴地抱住了他的腰，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冷漠了起来。说，你到底是谁？自己是谁？我不就是沙曼吗？他的眼中充满了迷茫和不解，看着苏成阴沉的眼神，并不喜欢自己，就像是飘在空中的泡沫，戳一下就碎掉了。难道自己真的看错人了？从一开始和小姑娘接触的时候就知道她不简单，因为苏成会把脉。当时的沙曼脸红羞涩，紧张到额头几乎都要出汗了，可心跳却是纹丝不动的平稳，包括现在也一样。可他眼里的茫然和失落实在是太真实了，真实到苏成根本没法再怀疑这个姑娘有问题。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完美的演员吗？你对我没有任何恶意，是吗？为了保险起见，你就老老实实的睡到我通关吧。怎么下不了手啊？既然有所怀疑，就要防患于未然，杀了一了百了。要不你来？我又不怀疑人家。哦，那行吧，我来。好，你来真的？怎么，不是你让我杀的吗？我只是什么？难道你喜欢女人？我喜欢你。苏成当然没下死手，手术刀精准地插在了沙曼的左腿，伤势并不严重，他只是因为没找到想要的结果而有些烦躁，就顺手拆穿下手续割者的假面。明明是个好人，装什么坏种？想当我后爸啊？可惜了，生得晚了点。我去了远木镇的行政局，本来想要调查小镇的人口数据，但很可惜我没有找到。可等我返回旅人事务局时，却在他们的档案室里发现了小镇人口统计，而且还有旅人数量统计。你们猜猜我发现了什么？难道是小镇的人口数量从没变过？难道你已经翻看过？什么时候？为什么不说？苏成，你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啊！我其实就是随口一猜。要知道，这种恐怖的精妙人口控制，对于一个拥有几万人的普通小镇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天会有人死去，又有哪天会有人降生。但是远木镇不同，他们的生育只能依靠旅人，所以只要控制旅人的数量，生育的数量完全可控。而他们的死亡，大概是所谓的毒神者的惩罚。没错，叶牙常想挨个全是谎言，凶手根本就不是追随着叶牙在杀人，他早已挑好了目标，而叶牙就是他的指路牌。难道他能驯兽？可他控制小镇人口的目的又是什么？天快黑了，或许胡璇应该能为我们找到答案。当众人与胡璇再次碰面的时候，发现他又变了，气质也变得更加出尘，这说明他又一次让自己生下了自己。话说，我跟你妈妈认识，还帮你奶奶接生过，如此算下来，你该叫我叔叔，还是叫我爷爷？这取决于在你我的相处中，你想扮演什么角色。就我个人而言，对两个称呼都不抵触。苏成愣住了，你根本没法跟一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人进行胡说八道，这会让你有一种我还不够疯，根本配不上他的错觉，就很难受。时间到了，我应诺带你们去找答案，跟我来。这不是永德寺吗？来这里做什么？感孕生命，演育自然。一股淡玉之力弥漫开来，没一会儿，众人便感觉自己的手臂怀孕了，鼓起了一个巴掌大小的肉球。不必惊慌，我只是用新生的力量让你们带上了韵律，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迷雾背后的真实。这个门通向哪里？未知，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等我。如果没有胡璇这份新生的力量，我们该如何找到这扇门？要知道，把这张门激发出来的力量，明显是胡璇窃取了永恒之日权柄后融合出来的力量。
而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之前玩家们有一步走错，让胡璇错过了这股力量，那么他们就只能另想他法。可他们有时间吗？这就是命运的试炼。看起来这次命运偏向了我们，至少应该庆幸胡璇不是杀死队友的凶手，而我们也成功走到了一起。说到凶手，对了，既然去哪了？在刚刚，我的风告诉我他还在旅店，而现在，他消失了。恍如昨日，失效今朝。上次我，好，真好，看来你今天支出了一个好点数啊！这点输出不用骰子也可以做到吧？不过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试一下好了。众生因火，万物将朽。你这也是个绣花枕头啊，姐们儿！打我的时候轻吗？打别人的时候怎么这么菜啊？去追他，别管我。你确定？废话，死不了，节省精神力。去帮游侠，我马上就到。希望你不是马上就到。虚空里居然有一座一模一样的寺庙。苏成震惊了，他发现这片广场一片狼藉，显然有很多人来过这里。广场很大，但是并没有桌椅。这里的地面上画着一个又一个白色的圆圈，每一个圈里都有一副脚镣，看上去像是什么囚徒集合的地方。远木镇游览须知：一、遵守当地法律，禁止伤害当地居民；二、有意思，看来这个导游不简单啊。所以这里并不是远木镇的出口，而是小镇的入口。苏成来到右庭，推开门走了进去，可只迈出了半步，便铁青着脸收回了自己的脚。一股像是腐肉堆积了几百年的恶臭扑面而来，这居然是一个巨大的尸坑。这些腐烂的尸体明显就是远木镇的居民，还有小镇的旅人。所有在远木镇死去的人都被运到这里，抛下了巨坑。此时在巨坑的上方，正有3个人脸色凝重的相互对峙着。
看上去每个人都受了不轻的伤。一位身穿黑色冬帽的陌生人，一条骇人的伤口从膝盖笔直的蔓延到小腹。苏成他下意识打了个颤，但伤口下没能感受到腐朽之力，这也说明面前的这位黑袍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傀儡。黑袍人正在守着身后的那扇门，所以一切的答案都在那扇门后面。但早一步进来的胡雪却不见了踪影。哟，挺热闹啊！你们是斗地主呢？你是怒血之月的信徒？应该叫巫斗的信徒，对吗？你就是那个为远木镇输送旅人的导游，在外面把他们抓进小镇，用炼制傀儡的方法洗去了他们的记忆。哎，怎么不说话？别告诉我你是那个沉默的信徒。你甚至为此养了一批夜鸦，把驯养夜鸦的食料撒在那些毒神者的房顶。如果只是杀戮在作祟的话，或许不会让你做这么麻烦的事情，也无需坚持这么久。能让我想到的只有一点，天上的这两位都不是你的恩主，你在用这种特殊的手段窃取着他们的权柄。你不说话，那我只好自己去发掘真相了。我可以进去吗？不说话当你答应了。很好，你答应了。惊喜吗，小婊子？我苏成从不报隔夜仇。不好，是杀戮玉。黑袍人打算用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与苏成等人同归于尽。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落在后面的秦朝哥终于赶来了。苏成心中欣慰的笑了，终于到了以真心换真心的时刻。为了取信于这位歌者，自己从始至终保持着开放性合作的态度。他和李伯拉都是很值得信赖的伙伴，可这次苏成赌错了。你比说好的时间来的要晚，我还以为我们的合作结束。走吧，能有多少收获，就要看这扇门的背后藏着多大的秘密了。他们两个呢？不除掉吗？他们已经被杀戮玉侵占了身体，不救便是傻，没有必要浪费力气。苏成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看错了人，可是为什么看错了？但苏成也没有机会去想。于是小丑死了，风也停了。恍如昨日，吃下金章。上次我真诚没能换来歌者的青睐，却换来了贤者的感激。胡旋种下的韵律，让他们这具死去的皮囊获得了新生。说简单就是手臂上的苏成代替了苏成，还是那个问题，现在的苏成还是苏成吗？我是不是多了一个妈？如果是这样，那你还多了一个姐姐呢。现在一月一木对上一战一个，胜负或许无五之数。啊，你可别指望我。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跟既然合作能有什么好处？这是引动木多的代价吗？不是，这是他的执念。血肉傀儡无法完全按照设计行动，因为他的血肉中带着一些执念，总会做出一些规则外的举动。什么？你说他是傀儡？这些话并不是苏成胡说的，而是他从阿多斯的造物炼金笔记上看来的。一旦开始满足自己的执念，傀儡就可能陷入自我对抗的循环中，无法醒来。你是说他还没有死，只是死寂了？没错，根据记载，只需要一个重启词就能启动它。什么？后面还有一场恶战，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一个守门员，在无法断定后面还有多少人进攻的时候，你会选择自杀式的攻击，仅仅是为了消灭眼前的敌人吗？什么？你是说，难道想到了吗？如果你死了，秘密岂不是被人随意翻阅？所以自杀式的攻击一定不是为了解决眼前的敌人，很有可能是为了隐藏那个最终的秘密。而秘密为什么一定要藏在门后？难道就不能是守护者本身？
我们经历过同生同死，我不想再怀疑你。但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么多？苏城，你真的没有隐瞒我什么吗？你不夸我2句也就算了，怎么还怀疑上我了？我就长得这么像反派吗？有没有可能啊？我只是比你稍微聪明那么一点点。虽然这不符合我的看人准则，但我准备相信你一回，别让我失望。开玩笑，我苏城从不骗人。说着，苏城准备唤醒黑袍人，他喊出了一个人名：造物炼金的领头人，这位理智之塔的造物天才扎尔。哈哈哈！意外，这绝对是意外。阿多斯，理智之塔，芝麻开门，赶紧毁灭吧！要不再试试？今日的风很是聒噪，而我的沉默震耳欲聋。你这是干嘛？既然命运的抉择还未显现，那就说明早已进去的秦朝歌和既然也没有找到答案，说明还有机会。就算黑袍人不是答案，但也肯定也和答案有关。臭老头，快看，我找到工作了，怎么样？这身工作服很帅气吧？过了今天，你也就长大了。谢谢老爸。靠，这是走马灯！来，过来，我在这里。你不该出现在这里。你不欢迎我，我该欢迎你；你该欢迎我，我不欢迎你。你很疲惫，看来前面的路并不好走。那是我的路，不是你的，存在散落的状态是吧？不错。所以说，你到底是哪个状态的我呢？另一个苏城，一个不知来自于什么时间线、什么地点的苏城，但他的脸色更加沧桑。他侧脸有一条恐怖的伤疤，他的左肩下凹了3分，失去了对称的美感。他浑身上下破破烂烂，唯独那双眼睛依旧明亮。我也不知道我来自哪里，或许是你的过去，又或许是你的未来。你知道的，这取决于他们是怎么定义的。是他们送你来的？不，他们已经不会理会我了，是我自己来的。什么叫他们已经不理会你？你把记忆闷了，还是把时间嘎了？我虽然有了直面他们的底气，但他们终究是他们，我还不是。我只是在记忆的藏馆里看到了一个缺口，就想着进来看看。没想到这个缺口的出现，也是因为你。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你来这就是为了看我笑话的？虽然一开始不是，但现在是了。你怎么跟他一个德行？这话问的有失水准。倘若我不跟他一个德行，你才该问。也对。两个苏城对视了一眼，而后心有灵犀的笑了起来。苏城心中的疑惑消散，他并不是来帮自己的，只是发现了一个乐子，进来瞧瞧。但这个大城市的未来，并不是苏城的未来。命运中每一次选择都会产生分支，眼前这个大城市只是万千个未来中的一个。对于现在的苏城来说，时间发生在当下，未来不是必然，而是过去，因为他正在书写自己的未来。一定很痛吧？你是指这个跟毒药打架留下的？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他，但总之还是不见得好。说实话，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要懂得苦中作乐。好，别瞪我了，假的，找人闻的，怎么样？看着是不是很不好惹？建议你也闻一个，这样每次试炼开场的时候就会省去很多麻烦。我就知道。当苏城看到大诚实闪过笑意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开始不诚实了，因为两个欺骗大师天赋相遇会失效，但看穿自己的谎言并不难。那你的肩膀又是怎么了？罗斯取掉了我的肩骨，在第2次诸神列会的时候，他是湮灭的令使，能避则避。这里是秦心统的，他这人不坏，但命太臭，能避则避。
我已经很久没有拿稳过杯子了，这也是太过依赖它产生的副作用。这是加流沙粉碎了我的腿，我抽了他的胳膊，重新造了一双，但很可惜，不太匹配。他是个偏执的疯子，是埋葬了理智之塔的黑手。谨记，一定远离他。抱歉，应激反应。我虽然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但依然是这场悲剧里的演员。哎，说这些干嘛？无趣至极。啊！说说你吧，我很好奇，现在的你怎么打开了那个缺口？那个缺口不是我打开的，是张益达。张益达，那是谁？苏城现在确定了，这个大城石并不属于那个未来分支，至少不是认识张益达的那个分支。苏城突然觉得自己傻透了，这么好的机会不找人帮忙，却要在这里闲聊，简直有病。恍如昨日，痴笑今朝。上次我欺骗了腐朽的信徒，所以这次我就是腐朽的信徒。跟我一起的那个游侠还活着吗？她是你的小女朋友？嘿嘿，时间的人可不是一个好选择。没事，选择都是暂时的，过段时间换了就好。所有走进来的人都活着，只是不小心撞进了我的虚翼口袋，被困住了。既然如此，给我解解惑吧。这片虚空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不要过多依靠外力，这是我们举与独行的准则。你又不算外力，你来都来了，多说两句怎么了？就当在家唠嗑。来，开牢。先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远木镇的事情其实并不复杂，那个傀儡就是掌控一切的幕后黑手，他不像是在单纯的享受杀戮，所以我更倾向于他有更深层次的目的。他可能如同胡旋一样，在窃取权柄，只不过他的目标不是永恒之日，而是陆血之月。但中间仍有很多没想通的地方，他似乎没有必要如此精准地控制小镇人口，也没有必要如此频繁地更换旅人，抓住一批人当种猪养不更好吗？还有永恒之日和陆血之月如何遗失到了这里？黛玉和乌舵又怎会任由权柄遗失而不寻回？而且他一个没有意识的傀儡，窃取权柄有用吗？我始终没明白试炼骑士所谓的攀附到底是什么意思。仅从小镇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永恒之日的信仰其实是对黛玉的攀附，可这很牵强，不像是答案。哦，对了，如果你没有来，那么我走进这里之后应该会看到什么？一个故事，一个应该得到救赎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远木镇的孩子，他有强壮的父亲，有温柔的母亲，还有爱他的姐姐。这时的远木镇似乎生育还很正常，小孩渐渐长大，远木镇也一天比一天繁荣。直到有一天，一轮巨大的太阳升起，代替了原来的太阳，人们开始变得惶恐。他们不知道这轮太阳是福是祸，于是他们开始祈祷。巨日带来的确实不是灾难，而是强健美丽的肉体以及不分男女的生育能力。这一刻，他们沉浸在被神明注视的喜悦中，彻底拥抱了繁衍的意志。不久后，这个原本只有100余人的小镇，人口渐渐来到了10几万。而这个孩子也逐渐长大，成为了几十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好景不长，灾难终究还是到来了。在某个晚上，一轮血月升起，代替了原来那轮温顺的月亮。赤红的月光照亮了小镇的夜晚，每一个被红月照射的居民都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杀戮中。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举起武器，死在刀下。仅仅一夜，小镇的人口锐减。那个孩子作为这场狂欢中的胜利，结束了自己的家人，跪在他们的尸体上放声哀嚎。人们在悲痛和恐惧中选择了放弃抵抗。然而，在第二个夜晚，血月虽然升起，但幸存者却没有被污染。他们失魂落魄地看着那轮散发着红光的月亮，多么想让自己与家人亲友一同死去。但血月饶恕了他们。众人抱头痛哭，认为自己得到了救赎。于是，他们埋葬尸体，清理道路，重新开始生活，并且太阳的赐福依旧有效。很快，小镇再次迎来了繁荣，人口再次膨胀了起来。所有人都以为之前那场灾难只是个意外，可偏偏在某天夜里，历史性的一幕还是发生了。远木镇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灭绝，然后在每次灭绝之后都会迎来新生。凑巧的是，每一次灭绝，那个孩子都是最幸运的生还者。经过几番轮回过后，镇上的人终于发现了太阳和血月的秘密，那就是在人口超过某个数量临界点后，血月的污染便会降临。所以，想要小镇不被灭绝，就必须控制人口。可太阳的赐福带来的长寿和美丽的容貌太诱人了，没有人愿意走出小镇。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远木镇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遍历伤痛。于是，神罚计划诞生了。人们成立了神教，并选出了第一任神使。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将选中的居民杀害，并在第二天宣布永恒之日惩罚了亵渎他的叛徒。而那个孩子就是第一任神使。在神罚降临的第一个夜里，他亲手杀死了唯一一个跟他活过了几次灭绝的老友。老友拉着他的手，满是感激。我是个懦夫，我害怕再经历一场灾难，我真的怕。我终于解脱了，感谢你，也请你守护好他，要让镇子延续下去。这无疑是个狗血的故事。潜伏于血月阴影下的凶手并不是杀戮者，而是守护者。这种反转让苏成有些始料未及，但他却突然明白谁应得到救赎。控制人口的问题倒是得到了解释，可剩下的问题依旧很多，比如旅人呢？耐心点，继续看吧。小镇在神罚的制约下，迎来了一段安稳的时光。然而，命运专挑细绳，诅咒再次降临了。但这次不一样，没有迎来杀戮，而是失去了互相生育的能力。这对小镇将是致命的打击。也就在这时，一位外乡的吟游诗人来到了远木镇。他游览小镇时爱上了一位姑娘，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当他在某个夜晚通过某种仪式让姑娘成功怀孕后，他变成了远木镇最大的救星。神使向他许下万金重诺，只求他在镇中多住一段时间。诗人很开心地同意了。但随着时间流逝，他发现这种奇妙的赐予仪式正在剥离他的灵魂，分散他的生命。他变得虚弱无力，惊恐万分的他冒死逃走了。至于有没有逃出去，没人知道。从那天之后，镇上多了一套完整的赐予仪式。不仅如此，从那以后，小镇上的旅人突然多了起来。很显然是神使将他们抓了进来，并洗去了他们的记忆。远木镇就这么一年又一年的延续至今。这是他的记忆。当你带着他来到这里，你就会看到这份记忆，而这里也将是你们进行命运抉择的最后一站。很显然，谁能得到救赎，居民还是神使？二选其一。不对，这不对。你的意思是他还是第一任神使？就算永恒之日能延寿，但他能活到现在，不是因为祝福，而是因为他是个傀儡。而掌握这一技术的，只能是理智之塔的炼金造物学派，而不是什么远木镇的神使。而且日月如何来的？贪腐又从何说起？血月诅咒的降临又为何毫无规律？说实话，记忆里的故事太过粗糙，不像是那个婊子的手笔。你是真敢说啊！实话实说，嘿嘿，不愧是我。确实，如果你们在这里就停下脚步，那么真正停下脚步的将是你们所有人。说着，大城市伸手一挥，一轮炽热的巨日和一轮血红的冷月正散发着骇人的光芒。一股来自灵魂最深处的恐惧直冲脑门，让他恐惧的不是永恒之日与入血之月，因为这对日月居然只是这具尸骸的眼睛，而苏成他们就站在这巨人的手掌之间。这是群星匕首啊？这个解释起来有点复杂，但只要我说出一个名字，你一定能猜到它是什么，那就是扎尔。你知道他做的到底是什么实验吗？史料没有记载，不过据小道消息传言，扎尔开启的是一项名为血肉代神的实验，他妄图用从博学主席会出来的真理神性，结合炼金造物的傀儡技术，去创造一位甜心的神明。这就是他创造的那个血肉神明？可他偷走的不是真理的神性吗？怎么成了淡玉和巫堕了？他不是成功了吗？这算不算是死去的心神？谁告诉你他偷走了真理的神性？那可是理智之塔的命根子，怎么可能会让扎尔夺去？别总收集些小道消息，有这个功夫，不如多读2本成人杂志。当年的扎尔已经将造物炼金带到了理智之塔学习的最高峰，甚至获得了博学主席会的一个名额。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疯狂计划，亵渎一切他们存在的计划。他要造神，并且他已经找到了方法。造神？什么方法？容纳神性。想要成神，就一定要容纳神性。可几千年来，人类为了收集和封藏神性，都已经单丝节律，更别提容纳了。看到了吗？当对立的神性发现了彼此的存在时，他的本能便是窃取彼此的权柄。由于谁都奈何不了谁，所以最后权柄会四处分散。一同被拆散的还有神性能量，大量的神性碎片散落在这片大地上。权柄是虚无的，一种行使的权利，而神性碎片是实质的，拥有行使权柄的能量。至于是先有权柄还是先有神性，无从得知。散落的神性虽多，但只有他们才有容纳神性的能力。
可不先成为神明，又何谈去容纳神性？如此看来，通过容纳神性来成神的路似乎被堵死了。但扎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无法通过容纳神性成神，那就选择另外一条路，窃取权柄，也就是在对立神明发生碰撞的时候，在一旁当一个简陋的小偷。可两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神明会允许一个小偷在旁边吗？显然不会。可如果是没有意识的神明呢？于是他将理智之塔收集来的大量神性组合成了2个残缺的傀儡神明，并打造了一座巨大的实验装置——群星匕首，用来吸收他们对抗时散落的权柄。可神终究是神，彼此对抗时产生的力量不是凡人能够承受的，所以第一次实验失败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天马行空的方案，既然没办法直接对抗，那就把这场对抗转移到凡人之间的信仰对抗上去。众所周知，神明会庇护他的信徒，就这样，远木镇被选为了伪神对抗的缓冲物。于是，永恒之日生于天边，怒血之月降临夜晚。苏成突然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这本就是一场实验，甚至整个远木镇都被投放在这片虚空之中进行实验，而那些旅人是在外面抓进来的实验品。如此一来，扎尔只需关注信仰平衡的问题，但没想到的是，这些被圈养的小镇居民出于求生的本能，自己就会去平衡一切。苏成也终于明白神使为何会大量杀人，因为胡旋在小镇上孕育了大量的孩子，打破了平衡，所以杀掉了大量的居民，同时以各种理由关押了旅人，禁止生孩子。而当胡旋几百个孩子却只生下了一个，小镇的人口再次失衡，所以放了所有旅人，让他们抓紧生孩子。苏小成，你的表情很夸张啊，这也不能怪你，因为线索本就在你所处的世界之外，所以他成功了。成功？不，他又失败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们用神性粘合出来的伪神，居然在这么稀少的几万人的信仰下，诞生了身为神明的意识。你是说永恒之日活了？没错，不过在他诞生后不久，他就湮灭了。至于原因，无人知晓。希望之州古往今来可从来没有记载过这位永恒之日的历史，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从诞生到毁灭，或许只在一瞬之间。如果不是我侥幸见过黛玉的神柱，我也不会知道。神柱那是什么？你可以将它理解为博物馆，只不过展品是以血肉堆叠增值的方式串成了一串。所以这场试炼的背后是一场天马行空的实验，而我们一无所知。不错，如果我没有来，就凭你们，这是一场必败的试炼。看来他很不喜欢你啊，所以说以后还是积点口德吧。苏成捏了一把冷汗，这种程度的试炼，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如何通关？难道要靠胡旋？等等，胡旋呢？也在你的虚意口袋吗？那个窃取了永恒之日权柄的生命贤者，可惜他太贪婪了，已经陷入了与神性无意识的拉锯中。很快你就要再失去一个队友了。这个神使呢，也是理智之塔派来的吗？没错，他的父母是学者，一家人潜入小镇，默默引导居民们的思想。第一次血月升起的时候，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家人，但他依旧坚定地继承了父母的职责，慢慢地对小镇产生了感情。他决定把这里守护下去，因为他从小就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所以他把自己练成了一具永不腐朽的血肉傀儡。难怪他对自杀这么有执念，无论站在哪一边，他的处境都太痛苦了，所以把禁止自杀写入了傀儡规则。但执念太过沉重，变得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或许神使才是最需要被救赎的那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我听说扎尔被人给暗杀了，伯爵主席为什么要杀他？谁告诉你他死了？他不正在你脚下吗？小偷不以身入局，如何偷得鸟东西？可自从永恒之日那次诞生一瞬间的意识过后，他的生命力便被汲取干净了，没死，但也不活，成为了末日倒吊人。理智之塔的人呢？为什么不救？为什么要救？既然实验已经开始，思路也是对的。有没有扎尔，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就不怕扎尔成功登神？他们也在观察，如果实验还能继续，自然顺利接手。可如果这个烂摊子出现了问题，但主持实验的人已经死了，他们也没有理由找伯爵主席会麻烦。因为实验一开始，扎尔就答应放弃伯爵主席位，脱离理智之塔后，才肯暗中资助他。他们永不会错，直到文明崩毁的那一天。现在我很好奇，你会怎么选？谁应得到救赎？是被当成实验品无辜又无知的居民，还是这位在痛苦自杀循环中默默延续小镇的守护者？又或许是造就了这一切，却在失败后惨遭伯爵主席会抛弃的扎尔，以及为了资助实验即将面临破产风险却无可奈何的伯爵主席会，甚至再多一个被理智之塔捕获投放于此的倒霉旅人。你似乎很在意我的选择。不，我只是想看乐子。你觉得我应该选什么？你不该问我，
我是回来找乐子的，不是回来担责任的。你又需要担什么责任？影响你的选择，或许会让他不悦。既然如此，那你给个能让他开心的建议不就好了吗？你真想知道？啊！你很虚弱，没事，大概是刚才生命贤者复活的后遗症。我感觉身体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说吧，给我点建议，答案都是你帮我找到的，帮人帮到底。你没事吧？这可不像你，或者说这可不像我。人在坚强也有疲倦的时候，往常我都是一个人做抉择，如今好不容易有了点虚无缥缈的依靠，这种感觉倒是让我想起了找工作时我让老头给我点建议的时候。有警惕心很好，但晚了点。如果我是假的，那么刚才所有的真相就不会让你知道。你明知老头并没有在找工作时给过我们建议，工作是我们找到之后才通知他的，你没有必要试探我。不过我很欣慰，在如此高密度信息的冲刷下，还能保持警惕。臭老头，快看，我找到工作了，怎么样？这……过了今天，不好意思，我只是有点想他了。在属于我的未来并没有找到他，或许已经死在某个试炼里了。是，或许早已经死了，只是我们不愿接受罢了。我刚刚就是觉得一切太过顺利，只是本能的试探一下。你如果不试探，我才感到失望。那你现在能给我点建议吗？我是说，对我有好处的那种建议。我们的准则是不可，机会只有一次。嘿嘿，你比过去的我要聪明，也懂得变通。好，既然你想要，那我的建议是，扎尔，不错。让他得到救赎，或许就能让他从生命流失的状态里脱身出来，重掌实验主导权。如果有一天实验成功，让一个凡人窃取他们的权柄，便是最好的乐子。未来的你果然也还是他的信徒。原来你打算把这个乐子敬献给恩主，可这只是一场模拟试炼，或许他什么都改变不了。当好戏即将上演，当他看向这里，谁又能保证原本改变不了的结果不会发生变化呢？我们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不是吗，奥特曼大人？可这是命运的试炼，谁告诉你命运就不喜欢看乐子了？命运也喜欢看乐子，我看他是想看我这个乐子。话说，我的队友想来都被你控制了。不错，除了那个正在跟扎尔交流感情的生命贤者。怎么，想要谁死吗？又或者看上了哪个？我看那个歌者不错，比旋风游侠好多了，不妨考虑考虑。话说，你就不问我为什么只有5个人吗？我可从未告诉过你，我们损失了一位队友，你是怎么知道的？又开始试探了吗？很好，可以告诉你，作为记忆的对立，在与他常年交手中，我也悟出了一些玩弄记忆的手段。从你队友的身上发现一些记忆并不难。哦，这样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记忆你也可以看到？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只需要把我的过去回味一遍，便知道你的过去有什么。我记得我们的孤独，记得我们的伤痛，记得我们被老头收养，记得我们重获新生，还记得……够了。演够了吗？我有点看腻了，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真是一场天衣无缝的伪装，我几乎要被你骗过去了，厉害，真的厉害。不过，就像他说的，未经彩排的演出里总会出现一些多余的设计，可演员自己往往意识不到。但没关系，观众却看到了，让我来告诉你哪里错了。不过，在这之前，我该如何称呼你呢？沙曼、秦朝哥，我们一直在找的凶手，又或者真心。习惯质疑是好事，但过多的质疑就不是质疑，而是神经。怎么，你已经跟这位欺诈的宠儿见过面了？不，应该说是正在见。当鱼戏之唇喊出真心这个名字，苏成也吓一跳，但转念一想，也只能是那位被欺诈称为第一件藏品的他才能做到。苏成其实早就有所怀疑，因为未来的苏成绝对不会跟自己侃侃而谈，以自己的性格，肯定会躲在阴影里默默地观察自己，最多也只是腾出1秒的时间来怀念一下自己的过去。就跟这个假货说的一样，苏成从头至尾都是举语独行，
随着聊天的深入，苏成愈发觉得不对，这个大诚实对于这个试炼似乎太过关注了。终于，他找到了一个机会，假装倒在他怀里。苏成感受到了一股和沙曼一样熟悉的心跳频率，可这还不是铁证，而且这局试炼里死去的那个队友，当真是沉默的信徒吗？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沉默信徒并不是自己的队友，他或许是丢下了一具尸体，然后快速离开了现场？不，或许他根本就没有离开现场，而是窃用了沙曼的身份。从始至终，这位欺诈的主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所有人的观光助理都被甩脱在旅店，可唯独他去了事务局。他去那里自然也是调查，并在离开的时候跟自己演了一场戏。第3次见到他是在酒吧，他向自己要一个孩子，他似乎有意把自己带回家里，只不过自己主动提起，让他略显诧异。不过他肯定不是为了要个孩子，或许是觉得自己这群人解题的速度太慢了，所以他想提速，并给了自己提示。可那时候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离开沙曼家的时候，沙曼的房间里只剩下秦朝哥他们2个人，而秦朝哥也大概率也不是他的对手。也就在那个时候，他顶替了歌者。后来他一路沉默不语，这恰到好处的厌弃态度，简直让人无可挑剔。而这个疯狂的欺诈信徒，居然又开始冒充未来的自己了。踏入虚空的走马灯，就是他在捣鬼。他读取了自己的记忆。SS 级欺诈天赋，我就是你，一个只需要将目标隐藏于众人视野，就可以直接变成目标并进行完美代替的伪装天赋。还有一个 SS 级欺诈天赋，无中生有的幻梦，一个远比张益达更为恐怖的幻术天赋。不管你相不相信，你都可以看到幻境，直到你相信它就会慢慢的变为真实。可这夸张无比的场景，真的是一个玩家能临场设计出来的局吗？因为这需要足够的认知积累和历史底蕴，起码他需要了解理智之塔，了解扎尔，了解群星敌手的一切，甚至在读取回忆的这短短几分钟，了解自己。认清一个人很快，但成为一个人很难，这就是神选。张益达跟他一比，简直配不上鬼术大师这4个字。哎呀，被发现了，嘿嘿，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说说吧，苏小成，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呵，我怎么知道？您可太高看我了，我特么根本不知道是你。真心这个名字是这张臭嘴说的。我该如何称呼你呢？沙曼、秦朝哥，他到底是谁呀？我都装到这个份上了，你就不能帮我装完吗？哟，这回知道来找我了？你不是每天都嫌我嘴臭吗？求我，我就帮你说出他是谁。我的好大爹，求求你就告诉我吧，又或者真心。至于苏成是如何看破他的，那是因为苏成自己骗过了自己。为了欺骗记忆的信徒，他修改了自己的记忆。他的养父在他毕业的那天就已经离开了人世，后面一切有关老头的记忆，不过是自己不愿接受现实的幻想罢了。所以他准备为自己进行一个小小的催眠手术。他打算修改这段记忆，如此一来，新的难题就产生了，他该如何知道敌人动了自己的记忆？于是他设置了一个引导词，当有人将这段被涂抹的记忆当面说出后，催眠便结束了。原来老头早在自己找到工作之前就离开了，但是这个手术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毕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也是属于记忆的一部分，所以他将催眠手术交给了别人。当鱼系之唇得知能够欺诈记忆的时候，他非常乐意帮这个忙。于是苏成的记忆拥有了3个机制：真正的记忆、欺骗自己的谎言，以及试探对方的引导词。你真想知道我是如何知道你的吗？呵呵，不告诉你。哦，我懂了，原来是这样，真可怜，连自己都骗，独自一人也挺好，没有亲人意味着没有拖累。是吗？那也祝你也没有拖累。哎呀，不用这么客气，我本来就没有拖累。够了，我已经看破了你的身份，无中生有的幻梦不生效了，没有必要伪装了。没有伪装啊，这本就是我的样子，怎么样，好看吗？身材是不是很好？你抱过的，手感如何？不过有一点我很好奇，你真的喜欢男人吗？这里没有迷人的景色，只有迷人的人。然而就在这个瞬间，苏成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他丝毫不必，并且一把抓了上去，结结实实，满满当当。他这一下出奇的用力，以至于布料下的银卵溢出指尖。不是你让我摸的吗？是不喜欢吗？那我就换只手。说着，苏成另一只手就抓了上去，这下好了，左右两开花。呵呵，我倒是小瞧了你，怎么想在这里来一场胜利者的喜悦？苏小成，你不会觉得拆穿了我的幻梦，我便没有能耐对付你了是吧？有，你当然有。神选怎么可能没有能耐？但你有你的，我玩我的，我们俩不耽误。说着，苏成的手开始在他后背游。这下咱们扯平了。苏成知道真心没死，也知道他死不了，只是为了出口气。且不说他身为神选的保命手段，单是胡玄种的韵律就能让他死而复生一次。之前他早就知道苏成也不会死，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既然大城市是假的，那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不对，
破除幻境后的群星匕首依然存在。看来这段历史应该不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欺诈这本事当真被他领悟到家了。太好了，是你杀了他。狗都知道为自己的主人哭2声，它才刚死，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换主人了？我也是有苦衷啊！现在你帮我杀了他，我们现在不又是队友了吗？他居然有2枚头子，只是另一枚不知什么原因被夺去了。不好意思，我一般不带婊子玩，男婊子也算。苏成，快想办法！再想了 ，CPU 都超频了。满点的今日勇士根本不讲道理，你没法证明一刚一个神力银身状态，处于顶峰且一天都不会疲惫的否则。抉择，命运的抉择，开启抉择可以让所有人陷入投票时间，我们或许还有机会。趁着真心没有复活，快！你确定找到了答案吗？我可是一无所知，全靠你了，苏成。这下所有的压力给到了苏成，谁应得到救赎？居民、女人还是神使？选择他们大概率会导致实验中断，而结果就会面临失控的永恒之日与暮雪之月。而从头到尾把所有人玩弄鼓掌的真心推荐的扎尔，苏成更不可能。至于选择博学主席让他们成功完成了实验，这些见证了他们窃取神明权柄的杂鱼下场如何，想来也不必多说。谁应得到救赎？我特么的才是最应得到救赎的那个。开启最终抉择，我选择救赎的是胡璇啊。胡璇，他从一个玩家变成了一个选项，失去了投票的权利，却拥有了被投票的资格。李伯拉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名字，心神俱震。他想不通，也无法想，但他还是决定相信苏成。真心曾说过，他陷入了与扎尔无意识神性的拉扯中。如果这句话不是谎言，那么也就意味着胡璇已经跟扎尔纠缠在了一起。命运的真相既然跟伪神有关，那么被救赎的一方也只能是与伪神有纠葛的人获胜。而胡璇完美的满足这一切要求，除了他是个玩家，但苏成从不拘泥于这些死板的东西。于是他突发奇想，把一个玩家送上了选项。对于既然来说，谁被救赎都无所谓，于是他准备随便选一个。可这时候屏幕上多出了一个选项，扎尔。很显然，真心他醒了，既然内心狂笑，然后同样选择了扎尔。2比2打平了。李伯拉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唯一的时间优势被意外抹平。而命运的最终抉择从不允许有平票产生，如果场面陷入僵持，便会随便抽取，因为随机是他钟爱的权柄之一。可苏成并不喜欢随机，这意味着真心有50%的机会彻底赢下这局，而自己和游侠也大概率会沦为勇士刀下。但苏成并不慌张，甚至胸有成竹的样子。既然感到有些疑惑，他在想，又在等什么？等待命运偏向他？笑死！我一个命运的信徒在此，恩主还会偏向别人？想到这里，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苏成1分为2的惨状，真是愉悦啊！又要剪断一条命运之线了。苏成在等待自己中奖的真诚，开花结果。就在最终抉择即将结束的时候，平票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苏成开心的笑了，胡璇成为了选项，失去了投票的能力，肯定不能自投。这局游戏有6个人，现场有5个，还有一个被落在了外面。那个玩家自然就是秦朝歌。苏成已经笃定真心没有杀秦朝歌，这位神选如果真想除掉他们，可能早就动手了，根本不会拖到现在。真心不是没算到这个问题，但一个完全不知道情况的歌者，如何知道哪一个选项是对的呢？换句话说，秦朝歌如何知道哪一个是苏成选的呢？答案是不能。这种随机性与命运亲自选择没有区别。苏成用真诚换来了答案，他知道歌者一定会帮自己，而且也笃定他会选择胡璇，哪怕他并不喜欢胡璇这个人。歌者的天赋，曲调里的肖像画，当时苏成的举动让歌者始料未及，于是秦朝歌对苏成的想法产生了好奇，在抓他的一瞬间就为苏成使用了天赋。就这样，这位歌者看透了苏成的性格与抉择，以他的肖像画为基准，推算出了苏成的选择。哪怕他并不知道除了胡璇之外的另一个选项意味着什么，但他的天赋告诉他，以苏成的肖像画和性格，他一定会选择帮胡璇。看着这意料之中的票数，苏成笑了。当自己示弱的时候，真诚便是最好的武器。可真诚未尝不是一种欺骗。苏成伪装了自己，丢掉了自己骗子的身份，却用彼此坦然的手段骗到了额外的2票。当命运的抉择偏向出去，这个威压群星匕首爆掉，所有人被吹飞了出去，还没来得及反应，既然的大刀就劈了过来，只差一丝就让自己的兄弟直接离家出走。既然失手了，可能是因为狂风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在他抉择失败的时刻，命运失去神力的他变回了普通的自己。苏成看准时机，一发明雷响的袭来，这一下太近了，既然根本躲无可躲，他想继续和别人交换命运，
可游侠早化身成了风，真心也不知道什么。命运本应是偏袒既然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本就是一场必败的试炼。至于真心，打算选择扎尔进献乐子，让恩主保他，又或许他有保命手段，只是自己想看乐子吧。而既然收到了恩主的预言，剪断他人的命运之线就可以通关。可当苏成意外的选着胡旋的时候，命运似乎改变了主意，这也是他神力消失的原因。剪断命运之线是自己的抉择，而如今这个抉择终于指向了自己，这大概就是命运的闭环。你真的是牧师吗？合着我之前的治疗都是假的呗？治疗我只看到了雷霆，那是道具，一共5发，已经用完了。哦，我差点置信了。当胡旋来到永恒之日面前的时候，以为自己能够融合神性，一步登天，但他发现自己错了，错得离谱。他中了扎尔的诡计，之前窃取的权柄不过是扎尔主动送过来的，鱼饵够肥，鱼儿才好上钩，所以胡旋上钩了。这位疯狂的学者想将2个人的意识交换，让自己金蝉脱壳，脱离苦海。可就在胡旋生命力快被吸取干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真正的永恒之日谋求了一个子嗣。一个凡人向一个神明求子，愿强盗枯毁，愿窃贼共溃，愿你我同辉。放轻松，你会看到我。这本是一次渺小尘埃向巨日发出的邀请，而命运的抉择似乎偏向了他。他成功了。这时候扎尔怕了，收回了自己的手段，再次陷入了沉眠。此时如果再跟胡旋交换，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他这个只是躯壳的母体就会死去。你为何而来？当然是来看戏啦。神柱，黛玉的神柱，这根串联了从古到今所有生命标杆的伟大之柱出现在了虚空。你又为何而来？不的，孩子。老大在过去已经丢过一次孩子，所以他现在不想再丢一次了，对吧，老大？你觉得你很贴心？怎么不是呢？你让人搅局的事情，我还没找你麻烦。这话你可别乱说，我只是找了人，他却没有搅局，你都看到了。你意欲如何？孩子诞生，把他弄走，我就满足你。啊！嘿嘿，现在来谈谈价格吧。两位未经我的同意，却以我的资产作为谈判筹码，想来不会介意这谈判桌上再加一位。这是一发哑弹，哪怕在既然死前都没能感受到恐惧。呵，幼稚。不过我喜欢。啊，你是什么？你好呀。游侠满是疑惑，可没有人来得及给他解答。此时胡旋在落地的那一刻便翩然走了过来，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苏城，一双水波闪动的眸子写满了感激和渴望。你还说不是缠我身子？是我缠。谢谢，是你救了我。是该我谢你。输一场并不难受，难受的是有人赢了，还赢麻了。贤者，你还是你吗？是，一直都是。哦，那我以后跟别人说起你的时候，还能用他这个称呼吗？这取决于你想让我在你的故事里扮演什么角色。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抵触。你这是成功了吗？没有，我只是得到了一个许诺。他认可了我的身份，他拨正了我的诡计，他解开了我的枷锁。而这个许诺是你帮我争来的，所以苏城，谢谢你。来点实际的。哈哈，蚊子，有个蚊子落脸上了。大哥，你可做个人吧，对面可是胡旋，你想要啥实际的？要个孩子？所以，这一切真的结束了？结束了。命运已经按照抉择的方向开始演化，我们赢下了试炼，你们随时可以离开。然后呢？试炼不应该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吗？门就在那里，你走出去不就知道了？哟呵，骗人的事我还没找你麻烦。你不是说扯平了吗？哼，亏你还是个男人，斤斤计较，我也带你们赢了啊！苏城，他是真心欺诈的神选。众人都惊了，一个玩家硬生生的完成了 NPC， 这种思路果然超前。游侠，你在想什么？怎么老盯着我的胸口看？你不会喜欢女人吧？是的。
还有护玄，你确实很美，我想跟你合作，也确实有那方面的意思，但是我有点跟不上你的节奏，所以我放弃了。那个，真心可以吗？好可惜哦，游侠，我们错过了，人家现在已经是苏城的人了。苏城，你果然还是喜欢绿茶啊！游侠，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比你还快啊？把好像去掉，他就是比我快。确实真可怕，太粗暴了，人家不喜欢。别忘了，你和勇士才是一起的。你现在站在这里，不代表我们已经承认了你的队友身份啊！那你还想怎样？摸都摸了，睡都睡了，你还想不认账？哼，霸道无情的臭男人，真是冷血。我走了，可不要想我哦，拜拜。你们别听他乱说，我只是摸了2下，没睡。哦，这样啊。没人当你是哑巴。来，过来。啊！别怕，你不同意，我便不会强迫。来，这是我的谢礼，也是我的私心。倘若有一天你后悔了，便用这个联系我，我会满足你。这是求偶鸟的鸣管做成的软哨，文明纪元前的部落中，常被人们用来当作夜幕春哨。啊？还没懂吗？寂寞了就吹哨。切，男人有什么好？算了，羡慕不来。不过你这个男人还算不错，我会记得你的，苏城。再见。咋，大姐，你也羡慕？要不我送你？一定要玷污我们纯洁的战友情吗？嘿嘿，看来你确实不喜欢别的女人呀，苏小城，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难怪你抓人家那里抓的那么用力，怕不是喜欢我喜欢疯了吧？哈哈，那我可真是太他喜欢你了。你看，终于承认了吧？好痛！原来你喜欢的是这个调调。不过为了你，我可以忍一忍。来吧，我忍你颠婆。喂，别走啊！我都动不了了，你就不想干点什么吗？你不想知道为什么我能匹配到你吗？求我，求我，我就告诉你。你好无情，算了，告诉你吧，是命运让我们相遇的。是命运做了手脚？你不会信了吧？呵呵，这是命运的试炼，自然是命运让我们相遇呀。你好可爱哦，苏小城。你他妈，哼！唉，真没情趣。不过送我的定情信物我就收下啦。是谁？难道眼花了？算了，走了。这要是被看到了，回去估计要被人笑死。不过我是不是真该文条武功啊？当苏城来到沙曼的房间，看到这个经常欺负自己的歌者被困住了，苏城开始嘲讽了起来。傻大姐，你说说你这么壮的战士还能被人阴了，你丢人不？我他妈不是战士。是，对内就是战士，对外就是歌者，感情你就会窝里横是吧？怎么还不准我过嘴瘾？最关键的一票可是我投的。那么请问，这位伟大的带飞了队友的歌者女士，是什么原因激励着你投给了你那还没结婚就怀了你孩子的未婚妻？呵呵，我说啥来着？你就会窝里横。你不是腐朽的信徒对吧？你的肖像画告诉了我，腐朽的信徒没有你这么多弯弯绕绕，而且一路上那么多腐朽的尸体，也没见你吸取他们的腐朽之力。没错，其实我是命运的信徒，我嫁接了一段换血木的命运。呵，我就知道，好一个默默缝补命运的知命师。苏城懵了，本来想逗逗他的，结果人家真信了。既然都信了，那之前说的自然就是真话，我又不骗人。你杀了自己的同行，不会被恩主厌弃吗？呵呵，厌弃的还不够吗？他喜欢抉择，而这次选择了我，仅此而已。
苏成，我不奢求世界上多一个好人，但我不想世界上多一个坏人。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别逗我笑，大姐，你有中二病？你这信仰不会是看了热血动漫脑热做的选择吧？苏成站在房顶，看着头顶升起的巨日与自己体内的繁荣神性遥相呼应。如今的永恒之日被换成了繁荣，而怒血之月大概也会被换成腐朽。理智之塔的那群疯子还在进行实验，可明知实验会失败，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资源继续耗下去？而且众神为何置之不管？如果实验真的成功，他们会允许一个人类演化来的神明吗？对了，他们的恩主是真理之神，难道他在暗中维护他们？可一直这么做下去的结局是什么？结局？这个故事根本就没有结局，或许他们只是在追求所谓的真理。谁应得到救赎？挑战成功，玩家苏成，表现评分 S 级，获得道具赞赏假面、信任假面、渴望假面、狡诈假面。灯神之路加15，境界之梯加2。当前灯神之路得分2156，全球排名443241。当前境界之梯得分166，命途排名59。狗东西敢炸我，好气！谁说我中二病呢？修炼时间到了，今天要修炼的功课是进击的矮人第136话。但一想到苏成的话，便咬牙忍住了。少看一集又不会死。别人又看不见，演什么演？我就要看。远，师姐。哎，算了，我不是他们，也成为不了他们，这样就好，就这样也挺好。可惜没看到熟人，想来大家相聚在这里，应该都是选择了随机神性的祈愿。那各位就应该知道，风险降低的代价很有可能是一无所获。老规矩，先报需求，合作期间没有争夺。试炼结束后，各位随意，我先来。莫武元素法官2517，我需要的是混乱神性。卫官，赤鱼的猎人2507分，我需要的是淡鱼的神性。呵，看来这局的生意不好做啊。胡旋，生命贤者2451，抱歉两位，你们这局可能要空手而归了。哼，毫无自知之明便是最大的愚昧。来，不错不错。姑娘笑嘻嘻的拿出手机拍了张照，不知发给了谁，可只发张照片似乎并不能满足她的分享欲，于是她又直接将可视电话拨了过去，电话瞬间就被接通，而后手机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与姑娘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就知道你会接我电话，你怎么不说话呀，我亲爱的姐姐？怎么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快，赶紧说说，我心情不错，正好让我多乐一会儿。没意思，每次都这样，笑都不笑，再这么下去，你会得抑郁症的。算了，闷葫芦，既然你不说你的事，我可就要说我的事啦。哈，我跟你说，今天我碰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小骗子，他居然跟你一样，连自己都骗，我差点就被他骗过去了，还好我棋高一招，没有被他占到便宜。也不是没被占到便宜，小西瓜被摸了，不过问题不大，他把我当成你了，四舍五入吃亏的是你，又不是我，嘿嘿，姐姐好可怜，被小骗子占了便宜。真意，你又干了什么？啊，我什么也没干啊，日常试炼而已。日常试炼，你就这么被摸了？明明是真心被摸了，关我真意什么事儿？哈哈，不过你放心，没有人看到的。哦，也不能这么说，至少查尔看到了，但他是个老古董，又说不出话来，所以也不算被看到，对不对？什么？你找到了群星匕首？找到瞎子所说的那个人了吗？哪个人？什么人？姐姐你在说什么？我只看到了一个摸你小西瓜的小骗子。哎呀，手机没电了，我要去充电了，拜拜喽。难道真的错过了？未来以来，难道是说我伪装成了苏小成的未来？臭瞎子在预言里看到的，不会是我吧？嘿嘿，那也太有趣了。真意，别挂，我是姐姐真心。恩主大人保佑，我可什么都没干，都是您那个藏品干的。小丫头骗子坏得很，到处搞事，还把今日勇士给杀了。您明镜高悬，可得替我做主啊！在命运的试炼里，还把他的信徒给杀了。
命运不但没有生气，还给了苏城 S 级的高分，这让苏城本能的觉得不对，可念叨了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来，还是祈祷生效，被恩主挡回去了，总不能是子改姓了吧？哎，没来就好，好久没有安稳的睡个觉了。这是毕业之前来实习的公司。当你的记忆如同穿越一般展现面前的时候，你大概已经能想到是谁来了。没错，是记忆，一个对苏城来说比命运好不到哪里去的存在。不是命运和恩主也就算了，甚至来个黛玉或乌多也行啊，哪怕是战争我也接受啊。就因为上次张益达的事情没成功，这次直接亲自来了，我何德何能让您老人家亲自动手？恩主大人啊，你就不帮我挡挡吗？难道说乐子神帮我挡下了命运，让记忆钻了空子？靠，也不是没可能。你在说什么没可能？对不起老板，我保证以后不在工作时间睡觉了。你觉得这是梦？是的吧？你的眼里绘满了他的影子，声音里共鸣着他的回响。你和你的恩主一样，是个天生的骗子。呵呵，您这是夸人呢，还是骂人呢？无需惊慌，我虽与他推崇的意志不同，却不会以此身份去为难他的信徒。你亦是我所挑选藏品中的一幅，我只是好奇，一幅小小的收藏，为什么给我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你这都亲自找上门了，这还叫不为难我？原来是这样。看起来你对我有所误解，我本无需对你解释，但你的恩主实在太过烦人，一味的忍让他，实在是让我烦恼，所以我决定也给他找点麻烦。这件事其实很简单，一切的源头不过是因为我的场馆里偷溜进来一个骗子，看到了吗？你苏城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位混沌的令使奥特曼。哈，感情我变成奥特曼不是记忆洞的手脚，而是自家恩主搞出来的。他想干嘛？你的恩主损坏了我无数的藏品，只为将有关你的这幅涂鸦隐藏起来。我在得知此事后，并没有发现他的秘密。你知道的，他最会骗人，所以我修复了这些藏品。这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还原，但对于你们来说，当记忆神力涌动之时，机会或许就来了。机会？什么机会？看来你记起来了。我很欣慰我的信徒能够巧妙地借用到我的力量，这说明他正坚定地践行我的意志。可对于你来说，这或许是一场灾难。当然，你克服了，很不错。不过这场闹剧仍没有迎来结局。你那位不安分的恩主，在还没补好的藏品上又加了一笔。虽然这一笔自己抹掉了自己，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让我很没面子。于是，我来了。还说不是来为难我，大人吵架吵不过，来欺负孩子就能长脸？欺诈的味道太浓了，这不好。而我来也是为了确认一件事，你选择了命运，而没有直接选择欺诈，这说明你并不喜欢骗人。欺骗只是你自我保护的手段。可惜，如果你能走上命运的道路，或许我的麻烦会变得少一些。嘿嘿，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有没有想过回到命运的正轨上去？至于所谓的气势诅咒，你也大可放心。欺诈大概乐见其成，并不会惩罚于你。我在骗子堆里混得好好的，为啥要去隔壁当婊子？再说了，他恨不得把我的命运写死，怎么可能还会容忍我回去？你觉得他不会接纳你？不，你搞错了一件事情。而你的恩主为了看乐子，也不会将这件事提醒于你。那就是命运的愤怒，并不是因为你对他做出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亵渎，而是因为你在欺诈的道路上走得足够远。可这本应是你在命运的道路上走出的距离，这大概就是因爱生恨吧。哈，你等等，因爱生恨，这他妈是什么子剧情？他确实对你很包容，如果你能回归。等等，他们居然在这里做了手脚，有趣。原来命运早已定下，倒是我慢了一步。不过这种解法并不能解决我的麻烦，让我想想，不如成为我的信徒如何？我喜欢撒点小谎，而且还控制不住，咱们怕是不合适吧？胆敢拒绝我邀请的人不多，我给你一点时间，你可以再想想。至于欺骗这个权柄，我也不是没有。可你不是忠实记录一切的记忆吗？哪来的欺骗权柄？忠实的记录一切，不代表着一切记录都是真相。倘若我翻遍藏馆，
在无数藏品中找到了一段写满了谎言与假象的历史，并将之公诸于众。那么，你猜猜看，我是还原了历史，还是重述了骗局呢？窃取权柄就和死亡之神一样，利用自身一些意想不到的手段，窃取着其他神明的权柄。苏成怔住了，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倘若有一天某位神明的权柄被偷完了，没有人再信奉他，是不是意味着他就死了，然后神位就空出来了？人类可以成神，或许就是通过信仰和信徒之间的不断拉扯，将某位神明的权柄窃取殆尽，而后把自己的眷者推向那个神座。脚踏实地能让人走得更远，好高骛远只会让人盲目。如何？你的思考有结果了吗？这可能是一道送命题。苏成不敢大意，于是脑中疯狂运转。我可以选择拒绝吗？可以。理由呢？既然你说了记忆也会骗人，但我从不骗人。这一顿莫名其妙的发言把一个神明愣住了，在一个大骗子的庇佑之下疯狂说谎，结果是因为不想骗人而拒绝我。很别致的理由，看来你对我仍有偏见。无妨，时间会带给你答案。这不是赐予，更不是补偿，而是一份见证，让你见证记忆的神奇，见证存在的伟大。好好利用它，我希望你不会拒绝我第3次。苏成醒来后，第一时间拿起手中的骰子，开始联系自己的恩主。出大问题了，对家开始利诱了。恩主大人，你快接电话啊！再慢点，我可就要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了。苏成一边冲着骰子呼叫恩主，一边打量着这枚由记忆打造的戒指。碧海浮梦 SSS 即从神仪器由记忆亲手打造的戒指，在使用3次后，戒指将不再存在。特殊效果：海梦的浮沫，激活戒指后，在24小时内，所有你留下的痕迹都不会成为他人的记忆。特殊效果：骇浪的激潮，当一段记忆已经为历史，且你身处这段历史之中时，你可以激活戒指并合理的改变它，期间留下的所有痕迹都将成为新的历史。自己犯了错，不但没有愤怒，还奖励了一件半神器，这种招揽手段，谁看不迷糊？我何德何能？攻若不弃。不行，要矜持。不过有一说一，记忆的手段真脏啊！以后如果还有这么脏的手段，麻烦多来点，我能受得住。算了，不能想，万一被我的这个铁公鸡老板听到就不好了。不过怎么这么久还没反应啊？哼，不理我，我可就真投敌了呀！此时，苏成打开了觐见之梯，在看到李景明后，他瞬间就明白了记忆带来的为什么不是怒火，而是利诱。还得是您啊，恩主大人，把对家的神选拉到自己阵营来，这一招您是怎么想出来的？怪不得记忆的算盘都打到我头上来了，就您这么搞，他能忍吗？你们疯了吧？赞美伟大的欺诈之恭维的假话一会儿再说。喊了我这么久，要禀报什么？赶紧说，我赶时间。您还知道我喊了您那么久呢，我还以为您听不见呢。每时每刻都有数不清的祷告在我耳边回响，如果我每句都耐心去听，未免太过无趣了些。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你的祷告我听不到。苏成愣了一下，心想难道是自己说的不够虔诚？他挠了挠头，表示自己很无辜。要不你再对着那枚骰子呼唤我名试试？等等，苏成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因为你的祷告只会在他的耳边回响，其实我能听到，也是他不耐烦地转述过来的。苏成傻了，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恩主，就好像是突然知道了自己是被收养来的一样。所以我才说你的每次预行都是对他的亵渎，因为他的耳边回响着无数命运信徒的虔诚，却唯独掺杂了一句恍如昨日，嗤笑今朝。祷告也就算了，别把嗤笑2个字说出来啊，多伤他的心啊。我靠，你这个天赋的祷告词不会是为了看他的乐子，故意这么改的名吧？至于吗？行了，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我还有假要打，不能在这浪费太多时间。苏成咽下心中的吐槽，老老实实将觐见记忆的事情讲了出来。知道了，还有什么事情？哎，您没意见吗？他挖墙脚都挖到这儿来了。无妨，我也常挖他墙角，如果你想去，尽管去便是了，我没有意见。没有气势诅咒？当然没有。呵呵，你猜我信不信？您在试探我，我不会上当的。我是一位虔诚的欺诈信徒，谁都不能改变我的信仰。
这与您无关，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并不是声音越大，说的话就越真诚。我只是顺路过来看一眼，回去吧。等等，恩主大人，我碰到您那位神选了，是您送他过来的？哦，有趣，你碰到的是姐姐还是妹妹？啊，真心还有姐妹？那就是妹妹了，可惜你们错过了。好啦，回去吧，不该问的别问，不该想的别想，老老实实骗人就好了。说完，苏成戴戒指那只手就被切了下来，收了记忆的东西，他吃醋了。不过有一点也得到了确认，那就是戒指可用，不必计划。嘿嘿，既然愚蠢的对家送来了火力，那我可要用这些东西骗人了。哥们儿，你有相机吗？能帮我拍张照吗？我想看看小圆长什么样子。他就住在朝向你们那栋的1楼107，你应该能看到。拜托了，就当我再欠你一个人情。我家里还有我还能用别的东西给你换。不就是拍张照吗？于是苏成取出了一部旧相机，在楼顶边缘探出身子，瞄着隔壁107住户家里一顿乱拍。也不知道是不是命运在作祟，107的玩家开窗了，拍了个正着。拍到了吗？怎么样？我的白月光是不是很漂亮？看到了，但没拍到。我的相机坏了，不过你放心，我帮你看过了，它确实很美，就像真正的白月光。Yes， 我就知道小圆就是我的天命，就是我一直等待的他。谢谢哥们儿，我这就去打匹配，祈愿一台相机。等我，哥们，我今晚之前一定要见到他。小圆，等我来了。完了，这是不是给自己挖坑了？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过说到祈愿，似乎好久没有主动参加了。听记忆说，命运并不讨厌自己，而且上次命运的试炼明显是想置我于死地，可最后居然通关了，还对我给出了 S 级的高分，那是不是意味着能和他有缓和关系的可能？自己当时的抉择或许给他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于之前所有的亵渎，台阶已经有了，接下来就看自己怎么走了。苏成左思右想，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他决定去祈愿试炼找点灵感，顺便躲一躲邻居。不辨真伪，勿论虚实，命若繁星，望而不及。我叫苏成，我从不骗人。小白，怎么你也下来了？元帅，好久不见。是有段日子没匹配到你了。小白，元帅还互相认识？苏成第一反应就是这把当混子稳了啊！对，就是当混子，因为一旦分数来到金字塔的顶端，就很容易匹配到认识的人。希望这把能够顺利一些。不过这个元帅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胡哥，居然真的是你！苏成，好久不见，怎么你小子最近懈怠了呀？我可好久没排到你了。有了那一大兜药剂，可不就懈怠了吗？我可没你这么有拼劲。眼前这位强壮的男子，就是之前带苏成反杀保护目标抢劫药店，给所有人平分了100来瓶往日繁荣的带头大哥胡为。事情发生在信仰游戏刚降临不久，胡为那时1600分，当时的任务目标是保护药店老板，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一个逆天的主意，把药店老板杀了，然后把药店洗劫一空。虽然最后被扣了不少分，但分到了许多的药水，这也是苏成身上为什么那么多可乐的由来。现在天梯多少分了？进剑之梯排第几？哦，对了，你是焚化宫，那你应该跟小白认识。靠，大意了！上次碰胡为的时候偷的是烟灭，这次怎么办？我叫白匪，中烟行者，我可从未见过你。李鬼碰上李逵了，人家是真烟灭，硬着头皮上吧。苏城，焚化宫。哦，你们没见过吗？你小子老实交代，是不是撒谎了？我怎么撒谎了？还不老实！几个月前排到你的时候，只比我低100来分。我想想，好像是1501。现在呢，就算再低，不可能没排到过小白吧？你们两个同阵营的，可不要背着我搞鬼啊，兄弟！我一个奶妈，分比人家低也正常。你小子就喜欢藏拙，小白，我可告诉你，别小看她是个奶妈，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当初那场试炼，城里那铺天盖地的骑士卫队，就是被他骗的都找不到北了。今晚试炼中门重逢确实值得开心，但是不是也该有点时间观念？有这个功夫，不如先自我介绍和鱼行。有点意思，好像没排到过你，怎么称呼？燕纯、混沌、战士1970级。这位小兄弟，你多少分？李自然，生命天梯1469。
1721，大佬，我1721分。哦嚯，最高1900，终于又回到熟悉的鱼塘局了。鱼塘局好啊，好混，这把就报个低分当个混子好了。苏城焚化工2401。多少？2400？笨假的八哥，你没骗人吧？说实话，苏城不喜欢这种敬仰，他现在难受的一批，因为这张破嘴又想看乐子了。可为什么要把分数报得这么高？兄弟，你确实懈怠了啊，怪不得好久没排到你了。无为宪政勇士2632。好家伙，我的鱼塘局呢？我那么大的鱼塘局呢？拿我当鱼塘是吧？好好好，感情小白说的元帅是战争的神选，大元帅是吧？白匪中烟行者2615。李自然傻了，他只是祈愿了一瓶往日的繁荣，用来拯救自己的妹妹。自己1400分，怎么就排到了2位2600分的大佬？这下好了，妹妹没救成，自己80%也要搭进去。这个段位的局是自己能玩得转的吗？多看一眼都会爆炸吧？他看向几个大佬的目光中带着惊恐，显然是生出了想要溜走的欲。几位别慌，我又不是人。这局确实有些出乎我意料，我呢在找一件东西，一直求而不得，所以祈愿了他的线索。但无论如何，这件东西肯定跟你们几位分数太低的沾不到边，所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能要先退出这场试炼了。秩序的试炼一般来说不难，只要不违反律法，尊重规则，都能熬过去。但毕竟因为我的缘故，让你们少了3个队友。这样吧，你们可以说说祈愿了什么，如果我能解决，我个人额外补偿给你们作为赔礼。哥，你说少了3个人的时候，回头看我一眼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退出试炼？你不应该也赔偿我吗？我可不想退出试炼了，我是守法公民，还指望着这局试炼给我点线索呢。小兄弟，这局祈愿了什么？说说看吧。往日的繁荣，我需要1瓶。抱歉，小兄弟，影响你游戏，这算我的赔礼。等会儿找个地方熬到试炼结束吧。李自然愣住了，满满当当一小包的药剂，全是往日的繁荣。你是吃鱼的战士，树壁骑士，你祈愿了什么？吃鱼的信徒，难怪与卫官一副自视甚高的样子。哪怕知道对方是2600分的大佬，为了保持自己的逼格，总想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或者智商高点上表现一番。见证一幕历史，我是祈愿前来见证一幕历史。你想加入历史学派？有确定的目标吗？是。我想见证一场有关理智之塔的实验。我上一把刚见证了一场理智之塔的实验，还是最伟大的那种。这局不会再来一场吧？你的真知高墙能持续多久？有没有突破数量限制的天赋？12小时，16单位。勉强能用。说实话，你祈愿大概实现不了，因为这里是希望之州大审判庭的地界，与理智之塔中间还隔着一个深渊火山，这10万8千里的路程，哪怕你3天3夜也赶不过去。跟我走，我不能保证你一定能看到你想看的，但至少有机会能看到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当然，我们其实也不缺你一个，只是可以顺路带个人。好了，我只能说这么多，做决定吧。大佬邀请了自己，却没邀请李自然，忍不住，根本忍不住。这份施舍恰到好处的遭到了自己的痒处，于是烟唇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姿态，轻轻点了点头，决定加入，而后立刻转头看向了李自然，其眼中流入的鄙夷恨不得拍在这位低分的园丁的脸上。失鱼的信徒永远让人讨厌，可李自然完全没看见，他仍然沉浸在白嫖了10几瓶往日繁荣的狂喜中无法自拔。胡为转头看向了最后一位队友，这位略显妖娆的男士此时感受着胡为身上散发出来的巨大压迫力，双腿颤颤，几欲昏厥。可看他的脸色及状态，倒不太像是被吓的，反而像是要高潮了。一股子污惰的味道熏得人眼疼，他拥抱的是欲海中的苦痛雨，遭受苦楚便会身心欢愉，无论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你他妈！你的补偿就算是给过了。胡哥，牛，你是真牛，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味儿太正了。哥们，你呢？我有一个朋友是命运的弃世者，过得不太顺心，我祈愿来看看他可能会拥有的未来。命运太悬了，除了瞎子，谁都不敢说看透了命运。嘿，这有点难搞。不过也没必要执着于此局此刻，不如跟我走。局面至此，似乎已经没法拒绝，因为看似大气的胡为，其实早已堵死了所有人的退路。他用一把叫做慷慨的武器，成功封禁掉了所有人拒绝的权利。帮，必须帮！好兄弟，相信我，不会让你白走一趟的。来，那个位置，给我湮灭他！
完了完了，大审判庭的卫队要来了，这下死定了！你们两个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李自然第一时间掉头就跑，而这个巫舵似乎想跟他们一起走，可胡为根本没理他。他一时欲望得不到满足，只能愤怒地朝着李自然的方向追去。毕竟那位1400分的牧师手里还有10多瓶往日的繁荣，这可是一笔巨款。你最好小心点，我送出的东西可没人敢动。然而这个赛人根本不是要什么往日的繁荣，没2秒就彻底瘫软在地，开始仰面大口喘息。他的嘴角勾起满足，眼里充满意义，显然是爽到了。胡为的脸色直接黑成了焦炭，千算万算，居然被一个1700分的赛人给算计了。妈的，既然这么喜欢，就让大审判庭的人好好伺候你吧。你们两个在搞什么？怎么还不进去啊？我特么是一个奶妈，我跳不上去是不是很正常？可不像某些人，好歹一个战士，难评。哈哈哈哈哈！战争之族借路而过，不劳相送，有缘再会。又是虚空，苏城又回家了。不过这回家的频率也未免太高了点。大哥不愧是大哥，进入虚空就跟开门没什么两样。肥姐，我们这是要去哪？我早已知道你不是焚化宫，你是谁？哈哈哈，开玩笑了，肥姐。我们其他人和虚空的关系并不融洽，但你的气息掩盖的并不好。虚空似乎很喜欢你，就像回家了一样。姐，倒也不必这样，我确实是个焚化工，我以前就是殡葬公司烧锅炉的，叫我焚化工也很合理，对不对？白匪从未见过能有一个高分玩家的脸皮如此之厚，都被戳破了，还要硬着头皮再来一段。行吧，都到这了，我也不跟大家玩虚的了。其实我是小丑，欺诈的信徒。哼，愚昧的表演，还真把自己当欺诈的信徒。其他人随着他的视线看向了苏城的口袋，胡为眼疾手快，掏出了他那枚命运之头。兄弟，你这就不够意思了，你居然跟瞎子一样是命令的人，我就说你小子阴得很。行啊，连我都骗过去。唉，没办法，多个身份多条命。重新介绍下，苏城知命师。反正都不是好人，来嘛，一起来骗嘛。我认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什么焚化工。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也不是老哥瞒你。在没找到那件东西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有什么。不过我可以多少透露一点，我们要找的东西来自于一位命运信徒的预言，我们喜欢称呼他为瞎子。他给我们几个指引了一个方向，于是我们便想去看看这个方向的尽头藏着什么。我之前听说神选们都在掉分往下走，难道都是跟这个预言有关？一个跟你同属虚无的神选，是他分享给我们的，就不提他了，晦气。虚无的神选，难道是真心？咦，确实晦气。可这跟掉分又有什么关系？一旁的烟纯没忍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太好奇了，已经完全将自己身为赤鱼信徒的逼格抛在了脑后。因为神选不可见，瞎子说东西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思来想去，应该指的是分数，所以我们就下来了。就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预言，你们就不怕瞎子忽悠你们？或者说，你们就不怕真心转述的话有问题？等一下，不远的地方，难道我跟烟纯被盯上了？靠，我就知道没安好心，你们的破游戏混不了一点。胡哥，我有个问题，你们不是不知道在哪儿吗？怎么我们前进的方向又这么明确了？预言虽然模糊，但大体能圈定一个范围，我们正朝着这个范围出发。苏城心中升起更大的疑惑，虚空与现实是一一对应的，就算自己这4个人在穿梭虚空，可速度并没有快多少，所以上到虚空中来的意义是什么？烟纯明显也很想问这个问题，但为了保持赤鱼信徒的人设，给忍住了。苏城见有乐子，自然就不肯先开口，最终在憋住不问的游戏里，赤鱼的信徒输了。虚空与现实是一一对应的，我们这么走下去毫无意义。我们到了。你傻愣着干嘛？我们就准备出去了。是进去，
进去？我们不是已经在虚空里面了吗？还能进到哪里去？苏成根本听不清胡文说了什么，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学生一样，开心的玩了起来。胡维掏出了巨剑，对着他面前一面像镜子一样的东西一顿乱敲。运气不错，我们到了。这是怎么不认识吧？这不就是拒绝一切知识窃贼进入的真知高墙吗？真知高墙，这里难道是理智之塔的虚空实验场？我们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来到了理智之塔地界的加斯麦。不错，这里就是理智之塔的虚空实验场。面前这堵真知高墙，正是你们吃鱼之人所模仿的真知高墙的原版。这堵墙的存在，是为阻止那些企图窃取真理知识的小偷。燕纯，你很幸运，我没想到我们今天居然真的碰上了一座虚空实验场。运气不错，难道刚刚胡伟打破的镜子还有很多？刚刚我们进入的空间叫嬉笑之潮，一条由欺诈之神亲手捏造出来的。现实，他在虚无的空间里创造出了存在。没错，他觉得世界上的存在一成不变，太过无序，于是便想窃取时间的权柄，由他自己去演化存在。但碍于存在的两位打上了门，无奈之下，他只能将这奇思妙想藏在了虚无之中。虽然很难理解，但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恩主大人，您对存在的理解就是哈哈镜是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哈哈。胡哥，在他的理解里，你是一张大饼。我们此次过来就是走了窥镜的捷径，因为每一个窥镜所对应的都是一个虚空中的去世。理智之塔放在虚空中的实验，显然是去世之一。去世？什么去世？你知道这堵真知高墙是为了阻挡谁的吗？这难道是？没错，就是为了阻挡他而建设的。人造的墙壁真能阻挡住他吗？当然不能，这是一种示警，因为他一旦闯入，这堵巨壁便会轰然倒塌，掩埋所有的实验数据，让乘兴而来的小偷败兴而归。那行啊，历史课就上到这里吧，接下来该课间活动了。看好我的位置，这次可要跟紧了。奶妈终究是奶妈，在无任何职业体制加成的情况下，苏成有点跟不上了，而其他人并不想拉开。很显然，大家在试探苏成的实力。唯一亮起的一张奸笑面，还是开局那个蜡影鱼贡献。要是用在这里，之后可怎么办？于是苏成决定努力了，他伸出手，抓向了远在前方的烟囱。你想干什么？你想交换我们的命运？我是你的队友，你居然想我给你替死？啊？什么？我怎么想让你替死了？刚才跑岔气了，想喊你帮忙拉我一把来着。军令士，不要再装了，我都看到了。呵呵，原来你看得见我，我还以为你忘了自己屁股后面还有一个队友呢。苏成知道这些机器人对两个大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他们随时都可以闯过保安们的围堵，甚至不费力气。而之所以把场面搞这么大，只是为了检验队友的成色而已。于是，独属于苏成的烈士局就开始了。行，喜欢搞事是吧？2600的我玩不过，1900的我还整不了吗？苏成看着戒指上亮起的第二张奸笑之嘴，看向烟纯的眼神中多了一丝讥嘲。小叶呀，还得是你啊！我这把输出有多高，可都全靠你了。
之后，苏成遇到危险就伸手，燕纯慌了，不是因为他想救苏成，而是他在救自己。一路上，苏成戒指的充能已经满得不能再满了。抱歉各位，拖后腿了。哈哈哈哈！你小子还是老样子。真幼稚。没用的，如果仅仅是这样就能破开真知高墙，我自己就能来到这里。此时，胡为来到了高墙之下，将手贴在了墙上，并沉声念道：“洞窥本质，行见真理。虚空是能学系学者胡为带3名学生前来记录实验数据。”真理的预行？难道胡伟是真理的信徒？因为只有真理的信徒才能打开自己的家门。不对，刚刚是混乱的气息，他用混乱之力骗过了真知高墙，让这赌具币成功认下了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虚空智能学习学者胡为。混乱相比欺诈的手段更加简单粗暴，他不是用虚构的东西进行迷惑引导，而是直接混淆对方的逻辑，篡改敌人的认知。而且胡为完全不像是在借用道具的力量，倒像是他本身就可以调动混乱之力。这是什么情况？3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原来最近那个传闻是真的。传闻？什么传闻？他们对不信仰自己的其他神选都很感兴趣，且有招揽之意。说简单点，就是挖墙脚。白匪说的话是真的，因为记忆赐予苏成的戒指以及吕景明的改姓，就是最好的证据。小白消息挺灵通啊，谁告诉你的？上局排到了李景明，他弃世了，成了欺诈的信徒，但是他依然在收集记忆，所以我用一段记忆换来了这个消息。你把自己的记忆交出去了，你就不怕他窃取你的身份，成为你那段记忆中的白匪？我行于他的注视之下，既湮灭众生，也湮灭自己。我从不畏惧消失，只畏惧还没找到一条路，在湮灭自我之后，继续践行他的意志。什么意思？死了都要爱是吗？在无尽的消逝和崩毁中，湮灭从不是为了彻底的湮灭，而是为了兴盛。而另外一人却拥有了他的全部记忆时，谁能说那个拥有所有白匪记忆的人不是白匪呢？苏成听了这话，脚步微微后撤，心中的颠婆名单又添加一位。燕纯脸上也涌现出无法理解的骇然。厉害，你比那个让人讨厌的环卫工更懂你的恩主。告诉你们也无妨，其实敬神早已开始，召见玩家的神明并不一定是各自的恩主，甚至有可能对家。觐见的过程中也夹杂着一些诸神的纷争，他们似乎在促成一些事，但具体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你的意思是，他们容许了背叛？背叛这个词不好，应该说是融合。融合？拿什么融合？难道他们会私下第2个信仰？胡为没说话，显然已经被混乱召见过了，并得到了一些特殊的赐予。2碗水端不平，如果真的存在第2信仰，玩家心中肯定有偏爱的一方，而另外一个能忍吗？苏成别的不知道，但有一位还挺能忍的。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苏成不敢完全相信胡为的话，虽然有欺骗大师这个天赋，但混乱的力量并非谎言。一想到之前张益达身上的时间之力以及信仰海王切肉丝，苏成猜测胡为大概说的是真的。但不管如何，胡为虽然慷慨，但不是一个以真心换真心的人。他或许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但如果你讨厌被强迫，跟胡为这种人合作就会跟吃屎一样难受。苏成能接受吃点跟屎一样的东西，但他忍不了别人在自己头上强加意志，当然他除外。认清自我，走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过度追寻看不到的未来。时间不多了，赶紧进去吧。哈哈哈哈！既然都不愿意先进，那我先进了。记住我的话，我胡为只对敌人出手。燕纯对理智之塔的实验非常渴望，紧皱眉头也跟了进去。苏成一动不动，他甚至在想自己是不是可以直接开溜了。毕竟抓壮丁的人已经走了，现在的自己属于无人看管的黑宫。哦，也不是无人，还有一个冰山美人。女士优先，要不加个微信？去你妹妈的虚空实验场！按照这个节奏下去，我快成实验场里的耗材了。拜拜了您呐，我先找条路回家，大佬们自己玩去吧。这是青羽树，这里是虚实共乐实验。唉，来错了地方，这不是瞎子的预言之地。青羽树，这不是加斯麦的世界之树吗？走吧，来都来了。他们一行人准备前往世界之树的中央地带。苏成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学生一样四处张望，燕纯更是拿出了笔记开始记录起来。这里的一切可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虚实相合，共轭而生。大学者们借用淡玉交合阴阳的意志，将一枚种子种在了虚实之间的夹缝里，而后又用繁荣的神力不断催化它，让它既生长在现实之中，又于虚空之下吐露新芽。你们面前所看到的这颗，是它在虚空中的镜像，而现实中那颗，想来各位应该都知道，就是位于加斯麦城的世界之树。不对呀，我记得加斯麦的那颗远比这颗要大得多。现在这场试炼的时间线是实验的中期阶段，你说的那是200年后啊。据说在200年后的文明纪元末期，它才终于开出了第一朵花，而学者们好不容易熬到了它结出果子。可那是来自地底的余晖教廷的混乱信徒早已攻进了加斯麦，文明于火中诞生，却也在火中灭亡。共轭轻雨的大火同时燃于虚实，而这座维持了几百年的实验场，也像一座用厄运和不幸架起的织机，孜孜不倦地给余晖教廷织出了一件最美的衣裳。世界之树居然还有果实，而且就这么被余晖教廷摘走了，谁摘的？拿去干嘛了？混乱的从者从不记录，吃鱼的智者从不分享，沉默的行者从不表达。混沌之下亦无史可参，人们永远无法再知道，在那场让加斯麦拉消失于地表的残酷战役中，究竟是哪位混乱的信徒取走了果实，也无法知道那颗果实到底有怎样神奇诡秘的作用。哪怕是余晖教廷自己也毫无头绪，因为他们散播的是混乱，推崇的是无序，所以这场持续了几百年的实验流产了，而且毫无历史记录。余晖教廷又是什么组织？据小道消息记载，余晖教廷据说是在某位混乱令使的指引下诞生的组织，没有掌权者，也无等级划分，可以理解为每个混乱的信徒都是余晖教廷。唉，这场持续了几百年的闹剧，最终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不得不说，也许这就是命运。啊！混乱的令使，我叫苏成，一个单纯又朴素的骗子，可不是什么混乱的令使，看来不关我的事。命令的信徒是不是对命运有着更深的感悟呀？我对命运的感悟确实挺多，但总结下来也就6个字：人们总将不幸归结于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我主只是垂怜他们的呼唤，为这些故事贴上了命运的标签。但诸位要牢记，并不是命运推动了一切，而是一切铸成了命运。难受，太难受了！睁眼说瞎话，简直比吃屎还难受。就在苏成默默的自我恶心的时候，他口袋里的骰子却毫无预兆的跳动了一下。好了，诸位，历史课也总有要下课的时候，自由活动嘛，各位，手段麻利些，不要引起太大的动静。说完，胡为就原地消失了，但他并非真的离开了，他只是用混乱的手段篡改了众人的认知，让他们觉得他已经离开了。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学者看到他们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里所有的人已经被篡改了认知，认为他们4个人真的是虚空智能学者。谁？是谁？难道是胡为在搞鬼？也不是头子发出来的，难道是王座上的那位大人来要账了？你别急啊，你一急，我也跟着急。太古一缕情深，这是他的国度。晴姐，第7遍了，真的有用吗？一定有用，我相信它。晴姐，什么情况？还不行吗？别怕，任何涉及超出常理认知的道具，在使用的时候总会遇到有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问题。或许是这个古冰傀儡品级太低，并不能触发它的效果。我还有一张 S 级的骸骨武士，如果不行，那张书页是你保命的最后手段，我们可以死在这里，但你不行。晴姐，传火者不能失去寻新人，我们死了以后还会有无数个我们，可你现在是仅剩的一位寻新人，为了传火者，为了大家的希望，晴姐，你不能死。我还想试一试，这不会是一张无用的假面。他虽然拒绝了我的邀请，但我相信他不会骗我。如果真的能唤醒一具遗忘医生的傀儡，足以让我们所有人撑到最后一刻。可是。哟，大腿，
穿的挺清凉啊。方师贤有点牛啊，怎么就把自己拉到他们的试炼里来了？他不会也2400了吧？大佬，哎，别！去，赶紧起开，沉的要死，长胖了不少吧？哦，是吗？大概是胸又大了点。百灵是个懂事的姑娘，她只是稍微激动地表达了下自己的激动，紧接着就翻身而起，将苏成拉了起来。你穿的也挺清凉呀。我还有更清凉的，不过要收费。我给钱呀，大佬，多少钱？怎么这么平了？你喜欢我捧场吗？我就偷偷跟人学的。哪有你这么捧的？谁教的？命运真是奇妙啊！好久不见，恕成者女士。好久不见，一望医生。还好上一把有一位时间的信徒，这个马甲还是可以续上的。大腿，不介绍一下吗？你好，我叫崔秋实，秩序骑士，恕成者。他果然是崔秋实。苏成第一次因为认识一个陌生人而莫名的感到开心。至于这份开心到底是出于对崔老的敬重，还是出自于坚守美好之人的敬服，那就不太分得清了。或许两者都有吧。看来那时候的赵钱真的认识秋实，因为传火者的身份，所以不能告诉老爷子实情。我曾见过一位鹰眼斥候，他大概是你们的伙伴。你说的是赵钱吧？是，他死在了一场试炼中。星火易逝，传火不息。再见了，朋友。愿你解脱苦难，愿你得偿所愿，愿我们梦中的新世界正在到来。他是一位勇于开拓的铸成者，是跟我一起加入的同胞。传火组织分为两个派系，铸成者比较激进，他们意志坚定，有时候为了目标不择手段；而束成者比较偏向保守，还留有人性的悲悯。看来你们的情况并不太好啊，怎么不打120呢？我出诊可是很贵的，不过看在是熟人的份上，可以打折。说说吧，大腿，你是怎么把我从另一个地方拉到这里来的？这可以当作是诊金的首付。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应该知道吗？你是说你刚刚消耗了我给你的那张假面，把我召唤了过来？我他妈把传火者都压上了，结果你告诉我你自己的东西，你居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话问的，在我身上就是我自己的，在你身上的就不能是我的。那这张面具呢，是什么作用？无愧假面。当你戴上这只假面的时候，你的战意将一往无前。当你消耗这只假面进行防御术法时，所有防御效果及有效时间均翻倍。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冒昧，但苏成这些假面捡的。果然如此。听到面具的效果之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崔老。苏成很早就开始怀疑这些面具和每一场试炼的队友有关。原来这些面具的效果与职业和之前遇到的队友一一对应。崔秋实是吧？看你挺壮实的，戴上这张面具吧，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勇士。看啥？接着看你们惨兮兮的，一看后面就是有硬仗要打，拿着这个还能帮我多抗2下。说好啊，这不是送你们的，等解决了眼下的麻烦，你们传火者要还的。我想想该要点什么呢？大佬，要我吧，我以身抵债。想得美，我亏个面具不说，还让你白爽一次，你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那你说要怎么办？反正不能让你白爽。那不然我给钱。妹妹，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那种人吗？你打算给多少呀？坏了，怎么感觉自己在往婊子的方向进化了？我只是想跟命运妥协，不是真想婊子啊。大佬，真的吗？多少我都愿意出。哈哈，先说正事，说正事。我们在寻求一件很重要的东西，组织里很多人都祈愿了同一个目标，但只有我们3个排到了一起。本次的试炼为混乱真理之冠上的明珠，于丧钟敲响之时放声哭嚎。有5天的时间，现在只剩最后1天，外面局势复杂，别说为了那件东西，现在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所以说你们还有3个队友呢，也都活着？不错，他们3人现在与理智之塔的守卫队们混在了一起，而我们3人相熟的身份根本瞒不住，所以我们自称是亡灵超度会的组织。因为这个组织够小众，知道的人不多，而现在正是我们3人为大队人马出来放哨的时候，不料却遇到了余晖教廷的大部队，我们几个打不过，无奈逃进了这个屋子躲了起来。余晖教廷，理智之塔，难道这里是加斯麦的虚空试验场？没错，而我们的任务是需要在战火点燃加斯麦拉的世界之树前，找到学者们的第69号虚空实验场，在他的信徒毁灭一切之前，取到一片还未枯萎的青羽花瓣。
说到这里，方诗晴觉得自己的祈愿目标似乎有些过分了。以当前的情况而言，能活着退出试炼已是最好的结果。毕竟这场轰动整个希望之州的战役，是希望之州整个历史上混乱信徒们最为高光的时刻。这里是余晖教廷的主场，是为一切秩序和真理敲响丧钟的地方。大佬，你别慌，我会保护你的。什么狗屁秩序和混乱，这特么分明就是命运的安排。还有那什么真理之冠上的明珠，不就是那棵世界之树等了500年才结出1枚的果实吗？所以你想让我去取那枚果实，对吗？您还真抽空回应我呀，我就是随便说说的。您要是忙的话，也不用突然理我一下，怪吓人的。苏成瞬间汗流浃背了，心里不断的念经，把从小到大学来的所有夸奖和赞美都用上了。赞美伟大的，赞美宽恕吧。我叫苏成，是个遗忘医生，2401分。如果不介意的话，这局游戏就由我来接手了。2400分，大佬，你别吓我呀！后悔，太后悔了，当时多坚持一下，说不定能死皮赖脸将苏成拉入到传火者的阵营中来。一位2400的好人，一定能成为传火者最大的助力。因为传火者的寻星人都不敢贸然接触2400分以上的玩家，想要传火者壮大下去，就只能在低分段中去寻找潜力股。因为高分玩家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只靠虚无缥缈的梦想是不可能将这些玩家感化过来的。而之前就遭遇了一位高分玩家的背叛。仰慕我的话就不要说了，我的迷妹太多，有什么想法都得先排队。还是说说当下吧，其他3个人是什么情况？一位2600分的虚空智能系博士学者，心弦狂热有力；一位2500分的元素法官，心弦中正沉稳；还有一位不知具体情况的囚徒，他有沉默的庇佑，听不到心弦之声。我2114分，百灵1447分，崔秋实1964分。现在是什么情况？余晖教廷不知道从哪里突破了加斯麦拉的防御，现在估计已经对守卫发起了第1波冲锋。我们现在混在了守卫队的第67团，前不久团长死了，而且死得莫名其妙，我们怀疑有内鬼。因为现在团内的大部分人都是一路上收编的残兵，很有可能混入了一些混乱信徒的内鬼。内鬼有怀疑对象吗？马师傅，他是真理的战士，格斗专家。昨天我在放哨的时候发现了他在行军途中滴落的血迹，疑似在对外传信。哥哥，他是从城里逃过来的难民，他自然是一位旋风游侠，但我们却从未见他化成过风，只看到了篮球。鸟人昨天随着一小支城卫骑士与我们会合的小队副队长，本应是守卫真理阻拒敌人的锋敌，但却一心想要劝说我们逃去中央学院。等等，后面混进来的人比原本一开始的队友还要多？是的，我们无法拒绝这些士兵的加入，因为我们的力量也很弱小，不收拢残军的话，会死得更快。那有没有信得过的人？只要有5成信任就可以了。5成？那还怎么信？5成已经是我能给予的最大信任了，怎么不能相信呢？格尔，我们所在小队的军需官，他是从战争之国归化来的降兵，是一位督战官。这不是有一个牧师吗？苏成见3人脸色尴尬，立马就想到了什么。督战官，战争的牧师，他只需将手中的长鞭狠狠地抽打这些拜金之族的身上，以伤痛代替治疗。说简单点就是别人动刀杀人，他可以动刀救人，但你没办法确定他有没有发动治疗天赋，所以在没有得到信任之前，他可能送来的是治疗，也有可能是送你上路。那其他3名队友呢？这3个人连5成的信任都没有吗？除了那位默不作声的囚徒，博士学者和元素法官与我们所求的东西虽然一致，但队友一说也只能是暂时的。
我明白了，我会跟你们一起回去。局势太过复杂，只能亲眼见一下，才能有破题思路。不过我还是先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一会儿场面控制不住了，还请各位多多担待。景姐，你这请的2400分的外援真的靠谱吗？在鱼龙混杂的100多人的残军中，季月正在营中休息。他在队长死后接管了小队的控制权。他本来打算混入守卫队，找机会进入虚空试验场，取下一片青羽花瓣。可局势越来越复杂，整整4天，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杀了多少人。治疗别人且不给带来误会的前提是事先通知。偷偷摸摸的使用匕首对督战官来说可并不是一个好方案。如果你不是队中唯一的牧师，我认为你此举是想要送走我，从而接替我的位置。说吧，队长是不是你杀的？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要成为他的信徒，但真理告诉我，混乱不是文明。你只是真理的俘虏，他可看不上你。你来干什么？你太疲惫了，你需要治疗。比我更需要治疗的大有人在。如果你的精神力富余，可以去关心关心他。月儿，他们远没有你重要。我的精力有限，除了你，没法再关心其他人。怎么，你想睡我？格尔愣住了。当他听到季月的话比自己更加直接的时候，他却支吾着接不上话。此时说是或者不是，似乎都不太好。很好，感谢你在乱战期间还能想着睡我。格尔，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是你的牧师身份救了你。妓院，我们带回来了一位骑士队牧师，刚刚在外面巡逻时碰到的。啊！你疯了！我是你唯一的牧师。现在已经不是了。婊子，臭婊子！你们早晚会给我陪葬。他来了，他已经看。妓院，你在干什么？你杀了格尔，他可是队里唯一的牧师啊！我说过了，现在已经不是了。这位才是队里唯一的牧师。你好，我叫季月，外城卫第67团代理队长。阁下是哪支队伍里退下来的？怎么连自己的番号都忘了？是不是连名字也记不得了？不对，这种感觉大为不妙。苏成目光微凛，后撤半步，看向季月时多了一丝提防。对面这位美女似乎已经看破了自己的身份，可问题是自己连话都没说，她怎么识破了自己不是成为骑士的？身里还有这种手段，可以前他的信徒也没少被自己骗啊。没关系，我来帮你回忆一下。你叫苏成，一个理智使者。混乱的信徒跑到这里来，可不是一个好选择。混乱的信徒跑到这里来，可不是一个好选择。虚构规律，寰宇笑谈，让我们将这里的一切敬献给混沌的序幕，敬献给无序的天皇。我奥特曼，虔诚的理智使者，在此呼唤我的兄弟姐妹，让我们为这些迷途的羔羊敲响最后的丧钟吧。我们不误他人，亦要自相残杀。他正看着这里，不必惊慌，也无需害怕。我们将在另一个国度，然后见证他的荣光。都起来吧，别装了。大佬，我的演技如何？
情绪有点过了。你这都算不上配合，你这是在考电影学院。不过有一说一，多亏了秋实表现得好，才把这戏演活了。秋实人呢？崔秋实一动没动，要不是带着治疗效果的手术刀捅进他身体前的那一刻，他都真以为苏成是一个真正的理智使者。这波不是演的，是真没看出来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人这么能骗？大佬，你是不是捅得太深了？秋实都动不了了。我给你个机会，你再好好组织下语言。你不是理智使者。苏成确实不是理智使者，在秩序的局中扮演了命运的知命师，却并没有急着欲行，而朝向烟唇的那一握，自然也就是在炸胡。很显然，树壁骑士信了，也怕了，同样骗过了在观察的胡为和白匪。当苏成见到方诗琴后，口中所说的一望医生也是胡扯，他仍然没进行欲行。苏成从始至终都是小丑，当他看到格尔，似乎有了想法。他决定变为战争的牧师、督战官，而那一发带有混乱之力且降制效果的共沐神恩，自然也是假的。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法炸出这里的内鬼，可没想到这个部队的人全是内鬼，他们几个反倒成外人了。谁给了你我的画像？苏成想过自己的身份也总有暴露的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位博士学者不仅知道自己的名字，还大概率看过自己的画像。靠，是哪个小婊子这么恨我，居然连画像都整出来了？理智使者莫秋思善于伪装，欺诈人心，恍如昨日。原来你是小丑，原来你认识方觉。好一个清醒的理智使者，好一个混乱的督战官，你还有几层伪装？你猜猜看。我怎么不知道死灵系列天赋里还有一个召唤玩家的天赋？你对苏成的到来丝毫不感到震惊，看来高端局中真的有召唤其他玩家的手段。不必高端局，你不就能吗？能排到妓院你就已经算是高端局了。你们简直疯了！所有卫队都死了，这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还有，你是谁？我是小丑。苏成，你大佬，即使是恍如昨日，也不能在同一场试炼中替换两个信仰。你那发共沐神恩的治疗链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消融理智的效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不确定你们来自何处，但仅凭你一个偷窃了战争信仰的小丑，一个博闻诗人和秩序骑士，外加一个扮可爱的猎人，想要在这场试炼里有所收获是不可能的。我的部队全都被你玩死了，现在想要混入针织高墙变得更加困难。我是你们唯一的合作对象，打消我的疑虑，我可以考虑跟你合作。好家伙，明明是被你自己杀的，怎么还赖我头上了？美女，别以为你跟我负距离接触过，我就必须选你。我没有受虐的癖好。再说，那还有一位元素法官呢。不必照顾我的感受，你不信任我，就如同我不信任你。在没找到东西之前，信任不应被破坏。呵呵，你们都是正派，就我一个坏种，是吧？混乱信徒的理智从来都不高，只需要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暗示和引导，这群小疯子们便会咬钩。不过说实话，我可没想到你们队伍里居然有这么多内鬼。不对，你们怎么混入了敌军的队伍里了？不要再为那些死去的守卫感到惋惜了，他们早晚都成为这场战争的葬品。想拿感情牌当谈判的筹码，这个招数有些老套了。合作愉快。你这样让我有点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你卖我的时候也这么果断。有趣，骗子和学者达成了一致，看起来我反倒成了小丑。别走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嘛。明明都是好人，为什么不能一起合作呢？兄弟，你心跳有点慢啊。一般来说，心跳这么慢的，可都不像好人啊。借用你一句话，这个招数太老套了，对我没用。我只需遵从秩序的指引，便无惧任何混乱。说得真好。我想请问各位今日遵从的秩序是什么？很明显，他们并未遵从秩序，但莫武并不是辅助职业，他无需为队友提供庇佑。这个问题太过低级，以至于莫武都不想回答。你没有寻找秩序？嘿嘿，不遵从秩序的人不就是混乱吗？莫非你真的是混乱的人？够了，无聊的把戏。小丑是你的职业，不是你的形象，不要让自己表现得跟真的小丑一样。试炼只剩1天，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浪费。我可以不在意多出一位玩家，但我不会容忍这位玩家妄图分走原属于我的战利品。学者，我们的路还有很远，在没有见到结果之前，合作才是对大家最好的选择。先找到实验场，而后各凭本事。
法官先生，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你似乎并不惧怕我的手段，我能治愈别人，也能欺骗别人。我的手里有很多他的赐符，而这些赐符很有可能会让我猜到你的秘密，但你丝毫不惧，为什么？我本就是秩序信徒，真的不能再真，有何畏惧？哎，有意思，我说的是看透你的秘密，又不是看清你的身份，为什么要特地向我确认你的身份呢？文字游戏，幼稚至极。确实幼稚，不过有用。我一路走来碰到的所有秩序队友，无不对我严防死守，生怕被我套出了话。而我没有感受到你身上有秩序的光辉，你的自信并不是秩序给你的。所以，我的队友，你是灾祸之源，对吗？有种知道我是灾祸之源，还敢离我这么近，我看你是活腻了。余晖教廷的大军估计快要到了，我们也赶紧离开吧。不是吧，又是虚空？苏成又回家了，看着面前无垠的漆黑，心中五味杂陈。我进进出出这么频繁，他不会烦我吧？百灵显然是没来过虚空的。当他脚踩着虚无的地面时，他本能的伸出手挽住了苏成的胳膊。你再这么挽着，我可要收费了。这可是 VIP 女友位。哦，怎么收费的？按天算吗？那我出钱先买1天。当个1日女友也不错。不过要说好哦，是1日女友，可不能只有1日哦。苏成愣住了，正直的他常常因为不够变态而感到和乌朵格格不入。我们现在躲进虚空毫无意义，本来我们可以在69团的庇护下混入真知高墙。苏成，这一切可都是你造成的。可他们都是内鬼啊，是敌军啊。内不内鬼重要吗？我们不是来当救世主的。再说了，那些人又不是我杀的。怎么，你也想当我的1日女友？明明是个真理的学者，怎么跟战争的莽夫们一样？很好，被你看出来了。既然我们已经走到了同一条路上，我自然不会对我的伙伴有所隐瞒。我们真理的虚空智能派系在虚空研究上或许高人一等，但战斗方面的天赋几乎为零。而到了高分段，如果没有对抗与自保能力，这将是致命的。于是我便开始未雨绸缪，将战争的手段与虚空结合起来。虚空的喷吐之力和冷兵器的锋锐合2为1，但我并没有那么多的冷兵器可以使用。于是我祈愿了一场战争的试炼。那场噩梦般的战争持续了3天3夜，我将整个战场全部搬进了我的虚空之中。也是从那之后，这片永溢着战争神性的战场便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让我变成如今这副模样。所以我沾染了战争的神性。你真的只是为了那一地的兵器吗？你该不会是想借此研究战争吧？不错，我确实在研究它，但为了消除战争对我的负面影响，我需要一片青羽花瓣做成孪生药剂，它可以让我的灵魂分裂，再生出另一个我。如此一来，另一个我便可以安心的去研究战争。疯了！苏成已经无力吐槽，心中的颠簸名单又加一位。虚实相合，共恶而生。另一个我诞生于虚无之中，已经没有实体的灵魂，所以我一直在研究死灵天赋灌输灵魂的独特用法。之所以我一直怎么不信任你们3个，那是因为这个亡灵超度会便是我专门为此成立的组织。很明显，季月不喜欢合作伙伴对自己有所隐瞒。如果此时不坦诚相待，那这场合作可能就到此为止了，甚至可能迎接他的怒火。可传火者已经经历过一次背叛，方诗琴他们敢说吗？他们可能不敢，但不代表苏成不敢。欺诈在上，于此明鉴。接下来我所言之种种，均无谎言。无声的沉默震耳欲聋，现场突然就变成了囚徒的朝圣之所。从不表达的他，甚至有点控制不住嘴角。开个玩笑，缓解下气氛。2位朝着这张假面立誓，如果违背，则在往后岁月中，2位将再也无法分辨一句谎言，也再也无法信任一句真话。我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效果的假面。苏成，我是虚空智能系的学者，以我对虚空的了解，他不是虚空，虚空只是他的玩具。你把面具给我，我只需要。这可不像是真心换真心的合作态度啊！季月视线掠过方诗琴本人，尤其在崔秋实的脸上流连许久。之前他就注意到了这位秩序骑士才是最坦诚的那位，他几乎不会骗人。崔秋实也注意到了季月的眼神，但他内心无比坦然。我都不知道真假，也不知道苏成接下来要干嘛。你看我有什么用？方诗琴表面冷静异常，可他的内心却紧张无比。如果真把传火者暴露出去，凭借一张假面，真的能限制住这位2600分的大佬吗？而百灵脑子里现在什么都没想，只想着怎么才能变成苏成的1日女友。以此坦诚之心招应真理，以此信任之意交付欺诈。我虚空智能系学者季月在此立誓，今日所闻之种种，如有外泄，
令我今后一生再不得见真理，不再识破谎言。看开点，你大概别无选择。周素，囚徒1842，我受够了孤独的敲打，所以我祈愿找到能并肩而行的伙伴。很好，欺诈的交心大会办得很顺利。之所以如此谨慎，因为这是一个连诸神都不知道的组织，代号传火者。诸神降临至今，被作为玩家的人类何去何从？信仰游戏虽说是一场游戏，可失败的代价各位理应非常清楚。除了顺从他们的意志外，再无其他选择。所有人都在积极挣扎，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吗？不，这不是，这只是他们想要的，而我们无法拒绝。可我们真的无法拒绝吗？我在想，坐在那高高神座之上的诸位里，为什么不能有我一个？除了季月，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苏城所言跟传火者的本意毫无关系。你们可能觉得我疯了，不，我没疯，我很清醒。这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臆想，也不是我一厢情愿的妄念，因为他曾告诉过某位玩家，人类是可以成神的。所以传火者诞生了。如果诸神的神座上出现了一位人类，那么在他的庇佑下，人类是否就有了新的未来？而一旦我们的计划被他们发现，迎来的将是抹除和湮灭，用他们赐予的能力去反抗他们，这也许会很可笑，但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而我们便是走在这条成神之路上的人。传火传的不是延续之火，而是成神的希望。而这3位朋友便是我早先想要招揽的成员，现在是你们给出答案的时候了。考虑好加入了吗？我加入。我编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相信，你加入个麻花？你那被真理照耀过的脑子呢？这种反抗诸神的组织能有好下场？我自己都不信，给你整信了。不必怀疑我的诚意，神座的觊觎本就是迈向真理的一种途径。你们传火者的信念与我的研究简直不谋而合。我从未有一天如今天这般开心。我可以向你们开放我的一切研究，相信我，一个孜孜不倦在做神明研究的学者，一定不会辜负你们所搜集到的一切数据。我们一起解开神明的秘密，搭起一座通向他们神座的桥梁。先别管苏城接不接受，季月的坦诚让方诗晴先心动了。他在想自己要不要替偏向激进的筑城者们收下季月，将他拉入真正的传火者的阵营。但最后还是把话咽回去了。他们借尾于神，却还只是将目光局限在寻找新家园上，并没有作死对抗神明的念头。筑城者们的意志远没有苏城口中那么激进，很可能让这位同样激进的学者失去兴趣。喵的，真是绝了！搁这儿一顿骗，把自己骗进去了。行啊，想加就加吧，反正都是假的。欢迎新的传火者伙伴。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传火者的领袖是谁了吗？是。我已经知道了，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你又知道啥了？在季月这种表现之下，其他几人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就连沉默的囚徒都直言自己可以试试。就这样，第2个传火者组织诞生了，还从老传火那里挖了3个墙角过来。之前对抗莫武的那道雷霆，没错，是的。季月知道苏城身上有雷杖，而且似乎已经被改造过了，这说明传火者已经研究出改造从神仪器的方法和力量。季月更开心了，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好了，该说正事了，老大，我们该如何靠近虚空中那株共轭青羽？既然如此，那让我带你们走点捷径。来，就在我脚下，破开这里的表层，让我们深入到虚无中去。苏城，你确定吗？放宽心，大胆做。虚空之下不一定是更深的虚无，而是让人匪夷所思的现实。这可能涉及到一些他的个人隐私，而我们传火者与他的关系似乎还不错。恩主大人，您在看吗？我冒充传火者这件事，一定是您喜闻乐见的乐子，所以窥镜是不是开在我身边了？我提供乐子，您提供通道，我觉得合理，您觉得呢？不辨真伪，勿论虚实，命若繁星，望而不及。我叫苏城，我从不骗人。这个蜘蛛网究竟只是乐子，还是有什么深意啊？这是什么？好神奇！我真的变成鸟了，哈哈，我会飞了。怎么能轻轻说话了？恩主大人，你不会就在旁边偷看吧？嬉笑吃潮，这就是你说的捷径。可那些镜子传送地点是随机的，怎么确定我们想去的地方？你说的镜子叫窥镜，每一个镜子都对应着虚空中的一件趣事，它时刻关注着这里的趣事，而此时此刻，我们便是这虚空里最大的趣事。
你看，吃瓜的来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双向奔赴吧。走吧，各位，在余晖教廷还未踏破真知高墙之前，让我们先去跟大学者们聊聊，问问他们手里的青羽花瓣卖不卖。作为一个历史学派的成员，苏城，我不得不纠正一下你的说法。真知高墙从未被余晖教廷踏破过。真知高墙从未被余晖教廷踏破。你来了。你是谁？看看我这记性，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克维，是这座摇摇欲坠的虚空智能实验室最后一位负责人。你认识我？不必疑虑，不必恐慌，是真理告诉我你会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你。真理难道不是恩主和命运的安排吗？怎么是真理？我这么抢手的吗？所以命运让我摘果子，是帮真理摘的，让我改变这段悲惨的历史，让实验结果流传下去，改变历史，这是不是记忆也掺和进来了？靠，很有可能。我就说他没有那么好心，白送我一枚戒指。秩序、命运、欺诈、混乱、真理、记忆，你们全都来看我一个小丑是吧？所以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将果子交给我了，是吧？果子。如若来自余晖教廷的混乱再晚来半年，或许有希望。什么？没有果实？所以我祈祷了你的到来，你能为我们带来果子。苏城懵了，就好比老婆饼里没有老婆，命运打电话喊下楼拿快递，然后打开发现里面是空的，被他们那群商家给忽悠了。好家伙，请我来吃饭还要我掏钱是吧？博学主席会已经放弃了加斯麦拉，我也知道我已无路可走，我只想在余晖教廷踏足之前，亲眼见一次虚实背后的真正奥妙，亦是他对我最大的宽容。好在你来了，我很明确的告诉你，我手里并没有你想要的结果。不，你理解错了，他为我带来了繁荣。以繁荣神性为养料，我便能在短时间内将共轭青羽催化成熟。苏城从未想过繁荣神性居然用在了这里。如果青羽树成熟，换来一片真正的青羽花瓣，或许是对传火者最好的交代。没想到崔老爷子的恩情终究是报在了崔秋实的身上。等等，繁荣神性你尽管使用，但在果实接触之前，能不能给我全部的青羽花瓣？花瓣？共轭青羽并非人类寻常认知中的植物，我不能保证你的需求。我知道了，动手吧，节约时间。他只会对你子女的繁荣神性感兴趣。如你所言，它并非寻常植物，你们又是如何确定这株共轭青羽一定会开花结果？是但也，因为共轭青羽是借用它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所有有关它的造物一定会诞下新生。你们快看，是繁荣的神性，太好了，我们的成果终于有希望了。可它并没有，而我体内的神性就要空了。你说有没有可能，虚空中的这颗倒影就是世界之树诞下的新生？谁说新生一定要是下一代的？万一他们一起长大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开花？为什么没有结果？但日不会错，真理不会错，虚实不会错，实验数据不会错。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哪里出问题，让我找找。哈哈哈哈！开花了，终于开花开了！哈哈，快看，多么漂亮的花朵啊！500年，整整500年，10几代人的心血，终于有结果了！快看，有结果了！不，它没有结果。你只是激动罢了，它就在那，果子就在那，花不会错，虚实共轭实验不会错。真理不会错，是的，真理永远都不会错。所以他打开了真知高墙的大门。确实，余晖教廷从未踏破过真知高墙，因为大门是学者们自己打开的。这段持续了500年的黑锅，最终由余晖教廷给背了。余晖教廷根本就没有见到什么果子。真理的大学者们永远不会承认错误。对，实验有结果，只是被可恶的混乱信徒给夺走了。门怎么自己打开了？你说这会不会有诈呀？说不定我们里面的同胞得手了，我们是混乱的信徒，管那么多干嘛？干就完了。呵呵，原来恩主大人早就知道了这场天大的乐子没有结果，也根本不在乎闯入真知高墙。这下好了，花也没了，果也没了，命运的妥协也没了，我也快没了。谁？到底是谁打开了大门？不是只有维克才有权限吗？不对，果子呢？果子呢？
原来你们早就已经混进来了，肯定是你们这些混蛋篡改了我们的认知，果子一定被你们偷去了。大学者，要是我把叶子摘回去，你说它的作用能跟花瓣一样吗？快看，我们没错，我们的实验没错。是的，果子就在那，你们成功了。我刚刚看到苏城了，他在上面，你们快去接他，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哪怕没有花瓣，也要把第一手实验数据拿到手，别浪费时间，快走。苏城的手里究竟藏着什么？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了。他杀掉了实验场的负责人，抢到了果实和花瓣。可刚刚他们几个人也在场，世界之树没有结果才对。难道那些学者说的真的？世界之树开出了果子，只是众人被篡改了认知。苏城，你手里是？没错，1枚果实，3片花瓣。历史错了，不是2片。我从虚空掉下来，正好碰到了大学者克维围着这枚果实在进行最后的实验记录。我问他花瓣卖不卖，他不卖，所以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听到这里，所有人都傻了。一位接手了几百年传承实验的负责人，被一个从天而降的陌生人对着脸问他一辈子的实验结果卖不卖。故事很荒谬，但往往越荒谬的故事越容易让人相信，尤其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所以众人信了。我去接应妓院，大家跟上，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机会突围出去。敌人太多了，他们几乎控制了整座实验场。如果我们想走，只能再次借助嬉笑之潮。苏城，我们……苏城的脸色同样凝重，他对着方诗晴微微点了点头。此时百灵也准备跟上去帮方诗晴，可当他经过囚徒时，却毫无预兆的突然转身，一刀刺中了身后的囚徒。不辨真伪，勿论虚实，命若寒星，望而不及。我叫苏城，我从不骗人。大佬，快走，他有问题。苏城何尝不知道这里有问题？不光是囚徒，他在意的是隐藏在暗处的第5位玩家。没错，就是第5位。因为献往虚无的祭谱，必须要5个人相信才能出发。大意了，谁说一局游戏不能有2位混乱信徒？苏城早该想到，沉默的信徒怎么可能是一把锈烂的元号？恩主早已给出了提示，锈烂代表失律，混乱的歌者，失律琴师。2400分的小丑，当有人知道你是一位小丑的时候，你的骗术很有可能会失去作用。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打听到那位奥特曼大人，不过你在69团冒充奥特曼大人的那场表演仍然非常精彩。奥特曼大人，什么情况？他是你们的领袖？小鸟，说说吧，你是怎么识破我？说出来，我可以放过。放过你身后这位觊觎。我可以量化别人的觊觎，提前预知危险，在你转身的那一瞬间，你想要我的命。谁能想到一位1400分的感官追猎者，居然会有一个 S 级天赋呢？难怪还能活到现在。好了，给你们施舍的耐心有限，交出果子和花瓣，我考虑放你们一条生路。要说这果子能变出来，还得感谢我。你这天马行空的障眼法太仓促了，要不是我使用混乱的力量混乱自己的思维，让我相信了你的谎言，你的果子现在还是一堆垃圾呢。差点忘了，还得感谢另一位。一个火候不足的灾祸之源，为什么他能悄然地度过了嬉笑之潮？我猜这么有乐子的事情，欺诈不会拒绝。可惜的是，明明当时在场的人有那么多，你却偏偏寄生在我身上。好啦，最后的乐趣也听完了，该送你们上路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算无一策，马上就要赢了？我说你们这些睾丸怎么都这么不要脸？我说过让你赢了吗？我最多只能给出5成信任。当我无条件相信你的时候，抱歉，你已经被我骗了。秦师，你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他拿走了青羽树的所有花瓣，如若不抢回来，我们该如何向那位尊贵的奥特曼大人交代？这个面具人居然认识那位大人，他是自己人，是那位大人派来协助自己的。妈的，谁都指望不了，我自己来。
杀红眼了，那位大人怎么会派你这种弱鸡来帮我？我让你起来了。呵，反派死于话多，这个道理流传了这么多年，你们怎么还不懂？还好我是个话少的反派，也不算吧，但我一般在你们死完之后才毙。SSS 级戒指一海一梦，在24个小时内，他将不会在这局试炼中留下任何记忆，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而之前有关苏城的一切记忆都被抹除，并进行合理的篡改。方诗琴的假面召唤失败了，而是变成了一张防御增幅的新假面。他们在归队的路上发现了一位骑士队牧师，而69团的叛变也不是因为苏城冒充了奥特曼，而是格尔的死引发的。而元素法官也没有叛变，成了他们的队友。而这个中途加入进来的牧师才是最大的。我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人，明明一遍体谅伤害不肯承认。我讨厌你谎话里虚构的身份，以为的天真其实是愚蠢。我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人。你是谁？我怎么没见过你？奥特曼，我叫奥特曼，管那么多干嘛？干就完了。苏城准备伪装成混乱信徒，直到试炼结束。可就在这时，他的身体晕晕忽暗了一下，而后意识就被抽回到了黑暗之中。顶不住了，先撤回去，跟百灵他们会合。看来混在我们队伍中那位戴面具的牧师，就是偷走果实的混乱信徒。我早该怀疑他的。历史终究没有改变。可就在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百灵却掏出了2片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细长花瓣。这是哪里来的？是那个戴面具的牧师，他叛变了，而且还杀了我们2名队友。当时我只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奥特曼大人什么的，但他离开的时候却扔给了我2片花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一个混乱的信徒，他明明已经拿走了所有的东西，却仍肯把这么贵重的战利品交到你的手上。这不是施舍，也不是戏耍，而是在资敌。他知道花瓣对我很重要，可以让我分裂另一个我来增强战力。他想让这场混乱的战斗更持久一点，以此来尽献他的恩主。如果现在能够炼制出妓院你所需要的药剂，那我们是不是更有机会撑到试炼结束的那一刻？说实话，我准备好了一切材料，模拟了无数次制药的过程，可我仍然没有把握成功。但我们别无选择，你们去帮骑士帮我拖住一段时间。白匪是他叫醒了自己？不对，我一直在这里站着没动，难道他发现了什么？苏城表面保持微笑，大脑却在疯狂运转。当你身处被动且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妨换个思路，让自己做回主动的那方，并重新踏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来。哎呀，被发现了，嘿嘿，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苏城加起来的声线跟真正的真心还是有一些区别，可即便是这样，他面前的白匪却大惊失色。不辨真伪，勿论虚实，命若寒星，望而不及。我叫苏城，我从不骗人。哎呀，被发现了，嘿嘿，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是他，错不了，全是他。真意，他居然扮成了一个无为的熟人。真意，果然是你。真意是谁？真心真意，一个真心，一个真意。靠，嘴哥，你居然演我！你明知道她们是姐妹，你跟我说她是真心，比起她，你更想看我的乐子呗？嘿嘿，你变聪明了，是不是吃药了？我想想，莫非你在偷偷研究我？哈，你不会是喜欢我吧？不过太可惜了，我已经有新欢了。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新欢喽。怎么样？帅吗？我可不能背叛他。下次见面的时候介绍你们认识好了，他就叫苏城，真的是个知名师哦。面前这位真意真的不能再真，但白匪是个闷葫芦，沉默降临，苏城慌了。真意是嘴碎且聒噪的性格，他绝对不会让聊天冷场。行者怎么不说话？你不会投靠沉默的信徒了吧？你刚刚叫我什么？完了，真意这个狗东西肯定给白匪起过外号，可他会叫他什么呢？白匪在嬉笑之潮中的形象是一个被拉长的充气人偶，小白被拉长，小白条。怎么
非要听到小白条才满意吗？靠，这他喵都能猜对，原来真的有人能猜到一个骗子的想法，而这个人恰恰是另一个骗子。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小白条，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不会也是为了瞎子的预言来的吧？很意外吗？当你看到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的祈愿是什么，怎么不给我个解释吗？嘿嘿，你想要什么解释？预言，你口中的那个预言。那个啊，我忘了。日月交替，虚实之上，未来已来。未来以来，那不是真意给我表演的剧本吗？真意冒充了我的未来，莫非这个所谓的预言只是一场闹剧？坏了，看来胡为他们是冲我来的，必须想想办法。嘿嘿，你不会信了吧？好了好了，告诉你吧，不过不是免费的哦，你确定要听吗？一想到真意以往狮子大开口的无理要求，白匪犹豫了。如果满足不了他的要求，而招惹了他，终日只能活在提心吊胆的杯弓蛇影之中。你不知道他会如何戏弄于你，并且你还很难反抗。哎呀，你似乎不感兴趣呢。算啦，我去找下一个交易对象好了。我需要付出什么？我可以尽量满足你。真的吗？什么都可以吗？不逗你了，我知道猎人都擅长做陷阱，我想让你帮我准备一场烟花，绽放于200年后，就在这个位置，你觉得如何？小白条，你想想看，当学者们满心欢喜的摘果子的时候，整间实验室都炸了，我们创造了横跨几百年历史的大乐子，你也湮灭了一段历史，你的恩主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吧？可我没有存在的力量，无法帮你做一场横跨几百年的烟花。嘿嘿，你没有，但是我有啊。成交，你可以说了。预言当然是假的喽，真正的预言其实是日月无有，虚实之间，未来即来，而未来的馈赠我已经拿到了。小白条，你震惊的模样好美啊，可惜我的相机坏了，嘿嘿。还有那边那位，我都把东西拿出来了，你还不准备现身一观吗？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胡哥。真意，你最好没有把我兄弟怎么样。不然呢？就算我把他杀了，你能怎么样？给他报仇？杀了我？来吧来吧，快来吧，我快等不及了。胡为不仅没有上前，反而开始全神贯注地防御自己的背后。他们害怕这位满口谎言的骗子又在想什么馊主意，准备拿两人取乐。苏成知道真意这个人喜欢疯狂盲赌，这种令人心跳加速的梭哈局，苏成自己也不喜欢。迫于真意的淫威，他们果然不敢行动，而自己却偏偏惹上了他。唉，前路坎坷啊！唉，没意思。预言呢，你肯定也听到了，就是这个。说实话，没什么挑战性，挺无趣的。你始终站在这里未曾走动，如何去了未来？你没听说过穿越吗？真土，我就是穿越了呀！来，免费搭，别害怕呀，我又不会骗你。你是说瞎子倾尽心血去做一个预言，所有神选掉分，就是为了一颗果实？我曾听说毒药和莫离祈愿去得到它失败了，它虽然珍贵，可即便如此，这颗果实也不值得。所以你还在骗人？真意，你到底隐瞒了什么？我没骗人啊，我就是为了这颗果实。当你真不说，真意，莫不是以为我真不敢动你？胡为和白匪被他这一口震惊了，他在干什么？两个人懵了，彻底的懵了。胡为脑中想到了一个荒诞离谱且不可思议的猜想，这一切的一切，本就是真意为了品尝这颗被众人追捧的果子而编织出来的世纪骗局。这就是真意，也只能是真意才能干得出来。所以你骗我们掉分下来，只是想让我们见证你亲口吃下了它。呀，你也变聪明了吗？我想尝尝果实，瞎子说要掉分，可我一个人下来多无聊，于是我就决定让我的朋友们下来陪我。就算如此，瞎子凭什么敢这么陪你玩？他不怕惹怒我们？你们天天瞎子瞎子的叫人家，就没想过惹怒他？他就是厌烦你们，才不愿意提醒你们呀，真傻！你撒下如此瞒天大谎，真心就这么任由你乱来？姐姐什么时候制止过我？好一个欺世之谎！不过这花瓣既然在我手里，你也要不回去了。辛苦小白走这一趟，这算是我的赔礼。谁都不愿意收下这花瓣，这只会让自己变成一个专捡垃圾的乞丐，尤其是这垃圾还是真意丢掉的。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比格，珍贵无比的存在被湮灭。果子的滋味如何？甜，沁润心脾的甜。苏成说谎了，如果不是自己练就的钢铁味觉扛住了这苦涩，他差点直接哭出声来。来吧，趁着这些学者还没把我们轰出去，让我们给未来的小疯子们埋下一点惊喜。我已经发动了存在，就是现在，对准那间结出果实的实验室。
可白匪射出的不是1只，而是10只。他想轰炸整个实验场，以此尽现他的恩主，而恰恰在不经意间把假真意志的实验室给忽略了。他想让他的计划落空。苏成默不作声，似乎并没有发现异样。好戏落幕了，我也该走了。小白条，期待我们下次再见。白匪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离开，不自觉地皱了皱眉，总有种感觉自己又被骗了。可是什么时候？不过好在与这个晦气的骗子两清了。那张骸骨武士，当我倒下的时候，第一时间用在我的身上。我的体魄强壮，可以为骸骨增幅。星舰要活下去，金火一世，传火不息。为了我们梦中的新世界，一定要活下去。就在众人岌岌可危的时候，在整座试验场的上方，美如烟花绽放。除了白匪特意留下的那个实验室，其他地方都已经湮灭殆尽。妓院，你成功了吗？谢谢你们未曾在最艰难的时候放弃我。我们彼此交付过信任，我们是同伴。是，我们是同伴，所以可以跟我说说骑士刚才所说的那个传火是怎么回事了吗？啊！我说小叶，你挺鸡贼啊，怎么自己跑出试验场了？你不是要见证一场实验吗？为什么见证到一半就走了？有意思，看来他也认识真意，而且还吃了大亏。我已达到要求，一个同属之余的玩家，他承诺会让我分得一个推荐名额。你说的要求，我马上就要完成了。可你来得太早了，我没有任何内部信息能够提供给你。我不知道你伪装成了这个人，求你放过我。你在害怕？我没有，树荫太多了，有些冷，我的身体在自我发热。既然你知道是我了，那么不如让我给你缓解一下恐惧的情绪。尊敬的大人，您的还款已经在路上，至于能搂到多少，可就看您自己了。苏成在加斯麦用帮人看病的手段赚够了足够的钱，度过了美好又轻松的2天。如果每场试炼都能有这2天这般轻松，他大概愿意信仰游戏早点来，在老头没死之前就来，然后带老头一起来体验富人的快乐。最后将所有的钱捐赠给一家孤儿院，孤儿院的院长和小朋友们非常感激他，并回赠给他一张由所有小朋友共同绘制的画，予以留念。苏成欣然接受，并在所有小朋友的惊呼声中，身影渐渐淡去。秩序在上，审判终至，你是否承认在整场试炼中不止一次亵渎了秩序？不辨真伪，勿论虚实，命若寒星，望而不及。我叫苏成，我从不骗人。你是否承认不止一次亵渎了秩序？什么情况？我没犯什么事吧？我否认。疑犯抗辩，审判继续。你是否承认你未经当地法律允许，擅自在城市禁区中破开了虚空，并毁坏了大量市民财产？我否认。破开虚空的是我的队友胡伟，毁坏市民财产的是我的队友白匪，我是被迫的，我有证人。允许抗辩，请出示人证。我的队友李自然、张如玉、燕纯都看到了，可以作证。抗辩有效，审判继续。你是否承认你未经他的允许，擅自洞开了深层虚空，并对他的造物行亵渎之举？审判官大人，您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家恩主的地盘也归你管了吗？抗辩有效，审判继续。你是否承认你未经当地法律允许，擅自在城市中谋杀了他人？什么鬼？什么时候杀玩家都算违法了？苏成算是看出来了，审判官在挑刺，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秩序大概是被玩家们逃课的玩法惹怒了。呵，秩序亲手打破了秩序，而他也拥有一切秩序的解释权。我否认，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我从不杀人，而且我有人证和物证。允许抗辩，请出示证据。我在加斯麦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赚了很多钱，援助了很多需要的人，还有孤儿院。审判官大人，以上所有都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好人，且是一个慷慨的好人。众所周知，哪怕秩序再严苛，他依旧喜欢好人，而自己偏偏是个天大的好人。嫌疑人所提供之证据与是否杀人无关，抗辩无效。你等等，疑罪从无。如果您判定我谋杀了他人，那么请审判官大人提供证据。秩序洞见一切，罪恶无从逃脱。当秩序不被旁观之时，罪亦为罪。罪人言辞亵渎，扰乱审判，谋杀他人，且无悔意，数罪并罚，随行致死。好一个文明的序幕，你可真他喵文明啊！希望有朝一日你不会坐在被审席上，我敬爱的审判官大人。退庭。
秩序在上，审判终止。你是否承认在整场试炼中不止一次亵渎了秩序？我承认。秩序在下，何谈审判？不如我来问问你吧，你是否承认在整场试炼中不止一次虚构了秩序？退庭！秩序在上，审判终止。你是否承认在整场试炼中不止一次亵渎了秩序？退庭！秩序在上，审判终止。你在整场试炼中从未打破秩序，应得他的嘉奖。秩序在上，审判终止。你是否承认在整场试炼中不止一次亵渎了秩序？承认，我承认，我全都承认。罪人激无抗辩，诚心认罪，念其亵渎之举轻微，慎重考虑之下，判鞭刑100。无证之罪，挑战成功。玩家苏成，表现评分 C 级，获得道具暴怒假面、厌恶假面、失败假面、模糊假面。灯神之路减17，觐见之梯+3，真理之冠上的明珠，挑战成功。表现评分 S 级，获得道具遗忘假面4个。灯神之路+17，觐见之梯-3，最终得分+0，觐见之梯得分+0。林然宇怎么没来？姥姥的，谁知道呢？大概死了吧？不会又去舔那位大人的臭脚了吧？还等不等？姥姥的，等个屁！爱来不来？我先说，老碰晚早睡觉。上局遇到瞎子，他说预言已经应了。姥姥的，还是晚了一步。狗日的未来怎么这么难找？我早就说过，跟骗子抢食没前途。不说这个，生命出了个新人，势头很猛，以前没见过，好像叫胡璇。这人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了黛玉的烙印，虽然还没走上正路，但应该快了。以后见了绕着点走，不然栽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姥姥的，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轮得上我？老胡，今天怎么跟闷葫芦一样？你也说两句吧。预言是假的，被真意耍了，真特么的晦气。哎，就这样吧。姥姥的，我刚刚说什么来着？果然，白匪的进线生效了，他终于注视了自己，并从秩序的审判庭上救了出来。白匪本应适当的表达自己的虔诚，可他那冷如冰川的性格，却又让他无法当面说出这些恭维的话。于是，场面就这么沉默的持续下去。白匪身体一闪，意识重回现实，他又为何叹气？这是他意识模糊之前最后思索的问题。傻孩子，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是不是也该去那边挖点人过来？是那位员工给他报了一个准确的时间和坐标。这位胆大妄为的员工居然敢让自己的老板亲自去取回他欠下的祭品，这种毒神的要求他本不予理会，但一想到苏城的那位蛮不讲理只会打砸上门的恩主，无奈之下他还是来了。没想到那位只会赖账的员工居然给自己这么大的惊喜，而这些祭品本应是湮灭的信徒进献给湮灭的，现在却被自己截胡了。一想到这，哪怕没有皮肉的嘴角都要压不住了。唉，最近的切片刺的有点多了，是时候补充一点新鲜血液了。醒了，还记得自己是谁吗？我叫我。你叫燕纯，是他的战士。燕纯，我叫燕纯，是他的战士。拿到了，阿景，我拿到了往日的繁荣，你有救了，阿景，你有救了。哥哥，为了阿景拿到这瓶药剂，一定很艰苦吧？这假的吧？你骗人的吧，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你哥虽然只有1400分，但也算是排过巅峰赛的人了。狗日的张如玉，你再叫，信不信老子杀了你？他妈真以为我的枪里没子弹是吧？臭！我说老哥，收手吧，每天都来一回，你这样没用的。呵呵，我早就看出来了，对面6楼这哥铁定是喜欢这个赛人，不然为什么每晚都讲呢？我喜欢你。他就是我吗？我操你！季月，
我是方觉。今天的你跟平常不一样，大家都出来有一会了，怎么还躺在床上？又失败了吗？失败？你真的成功了，战争的火，你难道是第2个纪元？你的本体呢？我好像失败了。真理气是天赋，真理为名，急躁是埋葬真理的余形。学者仍是学者，但已不再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因此你可以保留他的赐福，却再也无法得到他的注视。是的，继月气势了。所谓的孪生药剂从未存在过，那本就是后人的臆想和杜撰。那瓶未知的药剂让他瞬间陷入了垂危濒死的状态，在生死一线间，那被他藏在虚空的战场突然活了过来，并在死拉了回来。季月别无选择，只好握住了这唯一的援手，成为了炼狱主教。方诗晴冒险祈愿这枚花瓣，是为了制作一瓶隐世药剂，一种可以立下誓言永不背叛的药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药剂对传火这个特殊的组织非常重要。不管你有什么新笑话，等我回来再讲。我真的赶时间。青青，你的记忆被人动了手脚。你确定？方世晴慌了，他担心的不是这段记忆，而是担心传火者是不是暴露了，会不会是记忆亲自动的手脚？不要惊慌，不是他，至少不是他亲自动的手脚。是他的造物，很强的造物，厉害。有人用他的造物涂抹了你们的记忆，而且就在刚刚那场试炼中，我看到了一位你的熟人。我不是有意的，只是不小心看到了。暴露了吗？没有，我们还是安全的。你准备要拿回这些记忆了吗？是，我必须拿回这些记忆。我需要知道，在这些消失的记忆中，我见到了谁，又说了什么。传火者的安危系于我身，我不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受到蒙骗。你怎么？还有事吗？没事的话，等我回来再聊。我真的要去找他。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做了个噩梦，本来好害怕，结果看到晴姐的一瞬间，突然就不怕了。臭贫，没空搭理你。咦，我突然忘了我们在试炼里碰到的那个骑士队牧师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莱伊尔。好的，想起来了。方诗晴听出了他的心弦乱，而这也就意味着百灵大概也记起了上场试炼中的一切，但他并不想追究，他只需要知道百灵刚刚骗了自己，这就够了。树成者是学会要守护心中的美好，而这位小小的鸟学得很快。不辨真伪，勿论虚实，命若寒星，望而不及。我叫苏成，我从不骗人。怎么拿到了？你似乎并不意外。寻心人心心念念的东西，如果拿不回来，传火者也不配有底气去谈什么守护美好了。不要说的那么轻松，也不要把我说的那么伟大。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什么？这是所有传火者的功劳。哈哈，说得好，我觉得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激励官的职位，而你就很合适。你心情似乎不错，有好消息吗？这么明显的吗？他们被耍了。刚刚有人告诉我，那些自以为是的神选们被耍了，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位……算了，不提他。晦气，说说你的事吧。你似乎不只为了这片花瓣而来。看来我们的寻心人有了自己的秘密，无妨。既然你觉得这个秘密不应该告诉我，那么这是追忆悼念 SS 级消耗品，只要用它轻轻地碰一下自己，再去想自己想要抹去的回忆，它便会帮你掩盖这一切。可这是你，这是传火者。我们永远相信同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告诉我这个秘密，那只能说明我不应该知道这个秘密，而这也是你这位传火者所要守护的美好之一。作为传火者的发起人，对此我只会开心。你应该需要用它。我觉得铸成者们的意志太过保守了。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一个铸成者跟我说铸成者的意志太过保守了，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或者说是谁，让你产生了如此不可理喻的改变？说说吧，我的寻心人，希望我能听到一个更加震撼的故事。当然，注意你的表达和措辞。追忆悼念只有一管，一旦我知道了它，我们便背弃了自己坚守的誓言。方诗晴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将自己心中的想法，不，将苏成心中的想法娓娓道来。等等，这花瓣不需要了。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靠着誓言手段牢固军心、委曲求全的组织，并不能成为你们口中的那个为所有美好带来新明天的存在。所以我们不需要了。正如你看的这片花瓣时的感受一样，我的路走偏了，不过还好，有人为我指引了方向。你觉得可行吗？为什么不行？你没听到这位寻心人说吗？当我2400分的时候，
在那高高神座之上的诸位里，为什么不能有我一个？你我可不止2400分，总要有点信心吧，青青。那就试试。百灵自从恢复记忆后，便一直焦虑不安。当时看到那熟悉的身影，他心中确实有所猜想，原来真的是他。苏成，他居然又救了自己，可为什么自己恢复了记忆，而方诗晴他们却没有？他不知道为什么大佬掩盖记忆的手段在自己身上失效了。大佬为了掩盖这份记忆，一定对他很重要。可自己1400分能守住这段关于苏成的秘密吗？万一暴露的话，很有可能对大佬不利。所以他决定做些什么。于是他打算祈愿忘记这段记忆。木桌上摆着一碗米饭一盘菜，但筷子却放着2双。他很想给老崔多盛一碗，但老崔说过不能浪费。他很肯定苏成一定见过自己的父亲，但那时候因为传火者的任务急迫，作为守护同伴的坚盾没有时间过多的追问。父亲他还好吗？崔秋实曾问自己为什么不去找父亲，因为他在这扭曲和崩坏的世界里选择了传火者，他们如同行走于狂风中的一缕烛光，随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而这份代价太过沉重。他只希望父亲能够好好的活着。年迈的他已经为自己扛了半辈子，现在是雏鸟尝试翱翔天空的时候了。戴上这张面具吧，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勇士。你怎么知道是我恢复了你的记忆？我才知道。所以能帮我遮掩这段记忆吗？我不想让这些杂念影响我的意志。放轻松，你会忘记一切。你们快到会议厅集合，老大说有个筑城者新人加入，正要举行欢迎仪式呢。筑城者的寻新人不是死于叛徒之手了吗？怎么会有筑城者的新人？谁招揽的？真义好不容易撇开了所有人，结果还是没有找到所谓的未来。让他更恼火的是，还被姐姐坑了一把。他不知道真心从自己的脑子里拿走了什么记忆，导致他现在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真义觉得自己被瞎子坑了，可瞎子也联系不上我。为什么他们总是不带我玩？哼，凭什么？我明明这么可爱。于是他准备去找他的朋友们倾诉一下自己的孤独。然而当他排进一场全是朋友的试炼时，他却发现他的朋友们看向他的目光似乎并不友善。秃头，你这什么眼神？这么想我，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果子甜吗？什么果子甜？我错过了什么好戏？难道是姐姐拿走的那部分记忆？哪怕并不知道秃头说的是什么，但真义永远不会让聊天冷场。甜啊，沁润心脾的甜，就像我们的初次邂逅一样甜。秃头，你不爱我了吗？先让我打一顿，这样我可以在之后的群殴里放水。狗东西，我让你甜。嘿嘿，真的，有种别跑！嘿嘿，再加把劲儿呀，就要追上我啦！哈哈，还是跟朋友们在一起好玩，今天可真开心呀！此时，苏成看着自己面前这根脱离了地面、与自己的手指顶在一起的黑色银手，身上冷汗直冒，半天没回过劲儿来。啊，兄弟，你这样搞的，我有点害怕。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急得都脱离地表了。要不你先躺回去，我们再聊。你是谁？你是果子变的？怎么不说话？我从未见过有跟自己影子说话的蠢货。我也从未见过有骂自己的嘴巴。嘴哥，这是什么情况？果不其然，篮球穿过了影子身体，随后苏成从随身空间中掏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往影子身上招呼。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能在影子身上留下痕迹，直到一张假面。我该怎么选？跟上次不同，眼前的假面并没有硬伤，这里似乎没有欺诈，只有命运。因为欺诈的假面刚刚被自己亲手送给了自己的影子。你有没有想过回到命运的正轨上去？原来这就是妥协，吞下命运的苦果，然后重回命运的正轨。这样一来，命运才会放过自己。可这样，自己不就成为弃世者了吗？不辨真伪，勿论虚实。命若寒星，望而不及。我叫苏成，我从不骗人。靠了，装都不装了是吧？有一说一，他可真的能忍。要是别的神明如此调戏，估计已经凉透了。恩主大人，你就不来救救我吗？你勤劳的员工就要被挖走了，公司业绩岂不是得少一大半？难道您是想让我去命运那里当卧底？不愧是您。苏成没得选择，于是他认命般的把手伸向了忽然他改变了方向，朝着假面的方向拐去。命运之头暴怒，再次跳回一点。就在这一瞬间，他再次调转了方向。不是我不愿意拿起这枚骰子，只是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样子。
赞美伟大的命运。他怎么好像没生气啊？难道就因为自己拿起了骰子就一笔勾销了？这是什么标？这是什么心胸和度量？难怪命运包容一切，难怪命运宽恕众生啊！赞美命运。苏成的表情有抵触，勉强变得略微虔诚。苏成，是现在认得自己的恩主了吗？您还蛮记仇的嘞，大概见恩主，为何不孝？你按着我的头签了违法的劳动合同，还要让我笑？我是来打工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是不满意，要不我给您哭一个。最后，苏成还是笑了。活命嘛，不寒碜，只不过这笑容多少带点僵硬。不想笑可以不用勉强。为何不取6点？不为什么，就是表达个态度。我不想任谁安排，既定便是既定，在既定的命运之路上，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命运。不，哪怕有超脱一切的存在能够改变他，他也一定会回到既定的命运上去。这才是天命既定，而我只是帮忙拨正了他的命运。命运笑了，无论是那句超脱一切的马屁，还是那回到既定命运的自我陈述，都让他深感欣慰。果然，他本就应该是命运的宠儿。很好，当命运眷佑于身，既定也可为之改变，坚守值得赞颂，但变化亦应讴歌。作为命运的眷者，你要谨记，不可拘泥于腐，也勿墨守成规。你对既定的感悟算得上有心，但有一点你仍然说错了，超脱一切的不是存在，而是虚无。相比于命运的谜语，苏成还是更喜欢直截了当的谎言。怪不得命运的神棍们总是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恩主都这样了，他们能不上行下效吗？那个，恩主大人。说，既然现在的我气势，承您庇佑，那无妨，不必理会。他自知无趣，便不会为难于你。气势诅咒，游戏里的气势诅咒啊！哼，那不过是他的极念与妒火。你既受我庇佑，我自然不会让这妒火烧到你分毫。如何与他相处，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若有疑惑，想问便问。我为虚无本质，洞彻寰宇真实，哪怕是他不知道的事，我也能为你解答一二。黛玉在秩序的审判中救下了我，他是您叫来的吗？是也不是，我改写了淡月令史的命运，作为回报，他帮我的信徒挡下一劫。看来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啊！是不是欺诈也参与其中了？可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就这样把我卖了？欺诈你好狠的心啊！不过命运你眼光真好。恩主大人，我想知道欺诈在这局博弈里赢得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乐子吗？他从未赢过，我说过，你不必再理会他。那个黛玉，你还对黛玉感兴趣？不要被他的谎言蛊惑。人与神是无法共享黛玉权柄的。我什么时候想跟神共享黛玉权柄了？我那位前任恩主大人究竟是怎么谈论我的？我不要面子的吗？我想说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说过，无中生有便是自己。不是，我真有一个朋友。他还说过，否认便是掩饰。恩主大人，你那冰冷无情的人设呢？我能把话说完吗？我是说，我那位叫胡璇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变成他的令史了？命运时刻在变化，在与时间的博弈未有胜负之前，我亦无法断言。我还有个疑问，为什么秩序非要处死我？他不是秩序。什么？那他是什么东西？这些往事确实不是现在的你该听的。今日便到这吧，记得改你的性子，不要跟他一样毛毛躁躁的。咦，居然来晚了！秩序铁律的气息，你刚刚去找他麻烦了？早就看他不爽了，偶然碰到就打了一架，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那么不中用。你为何而来？哼，有个小骗子背弃了自己的信仰，我自然是来这里给他点教训的。怎么？难道你想违背公约庇佑他？是又怎样？你说什么？你居然想违背公约去保一个小玩家？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不遵守公约，但他现在是我的信徒，即将违背公约的人是你。他真有这么好？哼，你变了。命运时刻都在变化。很好，但你不会觉得这样我就拿他没办法了吧？我的好妹妹。你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协议？这话说的，你不也加速了他的气势吗？既然你能投机取巧，为何我不能？你到底瞒着我做了什么？嘿嘿，你猜。命若繁星，望而不及。今日的我将不再是小丑，而是命运的信徒。知命师 ，SS 即系天赋命运之基主动。当你将一张众生假面扣合于面时，你的基础职业将会暂时替换为此众生假面来源系统的基础职业，开下时此众生假面消失。S 即系天赋命运亦有其主动。当你推测不久后的未来即将到来之时，你可以放弃当前的命运，并承受一段更加不幸的命运。
S 级信仰天赋，以小博大的千数，被动，你掷出的所有一点等同于头面最大的。S 级信仰天赋，永不遗落的赌具，主动，你可以跟你扔出的任何骰子交换位置。欺诈气势诅咒，诚实小丑，被动，不会说谎的小丑，动作拘谨，只能用廉价的真诚来博取他人的挺胜，因此你在说谎时会动作紧张，破绽百出。此天赋不可被其他天赋替换。苏成发现以前的众生假面是气势诅咒，这些面具就是专门为命运之击做准备的。原来命运早已定下，自己本来就是命运的信徒，而自己却从一开始把自己的恩主骂到现在。而这个天赋和恍如昨日不同的是，它可以替换不同的假面来更改自己的职业，也就是说，命运里所有的职业它都能随时变，而且没有要求。但这个天赋还是和恍如昨日一样，一场试炼里面只能替换一次，并且这些假面还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戴上不同职业的假面，还可以进入不同的职业频道。命运在取 ID 的风格上与欺诈算是如出一辙，但高分段的命运玩家明显少于时间。这位，我看到你了的 ID 好像就是他们所说的瞎子吧？你最近日子过得不错啊，不会是跟小圆在一起了吧？也没有啦，只是隔着远远的见了一面，她果然很美。有趣，看来这位小圆还是一位善于迷惑敌人的高手。哥们儿，你是不是也还单身呢？别说兄弟有好事不想着你。小圆还有一个妹妹，我也见了，长得跟小圆一样好看。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别，我没兴趣。其实你喜欢男人？那倒也没有。比起介绍美女，你手里还有那个吗？你懂吧？就是那个。难道你喜欢尸体？哎，还是让你发现了，这是我最难以启齿的秘密。不错，我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才踏上了求索死亡的道路。哥们儿，你可别唬我，我之前给你的尸体可都是男的。你着相了。众生死后，皮囊得以解缚，心垢得以净除，灵魂得以脱俗。他们早已剥离了性别假象，融入了生命的归一之中，只剩下生死之别，即我生他死。若非要为他们锚定一个性别，那么若我为男，则他为女；若我为女，则他为男。所以我是异性恋。怎么见到自己的恩主都不懂得赞美的吗？百灵刚祈愿完就后悔了，向乌朵祈愿删除这段记忆，这无异于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这就是你请求我的态度？放心，我对你的这段记忆并不感兴趣。不过也确实是他让你偏离了巫舵的道路。你本是我最开始选中的一批人，可你越来越让我失望了。我可以满足你的祈愿，但我的要求是忘记包括以前有关他的一切记忆。怎么舍不得？还没考虑好吗？你的这位大佬可就要暴露了哟！哼，这是你唯一的选择，忘记他，你才能更好的拥抱巫舵。当然，如果你需要，我也可以给你第二个选择。所以你的选择是？祈愿试炼已开启，巫舵，一切的开始都是为了结束。试炼目标，为故事的篇章扯下最后一页。泡澡用吗？我们走吧。雨停止天空之间，照泪在眼眶盘旋，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缠绵。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
特殊试炼重获新生已开启，正在为您匹配队友。试炼目标在他人的质疑声中如何证明，就是限时5天。好家伙，秩序都没能把我审判入狱，混乱倒是给我送进来了。你俩这配合可真行。我特么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还得戴上这么大一顶铁盔？我是6号。放屁！你们都在放屁！我才是多利的男人，是我在抓马大典上赢下了他，他是我的。有种跟我打一架！我要让你看看谁才是抓马大典的头名！你们这些狗东西都在觊觎我的女人，等着吧！马上我就会在角斗场里将你们全砍了一个不剩。多利是我的，你们这群让人恶心的牲口！来啊，打一架！这个多莉到底有多漂亮，能让5个爷们抢成这样？还有他们说的决斗场是什么？花样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万万没想到我又成了阶下囚，这熟悉的感觉真是让人怀念啊！倒是吱个声呀，哥儿几个都是哑巴吗？吱吱。这铁皮头套有点意思，我居然取不下来。这球盔有问题，我的预言告诉我，除了为我们戴上球盔的那个人，谁都打不开这秩序的枷锁。哟，够猛啊，兄弟！多少分啊？敢打名牌？你是预言家，值了几点？预言准吗？巧了，是同行呀！恰好这局我也是标准的命运信徒。昨天我提前使用歌者的面具，成为了1天预言家，并为自己算了一卦。我赢下了这局试炼，虽然投出的点数是1，但我的天赋告诉我，这个结局必然发生。李一，木字李，数字1，预言家2201分。我之所以敢直接明牌，是因为我用连续2天的预言为这场试炼做下指引。第1天的预言中，我看到了无法挣脱的桎梏，现在已经应验了。第2天的预言，我问了有关试炼队友的状况，预言给出的答案很有趣，虽思维有异，但与我同心。他这是在告诉我，我和我的队友或许是一路人，点数是16，而我的命运之头一共只有16枚，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任。我也相信各位不会辜负我的信任。说的不错，但是谁知道你是不是预言家呢？毕竟你的名字也不像是真的。1号房就给自己取名李一啊。他很聪明，给自己的话术贴上了谎言的标签，哪怕我的欺骗大师还在，也没法辨别真假。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到了这个分段，谁的嘴里能有几句实话？是人是鬼都得后几天才能品出味儿。那么大家这局不妨叫我季2，李多一横的季，一多一横的2，文明的牧师，天梯2131分。我可不敢跟你一样自信，能藏一手还是藏一手吧。老哥，你这名字认真的吗？谐音梗这么用，可是过不了审的。你真姓季？怎么不信？我可从来不骗人。怎么这话听着这么耳熟啊？不过这个李一的合作似乎还没开始就碰到了钉子。我姓高，如此说来，这局我应该叫高3，文明战士，天梯2071分。我们头上这球盔有点意思，似乎被赋予了魔力。我甚至尝试利用缩骨的柔术移动一下它的位置，可它居然随着我脖梗一起变大变小。我感觉像是理智之塔的实验品，上面不但有秩序之力，还有一丝繁荣的影子。友情提示各位，当遇到不可规避的危险时，不妨把头伸出去，或许还能挡一下。他是真理的信徒，只有真理的书呆子才会探索和解构周围的一切。可是他说了这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以我跟方诗晴的深入了解，真理的书呆子应该知道的不少吧？就算不知道头盔的来历，至少也该推论出这是哪里吧？难道是一个成绩不好的真理信徒？好久没遇上乐子了。既然如此，我也可以叫做赵四，尼古拉斯的赵，四方的四，虚无法师，天梯2333。喂，基尔，还活着不？朱战官，这位第2居然是战争的牧师。兄弟，赏一口。
老子一个奶妈都敢跟守卫刚两句，你一个战士只会抱头蹲着挨打，怂成这样还玩个屁的战士！想喝奶回去找你妈去。有点意思。作为一个奶妈，不但拒绝礼仪的合作，对其他队友也嗤之以鼻。难道他有保命的后手？虚无，怎么又是虚无？你也是命运？怎么，你也是？照你们的节奏，我应该叫程武，虚无的猎人，天梯2191。你也是命运？没错，我是终末之笔。那我也没必要藏了，我是一个编剧，命运的法师。啊？什么情况？恩主大人，这是我进入新公司的欢迎会吗？这些都是你给我安排的同事？一场试炼居然有4个命运信徒，你们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看来命运的神棍里掺杂了一些骗子。既然大家的气氛都到这了，所以我也是虚无。苏城，虚无的战士，天梯2101。哥们儿，等等，你不会再搞事吧？你也是命运？不，命运足够多了，我不相信命运，我只相信谎言。我是欺诈的信徒，杂技演员。我听说有些骗子的心理素质不好，说谎的时候总是喜欢做小动作。你既然是欺诈的信徒，不妨跟我科普科普，这话说的对吗？确实，这位姓苏的兄弟，你不停的摸球盔的鼻孔也太奇怪了，怪的有些刻意。我还以为你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叫苏六呢。我听闻杂技演员有肢体柔韧性和顶尖的身体平衡能力，能够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肢体动作。即便如此，兄弟你也脱不开这球盔的桎梏吗？秩序从来不好打破，在场的各位都没能从这球盔中脱身，我又如何办得到呢？我很少碰到骗子会坦白自己的身份，难道你的所有天赋都不以谎言为基吗？还有，你暴露了自己身为骗子的事实，一会儿该如何进行预刑？且不说我的天赋和预刑，我记得是李毅兄弟你号召我们彼此坦诚，一起合作的吧？怎么，我坦白自己的身份也有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我建议彼此合作，但这个建议的前提是不损害个人的安危利益。既然你如此自信，想来也是有底气的。只是之后如果碰到了要骗我的时候，还请高抬贵手，不要把我骗得那么惨。不辩真伪，勿论虚实，以我今日所行欺诈之举敬献于您，赞美伟大的欺诈之神。我不仅明牌了，我还骗了你们。你们不妨猜猜看，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放开我！我要跟他们打一场！我要让这些冒充我的骗子死无葬身之地！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小丑！等死吧，你马上就要死了！但愿你们的斗志能一直如此坚定。喂，兄弟，我有条路子，今晚可以从这里逃出去。我见你面善也跟我有缘，打算带你一程，怎么样？晚上跟我一起？我面善，你怎么看出来的？感觉一种玄妙的感觉，你就说想不想跑吧？难道你有路子？没错，但路子在外面，我需要你带我离开这座监狱。只要一出去，立刻有人接我们走。别急，不需要你出力气，只要帮我指出出口就行了。剩下的我都能解决，如何？我们2个合作，你马上就能回去见到你的多莉姑娘。你有什么路子能绕过铁律骑士团？你要是有这本事，还能被抓进来。还有，多莉不是姑娘啊！先不管多莉是不是姑娘，铁律骑士团不是大审判庭的最强战力吗？怎么跑这儿来了？难道这里是大审判庭的首都塔特欧琴的监狱里？铁律骑士团来干什么？就为了守一座监狱？我只是忘记了为什么被判了死斗刑，你倒好，连这都忘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审判庭的3位最高审判官之一都会来到蒙特拉尼观赏死斗刑场，并为优胜者免除刑罚。不过说真的，你真有路子出去？没有。骗你的！狗杂种，回来！有种回来，老子摘了你的头！蒙特拉尼，无数稀奇古怪律法的诞生之地。我们所在的地方叫做死斗刑场，被判下死刑的罪人都会统一囚禁在这里，然后进行一场残酷的死斗表演。每组囚犯从3个到8个不等。你们应该也发现了，他们的囚服颜色都不一样。每组的1号与2号开始死斗，获胜者将与3号继续表演，以此类推。每组囚犯最终的获胜者将会得到特赦。我怎么不知道预言家还有让人说实话的天赋？我刚刚看到你往那位老哥身上贴了一张牌，一张画着嘴巴的扑克牌。所以我想问问我们这位预言家队友，那是什么？扑克牌这个东西，预言家有没有不好说，但有一个职业一定有，欺诈的歌者，魔术师。是的，我是魔术师，但虚无只有命运，不是吗？所以我说我是预言家也并没有错。这么说，你那些预言也是假的喽？拙劣的谎言，除了浪费大家的时间，还有什么用？我的牌堆里有2张预言牌，所以那2次预言都是真的。这位继二兄弟以刻薄的嘴来隐藏自己的本性，也算是不错的骗术。所以你到底是一位督战官，还是一位小丑呢？
哟，原来是小丑啊！只要通过谎言和假象让其他人相信自己有治愈的能力，那么这股治愈的力量就会生效。这么说，刚刚吉尔插自己一刀是在诈唬，我们相信了那发战争的治疗术，那岂不是有5个虚无？甭管是魔术师还是小丑，总之这场试炼想要合作，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越狱。刚刚李一的话你们也听到，1号和2号会被拉去死斗，之后便从我开始轮流上场。而信仰游戏降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场试炼是以对抗为主旋律，所以我想答案的方向已经很明确了，我们需要越狱，也必须越狱，制造一场混乱并离开，既满足了混乱的需求，又解放了自我。这个方案如何？思路是对的，但方案错了。我刚才打听过了，在死斗刑场外面驻守的是铁律骑士团，3位最高审判官中已经有1位来到了蒙特拉尼，就在这决斗场之上观看演出。此时想要越狱，无异于异想天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看着我干嘛？我手上最多的就是诚实牌。话说魔术师这个职业真有意思，可以将自己骗人的谎言化为一张张带有特殊效果的扑克牌，和方时琴的书页有些类似。我还打听到今夜蒙特拉尼的贵族会来监狱这里参观一下，这些即将拼死的可怜人究竟是如何进行赛前准备的，很恶趣味不是吗？但这对我们很有利，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制造出足够大的乱子，吸引铁律骑士团的注意，我们或许有机会离开这里。就算不动手脚，在贵族老爷们离开的那一刻，守卫力量也会懈怠，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同样可以利用。你是个骗子，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怕过多的猜忌会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为自己贴了一张诚实牌。如果不信，不妨把我这张牌撕下来，贴到自己的身上去试试看，看看你的秘密是不是会被自己亲口说出来。你有什么计划？计划倒是有，不过在分享我的计划之前，你们2位是不是也该分享一些新鲜的见闻？周末之笔和这位编剧老师。你想要什么见闻？这里的人对这座监狱和死斗信所知相似，不过如果这位真理的信徒不介意的话，我倒是可以分享一点别的东西。哦，真理理应分享和流通，你说你的，无需在意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比较好，毕竟这也算是你的私事。有意思，但说无妨。我刚刚默默搜寻了附近的命运据点，有趣的是，你的命运据点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脚下。你特么，你在戏弄我？我可不敢招惹真理的铁拳，我一共就发现了这么点东西，信不信由你们。每组囚犯的号牌颜色不同，如若我们能趁乱与其他人交换囚服，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决斗场上避开彼此，共同赢下这局？如此一来，我们甚至不需要越狱，只需要打败这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狱友就够了。大审判庭会赦免我们。所有人都想过这个方案，而苏成知道这个看上去十分可行的替代计划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他的预言中提到6个人当中，最后只有他一人赢下了试炼，其他人都死于试炼当中。但问题会出在哪里？我说过各位值得信任，你看我们只用了这么一会儿就把计划敲定了。这也叫计划？啰里吧嗦的说了一堆，什么具体的安排都没有。如何制造混乱，既能保证监狱守卫不起疑心，又能确保铁律骑士团不会强行下来镇压？还有替换身份之后，难道大审判庭就没有识别身份的手段了吗？这明明只开了个头，也配叫做计划？那么尖儿兄弟有何高见？高见没有，但我可以让这个计划变得更简单，比如说帮你们解决监狱守卫。帮你自己吧，我们倒是不急，但是你和李一很快就要上桥斗场了。本来没有合作，我也会这么做，只不过不会通知你们罢了。说明白点吧，我手里有颗好东西，一颗大范围的烟障爆弹，能让浓郁的乌堕迷烟瞬间充斥整座监狱，让这监狱里的所有人都在懒惰欲望的刺激下昏睡过去。我自有办法不受迷烟的影响，问题是你们能行吗？净化牌，从牧师朋友们身上骗出来的牌，只需要贴在身上，便能持续为你净化，不太致命的负面效果。但是有一点，一旦这张牌生效，它便会发光，而且是很刺眼的光。各位想不想用，全凭自己心意。我不清楚大家的手段，但我不希望大家在关键的时候连门都打不开。那张钥匙牌可以很轻易的打开牢门，就当是我给我们刚刚成立的合作团队一份谢礼。我不像你一样小气，拿都拿出来了，这就算是送你的礼物好了。免了，用不着。我们应该避免因为替换身份而再次撞到一起。这里的囚犯很多，分成6份应该不难吧？大家提前协商和什么颜色的囚服替换，这样好避开彼此，如何？就像你说的，一旦划分了区域，谁在哪片地方，岂不是成了公众的秘密？谁知道会不会有人做些肮脏龌龊的恶心事？我看这位尖儿兄弟就有这种想法。哼，别让我逮到你！看，坏心眼暴露了。果然，在骗子和神棍的局里，谁也不会相信谁。就在众人还在互相拉扯，刚刚拉人的守卫又回来了，他们的手里还拖着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这位死者死于私人，他浑身上下都是牙印和咬痕，很显然他的对手并没有什么格斗技巧，这对玩家们来说倒算是个好消息。其他囚犯确实没有威胁，刚刚的计划确实可行。按顺序，守卫又拖出了3号绿色囚服的囚服，众人只是与这位骑士队长冷漠的眼神擦过一眼，心中便陡然升起一股凉意。他似乎要再选一组人上去同时比斗，原来死斗是几组一起同时进行的。什么计划？什么合作？什么拉扯？
全都是笑话。试炼根本没给他们足够的准备时间，在他们刚刚摸清楚周围的状况时，意外就比计划先一步赶到了。见过无数兴奋的、愤怒的、暴躁的、胆怯的、退缩的死斗刑犯，却很少见到如你们一般不声不响、不急不躁的。你们在酝酿什么阴谋？没用的，秩序的光辉会将审判的意志洒落，任何亵渎他的妄念都不会成为现实。去角斗场里忏悔吧，渣子们，就他们了。哼，果然有阴谋，那可笑至极，所有人戒备，锁敌流活口。什么？只是普通的烟雾弹，还好没有用李毅的净化牌，不过其他人可就要遭殃了。那边队长，那边在发光，给我追，堵住所有出口。怎么是老鼠？站住！给我站住！队长，你没事吧？什么情况？他们打起来了？文明活起，秩序长存，驱散迷雾。阿波尔，死斗刑犯，不可擅自处死。你不是我杀的，他不是我杀的。刚刚有人趁机浑水摸鱼。陈武死了，死在了他为高三找到的命运据点附近。他的后心上旁边还贴着那张魔术师给的净化牌。但苏成知道人不是骑士队长杀的，而是某位队友动的手。因为自己刚刚也受到了袭击，可他身手一般，自己很轻易的就躲了过去。苏成听出来了，当时那人就是 G2。难道凶手是 G2？一个伪装成督战官的小丑牧师来袭击我一个战士，而且他袭击我的动作为什么毫不遮掩？不对，有人在冒充 G2，在泼 G2 的脏水。苏成有自己的计划，他打算按兵不动，坐享其成。当队友们将各自替换出去的时候，哪怕自己不动，也可以达成跟他们一样的最终目的，并且这样的风险更低，谁都无法保证大审判庭是否有辨认身份的手段。一旦暴露，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可就说不准了。可现场所有队友都不是傻子，他们和苏成的想法一样，所有人都没动，但也不是所有人，至少陈武死了，李一消失了，他的牢笼里连替换者都没有，就这么凭空消失了。阿波尔，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又看到了什么？我看到迷雾中有亮光四起，便知有人想要借此混乱，趁机逃脱，所以我冲向离我最近的亮光，但却发现那亮光来自于一只老鼠。于是我又朝着另外一束光冲了过去。我碰到了一位身手矫健的刺客，他武技高超，我未曾见到他有任何攻势，却在交手时被刺中了。我看到这个囚徒也是被他杀死的，同样刺中了他。齐枪的枪伤，难道是自己人？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听到甲片摩擦的声音，我的枪也没有击中盔甲，而且今晚还有一场贵族观礼，我怕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暗杀。所有人阵列散开，从现在起，我会通知铁律骑士团接受外围防务，在死斗表演结束之前，任何骑士不得离开。还有，如果有人失手误杀了这位死斗刑犯，此时自首，我尚可以在审判庭上为你申辩一二。若无人应声，等我抓到你的时候，可就莫怪秩序无情了。取消今晚的贵族观礼，比赛继续，加速死斗终决。你应该庆幸你是一位死斗刑犯，在高山郡的律法中，死斗刑犯不受私刑，不然按照我的指示，现在的你已经死了。不是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不是我干的。不对，这不对，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冷静，要冷静，俯瞰，我要俯瞰一切。我是魔术师。拙劣的谎言，除了浪费大家的时间，魔术师还是小丑一样可以利用。你是个骗，帮你们解决监狱真理的信徒不介意的话，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特么！别让我逮到！会不会有人做些肮脏龌龊的东西？从牧师朋友们身上骗出来的牌。G2，他为什么性格大变？难道被调包了？还是说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他？难道是那个杀人凶手干的？凶手是谁？李一。他虽然逃走了，可决斗场外围还有铁律骑士，把事情搞得这么大，让骑士们警戒起来，压缩自己的脱身空间，这可并不符合他的利益。他的牌自己也没用，掉在了地上。难道真的是G2？作为一个小丑牧师，他没有理由把局势带崩成这样，然后把自己送上决斗场。
去跟高三一个战士死斗。他的牌一开始就没有收，还在地上。高三他倒是有可能，但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自信可以打败所有人得到特赦？可如果排除了高三，赵四有可能吗？他的处境跟高三一样，完全没必要玩这么极限啊。那只老鼠的牌是谁贴上去的？程武贴的，他估计也和我一样，没有相信李一和G2的计划，把牌贴到了老鼠身上来制造混乱。毕竟他的牢房里有很多老鼠。可他身上的牌是谁贴的？高三还是赵四？他们之间好像用了一张牌，所以凶手是高三还是赵四？赵四真的是命运的法师吗？他真的是一位编剧吗？为何在刚刚那场混乱里，他没有改写别人的剧本？所以在他的故事里，到底谁会是主角？谁又是路人？或者他早已改写了故事？谁的？李一、高三还是性格大变的G2？别杀我！我们是队友，我们还要合作。求你别杀我！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抱歉，我必须活着。我没有动手，你觉得我信不信？赵四率先开口了，很显然他也是被蒙在鼓里的那位，因为凶手此时无需再理会自己，平白增加意外发生的风险。但无论凶手是G2或者高三，答案很快就会显现，因为做局的人一定不会让自己先死。苏成不敢置信，高三死了，死在了一位牧师手里。他尸体四肢扭曲瘫软，他的脖子被扭断了，被180度的扭断了。凶手居然真的是G2，他果然如苏成所料，藏了一招致命的后手。可这后手到底是什么？按照死斗终结的规则，另一位死斗刑犯便需要接替上场。然而让苏成没想到的是，这几位骑士走过来的时候，面朝的不是赵四，而是自己。他们居然掠过了赵四，将手按在了自己的肩膀上。苏成悚然一惊，他猛然看向赵四，却见这位编剧不知何时早已偏过了头去。他改写了剧本，什么时候改写了什么？为什么这些骑士堂而皇之的选中了自己？你们为何绕过4号选中了我？这不符合死斗型的规定。哼，现在装傻晚了。恐惧是吞噬自己的毒药，如果想要活下去，拼命吧4号，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胡言乱语上。4号，他叫我4号。等等，这不是编剧的手段，编剧只会影响命运的走向，却不会模糊剧本，让假的变成真的。赵四也是欺诈的信徒，鬼术大师，不对，假的，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就说为什么之前明明那么多老鼠，为什么现在都消失了？好一个终末之笔，假的，都是假的，怪不得他一睁眼就在驱赶脚边的老鼠。或许那并不是驱赶，而是交流，老鼠都是被他引来的。他用老鼠在打探监狱的一切，甚至将自己变成老鼠，从而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摇大摆地离开此地。自己这杂技演员虽然是假的，但是这场试炼里真的没有杂技演员吗？这位真理的信徒似乎成绩太差了，对大审判庭和蒙特拉尼的了解太少了，少到补充不出一点东西。我听完杂技演员有肢体柔韧性和顶尖的身体平衡能力，能够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肢体动作，所以他利用自己的肢体灵活度，假装败于G2，从而诈死脱身。魔术师脱困于大变活人，驯兽师脱困于化身为鼠，杂技演员脱困于肢体杂技，还有一位鬼术大师正在做局试图脱身，而他脱身的方法便是让自己上场为他争取时间。而我即将和这个自称是督战官的小丑进行死斗，但他致命的后手是什么？我未曾见到他有任何攻势，却在交手时被刺中，刺中了他齐枪的枪伤。受害者G2是一名受害者，一群不可理喻的狂徒，他们有着挑衅一切的狂傲和不顾死活的勇气。受害者的唯一特性，致命回赠，把自己受到的某一次伤害返还给伤害来源，所以他们杀人从不需要自己动手。所以那时候G2是故意勾引自己去杀他，还好那时候我也留了一手。好，原来这是一场欺诈的内战，但现在发现不算太晚，因为我的骗局才刚刚开始。有趣，眼神游移是害怕的表现。看到那位格斗专家的死状了。哦，他似乎不知道高三是诈死的。这么急着送死，不再挣扎一下吗？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个杂技演员了吧？就算是，你就有信心一定能打赢我？你猜猜那个叫高三的废物是怎么死在我手下的？你不害怕吗？话虽然这么说，但随着苏城的靠近，G2还是微微有后撤之意。在没弄清楚对方的套路和底牌之前，自己也不敢轻举妄动。害怕？当然害怕，没有人会不害怕一位受他庇护的受害者。被看穿了，什么时候？难道被拖出去的高三没死？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谁。我的欺骗大师告诉我，他可不是一位杂技演员，所以他的底牌是什么？很可惜，你能杀掉我的最好机会，便是在战争迷雾升起的那一刻，当我还不太确定你身份的时候。
你以为我会信你？你不会以为这种蹩脚的动作能够骗过我吧？哦，原来你还是一个有欺骗大师的受害者，怪不得。苏成虽然气势上占了上风，但他的心里却丝毫没有喜悦，反而变得十分沉重。受害者，一个非常恶心的职业，哪怕自己是一个神力拉满的每日勇士，也拿基尔没有办法，因为他可以将所有的伤害反弹给攻击者。好奇吗？是不是在想我哪里来的底气？随着苏成一步步靠近，基尔逃了，毫不犹豫地跑了。在没摸清对方的底细之前，他不会冲动到去赌一把敌人的杀招，那不叫猖狂，那叫傻。所以决斗场里忽然就出现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奇景：一个铁头倒退着跑，一个铁头举着刀追，他逃他追，他追不上。他们两个在干什么？到底还打不打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个欺骗大师的天赋就不会被骗了？可如果别人也有呢？你应该知道吧？基尔兄弟两个欺骗大师相遇，一定为真。哼，你在说你自己吗？真以为自己也有欺骗大师？我的天赋告诉我你在说谎，所以你到底是谁呢？我确实没有欺骗大师，但我没有就意味着别人也没有吗？这个消息无疑是爆炸性的。基尔猛了一瞬，但他也不傻，很快联想到一切。高三是个杂技演员，怪不得他最后的绝杀是扭断自己的脖子，而程武大概也没有被自己杀死，而是化作一只老鼠逃了。哼，这就是你的计划，用高三的身份来激怒我？不，我没有计划，我的计划很简单，就是直接杀了你。这就是你的底气，笑死！我哪怕不用刺客的天赋，也能跟你玩上一天，而你一个歌者，凭什么跟我耗？基尔看出来了，这种挠痒痒式的进攻明显偏向于辅助。哦，难道你是牧师？有趣，一个牧师敢这么打，你不是找死？你来真的？你居然不怕我将伤害反弹给你？有趣，让我猜猜，你是不怕伤害，还是不怕死亡？怎么还不治疗吗？我可爱的牧师队友，再不治疗，你的血就要流干了哟！我们之间的对决可不能使用道具哦，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的底气呢？你的底牌呢？再不拿出来的话，我可要开始了。基尔不是为了戏弄苏成，而是想让他自己流血而死。他在谨慎地避免成为直接致死苏成的伤害来源，以防这位隐忍的牧师遇到了什么肮脏的诅咒手段。都战官，你在学我窃取都战官的治愈之力。小丑，原来你才是小丑。就算我刚才相信了一瞬，让你得到了治疗，但你现在硬撑的样子也太难看了。受害者是吧？就让我向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真诚亦是谎言。我苏成，一个天生的骗子，哪怕不说谎也能骗人。上局我骗取了腐朽，变成了一位凋零祭司，亲手了结了一个命运的神棍。上局我骗取了战争，变成了一位督战官，亲自送走了一位吃鱼的智者。而这局，话还没说完，基尔的脸色就变，因为他听出来了对方居然没说假话，这意味着他是一位有恍如昨日的小丑。这可是多少骗子梦寐以求的 SS 级天赋。上局试炼居然偷到了督战官，而受害者恰恰很讨厌督战官，因为那意味着这场死斗中决将变成一场猜疑终局。你不知道对方的那一刀到底是治疗还是致命，一场势在必得的胜利变成了读心局。苏成瞬间消失原地，眨眼间出现在基尔身前。近景魔术的诀窍在于转移注意力，当基尔紧盯着苏成攻击的时候，他身下那枚毫不起眼的骰子也跟着转移。如此普通的一击，似乎并未有裹挟任何其他的实力。莫非这招杀不死自己，而且攻击目标还是自己的神医？难道他觉得自己一定能将伤害返回去，所以才如此果断？对了，他的状态并不好，他只是给自己手臂一小刀，他的身体还没有全部恢复，他在预判自己的回赠，为他疗伤。好一个敢打敢拼的督战官，好一个拿自己生命做赌的小丑，差点就让你得逞。真是可惜，任何人都有失算的时候，但这次不是我，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骗子的精明。来吧，我要让你刀尖的治愈之力充斥我的全身，然后在这股生机之力的见证下，亲手割断你脖子，让你眼中的恐惧变成你无视。天怎么黑了？这是骰子，命运的骰子？不对，快，我要反弹伤害。对，反弹伤害，不痛，脖子不痛。转移成功了，管他是不是治疗的一刀，总归我还没死。我还没死，可为什么天还不亮呢？多疑者往往死于多疑。苏成早在进去副本时就戴上了战士的面具，但一直没有预醒，所以他的战斗力很弱。这也恰到好处的骗过了基尔。当基尔身后的骰子投出一点时，苏成神力隐身。就在基尔还在犹豫之际，苏成就与骰子交换了位置，从他身后一刀斩首，毫不拖泥带水。
我对你有些刮目相看。如果你真的赢下了死斗，又无处可去的话，可以来找我。我叫格林德，铁律骑士第17小队副队长。我对你有点兴趣。哼，自不量力，留着力气去角斗场拼命吧！来人，把他押走！你们在干嘛？我是阿波尔啊！说错人了，我现在以队长的身份命令你们放开我！别装疯卖傻了，面对现实吧，6号。S 级欺诈信仰天赋，抽象模仿。当你与目标有5个以上相同点时，你就可以强制目标变成你样子，又可以让自己变成目标，从而迷惑他人。它更像是混淆众人的认知，一旦你识破了他的骗术，幻境就失效了。好一个鬼术大师，原来这就是你的底牌。你们居然敢戏弄我！去死吧，渣子！靠，这又是哪个缺德的，非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安安静静的离开不行吗？苏成第一时间看向手台灯，自己能不能依法得到释放，全得看他们会对这场爆炸如何定性，以及如何处理他们这些死斗刑犯。死斗刑犯为逃避死斗，妄图炸毁蒙克拉尼角斗场，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行。铁律骑士听令，所有死斗刑犯一经发现就地处决。正好借套衣服穿一下。然而，他的一举一动还是被四处寻找死斗刑犯的铁律骑士们看到。骑士们立刻围拢。面对这一小股钢铁洪流，苏成不丝毫不慌，反而笑了。既然我的命运如此不幸，那不如再不幸一点好了。毕竟只有变化才能孕育机会，而有机会才能创造新生。小骗子们，但愿你们已经逃了。如果你们还在这里，那可一定要躺好，因为我马上就要找到你们了。命运亦有其图，天赋在发动的一瞬间并无任何动静，不曾掀起一丝波澜。而就在这时，一位体型略显丰满的大姐突然摔倒，而就是这一刹那，恰如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台下一根很久失修的柱子过早地迎来了他的末日。似乎我的命运还不错，也没有变得更坏呀。赞美伟大的命运。苏成在决斗场上喊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因为命运的预言已经昭示了结局。如果他们会死，找也无用；如果他们是死于自己的手上，那么不用去找，相信命运也会推着他们来到自己跟前。你看，这不就来了吗？老鼠小眼瞪得溜圆，他不敢置信地打量着面前这位随时可以置自己于死地的队友，激动地举起了爪子。驯兽师先生，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乱动。老鼠愣住了，他急得滋滋叫，似乎想要说点什么。苏成皱了皱眉头，他也不确定驯兽师的天赋是不是可以开口说人话，于是他盯着面前急得跺脚的老鼠审视了片刻。你难道不是程武？你是李一？证明自己，机会只给你一次。灵魂寄生，死亡的天赋，你可以侵占灵魂意识比你弱的宿主，也包括尸体，且过程无法逆转，原本的躯体也将随之消失，敬献给死亡。原来如此，在迷雾升起的时候，你寄生在了一只老鼠身上，所以我为自己贴了一张城市牌。如果不信，不妨把我这张牌撕下来，贴到自己的身上去试试看。那时候你给自己身上贴的城市牌也是假的，你在诈唬，对不对？所以净化牌也只是普通的发光牌。你在跟基尔达合作，你怎么发现他是受害者的？以刻薄的嘴来隐藏自己的本性，也算是，这也叫计划。那么尖儿兄弟有何高见？自有办法不受迷烟的影响。问题是你们能行吗？净化牌从牧师朋友们身上。没错，李一配合继二制造混乱，自己也好趁机逃走。继二准备提前干掉其他队友。至于为什么提前动手，因为一旦受害者的手段用过一次，后面的对手就很容易猜到他的身份，这对他很不利。但让继二没想到的是，为什么程武不反抗，就这么被自己杀了？而苏成也没有对他下死手。之后继二还没来得及对其他人下手，铁律骑士就赶了过来。至于程武背上的牌是谁贴的，那自然是高三。他也觉得李一和继二这一唱一和的有蹊跷，所以他就把这个祸害顺手贴给了这个给他安排命运据点的程武。你的命运据点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脚下。你特么，别让我逮到你！看，坏心眼暴露了。而程武之所以对继二和高山抱有这么大的敌意，是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人来杀他，好让自己有一个正当死亡的理由，从而不引起骑士与队友怀疑，而自己就可以与兜里的老鼠交换了意识，从而金蝉脱壳。而赵四的确没有骗人，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动，真的像一个编剧一样，在幕后默默的修改剧本。哼，你在搞笑吗？你现在只是一只老鼠，凭什么跟我合作？更何况你还和继二一起联手来坑我们。我也有出去的路，我是一个用恍如昨日窃取了战争的督战官，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的奶量和药剂存货足够我挖出这座决斗场，甚至是整个蒙特拉尼。所以你还有什么用呢？
欺骗大师已经成为骗子标配了吗？你有你早说啊，等着看我笑话是吧？这是对你不诚实的惩罚，合作愉快。魔术师都这么注重仪式感吗？行吧，你给我带路，我帮你找一具可以寄生的尸体。正好，我这有个笼子。你那是什么眼神？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你得相信我。我是那种虐待动物的人吗？哈哈哈！抓稳了，勇士号盾构机就要开挖了。一人一鼠就这么朝着老鼠团长指认的方向一点一点窜。李一本来是打算躲起来，之后随便找一具尸体变回人类，然后混到试炼结束。可一场爆炸和倒塌埋葬了整个决斗场，也包括很多囚犯的尸体。于是他只能出来寻找新的尸体。可谁知道碰上了这么一个灾星。与此同时，位于地下深处的一个隐蔽房间中，一只老鼠从通风管道里悄无声息地钻了出来。不错，这只老鼠正是程武变的。他本想沿着通风管道离开这里，可没曾想这根本就不是通往地面的，反而是通向地下的。在如此隐秘的地方新建了一间实验室，想想都知道这里一定藏着大秘。尤其是这墙上还印着理智之塔的标志，在秩序的大审判庭的腹地，居然隐藏着一间理智之塔的实验室。是高三，他在炸死脱身后，也顺着监狱的管道逃到了这里。这位杂技演员居然有一手软化的天赋。当高三出来的一瞬间，程武趴在门口一动没动，一人一鼠就这么隔空对视上了。你是驯兽师？哼，怪不得死的那么痛苦，我还以为亲手坑杀了你。原来你是杂技演员。怎么说？周末之笔发现了命运据点，突然变成了他自己，是不是很有乐子？谁知道呢？或许我又会在这里发现一个新的命运据点。就凭你一只老鼠？程武啊，程武，不是我鄙视你，你但凡不是驯兽形态，我都要顾忌你一点。可你现在想杀我，哼，继续想吧，挺萌的。老鼠眼神一凝，将爪子放到了门上，他的意思很明确，你不想谈，那我就敲门。至于门后有什么，就看大家的命运如何了。哼，你想要什么？资料归我，外面的东西归你。我只需要1秒钟便能掐死你，然后卷走资料跑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什么？你不妨试试看。高三刚刚那一下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唬住对方，可当老鼠迎着他走来的时候，他的虚张声势自然就不攻自破了。对方肯定有后手，高三后撤一步，而程武也暗自松了一口气，自己根本就没有后手，因为自己也在炸胡，炸的是对方此时此刻不敢赌。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合作吧，资料我们一人一半，而后一起推开这扇门，去看看这间办公室之外有什么，如何？推开门，我得出10分的脸，所以桌上的资料我给你留1/10，毕竟是合作，也得让你赚点，对吧？你确定是这？确定的话，我可就挖了。高三，你果然也没死，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你脚下。老鼠？不，他是程武。啊，程武？不可能吧？他怎么不躲呢？高山愣住了，没想程武就这样给踩死了。肚子里千丝百想的谈判和算计还未吐出一个字，程武根本就没有底牌，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老鼠，还未来得及躲闪，就死在了这个天降灾星的脚下。唉，我也算是个大善人了，毕竟他在自己的预言里也没活下来，我这无心的举动算是提前解放了他紧绷的心弦。程武找到的命运据点再次埋葬了他自己，不得不说，总是借用命运的名义行亵渎之事，早晚会遭报应的。怎么样，谈合作吗？你也看到了，我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不是吗？苏成环视四周，发现这是一个理智之塔的办公室，而他身后的资料一定是非常珍贵的实验数据。想要分到蛋糕，就必须展现出自己的实力。苏成显然明白这一点。这个刚刚冤死不久的程武直接散成灰渣。李一和高山感受到了雷霆的恐怖威力，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有近乎半神气级的输出能力。其实充能早被决斗场惊吓的观众填满了，而刚刚消耗的能量又被李一他们填回来了。这怎么合作？这里有很多资料，如果你愿意把这些资料让给我，那我就给你一个安然离去的机会，如何？高三看出来了，苏成在骗人，不是因为他的小动作，而是因为欺骗大师告诉了他，苏成根本没打算放走他。为了求活，高三只能试探的开口说道：“想要搞清楚这里面的秘密，你需要帮手。我帮手已经有了。相比于一个满嘴谎言的魔术师，我更值得信任。呵呵，哪有骗子不说谎？魔术师会说谎，杂技演员就不会了吗？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不是吗？”苏成确实对这间实验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之前每次碰上理智之塔都能捞上一笔好处。莫非这又是命运的指引？只要投资不是1点，我就不冒险。祝我们合作愉快。话音刚落，这伸出的手就拐了回去。现在是你这个帮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只见高三从随身空间中取出了一块半透明的长布，静谧之影 A 级隐身道具，只要盖在身上，便能彻底融入环境，甚至连声音都会被遮掩。于是他们2人一鼠彻底融入了阴影之中。周围没有翻动的痕迹，我猜来人已经原路返回。364先生，您可以回去继续您的实验。
确实有人潜进来了。这个人很有毅力，从废墟之下挖了很久才挖到这里，看上去像是一位能吃苦的骑士。重新介绍一下，我叫李一，是个魔术师。我装完了吗？我们可以开始问了吗？你们动作能不能快点？3个骗子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配合。当那位老学者离开的时候，高3立刻闪身出来，扭断了他的脖子。与此同时，苏成放出了李一，然后李一就寄生在了他身上。可以跟我说说这里在做什么实验吗？手术刀不断的在他身上游走，而他却纹丝未动。很显然，这是一位有信仰的骑士，但再有信仰也抵不住恶魔的审讯。而苏成恰恰是最懂人心的那个恶魔。知道这是什么吗？无序沉淀，余晖教廷的特产。虽然这个时候混乱还未降临，但他的令使奥特曼大人已经将他的意志带到了这里，他会让你彻底抛弃秩序，拥抱混乱，你的信仰将成为你所厌弃和将要毁灭的。怎么样？现在肯说了吗？如果只是被逼吃药，或许还没有那么恐怖。可当你面前的审问官还是个喜欢抠鼻孔的怪人时，这种恐怖的压迫感瞬间就上来了。我说，我全都说。这是一个叫生命童话的实验，刚刚那位瑟留斯就是这里的主持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了一批用以战争的杀戮武器，我们会定期给瑟留斯提供实验素材，也就是你们。所有人都会被戴上头盔，然后注入生命童话药剂，这以让他们体内诞生童话能量，而每3到8个人一组药剂，然后同一组药剂的人就会互相死斗，死掉的囚犯体内的能量就会被另一个人吸收，最后的胜者便会成为一个体质优秀且力量卓越的战争机器。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但奇怪的是，决斗场的死斗刑犯比我们一开始送来的要多。比斗的人比一开始送来人还要多，为什么每个人必须得戴上头盔？理由是什么？而且为何还要按顺序上场？你知道决斗场的那位1级审判官什么来历吗？1级审判官？他可是3位最尊贵、最殊荣的存在之一，秩序的神眷，大审判庭的最高审判官，铁律骑士团的真正掌控人，克因劳尔大人。克因劳尔，一个共绿派的首领，居然会在暗地里跟理智之塔合作，就为了那些看上去并不太靠谱的战争机器？你给我念一念上面写的什么？随从愣住了，他从未听闻谁家的审问中还要念书，但他还是照做了。让他们3人感到意外的是，实验计划书上的内容跟他之前讲的几乎一模一样。哼，这书上和他口中所说的都是假的，至少应该隐瞒了什么。因为刚刚学者进来的时候太镇定了，丝毫不在意这些实验计划是否流失。看来我们要进行一场新的冒险了，我可以相信你吗，我的魔术师队友？至少我们之间并无深仇大怨，更何况也有近乎于碾压我们的战斗力。说实话，是我们应该畏惧你，而不是你来提防我。哼，弱者提防强者没用，强者才该提防弱者。不过苏成也确实不畏惧他人，因为刚刚已经收集过了他们的恐惧能量，雷刑必中。我可以暂时信任你们一下，既然该了解的都了解完了，那我们出发吧。没必要这么谨慎吧，我们一起进去。真理的学者理应提前靠近真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里面会出来个怪物，没想到是个人啊！苏成啧啧有声地溜达过来，如同一个逛花鸟市场的老大爷，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培养皿里的实验品。他们在培养人类生命？不对，这就是抓来的死斗刑犯吗？所有人呆滞当场，因为装置里有许多一模一样的复制体，3个到8个不等，正好如监狱见到的同色囚服的数量差不多。有点意思，我确认我叫李一，也是李一，可你们到底是谁？嘿嘿，你怎么知道你是李一？或许我才是李一呢？学者，解释解释这里的实验。我他妈是战士。哦，你妈是战士也不影响你是学者啊。别急，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我更倾向于这是混乱在作祟，他或许正在影响我们的认知。高3兄弟应该也有欺骗大师这个天赋吧？虽然你我无法自证，但苏成却能让我的欺诈大师告诉我，他不是我，至少他的名字没有骗人，而且1号永远都是第1个，甚至是被复制的本体。还有，我可以100%确定的是，我真姓你。你真的姓苏？如假包换。考虑到这局是混乱的试炼，我同意李一的观点。之前监狱的囚犯或许是复制品，而我们只是碰巧被投放在同一组而已。混乱在有意引导我们通过厮杀来掠夺身份。所以我又不是李一了。你是谁你自己知道，不用装来骗去。如果你们真的是我的复制体，怎么可能会比我更强？说不定你隐藏实力了呢，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戏耍我们？魔术师不就是喜欢戏耍观众吗？别试探了，你能屈尊跟我合作，就说明我的命仍掌控在你的手中。我说的没错吧，苏成？谁说复制的本体一定会是1号？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才是我的实验复制体呢？不可能，我是谁我自己清楚，我和你没有任何共同点，除了都是骗子。
我感觉这座隐蔽的实验室里透着古怪，所以还要继续前进吗？我的队友们，老规矩，战士先请。什么时候的老规矩？还有，我刚刚不还是学者吗？你是战士，你妈才是学者，规矩是刚立的，怎么有问题吗？不好意思，年纪大了，手脚有些笨重，打破了培养皿。不过没关系，这些液体不具有挥发性的毒素，无需紧张。我警告你，别过来。我很好奇，这位塞琉斯先生，如此坚固的实验玻璃，您是如何打碎的呢？我刚刚在查看实验素材的状态，没想到不小心按错了按钮。够了，这种蹩脚的借口就不用说了。我刚才仔细观察过这些培养皿，玻璃上下没有一个外置接口和操控按键。你到底是谁？又想要干什么？年轻人，你认识我，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是这里的学者，又为什么问出这些没有意义的废话呢？就算要问，也该我问你们才对。你们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尤其是你们头上还戴着我亲手打造的决斗假面。高三见情况不对，立马冲入了旁边的房间躲了起来。看来实验室里来了客人，还是位不该出现的客人。瑟琉斯先生，我们的闯入是一个意外，我只是被决斗场爆炸的余波推到了这里，又恰巧认识了这位骑士，还顺便发现了这里的实验体与我有些相似，所以才冒昧的在此搜寻起来，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打开我们头上这决斗假面的方法。那你们找错地方了，这里是实验场，是生成实验素材的地方。想要解除决斗假面，需要在隔壁的实验工坊里。如果你们真的想拿下它，就跟我来吧。小心有诈，先找到高三。唉，可惜了。别动手，塞琉斯先生没有恶意。今天有很多客人啊，我没想到铁律骑士也加入了这场游戏。这位也是为了来摘下决斗假面而来吗？还有这位骑士又是为何而来？别装知心老爷爷了，我们开门见山吧。我刚刚看到了另一个你，一模一样的你。不错，他是我的复制品。复制体就跟你那些被复制的囚犯一样。其实它有一个更学术性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切片，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肉体克隆。但不一样的是，切片会分裂出不同的人格与残缺的记忆，但实验需要大量的切片。可切片如果只从一个人的身上获取，那么这个人存在的痕迹便会越来越薄弱。所以为了完成这个实验，大审判庭的那位资助者便利用秩序的游戏规则设下了死斗刑这一刑罚。如此一来，便可以合理且合法的捕获足够的实验素材。我现在不想听你什么切片，我想问的是，你见到我们这些闯入者为何如此淡定？而且这里为什么没有守卫？你到底在谋划什么？我并没有谋划什么。他在说谎，他在说谎。好吧，我的确在谋划一些事情，但我谋划之事与在场的各位无关，我无意伤害你们。这次是真话。所以这个实验到底在做什么？死斗中决又是怎么回事？其实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这个实验叫做神性萌发实验，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体内诞生神性。神性怎么萌发？它又怎么可能萌发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到底是自我还是切片？又会是谁的切片？所有人不敢置信。高三想起了李一曾说的那句话：一般情况下，1号永远都是本体。难道自己和苏城都是李一的切片？而苏城左耳进右耳出，纯当听个乐子。因为真诚亦是谎言，哪怕说的是真话，他也不会相信。不，你们理解错了。切片培养成完整的实验素材时，就再无切片之说了。因为每一个实验素材都是它本身，所以每个复制品对自己的身份都笃信无疑。学者，不妨说清楚些，谁是谁的切片？为何要执着谁是切片呢？我说了，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而神性萌发单靠个体的臆想和杜撰是断无可能的。所以自然教派的诞育信徒们早就将重点放在不同生命体之间的交互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异变为神性。但有一个问题，他们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太低，所以切片实验诞生了。如此一来，他们每个人都笃定自己才是本体，而我们发现恐惧情绪的异变率最高
斗，所以才将他们拉上角斗之方互相厮杀，从而才有萌发神性的可能。既然是恐惧，为何不让所有实验素材乱战？那样的恐惧不是更大吗？但那样产生的神性会变得异常无序，而同一组实验素材之间，无论神性诞生于谁的身上，都会被最终胜者所汲取。一般来说，本体会被放在最后一位，因为原型的人格最为完整，且承载力也就更强。两个胆小鬼被吓跑了，谁知道一个能随手消灭自己的人，在得知结果后会干出什么事？其实苏成更愿意相信是混乱在作祟，也认可高三和李一的推论。他们只是刚好降临在同一组实验素材的牢房里，更何况自己是命运的信徒，怎么可能分裂出5个欺诈信徒？所以你是第几号切片？我不是切片，我是那个被抛弃的本体。好了，知道你很惨了，你的悲剧已经吓跑了我的2位队友，他们可是我非常重视的资产，所以你得赔偿我。终幕之时，产于信仰腐朽的地底部落遗址中，它可以加速腐朽所碰到的一切。很好，这个赔偿我还算满意。现在可以继续讲你的故事了。我确实是理智之塔的学者，在博学主席会支持下，我主持的实验突飞猛进，但我做出了一个万般后悔的决定，那就是对自己进行切片，让他们一起参与实验。然而博学主席会从另一个疯狂人格的我看到了更大的希望，而作为本体的我却被他们无情的抛弃。而一封来自大审判庭的邀请信，让我重新找到了继续实验的机会。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而你等的人要来了吗？还没有。那继续，趁我还有耐心。角斗场也是专门为此成立的，而头盔是为了遮掩他们的身份，同时避免切片出现认知矛盾。在蒙特拉尼民众热情追捧下，他们甚至期待审判庭判处越来越多的死斗刑犯。我一个人已经无法支撑规模如此大的实验，所以不长记性啊！所以你又给自己切片了？门外那个色流斯怕是想取代你吧？哦，我懂了，你在自己的切片实验里做了手脚。不错，在实验素材中加入了一些死亡的手段。倘若我的切片看到了我，他便会立刻死去，这是对他的敬献，也是我起来的诅咒。难怪那个切片色流斯迫不及待地想要带自己去解头盔，或许解开这头盔的代价，便是替他杀了眼前这位原型。我确实有个请求，我也确实在当一个人，在当一个见证者。见证者？见证什么？见证我的死亡。我受够了资助人的摆布，无论是理智之塔还是大审判庭，他们只想要一个结果，一个与他们有用的结果。我看透了他们，看透了这些无知的蠢货。如果不麻烦的话，我请求你将这同心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替我结束这无尽的苦难吧。同心匕首只是一把普通的手术刀，但它陪伴我多年，也算是他的宿命吧。为什么非要死于自己的同心匕首？你想表达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表达，这是这间工坊里最像凶器的东西。哦，我懂了，所以你不仅想死，还想让那位所谓的见证者看到一场合理的他杀，这可不符合你当下的心态啊！一个对世界毫无留恋之人，做这么多布置干什么？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懦夫，而让我的学者之名蒙上一层阴影。也算合理。那我有更保险的方法。有趣，一个起死之人居然还会害怕，就用这个刺激你的心脏？是的。一股带着死亡之力的灵魂朝着苏城扑面而来，然而苏城早有预料，因为学者的小心思太过明显了。大叔，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死亡编外员工的含金量啊？只要苏城想，他随时都能把灵魂当作祭品，直接献祭给古座上的那位大人。但他没这么做，因为这灵魂的力量很收敛，比起夺舍更像是寄生。他确实无意伤害自己，只想让自己带他逃离此地。于是苏城毫无抗拒，任由他进入自己的体内。呸，酸的不好吃。嘿嘿。嘴哥，你终于说话了，我还以为你也跟影子跑了呢。你最近怎么这么安静，改姓沉默了？别乱说话，我刚睡醒。话音刚落，苏城的手居然不受控制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原来城市小丑坑的不止自己，他甚至连鱼戏之唇都一起坑了，这也太他妈棒了！嘴哥，你怎么又不说话了？是不喜欢骗人了吗？喂，嘴哥，你还在吗？塞琉斯爷爷，我给你带来了。如果我说这不是我干的，你信吗？他走的痛苦吗？抱歉，我没看到。我赶过来的时候，色流斯先生已经死了。那你看到是谁杀了他吗？我看到了一个伪装成铁律骑士的刺客，他变成一堆扑克牌消失了，还有一个戴着球盔的刑犯，他们跑得太快，我没能抓到他。扑克牌。时间回到李一与高三消失的时候，高三钻入了天花板，而李一与自己在外面提前放置的一张交换卡牌瞬移了出去。哼，魔术师也有疲惫的时候，是时候该谢幕了。
不必如此，我们尚有合作空间。你喜欢合作？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我倾向于用合作解决分歧。哼，既然如此，我如何知道你有没有跟里面那位我合作过呢？李一慌了，没想到切片色流斯如此谨慎，他在怀疑自己是不是门里那位色流斯派来的手段。还没等李一多想，知道为什么实验场里没有过多的护卫吗？因为当负责人足够多的时候，护卫的有无已无关重要。李一死了，至少在色流斯的眼中，这个实验素材被抹掉了。而后他们一齐看向那扇门，等待第二个猎物的出现。梅丽娜阿姨，你就在这里守着，我去找色流斯爷爷了。不好，是加流沙来了，人家跟你回去。哪怕这些切片想杀掉色流斯本体，他们也不敢当加流沙的面动手，毕竟他的爷爷是实验的资助人，也是唯一的资助人。你是谁？死斗刑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叫格林德，我被爆炸掩埋后意外掉进了这里。那你知道那两个凶手的来历吗？抱歉，姑娘，我的见识有限，但我想每一场谋杀的背后都会有充足的原因。谁最不想色流斯先生活着，那么谁便最有可能是凶手。你的意思是因为色流斯爷爷背叛了理智之塔，所以他们派人找到了这里？说实话，我不清楚这里的一切，但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博学主席会不会放任理智之塔的学者利用学到的真理为其他人服务？他们有足够的手段，也有充足的理由。我知道了，但这里并不容其他人下来，尤其还是一位死斗刑犯。但我也不会追究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允许你离开，只要你跟驻守在实验室大门的梅丽娜阿姨提供合适的身份与理由，她便会帮你离开这里。你放我走？难道你不想走？有点意思，看来这小姑娘不简单啊，就这么放自己走？难道她认为色流斯寄生在自己身上，她在帮她逃离这里？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格林德先生，你能把凶器留下吗？我想后面来的潜力骑士们在调查的时候或许会用得上。抱歉，一时紧张给忘记了。你为什么一直摸鼻子干嘛？我对这里的空气有些过敏，不太舒服。说着，苏成又摸了摸鼻尖，红了，跟小丑的鼻子一样红，虽然本来就很红。再次向您表达我的歉意，我想我该离开了。无论是门口还是走廊，居然连一个守卫都看不到，就连之前的那位切片色流斯也不见了。苏成很想去看看另外一间实验工坊里有什么，但理智告诉他还是尽快离开比较好。梅丽娜大人，你是谁？惩戒骑士又如何来到了这里？你好，我是惩戒骑士格林德。有一位小大人让我来找你，他让你带我出去。哼，你说你叫格林德？坏了，他该不会认识这个人吧？给我一个理由，放你离开这里的理由。决斗场的爆炸将我炸进了废墟之下，我醒来时发现监狱下方被挖空了，我猜那一定是有人企图越狱挖出的通道，于是强烈的骑士责任感驱使着我追了上去，然后我就顺着通道掉进了这里。借口不错，如果不那么紧张的话，或许会更好。你的鼻子快被你摸红了，怎么没撒过谎吗？哼，我从不骗人，怎么会撒谎呢？我只是对这里的空气有些过敏。不错，新的谎言弥补了你上一个谎言的漏洞。格林德，从现在起，你就是最高审判官克因劳尔大人家里新雇佣的仆人。今日跟随茄流沙大人前来求教色流斯先生问题，并在实验室中意外地感染了疾病。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会请假回家养病。什么？加流沙？注意你的身份，请称呼为加流沙大人。怎么，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可太大了，他为什么是加流沙呢？他怎么能是加流沙呢？这是加流沙粉碎了我的腿，我抽了他的胳膊，重新造了一双，但很可惜。不太匹配，他是个偏执的疯子，是埋葬了理智之塔的黑手。谨记，一定远离他。他难道就是真义说的那个亲手埋葬了理智之塔的疯子？不会是刚好重名吧？现在的时间线与理智之塔的倒塌整整相差500年啊！等等，切片实验？难道他利用了切片实验，不断的自我切片，以此来让自己永恒的活下去？甚至有可能真的萌发了神性，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实力去推翻理智之塔和博学主席会。怪不得说他是个疯子，在人格切片的无尽损耗中，怎么可能不疯？我刚刚跟他说了理智之塔杀了色流斯，他不会因为这个才将目标，不会，绝对不会。你这是被大人的威名给吓呆了吗？你还走不走？得赶紧走，哪怕真义说的是假的，最好也不要跟这种人沾上关系。
等到苏成离开之后，他孤身一人回到了实验室，将被关在铁门里面的铁律骑士们放了出来。梅丽娜，你违反了秘密实验守则，你无权阻拦我们进入。我无权，但我关了。克因劳尔大人说过，不允许加流沙大人再到这里。那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向加流沙大人说呢？当骑士们赶到现场，发现死去的瑟留斯，这些骑士并未有太过震惊的情绪。加流沙大人，您不应该在这儿，让我们带您回去好吗？是理智之塔杀死了瑟留斯爷爷。您不应该让梅丽娜守在门口，她应该护卫在您的身边。这里没有梅丽娜的事，我在说，是理智之塔杀死了塞留斯爷爷。